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会啊，老会了君上。白硕喜气洋洋抬头，洋洋洒洒的自我宣扬还没来得及说下去，却是一顿。他面前站着10来人，清一色的蓝衣蓝剑，袖上浮云朵朵，为首之人面容锐利，剑眉星目，剑柄上雕刻着一云朵，身上更是仙气逼人。白硕咽了口水，乖乖，10位仙君，仙界豪门啊！蓝衣蓝剑，以浮云为门徽，是云霄山的人。难道他是云霄山的南婉？不对啊，各仙门子弟不是都赶赴一城了吗？算算时间，明日就是一城关闭之期，他们怎么还在南海城晃悠？白硕神游天际，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的人显然有些不耐烦，冷声道：算得可准？准。白硕回过神，瞅见满条街的人躲得远远的，好奇朝这边张望，压低了声音问：不知君上想算什么？白硕打量南婉的同时，南婉也在盯着一身破布衣胡子一抖一抖的白硕瞧。顺风阁推荐的算命师就是这么个玩意。他身后的云霄弟子显然也觉得白硕不靠谱，低声道：师兄，3届招摇撞骗的卜算师可是不少，我瞧他不像会推演卜算的。南婉皱眉，刚想说话，白硕已经摇着破蒲扇开了口：阁下筑基100年，生于人间江南诗书世家，家中一兄一姐，父病故于壮年，母长顺安康，受子女奉养慈氏。白硕朝那弟子抬了抬眼，可对？那弟子脸色一变，南婉看了师弟一眼，心中了然。100年前的命理渊源，这破道士竟算得一句不差，看来是有真本事。白硕面上稳重，身后一只手活络地转着龟甲，瑟瑟发抖。他悄悄瞅2人面色，才偷偷松了口气。他可真是捡到宝了，老龟的破玩意竟连仙人的命理都算得出来。砰一声，一精巧的乾坤袋落在白硕的小摊上，差点把摇摇欲坠的摊子砸出个窟窿。袋口松出一角，白硕朝里头一望，简直金光璀璨。妈呀，至少有30颗灵珠。好啊，道长好本事，只要道长为我办一件事，这只是定金。这还只是定金。白硕顿时双眼放光，伸出手摸上了乾坤袋，仿佛摸着命根子，脸上堆满笑意。不知小道能为君上做什么？君上只管说。寻物，需道长远行，3日为限。南婉言简意赅，白硕手一顿，顿时明白这云霄首徒找他做什么了。一城风仙妖灵力，又有1人相阻，寻找梧桐树心无异于大海捞针，他竟想以占卜之术巧取。仙门大派3届盛世，还能如此作弊？他就不怕被个仙门巨擘发现？是了，这次比试只说在3日内找到梧桐树心认主，但没说不能用旁门法子相符。就算被发现，顶多也是被旁人啐几句，比起梧桐灵气，几句闲话不值一提。见白硕迟疑，南婉眼一眯，只要道长愿去，事成之后，除了重谢，本君可保道长入仙门修炼。这可是天上砸馅饼啊！一旁看热闹的半仙们顿时哗然，显然他们也瞧出了这群仙君的来历，拜入云霄，可谓一步登天。这白硕支支吾吾，还没拒绝，南婉身后的弟子上前一步，佩剑半出。好说好说。白硕眼疾手快，将乾坤袋往腰上一系，谄笑道：多谢君上好意，小道修为浅薄，入仙门也无甚大用，这拜入仙门就不必了。不过见南婉眉一皱，白硕连忙捻了捻手。不过这酬金嘛。南婉眉心稍缓，随意道：酬金必不让道长失望。道长所需多少？不多，1颗灵珠就可。白硕伸出1根手指头，嘿嘿一笑。街道上顿时一静，南婉身后的弟子差点没拿稳剑，失声吼：多少？1颗灵珠，当的云霄半个库存了。这破道士还真敢说。连南婉脸色都抽了抽。白硕见南婉并不阻止那弟子出剑，就知今日之事不能善了。南婉对梧桐灵气势在必得，就算他不答应，云霄弟子只怕也会把他绑去。既如此，还不如狮子大开口，先把灵珠赚到了再说。君上，世上可没有强行的买卖，若是君上觉得……白硕摇摇蒲扇，还准备尖酸刻薄几句，南婉已开了口：好，本君答应你，先付1半。白硕趁胜追击，半点不手软。那弟子脸都绿了，就要抽剑，世上竟有如此不要脸之人。白硕连忙蹦起，往范月身后一躲，探出半个头：君上，您要去的地方该是不太平吧？小道我可是冒着身家性命为君上做事嘞。好。南婉长吸一口气，抬手拦住明心，他眯着眼打量白硕，看来道长是个明白人。明心，给他。明心掌心一动，一乾坤袋出现在他手上，他没好气朝白硕扔去。
白硕手忙脚乱接过，打开乾坤袋一看，眼弯成了月亮。这些仙门子弟就是好骗，有了这些灵珠，以后再也不用和小徒弟摆摊算命赚苦钱了。自知南婉的来意，白硕便打定主意要跟着去一程。没有仙妖巨擘从旁看顾，鬼知道这些仙妖子弟为了抢夺梧桐灵气，会在一城使出什么损招来。阿昭心思简单，铁定吃亏，他混在其中也能相互一二。乖徒儿。白硕把2包沉甸甸的乾坤袋递给范月，拍拍他的肩，回家等我，等师傅办完了事就回来找你。此去吉凶难料，他不能带着范月一起，现在的范月毫无自保之力，若南婉发现他身上的妖气，只怕不会放过他。走吧。以南婉的身份，他连眼皮子都没在范月身上落过，他看了眼天色，转身就走。白硕抬步就要跟上，却被人拉住，一转头，小徒儿眉皱得紧紧的，不回家，我要跟着师傅一起。范月的手如火钳一般抓着白硕，白硕动弹不得。乖，听话，回家去。白硕低声呵斥，就要去掰范月的手。不，师傅在哪，我就在哪。范月抿着唇，毫不动摇。不远处，南婉见白硕没跟上，转头望来，目光在范月身上凝了凝。白道长，众弟子也围拢上来，生怕这敲诈了云霄一半灵珠的破道士趁机溜了。哎，来了来了。君上，我徒儿平时也帮我卜算一二，不如把他也带上。白硕见拗不过范月，只得认输，生怕南婉注意到范月，连忙将小徒弟往身后一推。一听白硕肯带他一起走，范月这才放开他。南婉瞥了眼范月，见他本体不过一棵槐树，连半仙都不是，懒得多言，不耐烦点头。可白道长，本君之事迫在眉睫，道长莫要再浪费本君的时间。是，小道这就来。白硕连忙拉着范月跟上，身后的算命摊都懒得要了。云霄一行人停在了南海城门外，见南婉不动，白硕看了眼天色，小心问：君上，小道听说一城今晚子时关闭，蛮荒之地远在千里，瞧着天色，咱们只怕赶不上了。南婉瞥了一眼白硕，道长果然知道本君要找的是何物，那道长可知本君是谁？浮云为辉，蓝剑在手，应是南婉上君。白硕有礼道。南婉并不否认，放心吧，道长，本君心中有数。南婉说着，掌心一动，一块蓝色石头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前，只见那石头上浮着淡淡荧光，且上面隐约转着复杂的阵法。化间石。白硕惊道。化间石并不是天生灵物，而是擅长炼气的高手以灵石辅以阵法炼制而成，能瞬息间将人传送千里。半神以下，哪怕是上仙巅峰，亦只能御剑飞行，并不能转瞬千里，但化间石却可以做到。化间，顾名思义，能融化空间之隔。这玩意极难炼制，非千颗灵石不能成，云霄不愧是仙门大派。道长好眼力。南婉有些惊讶地看向白硕，心道顺风阁果然从不打诳语，这道士虽贪财又猥琐，却有几分眼力和本事。嘿嘿，君上谬赞了，只是听说过。君上不愧为云霄首徒，连这等宝贝都有。白硕眼馋地盯着化间石，有了这个灵物，那岂不是想去哪就去啊？踏遍3界秘境，瞅一瞅各山各店长做的模样。此物乃我师尊所炼，虽难得，却只能去一处，并不能借此石返回。见白硕盯着化间石不挪眼，南婉淡淡开口：原来只能用一次，可惜了。白硕心底哀叹，他就说嘛，这等灵气要是能1800变的让人来去自如，仙界不早就云霄独大了。道长，明神，化间阵中若是分心，一灵台尽毁。南婉挥出一道仙力落在化间石上，只见化间石颤动起来，一道3米开外的阵法自石上散开，映照在地上。云霄弟子随南婉踏入阵中，凝神屏息，护住灵台。白硕连忙拉着范月走进阵中，有样学样用微弱的灵力护住自己和范月的灵台。蓝光起，化间石落下一道光束，将众人笼罩。就在众人腾空而起的瞬间，地面陡然震动，只见一座小山一样的人影从城门处跑来。死道士，老娘可找到你了！涂满脂粉，画得像个妖怪的打铁匠花红，一手拎着铁锤，一手抓着一把鸡骨头，风卷残云的朝众人扑来。白硕望着暴怒的花大铁，目瞪口呆，一时没反应过来。哪里去？还老娘鸡命来！花大铁伸手就朝白硕拉去，也不知云霄众弟子恰好都在护灵台，还是被花大铁那鬼一样的脸给吓住了，一时竟忘了应对。花大铁半只脚恰好踏进了阵中，蓝光一闪，阵法启动，众人消失无踪，城门前一片寂静，唯有几根鸡骨头孤独地从半空中落下。四野漆黑，晚星照于半空，一道光闪过，10来个人七歪八扭摔在地上，哎呦声此起彼伏。
白硕脚跟棉花似的落在地上，被范月护在怀里，晕头转向，硬是没倒地。忽然，在南婉转头的瞬间，他眼疾手快，拉着范月往地上一扑，夸张的哎呦了一声，差点忘了木木是指大妖怪，不受化间石阵法的影响。南婉回过头，盯着白硕两师徒，眉头微皱，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方才那道士似乎推了少年一把。连云霄一众弟子都无法承受化间石穿越空间带来的灵力影响，怎么这少年好像没事？不愧是化间石，还好君上您是先让我们护住了灵台。白硕颤颤巍巍爬起来，双眼呆滞，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范月立在他身后，面色微白。众人瞧不见的地方，白硕使了老劲，掐着范月的掌心。小徒弟终于会过了意，灵气微转，将脸色变得惨白。南婉心中疑虑暂消，瞥了众弟子一眼，还不起来？众弟子立刻尴尬地从地上爬起来，未及开口，突然一道粗哑的女声咋咋呼呼响起。啥情况？这是哪儿？众人低头看去，只见角落里一张脸探出，大绿眉，白粉脸，张着一口大红嘴。众弟子倒吸一口凉气，连南婉都倒退了2步。花大铁眼中却只有白硕，只见他一个跃起，蹦到白硕面前怒吼：好啊，死道士，你昨晚是怎么说的？骗了我你还想跑？白硕使劲招花红使眼色，花红瞪眼：你眨什么眼？做了亏心事，成斗鸡眼了。白硕无语，身后南婉冰冷的声音响起：你究竟是什么人？敢入我云霄阵法？众弟子齐刷刷抽出剑指向花红。花红这才后知后觉，转过头，见石柄仙剑戳着自己，壮硕的身子一抖：死道士，这又是啥情况？等等，诸位君上，误会。白硕连忙挣脱花红的手，朝众人摆手：这位花小妹不是坏人。花小妹？云霄众弟子望着面前小山一样壮实的女人，齐齐无语。南婉眼一眯：白道长，你认识她？认识，这位花小妹是小道的邻居，南海城远近闻名的打铁匠。白硕连忙道：昨夜我们生了些误会，花小妹为了寻我，才误入了化间石的阵法。昨夜？误会？一旁的明心嘟囔一句，瞅瞅白硕，又瞅瞅花红，他该不会是你的？不，他不。哎，对嘞，我就是他的那个。白硕还没开口，花红一把拽住白硕的手，朝白硕抛了个眉眼。他一双手如铁钳一般抓着白硕，眼瞪了瞪。花红虽鲁莽，却也不蠢，看出了面前这些人不是善茬，却对白道士客气，自然是先保命要紧。白道长，这位。南婉顿了顿，花女君说的可是真的？是。白硕滋了口凉气，木木地转过头：君上，小妹并无恶意，只是误入了阵法，还请君上送她回南海城。回不去了。南婉沉声开口，望向远处：我们到了，此城已封。白硕一怔，众弟子纷纷聚拢灵力，这才发现体内灵力停滞，竟只有仙君下位的力量，也就比半仙强上些许。白硕这才感觉到一股狂风刮来，寒冷又干燥，抬头一望，只见夜空硕朗，繁星满布。而他们正站在一座城的边缘，城墙上硕大的一字狂野凛冽，带着一股萧索的意味。这里就是与世隔绝的蛮荒一城。这也太萧索了吧，3界仙妖子弟齐聚一城，怎么这也该是热闹无比。云霄好歹也是仙界3山之一，这城门口总得有人来迎接吧。就这么闷不作声地封了城。走。南婉也皱了皱眉，但他没有多说，领着众人朝城中走去。云霄弟子紧随其上，白硕连忙拉着范月和花红跟上。这城乌漆八黑，忒吓人了，先跟着这个南婉摸摸情况，等打听到阿昭的消息再说。明月高悬，梧桐凤倒。昨夜子时，金曜启动了目光留下的锁灵阵，封住了一城。各殿各山的长座们都各回院落，等着3日后的结果。如今已过1日，七凤阁中，金曜正与凤族大长老凤贤长老对弈。一城与3界隔绝已久，一人王毅对仙妖2族成见颇深，不知君上为何会将午宴选在了一城？一人王又为何会答应？凤贤摸摸胡子，颇有几分好奇。梧桐午宴历届都在凤岛举行，已有1000年历史。这次虽是冷泉宫提议换一种比试方式，地方和方式却是金曜定下的。月前一人王曾修书入天宫。金曜缓缓开口：哦。凤贤惊讶，一人王有何求？他希望一人能与2族交好，行走于3界。凤贤面露惊讶，一人王性情孤僻冷沉，1000年来独守一城，向来对仙妖敬而远之，怎么一朝改了脾性？怕也是为了族人。凤族和善，想起一人的处境，凤贤心下感叹，却也摇了摇头。2族对一人成见颇深，一人王此想，只怕有些难。
所以我才将这次比试选在一城。一人虽性情彪悍，但民风淳朴。这次去的都是仙妖两族的后起之秀，若他们能与一人和睦相处，将来一人行走于三界也会更容易些。金耀一叹，君上慈心，希望这些后辈能有所悟。凤贤笑笑，落下一子。金耀挥手，一旁水镜中现出一城光景，只见城内灯火通明，艺人们燃起篝火，载歌载舞。入城的仙妖子弟们到处闲逛，倒也与一人相处和乐两人瞧得此景，相视一笑，眉间皆有几分轻松。金耀挥手，水镜散去，两人接着对弈。千里之外的一城中，白硕抓着范月的手，却越走越心慌，越走腿越颤。整座城安静无比，静悄悄的，虽有几处亮着灯火，可除了他们10来人的脚步声，竟没有半点人声，宛如一座死城。就算一人厌恶两族，家家闭门不出，可那些来到一城的仙妖子弟呢？这可足有100人，他们为了寻梧桐树心而来，只有3日时限，定会个个卯足劲找灵气，怎会如此悄无声息？阿昭又在哪儿？白硕心里头一紧，师兄，不对劲。不待白硕出声询问，就听见明心低声朝南婉道。云霄弟子们显然也察觉到不妥，手中仙剑紧握。一行人正好走到了一处客栈前，这客栈是整座城中为数不多亮着灯火的地方。进去看看。南婉开口。明心立刻挑剑上前推开了客栈大门，吱呀声响，堂内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一阵阴风吹过，门口的红灯笼摇摇欲坠。云霄弟子们咽了咽口水，靠得更紧了些。入了一城，所有人都只剩一星半点微薄的灵力，这些平时嚣张惯了的仙门子弟们很是不习惯。白硕背脊发凉，抖了抖，范月握住他的手，白硕迎上少年温和的眼，心下一定。一旁的花大铁瞅了瞅两人，神情古怪，突然强行插进两人中间，左瞅右瞅，尖着嗓子嚷嚷：死鬼，你到底把老娘带到什么鬼地方来了？半个人都没有，都死了呀！众人满腔的惴惴被花大铁这么一嗓子吼散了不少。南婉皱眉朝3人看来，白硕忙捏了打铁匠一下，闭嘴，少说话。他看向南婉，君上，这城里是有些不对劲啊，怎么一个人都没？白硕话还没完，突然一道剑光从2楼飞出，那剑光临到众人身上，骤然化成10来道，直朝云霄众人劈来。妈呀！白硕尖叫出声。哎呀妈呀！花大铁也是一声怪叫，两人反应倒是出奇一致。他拉着范月就要做人肉垫背，哪知范月比他快得多，已经毫不迟疑将白硕抱在怀里，把后背留给了剑光。这10来道剑光奇快无比，花大铁抓了个空，哇哇乱叫抱住了头。铿然声响，南婉仙剑飞出，将所有剑光拦住，劈散在空中。3人捡回一条小命，白硕连忙拉着范月和花大铁躲在云霄众人身后。南婉挡在众人身前，手微微发震，他冷冷看向2楼，何家仙门，竟暗中伤人。刚才那道剑光分明是仙人，能在一城风铃锁下使出这一剑，照理说只有1人。2楼缓步走出一道人影，来人一张脸生得平平无奇，白衣白剑，脸上没半点表情。自他走出，2楼紧闭的门纷纷打开，走出各家仙门子弟，纷纷剑指云霄众人。南婉眼一眯，盯着白衣仙君，难掩怒意。梧桐舞宴尚未开始，昆仑便要联合众仙门诛我云霄不成？众仙门子弟纷纷朝北辰看去，北辰身形一动，落在南婉身前。云霄南婉。北辰淡淡开口，正是。南婉轻哼，素闻昆仑北辰剑光明磊落，想不到就是这么个光明磊落法。白硕一听，连忙从范月身后探出头，扫了飞落下来的众仙门弟子一眼，心里一顿，怎不见阿昭？他目光落在北辰身上，挑了挑眉。素衣素剑的昆仑首徒比起云霄众弟子可真是太简朴了，你们是如何进来的？北辰扫向云霄众人，目光落在南婉身上，缓缓开口。南婉一愣，随即恼怒，北辰，我云霄亦位列3山，本君代替山门参加梧桐舞宴，难道来不得吗？梧桐舞宴早已开始，昨日一城就已经封了。北辰目光沉沉，今日已是梧桐舞宴的第2日，锁灵封乃目光陛下部下的禁制，神以下皆不能进出。难怪众仙对云霄弟子出了手，一城已封，这时还能进城，不仅古怪而且危险，谁知道是不是顶着云霄门人的邪祟，用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方法闯了进来？什么？南婉面色一变，这不可能，今日明明才是梧桐舞宴的第1日，我岂会记错？白硕也是一惊，他与南婉同行，自是知道他没说假话，可北辰和众仙门子弟也不会随口妄言，为何两拨人会有1日偏差？若云霄众弟子没入一城，梧桐岛的长座们又怎会封城？若是封城，
他们又如何进得来？难道是化奸时的原因？北辰盯着南婉，似是在估量他话中的真假，皱眉，那你们是如何突破锁灵峰进城的？南婉还没开口，云霄人群中突然有人伸出手，弱弱开口，我可能知道怎么回事。众仙转头，只见一破破烂烂的道士从一少年身后探出，北辰上君，我们是用化奸石入的城。化奸石？北辰一顿，看向南婉，南婉也明白过来，坦然道，不错，为备梧桐午宴，本君一直在云霄闭关，师尊赐下化奸石，让本门免了御剑飞行的劳顿。这化奸石本君也没有用过，或许是化奸石扭曲了时间。众仙门子弟一听云霄众人是用化奸石瞬息千里，皆有些无语。一城地处三界蛮荒，他们可都是御剑飞行了好几日才到，个个耗尽仙力不说，一入城就被封了灵气，简直疲惫不堪。反观云霄众人，个个精神饱满。这个云霄掌门也太鸡贼了，这是仗着富贵开后门啊！众仙门弟子撇了撇嘴，却没敢啐。云霄仙门巨擘，财大气粗是出了名的，昆仑道都是苦修士，人家仙门有这底蕴，他们这些穷苦仙门除了眼红又能说啥？比起众仙门子弟的议论，北辰道神色平静，他的目光在白硕三人身上一凝。你们不是云霄弟子又是何人？白硕三人实在太扎眼了，尤其是花大铁，简直把庸脂俗粉4个字打在了脸上。他们是我云霄外门客卿，怎么昆仑这般跋扈，还要管我云霄门人不成？南婉眉角一抽，只想把那个打铁匠轰走，可这时绝不能让北辰见瞧出白硕的身份，只得硬着头皮护下三人。信你才有鬼！众仙门弟子面面相觑。云霄弟子向来桀骜，南婉又是出了名的瞧不起半仙，梧桐午宴如此重要，他怎会带这么3个奇葩在身边？这3人分明不简单。可云霄势大，无人敢把这话挑明了说。北辰淡淡扫了白硕3人一眼，却并不多言。昆仑人向来能动剑绝不动口，他方才已经动了剑探知南婉身份，其他之事一概和他无关。既如此，云霄请自便。北辰说完不再多言，消失在原地。2楼一道门开了又合，灯已灭下。这样就完了。白硕看着一张脸冷成冰的南婉，差点笑出声。早就听说昆仑北辰不通人情，不喜多言，能用剑说话绝不开口，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南婉脸色僵硬，北辰一言不出就拔剑相向，而今说走就走，这不是将他云霄脸面踩在地上揉是什么？见南婉脸色难看，方才有仙门拔剑的弟子为免云霄事后找麻烦，连忙上前和稀泥。南婉仙君，北辰仙君的性子是刚烈了些，您别介意。这一城不是个好相遇的地方，所以咱们才谨慎了些。这位仙友，在下云霄明心，请问一城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方才一路行来，一个人都没瞧见，不知诸位仙友可曾见到一人王？南婉没开口，却是他身旁的明心问道。南婉身为云霄首徒，仙门子弟中只有北辰才配他相交，偏北辰是个油盐不进的。他们莫名其妙晚到1日，不知一城情形，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耐着性子坐在这儿听一个破落弟子解释。原来是明心道兄。这弟子先是一作揖，然后一声叹，愁眉苦脸。明心道兄有所不知，我们入城至今还未曾见到一人王。未曾见到？明心诧异。是啊，我们本以为一人王既答应了梧桐午宴在一城举行，总会招待1、2，哪知昨日入城，就只有一人王座下副将吴兆来迎。他到仙界谕令以下，一城不敢不从，但一人王日前已闭关修炼，无暇接见仙妖众门，梧桐灵气已在一城，让我们自行寻找。不过他传下了一道一人王的谕旨，说是仙妖虽可入一城，但绝不能伤一个一族子民，否则便要将我们驱逐出城。南婉皱眉，一人王既答应了仙门，如此行事也太不知礼数了。连一人王都如此怠慢咱们，一族子民就可想而知了。你们也知道，一人民风彪悍，又对仙妖2族颇有怨言。昨日咱们入城的时候，还险些和一人打了起来，要不是一人王公出面，一人早把咱们轰出城了。这还没入夜呢，城里的一人瞧咱们一脸晦气，闭门不出，根本不搭理咱们。这街上空着几家客栈，就是一人王专门给仙妖2族准备的，这处最是敞亮，我们便把北辰仙君请来了，其他仙门子弟各寻落脚之处去了。至于妖族，据我所知，木九并没有来，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君上不必管他们。难怪城里乌漆嘛黑的，原是一人看仙妖2族子弟不顺眼，躲清静去了。缥缈不过3流小派，自是没资格留宿昆仑北辰所在地方。白硕心底直嘀咕，一人王既如此厌恶2族，为何会答应今要上仙所请？这说不通啊。狐族的木九没有来。明心诧异，
他本以为云霄已来的最晚，哪知妖族最有希望夺得梧桐灵气的人竟没有入城。狐族狡诈，他未必没有入城。南婉沉声开口，一族所成千年，从不与外界来往，如此行事虽无礼，倒也正常。他们不掺和进来，我们与妖族相争便无顾忌，也免得误伤一族子民，对一人王难以交代。或许就是一城中立，今要上仙才将这次特殊的比试择在了这里。夜已深，诸位好生休养，明日再寻灵气，无论梧桐灵气落于哪门，只要不落于妖族之手，与我仙族皆是幸事。话倒是说得冠冕堂皇，谁不知道仙族唯有昆仑才有和云霄一争之力。南婉轻飘飘一句话，便把仙妖两族对峙起来。南婉说完转身上楼，他目光在白硕身上掠一顿，明心会意，将众仙门子弟遣走，带着白硕上了楼。范月不肯独行，白硕拗不过，只得把他带上。花大铁方才被吓破了胆，一步都不敢离了白硕，抱着铁锤守在门口死活不肯走。明心恨不得把两个碍事的拖油瓶扔出客栈，但没办法，如今连昆仑北辰在一城待了1日都一无所获，这个神神叨叨的算命师可是云霄唯一的后手了。开始吧。明心一关上门，南婉掌心现出一方枯萎的梧桐树枝，看向白硕，白道长，让本君瞧瞧，你究竟有几分真本事？难怪会千里迢迢带卜算师入一城，仙人在一城被封灵，感应不到梧桐树心的灵气，但卜算师却能以相似的形物卜算方位，越是强大的卜算师算得越准。梧桐是凤岛的圣物，怕是云霄为了弄到这节枯梧桐，也费了不少手段。白道长，南婉盯着白硕，声音微沉，眼中已有不耐。君上莫急，小道这就为君上卜算梧桐树心的位置。白硕手捧枯树枝，一丝微弱的灵气从枯梧桐中飘起，他闭上眼，神神叨叨念念有词，那灵气竟缓缓飘进他额心灵台中。这是什么占卜之法？明心面露不解，这道士不是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命理吗？引灵气入灵台就能找到梧桐树心，这怎么看着像江湖骗子招摇撞骗的把式？白硕神识灵台处，两根破烂的龟甲正在梧桐灵气的引导下缓慢转动。一入一城，白硕就寻了个机会把龟甲藏进了灵台中，他会个屁的卜算，靠的就是老黑的这两根破甲，但凡有灵力的人都能用，要是这秘密被南婉发现，他们三个只怕要被云霄一众人扫地出门，估计还得再踹上几脚。灵台中龟甲停止转动，若隐若现飘出3个字。与此同时，白硕手中枯树枝上的灵气被耗尽，枯梧桐化为飞灰。南婉面色一变，刚想开口，白硕睁开眼看向他，君上，找到了。南婉神色一喜，捏住白硕手腕，在哪？白硕手腕上瞬时一道青印，白硕猛滋一口气，腾腾腾，滚开！范月一掌推开南婉，将白硕护在身后。南婉猛不丁被范月推了一掌，竟退了几步，明心手中仙剑出鞘，就要对范月出手。住手！南婉开口，沉沉迎上少年冰冷的眼，竟有几分心悸。他脸下心头不愉，看向白硕，是本君莽撞了。白道长，不知你算出梧桐树心在何处？枯梧桐灵气太弱，我无法同时探知到3节梧桐树心的所在，只能模糊看到第1节树心，看来要寻到后2节树心，除非先拿到第1节心火。那第1节何在？一人冢。白硕缓缓开口。一人冢。明心喃喃道，这是什么地方？白硕摇头摊手，我也不知道，方才那节枯梧桐只能算出第1节心火藏在此处，至于一人冢在哪，小道不知。一城自建成起就一直封在这蛮荒之地，从无外人进入，仙妖两族对一族毫无所知，更别提什么一人冢了。不过既是冢，必是埋葬一人先辈之地，应也不会难寻。君上，只剩下2日时间了，得快些找到这一人冢，否则怕是来不及寻后面2节心火了。白硕连忙开口，一副很为南婉着想的模样。明心，去找。南婉淡淡开口，所有人都去。是，师兄。明心也知耽误不得，转身就走。白道长，就宿在本君隔壁，待寻到第1节心火，后面还要仰仗道长之能。连昆仑北辰都寻不到梧桐树心半点踪迹，白硕却能卜算出来，他自是对白硕更客气了些。白硕正要随明心一同走出，闻言十分困倦地打了个哈欠，是啊是啊，小道要好好睡上一觉，今日可累坏了。说罢，白硕拉着范月飞快转进了隔壁。花大铁耷拉着2只眼本来要一起进，却被范月毫不留情关在了外面。花大铁对着紧闭的房门好一阵龇牙咧嘴，可瞅瞅左边，里头睡的云霄南婉，又瞅瞅右边，还有个昆仑北辰。他砸门砸到一半的手停住，样样抱着铁锤在白硕门口打起了盹。
一入房间，不待白硕开口，范月已经握住了他的手，掀开他的袖子，小心替他揉起了手腕。见少年唇角抿得死紧，白硕笑嘻嘻安慰：“没事儿，木木，师傅不疼。”少年不说话，还是板着脸。白硕拍拍他的头：“这地方不危险，你放心，只要我跟在云霄门中，不会有人欺负我。”少年还是低着头，不肯搭理白硕。白硕继续解释：“我只是有些担心阿昭，便想着跟来看看。阿昭就是你师伯，我跟你说过的。”少年给白硕揉手的动作一顿，气压更低了。白硕嘴角一抽，连忙举起剩下那只手发誓：“师傅错了，师傅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下。师傅发誓，以后就是去花大铁家偷鸡，师傅也带着你。”范月终于抬起头，扁扁嘴：“真的，真的真的，比真金还真。”白硕捏了捏少年的鼻子：“小气鬼。”见范月开了尊口，白硕松了口气，他迅速从乾坤袋中掏出2个小纸人，在两纸人头上一点，纸人瞬间变成他和范月的模样，坐在了床上。范月一愣，白硕悄悄推开一道窗缝，门外花大铁震耳的呼噜声正好将推窗的那么一丁点声响遮住。“木木，走，云霄那些弟子都出去了，咱们趁这个机会去找你师伯。”灵光一闪，两人消失在窗口。一城大街上静悄悄的，零星几点灯火在城中摇曳。白硕掏出脖子上的竹笛，轻轻一吹，一道隐约的灵气从笛身飘出，朝东边一处飞去。阿昭果然在附近，木木，跟上。白硕面色一喜，拉着范月连忙跟着竹笛跑。竹笛是用中招的灵气铸成，能感应到中招的气息。与此同时，一破烂客栈中正在凝神修炼的中招突然睁开眼，掏出了胸前的竹笛。竹笛发出一道短促的声音：“阿硕。”中招神色讶然，将灵气注入竹笛，可竹笛再没了声息。难道阿硕来了一程？一程风铃，中招并不能确定方才这一声笛响是否是因为白硕的缘故。不可能，一程被封，他进不来。中招喃喃自语，可他心头难安，再不能凝神，握紧竹笛消失在原地。中招刚落在客栈外，忽半空中一片黑影掠过，那黑影带着浓浓的腥气，瞧不清是个什么东西。好重的邪气，一程怎会有邪祟？糟了，要是阿硕真来了一程！中招神情一凛，朝黑影追去。街头，白硕跟着竹笛跑到一半，竹笛突然灵气一断，从空中跌落，白硕一把抓住。惨了惨了，一程风铃封得太厉害，这玩意不管用了。白硕使劲吹着竹笛，笛子却毫无波动，一点灵气都不剩。一程巨大无比，没有竹笛，白硕简直两眼一摸黑，只能抓瞎了。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在半空飘过，竹笛忽然闪了闪，又能用了。难道是阿昭？白硕一喜，就要飞身跟上前，却被范月拉住。师傅，不要追。白硕转头，只见范月望向黑荡荡的四周，眉头微皱，眼中有着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沉冷。怎么了？白硕心头一跳，这里的气味很难闻。范月闷闷开口，紧握着白硕不松手。气味？什么气味？白硕朝空中嗅了嗅，我怎么什么都没闻到？白硕看向四野，只见城中一片宁静，笑眯眯在范月额心弹了个响指。乖徒儿，别怕，这里可是一城，进了这地方都只比半仙强那么一丁点。白硕一只手握成拳，就算有妖怪，说不定还打不赢你师傅我呢。再说了，有你这只最大的妖怪在身边，我有什么好怕的？白硕口中嘟囔，掌心的竹笛又闪了闪，指向东方。他再不迟疑，飞身跃起。是阿昭。木木，跟上，找到你师伯了。范月心头一急，就要跟上，突然一道腥风吹过，一团看不清的阴影朝范月扑来。就这么一瞬间，白硕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中。阿昭！白硕跟着那身影不断在半空越过，掌心的竹笛一直不停颤动。忽然，那身影一闪，消失在白硕面前。他猛地停下脚步，才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跑进了一条死胡同里。木木！白硕一转头，身后空无一人，范月竟不在他身后。阴风阵阵，枝叶沙沙作响，夜晚的街头格外瘆人。阿昭！白硕悄悄向后退，轻声朝四周唤。没有人回应他，不可能啊，竹笛不是一直有反应吗？忽然白硕手中的竹笛又颤抖起来，这时白硕才发现笛身的颤动并不是感应到中招的欣喜，反而像是恐惧。白硕心底一惊，突然想起中招曾说过的话。阿硕，这竹笛是我用灵台的灵力炼制，它不仅能感应到我，遇到邪祟也能示警。白硕额上沁出密密麻麻的冷汗，月下一道巨响，有什么东西落在了白硕身后。白硕僵在原地不敢回头，他颤颤巍巍低下头，只见一团阴影正站在他身后，
那东西身形高大，喘着粗气，腥臭的呼吸仿佛落在白硕颈间。夜空中，白硕突然拿起腰上的乾坤袋就朝身后砸去，袋中百来张符骤然将那东西罩住，白硕头也不回朝天上跃去。一声爆炸，身后那东西怒吼一声，竟穿透百来张符，巨大的手朝天上一抓，抓住了白硕半空中的脚。白硕猛地下跌，整个人朝地上坠去。就在这时，他终于看到了那东西的模样，瞬间浑身汗毛竖起。只见那抓着他的怪物身高6尺，脸上流满脓血，两只眼睛突出了一半，根本看不出人脸的模样，而他身后竟长着巨尾，身侧生出4只不属于人的爪子，一只利爪抓着白硕，另外3爪正将无数符咒撕碎。这是什么鬼东西？木木，救命啊！黑夜中，白硕再忍不住惊恐，大喊出声。地上那怪物也被白硕刺激，另外3只爪朝白硕伸出，仿佛要将他撕碎。妈呀，我要死了！白硕恐惧地闭上眼，忽然一声巨吼，等着被撕碎的白硕整个人被悬空扔起。他睁开眼，只见不知从哪突然窜出了一个人，那人一棍子敲在抓着白硕的巨爪上，竟活生生将怪物的一只臂膀给敲断了。怪物狰狞的面容痛苦不已，一道血柱从他一臂飙出，他怒吼一声，窜入了黑暗中。黑夜中，少年从远处掠来，抱住了从半空跌落的白硕。师傅少年浑身是血，仿佛也恐惧到极致，他紧紧把白硕抱在怀里，温暖的气息将白硕笼罩，巨大的恐惧让白硕不停颤抖。可当他看到那一棍子敲碎了怪物半截利爪的人时，还是忍不住巴巴眨了眨眼。你怎么在这儿？我吓死老娘我了！死道士，你到底把老娘带到什么鬼地方来了？呜呜！花大铁一屁股坐在地上，手里那根打铁锤无力地滚在地上，干嚎着脂粉洒了满地。与此同时，中招跟着黑影在一城中起落，突然黑影跃进了一处围墙中，中招正要跟进去，一道凌冽的刀气骤然从墙中击出，直朝中招而来。这刀气灵力不强，却煞气沉重，中招后跃数丈勉强避过，仍觉体内灵气翻涌。他身形未稳，面前的院落突然亮起了灯火，待灯火完全燃起，中招神情一变，脸上露出愕然之色。他面前的竟然是一王宫。不待中招思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店门大开，一道人影自宫门内缓缓走出，正是昨夜在城门迎接仙妖2族的一人王副将吴兆。何方宵小，竟敢擅闯王宫！吴兆掌心握刀，瞬间落在中招3步开外，仙族子弟。吴兆的身形在一人中算不得高大，但他脸上一道刀疤从眉骨破至嘴角，十分可怖。缥缈中招见过吴兆将军。中招连忙行礼。缥缈，想不到一个边陲小派还能教出你这么个弟子。吴兆打量中招，昨日我倒是没瞧出你的灵力，小子，你藏拙了吧？晚辈不敢，少在本将面前打马虎眼。小子，你能接住本将一招，只怕本事不比那什么北辰还有云霄那个绣花枕头差。不过你难道以为就凭你这点能耐就能在我一城为所欲为？你几条命，竟敢夜闯一王宫？吴兆冷冷开口。将军见谅，中招无意冲撞陛下，只是方才在城中发现了邪祟的气息，一路跟来，见那邪祟入了一王宫，才胡说八道。什么邪祟？吴兆冷冷打断重招，本将看你是想以此为借口偷入王宫找梧桐心火吧？将军，中招并无此意。仙族人最是心思叵测，本将告诉你，1000年前目光陛下维护一族，在这座城下布了一道锁灵大阵，锁灵封封的可不只是仙妖2族的灵力，更是邪祟的天敌。只要邪气侵入一城，城下的大阵就会市井诛邪，别说邪祟了，我一城连魔都闯不进来。中招一顿，眉心一皱。锁灵封乃前天地目光所布，神以下无敌，能诛万邪，有锁灵封护城，城中不可能有邪祟。难道方才是他感应错了？既然有锁灵封在，应是中招看错了，晚辈无意冒犯，还请将军见谅。好好找你的梧桐心火，再敢擅闯一王宫，本将绝不轻饶。吴兆冷哼一声，转身走进宫门。砰一声，宫门紧闭，中招刚想转身，一道身影落在他身后。师兄。尔云急急走来，神色担忧。发生了何事？这大半夜的，你怎么一个人跑到一王宫来了？无事。中招摇头，他胸前竹笛安静无比，再感觉不到任何邪祟的气息。中招看了身后的一王宫一眼，带着尔云转身离去。白道长，你们怎么在这儿？白硕正被花大铁嚎得头晕眼花，明心此时却领着几个云霄弟子匆匆从街角跑来。与此同时，2股强大的灵力直朝这边而来。糟了，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范月的不对劲。白硕看着浑身血的范月，连忙拉他衣袖，木木，
快藏起来！范月攥着白硕的手不肯撒手。听话！见白硕急了，灵光一闪，范月十分不情愿化作一根小树藤弯在了白硕腕间。花大铁稀罕的一声惊诧，白硕飞快捂住他的嘴，小妹，别说木木在这儿。花大铁连连点头。怎么回事？两道光闪过，南婉和北辰同时出现在街道上，方才两人在客栈打坐，街上的灵气惊动了两人。北辰面容冷淡，南婉见闹出动静的竟是白硕和花红，却是面色一变，盯着白硕眯起了眼。这道士不是在房中休息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他早就算出了异人种的所在，方才只是在骗他？白硕一瞅南婉的脸色，就知这货定以为自己跑出来是偷偷找异人种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君上，你来的正好，有怪物，还好你们来了，把他吓走了。白硕惨白个脸，连忙凑到南婉面前开口。怪物？南婉诧异，什么怪物？人身，四只爪子，有尾巴，贼丑。白硕手脚并用比划。什么鬼东西？据本君所知，妖邪中并无此物是这种本体。北辰淡淡开口。南婉也狐疑看向白硕，并不信他。真的？白硕着急，不信你问花小妹，她也瞧见了，那东西差点吃了我。南婉看向花红，花大铁点头如捣蒜。那怪物满身邪气，定是个邪祟。胡说，一城有所灵峰，城中怎会有邪祟？南婉沉声打断白硕，况且此处并无邪祟气息。我真没胡说，方才那邪祟还被小妹……白硕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北辰掌心聚起一团仙光，洒向街道，昏暗的街道霎时亮如白昼，不仅没有邪祟气息，连方才地上那只断爪和血迹也消失得干干净净。白硕声音卡在喉咙里，使劲揉揉眼睛傻眼。活见鬼了，这是！白硕和花小妹面面相觑，白硕一时也说不出话来。确实，一城有前天地目光埋着的锁灵峰，别说邪祟，连南婉和北辰在里头也被封了灵。若是邪祟出没，锁灵峰怎么也会有动静。可方才那东西若不是邪祟，又是什么？方才怎么？道长怎不继续说下去？北辰淡淡开口。没什么，也许是我看错了。白硕闷闷开口，花大铁还想说什么，却被白硕悄悄扯了扯袖子。除了他们三人，没人瞧见那怪物，这些仙门子弟不会信他。一城有邪物出没，连北辰和南婉都察觉到灵力波动而赶来，异人宫却毫无动静。这一城只怕有些古怪，他一个小半仙烫不了这浑水，只要阿昭没事，他熬过这2日，带着花大铁和范月早些回南海城的好。看错了。北辰眉心一皱，他方才分明感觉到2股灵力的波动，可赶到这里，除了白硕这2人半仙，却什么都没有。如此深夜，道长不在客栈休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他转头看向南婉，意有所指，看来云霄于灵气已有所得。南婉脸色一变，暗骂白硕不知好歹，惹了北辰生疑。他正想开口带白硕回去，白硕却一把拉过花大铁，扭扭捏捏，2撇胡子乱颤。北辰上君误会了，是小道我瞧着月色如水，和小妹出来散步，今夜偷溜出来被南婉抓包，要是还惹上北辰注意，以南婉的性子，回去了定给他找麻烦。花大铁十分应景的含羞一笑，连连媚眼，是呀，北辰仙长，我陪白白出来赏月，您要不要一起？花大铁一边说着，一边朝北辰身上扑，脸上脂粉直抖落。北辰神情僵硬，连退数步。不必，既无事，各位自便。北辰说完，再不问一句，灵光一闪，消失在原地。北辰离去，街道上只剩云霄众人。南婉朝白硕望来，月色尚好，道长可还要赏月？白硕连忙摆手，打着哈欠，太晚了，改日再赏，君上我们回去休息吧。道长未出身仙门，怕是不知，顶级灵气刃主方可用，旁人纵使得到，也不过是一堆废铁。南婉淡淡开口，白硕却仿佛听不懂他的警告一般，恍然有悟道：受教，小道我记住了，记住便好。南婉轻哼，不再多言，灵光一闪，也消失在原地。一众云霄弟子齐将白硕花大铁围住，客气气把2人请回了客栈。客栈里，花大铁还想跟着白硕进房，又被白硕啪嗒一下挡在了门外。他靠着门，抱着铁锤老模老样，又蹲在门外，抹了抹脸上的脂粉，白了个眼，啧，真是一对过河拆桥的祖宗。白硕刚一进房，范月便化成了人形。白硕连忙拉过他上下查看，木木，快给师傅瞧瞧，哪里受伤了？范月摇头，二话不说脱了一身血的上衣。师傅，这不是我的血。白硕傻眼，不是你的血，那是谁的？刚刚我在客栈外被人拦住了。
什么人？是不是也有4只爪子，长着大尾巴？范月摇头，不是，他是人的样子，夜太黑，我没瞧清他的模样，不过拦住我的东西好像没有神智，灵力也不强大。那个东西呢？现在在哪？白硕连忙问。没了。没了是什么意思？他逃走了。范月扁扁嘴，我担心你，力气用大了，他被我一巴掌拍没了。难怪范月一身血，这是拍成了血水。白硕喉头一梗，要不是范月还是这副傻傻乖乖的模样，他都要以为这个大妖怪早就恢复了记忆，现在只是在捉弄他算了，你没事就好。这一城古怪得很，等过了这2日，等你师伯平安离开，咱们马上回南海城。白硕嘟囔，朝床上一躺，迷迷糊糊闭上了眼，我要睡了，困死我了。师傅，你睡，我守着你。范月搬着小木凳守在白硕床头。乖徒儿。白硕折腾了一宿，再没了力气，嘟囔了一句，沉沉睡去，当真心宽无比。至于花大铁为啥能一锤子锤断那怪物的爪，白硕问都懒得问。天生神力也好，勇猛无比也罢，反正他银钱无几两，浑身上下没什么好算计的。这些牛鬼蛇神为什么来这儿，想做什么，他也阻止不了。瞅他那做派，不是个普通半仙，还不知是仙是妖，颇有善意，只要不是为了他的小命而来，其他的都与他无关。门里头2师徒的对话，花大铁听得一清二楚，他2根手指轻巧地敲在自己那根铁棍上，神情却有些悠远。一王宫里安静无比，一道人影突然出现，来人仿佛对一王宫熟悉无比，直朝最深处的一王殿而去。就在他踏进一王殿的一瞬间，一道刀芒闪过，将他逼在殿外。来者何人？吴兆手握长刀，不怒自威，待瞧清来人，他神情一愣，连忙收刀行礼，刚硬的脸上竟有惊喜。小殿下，是您？您回来了。来人却冷淡地开口。吴兆叔，当年我走的时候便说过，一城和我再无关系，殿下这称呼不必再换。吴兆神情黯然，小殿下，为何一城里会有妖邪？你们没有察觉吗？妖邪？吴兆一愣，不可能，锁灵峰下一城绝不会有妖邪。来人看向吴兆，眼底有些冷，他抬手一挥，地上瞬间多了一截断爪。吴兆脸色一白，避过了来人的眼。我既不再是一城人，一城如何也与我无关，仙妖子弟齐聚一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答应金耀将梧桐舞宴设在这里，不管你们要做什么，有何所图，一城都无法同时承受来自仙妖2界的报复，你们好自为之。来人再不多言，转身欲走。小殿下，您不见陛下吗？来人脚步一顿，并未转头，只身离去。吴兆捡起地上断爪，神色几变，消失在殿门外。一王宫地底深处，一座殿堂中，一人王端坐殿中地上。吴兆现身的瞬间，他睁开了眼。何事？陛下，小殿下回来了。一人王一顿，却没开口。小殿下发现了这个。吴兆举起手中断爪，一人王面色一变，皱起眉。陛下，此举太过冒险，既然小殿下回来了，不如我们……吴兆刚开口，一人王冷冷看来，吴兆闭上了嘴。一族被3界遗弃1000年，吴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是庸儿唯一的机会。一人王转头看向不远处血池中沉睡的人，闭上了眼。血池中躺着一个人身蛇尾的怪物，他生着4爪，而其中1爪恰好断了一截，日足足上了3竿。白硕才神清气爽地爬起来，他正准备带着范月下楼觅吃的，南婉已经冷着脸守在他门前。君上早。白硕推阳光打了个招呼，仿佛昨晚风平浪静，啥事都无。南婉转身下楼，白硕连忙跟上前，压低声音问：君上可找到那地方了？没有。南婉转身下楼，白硕屁颠跟上。君上不急这么一会儿，要不咱先吃个早点。南婉冷冷扫了白硕一眼，北辰今早离开了客栈，再耽误下去，你觉得是他先找到第一根梧桐心火，还是我们？白硕一噎，立马道：正事要紧，正事要紧，其实我也不是很饿。白硕正陪着笑，一旁伸出个鸡腿，花大铁舔了舔油淋淋的嘴，吃不？给你留的。吃。白硕忙不迭接过，啃着鸡腿，跟着南婉出了门。花大铁也不见外，没人赶他，他顺势跟上了白硕。白硕一出客栈，轻咦一声，只见满街艺人熙熙攘攘，热闹无比。艺人身形高大，轮廓深邃，连女子也眉宇锋利，蛮荒之地日照凶猛，无论男女，都无中原的婉约柔软。众人才站到门前，便见明心领着一众黑眼圈的弟子迎上来。可找到了？南婉淡问。师兄，我们把整个一城的坟冢都找遍了，就没有一座叫一人冢的。明心一边回禀，一边看向白硕，神态里外分明是对他卜算的怀疑。
南婉皱眉，朝白硕看来，白硕连忙开口：君上，这异人种必定隐秘，今要先做，岂会把梧桐灵气藏在一眼便能找到的地方？明心上君，你们可曾向城中异人打听过此种？明心无语，朝街上异人翻了个白眼，别说问话了，异人瞧见咱们，跟瞧见瘟疫似的，躲都来不及。果然，白硕放眼望去，街上异人来来去去，几乎都绕着客栈走，连仙妖弟子的边都不想拢。时间不够了，只剩下1日半，我们连第一道新火都没找到。白道长，你当真没算出异人种所在？南婉有些沉不住气。天地良心，君上，小道我真没算出来。道长如此无用，那本君留着你。南婉朝白硕看来，声音有几分冷，有何用呢？白硕心里头打鼓，他敲诈了云霄一大笔灵珠，瞧南婉这架势，该不是想把出师未捷的自己给捏死吧？就在白硕找理由给自己开脱之时，突然2个人大步朝客栈里冲去，身后还跟着个异族妇人。北辰上君可在？阿昭，尔云师姐。仲昭怀里抱着个约莫5、6岁的小孩，和尔云冲进了客栈，一时竟没瞧见夹在云霄众弟子中的白硕。白硕望着那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2道身影，鸡腿啃到一半，差点噎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仙门等级森严，这客栈只有3山6府的仙门子弟居住，无端端闯进2个生面孔。仲昭和尔云才刚踏进门，就被一人拦住了，正是昨夜讨好南婉的仙门弟子和门子弟，竟敢擅闯此处。这人是无量寿安，出了名的会钻营献媚。这位师兄，这孩子生了重病，素闻昆仑善医，还请北辰上君出手相救。异族妇人跟在仲昭身边，神情焦急，祈求地看向寿安。无量瞥了仲昭怀中的孩子一眼，这孩子竟是个异人，也不知怎么了，面色青紫，出气没有进气多。寿安厌恶地朝那异族妇人看了一眼，便再不肯瞧仲昭怀中的孩子。异人，北辰师兄不在，你走吧。师兄，谁是你师兄？少在这儿攀亲道故。北辰师兄忙着寻找梧桐心火，就算在此，也没时间理这等低门子弟，更别说耗费心力救这一族了。你，尔云气急，就要动手。那一族妇人也是刚烈，见寿安出言不逊，就要从仲昭怀里抱过孩子离开。仲昭拦住他，大娘，让我再试试。他压下怒气，再次开口，敢问师兄是何门弟子？无量寿安。寿安抬了抬下巴，瞥见仲昭袖摆上的流云，鼻孔里哼了声。原来是东海缥缈300年未有子弟参加梧桐舞宴，这次门中出了个仙君，也敢和我无量相比？不敢，寿安仙君，就算是异族，也是一条人命。梧桐舞宴既在一城举行，天宫上仙当有与异族交好之意，若我们见死不救，他日金曜长作得知此事，只怕也会责怪我们仙族子弟不仁。你，此时客栈里外以围了不少仙族子弟，纷纷朝寿安望来。寿安被仲昭一对，愈加恼怒，却再不敢说出重话来。北辰上君既不在此处，还请告知他的去处。客栈外南婉听着里头争吵，却没打算耗费时间掺和这种事，正要转身走人，却被白硕拉了拉衣角。君上，这可是个好机会。南婉不解，白硕连忙道，这孩子说不定是个契机。南婉心念一转，顿时明白白硕话中之意。异人种，顾名思义，一定埋着异族的前辈高人，他们不知道，异人肯定知道，说不定救了这孩子，能打听出异人种的消息。北辰不在，本君或可一试。堂内正僵持，一道声音在门边响起，众人回头，却见是南婉领着云霄众人返回。南婉上君。堂内众仙让出一条路来，神色恭谨。仲昭回头，本是一怔，突然目光凝在一处，简直不敢置信。南婉身后，白硕举着鸡腿，正朝他不停眨眼。玉笛没有感应错，阿硕竟真的在一城。仲昭一阵气血上冲，只恨不得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抓过来打一顿，却突然看见一个少年从白硕身后探出，扶住了他的臂膀。白硕毫无所觉，少年却朝仲昭的方向望来。两人的目光在半空相遇，仲昭神色瞬变，抱着一人小孩的手一紧。皓月店主，他怎么会在阿硕身边？就算范月是张少年的脸，可仲昭还是一眼把他认了出来。让本君看看。仲昭还没来得及反应，南婉已经上前抚上了一人小孩的脉。那妇人紧张地望着南婉，眼中满是期待。奇怪，南婉轻吟一声，看向妇人，这孩子难道修行了灵术？一族血脉混乱，天生不能修行灵术，却个个体格强横，可这孩子体内那微弱的灵气却混乱无比，正在全身游走。没有。妇人连忙摇头，我一族从不修行灵术。他体内灵气翻涌，像是走火入魔的前兆。
无事，本君为他送一道仙力，可平息他体内的灵气。南婉说着，就要凝出一道仙力注入小孩体内，却被众昭拦住。南婉上君，一人无法修行灵术，这孩子只怕不是走火入魔，昆仑善医，不如先寻到北辰上君。你这缥缈弟子真不知好歹，我师兄肯出手相救，已是这孩子天大的机缘了。一旁明心气愤地挡开众昭，将孩子抱到南婉面前。昆仑剑修名声在外，我云霄也非及之辈。南婉淡淡看向众昭，挥手凝出一道仙力送入小孩体内。果然，小孩喃喃一声，睁开了眼。娘，霍儿！妇人激动地抱起孩子，众昭也松了口气。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只见妇人怀中的孩子突然全身泛红，眼中红光大作，发出凄厉的哀嚎，小身躯狂乱地在妇人怀中撕扯起来。你做了什么？妇人紧紧抱着孩子，朝南婉怒吼。怎么会这样？南婉也是一惊，以他的仙力，怎么不仅没平息这小儿体内的灵气，反而变得更严重了？我就知道你们仙族没一个好东西。妇人一脚踢在身前的桌椅上，那桌椅瞬间被踢得粉碎。我弟乖乖，一人天生神力，还真名不虚传，连这么个普通妇人都力大无穷。白硕看着粉身碎骨的木桌，很是抖了抖。那妇人担心儿子，不欲纠缠，双眼通红，抱着孩子就朝外冲。街上不少艺人听见动响，就要涌进来。木木，拦住他！明心上君，快守在门外，别让艺人进来！白硕突然大喊一声。艺人本就对仙妖两族成见深，要是起了冲突，只怕不好收场。范月对白硕的指令毫无迟疑，身形一闪，就将那妇人拦了下来。明心略一犹疑，见南婉并不反对，连忙领着一众弟子持剑将艺人拦在了客栈外。让我们进去！你们要干什么？霍儿他娘，发生什么事了？城中艺人相熟，已有人唤出妇人身份，就要闯进来。诸位，这孩子生了病。白硕朝一众艺人大喊一声，我是药师，我能救他。白硕立马转头走向妇人，大娘，让我给这孩子看一看。别碰我儿子，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妇人根本不信白硕。就是，霍儿娘，你能信这些仙人？滚开，让我们进去。外头一众艺人义愤填膺，推搡着云霄弟子就要冲进来。忽然妇人怀中的孩子抽搐得更厉害，甚至从妇人怀中挣脱，转身朝白硕扑来。霍儿！妇人急忙上前去抱，哪知白硕眼疾手快，突然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掰开孩子的嘴，给他扔了一粒药丸进去。你给他吃了什么？妇人怒极，连忙抱起孩子，一脚踢向白硕。方才那一脚的威力，白硕可是记忆犹新。木木，救命啊！不等他喊，少年早已跃出，一把将白硕拉回护在了身后。人群中，众昭伸出的手僵在身前，他定定瞧着两人，袖中的手悄然握紧。木木，这少年难道不是皓月店主？他瞧出少年身上不过微弱灵气，全无当初在火冰岛时的神压。这究竟怎么回事？别急别急，大娘，你看孩子。白硕从范月身后探出头，连忙道。妇人一低头，果见孩子不再发狂，他眼中的血红褪去，身上的青紫之色也缓缓消失。客栈外的艺人见小孩模样，也停止了推搡。小孩迷迷糊糊转过头，唤了声娘，忽然倒在妇人怀里，又沉沉睡去。只是这次他呼吸平稳，脸上透出了红润来。霍儿！妇人心下稍安，慌忙向白硕走来，道长，霍儿他。范月冷冷盯着妇人，妇人眼中一愧，不敢上前。木木！白硕拍了拍范月的手，连忙上前探了探孩子的鼻息，松了口气。没事，他就是累了，待睡一觉就好。多谢道长。妇人连忙问白硕，道长，霍儿他到底生了什么病？白硕心中也疑惑，抬头问，大娘，今日霍儿吃了什么？妇人一愣，今日尚早，只是饮了些水，吃了几个家中的果子。果子？什么果子？秋蝉果。他每日都吃，从未这样过。秋蝉果是一种灵果，果内有微弱灵气，蛮荒贫瘠，一族长期以秋蝉果为食，个个都身强体壮。白硕看了那孩子一眼，一人生下来体格健壮，这孩子却是族中难得孱弱的模样，显然他无法消化秋蝉果中的灵气，灵气聚集体内，反而打乱了体内本身平衡的仙妖之力。白硕刚刚给他吃的是一粒清心丸，功效是融化灵气。这是白硕在缥缈岛闲来无事琢磨出来的，他在缥缈时常被内门弟子欺负，本想练些泻药捉弄他们，反而乱七八糟练了这东西出来。不过白硕用的材料普通，这玩意只对半仙才有用，仙君吃了屁事没有。要不是这孩子体内灵气狂乱，白硕差点把鸡肋药丸给忘了。大娘，秋蝉果里有灵气，
怕是护儿身体孱弱，无法吸收果子里的灵气，郁积于体内，才造成灵气混乱。待他长大，身体健壮些再吃。妇人连连点头，有些自责，都怪我，护儿生的孱弱，我每日都给他食用秋蝉果，不想竟害了他。妇人抱着孩子朝白硕一躬身，对不住，道长，我方才一时情急。无事无事，我这不好好的吗？白硕连忙扶起妇人，挠挠头，朝外头的一人看了一眼，您看，要不您说一声，这大家伙的都聚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妇人连忙朝外吆喝一嗓子，没事了，散了散了，护儿吃错了东西，多亏了这位道长。客栈外的一人听见妇人的声音，又见孩子脸色红润，倒也放了心，便散去了。待一人散去，妇人又对仲昭开口，多谢这位仙长送我来此。仲昭面色和缓，孩子没事就好。他和白硕的目光迎上，白硕刚准备朝他打个眼色，哪知仲昭别过头，就像不认识他一般。这又咋了？白硕一愣，恰好看见一旁南婉僵着个脸，脸色奇差无比。糟了，差点把这尊佛给忘了。方才妇人谢了自己又谢仲昭，独独把南婉给略过了。白硕个人惊，连忙开口，大娘，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妇人一愣，何事？道长但说无妨。白硕刚欲开口，南婉却打断他，这孩子方才受了惊吓，我们还是先送夫人回府，堂的事再说不迟。堂里一众仙门子弟正望着，白硕瞬间反应过来，是啊，我们先送护儿回去，我再给他吃一颗清心丸，护护灵台。这妇人看了云霄众人一眼，仍有戒心，略一迟疑开口，多谢仙长好意，不如就让这位众公子送我回去吧，方才也是多亏了他。云霄众人虽瞧着对他和善，但神情中的疏离不屑骗不了人，唯有仲昭和白硕眼底是真的关切。妇人身为一族，虽受了白硕的恩，但也不想和仙人过多牵连。见南婉皱眉，白硕立马拉过仲昭的手，大娘您放心，我云霄和缥缈最是亲厚，这位仲公子也是咱们南婉师兄的好友，仲公子是吧？白硕飞快在仲昭手心写下一个无字，朝他打了个眼色，重招一顿，放下方才心里头那点不快，点头，是，大娘不必多虑。见妇人还是迟疑，南婉淡淡开口，明心，你和众弟子留在客栈，我陪众公子走一趟就回。是，师兄。见南婉愿意独身而往，妇人总算答应，那就有劳诸位了。见妇人点头，仲昭接过他怀中的孩子抱在了怀里，走吧，大娘。妇人一路朝北而行，南婉寸步不离，仲昭抱着孩子跟在两人身后，身旁紧紧贴着尔云。也是奇怪，向来对白硕横眉冷眼的尔云，这回倒安静得很，自白硕出现，他正眼都没瞧过白硕。有南婉在，白硕根本寻不到机会和仲昭搭话，也不知怎么回事，从客栈出来后，仲昭再也没望过白硕一眼。白硕知自己望入一城惹了仲昭生气，他一路上都低着头，耸搭个脑袋，晃悠悠跟着。范月走在两人身后，几次想上前逗白硕开心，望了重昭一眼又忍住了，活脱脱一个小媳妇模样。花大铁眯着眼掉在几人身后，这边瞅瞅，那边望望，像看稀奇一般傻兮兮闷笑。很快众人来到了一城最北的一处，一城房屋皆以土墙而建，妇人家也不例外，只是这院里院外堆满了酒瓶，酒香扑鼻，一看妇人便是以酿酒为生。几人刚进院子，屋里一醉着酒的老头窜出，醉眼朦胧大喊，小秋瓜，你怎么才回来？我的酒呢？小秋瓜。众人朝那年纪不轻的妇人看了一眼，倒没想到这一族妇人竟有个如此憨厚的闺名。999，一天到晚就知道酒，醉老头，喝死你！妇人气呼呼吼着，手上却没闲着，从院里抓起一个酒坛就朝老头扔去，拿去。咦，这么爽快，小秋瓜，酒钱照赊哦，记在我账上。账你个头，都记了100年了，卖了你的老棺材也还不上。还是小秋瓜好。老头嘿嘿一笑，抱着酒坛子不撒手，一头白发凌乱举在头上，4个疯子。好你的头，护子生病了，我要照顾他，快滚快滚。护子病了。老头打着酒嗝凑过来，娃娃咋了？吃坏肚子了，多亏这位道长，护子没事了，回你的棺材窝去。妇人连连感人，不耐烦摆手。老头朝仲昭怀里的孩子瞅了一眼，见小孩面色红润，没事就好，多谢你的酒啦，小秋瓜。老头也不多话，抱着酒坛子晃晃悠悠走了。从始至终，连正眼都没瞥过南婉一行人。待老头走远，妇人将孩子放于屋中走出，看向白硕，道长到底想打听什么？小妇有言在先，若是道长所问，危及我一族。不会不会，大娘放心，大娘也知我们入一城是为了找梧桐灵气。小道我只是想问问大娘，可听过一人冢这个地方？妇人一愣，一人冢？
乔夫人一脸正然，白硕心下一沉，不好，看来连一族也不知道翼城有这么个地方。大娘没听过。没听过。妇人摇头，见白硕一脸失望，有些愧疚。没事没事。白硕不用回头都能感觉到南婉刀子一样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得，忙活半天一无所获，又耽误了小半日，这云霄首徒只怕要活剐了我。季夫人不知，我等告辞。南婉也不多话，转身就走，声音强忍着怒意。君上等等，咱们一道走。白硕连忙跟上了朝冷着脸的南婉，走了2步，忍不住转过头朝夫人叮嘱。对了，大娘，你好生照顾护子，小孩贪吃，可莫要让他偷吃秋蝉果了。见白硕一脸忐忑的转身，那妇人咬了咬唇，突然唤住他，等等。本已离去的众人停住身，齐齐朝他望来。妇人看向白硕，道长，你们不是异族，怕是不知道异族送往生者的规矩。白硕好奇，什么规矩？凡一人离世，墓碑上皆刻其名，所以一城每一座坟冢皆有名讳，除了一个地方的墓。白硕一听有戏，连忙走回来，什么地方的墓？无名山的墓。无名山，那是一座荒山，山里头有3座墓，那3座墓上的墓碑是一城唯一没有刻上名讳的，也不知那几座墓是什么时候有的，只知道自一城建成，那几座墓便在那儿了，大家伙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换，久而久之就都这么叫了。对了，无名山还有个别名。什么别名？棺材哦。棺材哦。方才妇人让那老头滚回哪里来着？刚才那老翁。白硕忽然反应过来，手一指，朝老头离去的方向看去，可院外早没了老头人影。他就是无名山的守墓人。一城只有无名山的墓碑未刻字，或许你们说的异人种就是无名山，一定是那里。白硕面色一喜，大娘，那无名山在何处？哦，那倒好找。妇人朝地上一指，你们只管跟着醉老头扔的酒坛子走，走到酒坛子最多的地方就到了。这么简单。白硕朝院外一瞅，果见小道上散落着不少酒坛，弯弯曲曲的指向远处。多谢大娘。不必，你救了祸，我就当报恩了。妇人道了声，不过醉老头脾气不好，你们要是到了无名山，别惹他生气，不然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来。妇人说完也不再多言，转身入了里屋。君上，我就说有戏吧。白硕一转头，还想在南婉面前表现一番，哪知南婉听了妇人的话，一声招呼也没打，已经循着酒坛远去了。这人啊，也忒现实了。白硕还来不及啐2口，尔云也是一个跃起，追着南婉而去。师兄，快走！尔云已走，仲昭却没跟上，反而留在原地。转瞬小院外便只剩白硕3人和仲昭。木木，快，你也跟上！白硕翻了个白眼，连忙给小徒弟下指令。范月一向对白硕的话言出必行，此时见白硕不动，他也不动，2只眼盯着白硕摇头，不，我要跟着师傅。白硕只觉得身后凉飕飕的，根本不敢回头，他急忙推了推小徒弟，木木，一边玩会儿去，师傅有话跟你师伯说。范月抿了抿唇，警惕地看向仲昭，不肯挪步。乖，听话。白硕声音一重，范月扁扁嘴，委屈地走到一边。白硕顺势把花大铁朝范月的方向一踢，花大铁哪成想白硕这般无奈，猝不及防，差点摔了个狗啃屎。阿昭！魔人的小徒弟和打铁匠终于被撵走，白硕一回头想开口，仲昭微怒的声音已经响起。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一城？他是不是？是，他是。白硕连忙捂住仲昭的嘴，悄咪咪朝范月的方向望了一眼，见小徒弟背对着正盯着树桩生闷气，才松了口气。嘘，白硕压低声音，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等咱们出去了我再跟你说，你只要知道他现在是我的徒弟就成了。阿昭，没时间了，你听好，第1节梧桐心火在异人种，我估计异人种就是无名山，只有拿到第1节心火，我才能找到剩下2节，让南婉那个二愣子打头阵，等聚齐心火，我再帮你。阿昭，你干什么？仲昭突然一道灵力落在白硕肩上，白硕整个人僵住，动弹不得。不远处的范月骤然转身，落在白硕身旁，抬手就要朝仲昭劈去。木木住手！白硕惊声怒喝，范月拍到一半的手僵在半空，他愤愤收回手，怒视仲昭。阿昭，快解开我！我为何让你离开缥缈，你不知道吗？仲昭沉声开口。知道。白硕低下头。既然知道，为什么要来？3界处处险境，你一个半仙，有多大的命非要在这里头掺和？仲昭难忍怒意，想到昨夜出现在一城的邪祟，他心下一沉，冷声道：梧桐午宴乃3界2族公平之战，赢我也要赢得堂堂正正，不用你多事。
白硕眼睛一红，诺诺的不知说什么好。仲昭心底酸涩，他太了解白硕了，要是他软1分，白硕能顺杆爬上10分。你就留在这儿，再过2日，锁灵封开，离开一城，随你去啊，总之不准再回缥缈。仲昭说完，正欲走，突然转头看向一旁的范月，不管你是谁，你记在他身边，就护好他。仲昭说完，飞身离去。阿昭！白硕大喊，可仲昭再未回头。这二愣子什么堂堂正正，连云霄南婉都作弊，能何况其他仙门了？木木，快给我解开！白硕急急看向范月，只见小徒弟呆呆看着他，半晌一动不动。快解啊，盯着我做什么？哦，小徒弟回过神，随便在白硕身上一拍。小徒弟拍得简直轻如鸿毛，白硕一动不动。重点重点，挠痒痒的你。小徒弟加了几分力道，又3寸又3寸，拍错地方了你。小徒弟乖乖往右挪了3寸，白硕仍旧纹丝不动。要用灵力啊，祖宗！范月嘴一撇，委屈的开口。他说的对，城里有怪物，师傅，你灵力不高，不能跟着掺和。范月说完，坐在一旁的树墩上，背对着白硕，师伯也说让我护着你。关键时候，范月竟和仲昭的想法出奇一致，见小徒弟打定了主意，白硕立马转头招花大铁看去。花，别看我，你们家的事我可不掺和。花大铁叼着根野草在一旁看戏，见白硕望他，肩一耸，也转过了身。白硕瞅着2个理直气壮的背，简直无语望天。天色渐沉，灵光一闪，一处荒山外，南婉落在地上，只见入山的小道旁堆满了碎裂的酒坛。他抬眼望向黑黝黝的荒山，朝山中走去。须臾，他站定在荒山正中，只见3座坟冢孤零零立在一处空地上，空地不远处搭着个破烂的草庐，草庐摇摇欲坠，也不知盖了多少个年头。一城本就荒凉，这地方荒得更甚10倍，连根野草都瞧不见。南婉四顾一望，掌心拧起一道仙力朝四野洒出，可灵力弥散在空中，却丝毫感觉不到梧桐心火的灵气。梧桐乃神木，要是珍藏在这儿，不可能没有半点灵气。南婉皱眉，目光凝在那3座坟冢上。那道士算出梧桐藏在一人冢，难道是在坟墓里？南婉朝坟冢前跃去，就在他触到墓碑的一瞬，一道剑气横空打出，朝他背后而来。那剑气浑厚无比，南婉错身躲过，亦受了剑气3分力道，他落在地上，连退数步。谁？这一招灵力强横，可一城早已封灵，一族身无灵气，谁还能在封灵所下不被禁灵？哪里来的老鼠？打搅小老儿我睡觉。一人从茅草屋里醉醺醺走出，脚步不稳，一手抱着酒坛，一手打着哈欠。南婉看着醉老头，心下惊疑不定，方才在那妇人家这老头身上没有一丝灵气，现在也是，刚才那一剑真的出自他手。原来是你这只老鼠。醉老头朝南婉翻了个眼皮儿，云霄弟子，好的不学，竟学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竟仅凭一招就看出了自己的师门。南婉脸色一僵，心中更是警惕，前辈就是这无名山的守墓人。你眼瞎了，明知故问。醉老头晃悠悠走过来，随手拾起地上一截枯树条，扫了扫墓碑。南婉再度行礼，不知阁下是何门前辈，可是我仙族中人。什么仙族妖族，滚！醉老头靠着墓碑坐下，眼皮子都不抬。你，南婉压下怒意，前辈，晚辈云霄南婉，无意惊扰一人族仙灵。敢问前辈，梧桐心火可是藏在此处？再又如何？就凭你拿得走？无论前辈是何人，南婉既入了一城，就没有白来的道理。说话间，南婉掌心现出仙剑，剑上仙气萦绕，竟是一把上品灵器。一城只能进2族灵器，可进不了灵器的品阶。醉老头还是连头都没抬，他嘟囔一声，老鼠这么多，老头子守个墓都不安静。醉老头突然一挥手，2道剑气朝一旁的树中而去。扑通2声响，尔云和仲昭被剑气逼出，站在了南婉身旁。见云霄弟子来得如此快，南婉本眉头一皱，但一想醉老头不知深浅，这2个缥缈弟子打头阵，正好省了他的力气。梧桐心火就在这座山里，我和金耀有言在先，你们要是能打赢我，心火取走，要是打不赢，心火就是我的。醉老头朝3人望来，既然都来了，那让老儿我看看，如今仙妖的后起之秀都有些什么能耐。他话音落定，3道剑气直朝南婉3人而来。月升起，小院外，范月在白硕身旁升起火堆为他取暖。花大铁不知从哪摸了只鸡，竟拉着范月兴致勃勃烤鸡。不是我说你们，平时偷偷摸摸烤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鸡香才飘了3里，要我呀，烤出来的香味至少10里。花大铁摇着手中的树杈，舔了舔嘴角。少年连忙凑到花大铁身边，一动不动盯着他。
花大铁咽了口水，你盯着我做什么学？学什么？烤鸡，学会了烤给师傅吃。少年一板一眼回。花大铁一口气呛在喉里，差点把自己渴死。他抬头见少年一副认真表情，想说的话生生忍住，拍了拍少年的肩，真是孝顺。好徒儿。木木，师傅平时怎么教你的？跟着师傅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可让白硕逮着了机会。保命。范月答得从善如流，亮晶晶看向白硕，师傅说保命最重要。白硕一噎，欲哭无泪，他天天对范月耳提面命，呆徒弟这时候倒会拿话对他了。什么保命？是义气。义气？你师伯有危险知道不？我得去帮他。范月恍若未闻，双眼瞪鸡。哎呦！忽然白硕一声痛呼，范月转头，只见白硕脸色苍白。师傅！范月连忙起身，你怎么了？疼。白硕额间沁出冷汗，僵住的身体微微颤抖。昨夜那怪物好像伤到我了。他伤到你哪里了？范月围在白硕身边，急得乱窜。这儿。白硕朝胸口撇撇嘴，你快把师傅的乾坤袋拿出来，里头有我炼的药。范月连忙拿出白硕腰间的乾坤袋，倒出里头的药丸，红红绿绿一大堆。吃哪个？白的那颗。范月连忙给白硕喂下，可那药丸刚被他吞下，白硕周身突然灵气乱窜，他神情痛苦，连嘴唇都咬破了血。师傅，你怎么了？少年慌得不知所措，只见白硕身上的灵气快速涌成一团，冲向了他的肩膀。砰一声，聚集的灵气在白硕肩上炸开，中招下的禁制被冲开。白硕一口血吐在了范月胸前，不等范月回过神，白硕一把抢过乾坤袋，飞速掏出一张飞身符贴在了自己身上。咻一声，白硕整个人朝空中飞去。乖徒儿，师傅去帮你师伯了，等我回来。整个过程白硕简直行云流水，连花大铁都看傻了眼。这半仙究竟是生了颗什么七窍玲珑心，连这法子都使得出来。花大铁看着捧着一堆药丸呆呆傻傻的范月，无奈起身拍了拍少年的肩。木木啊，你师父。突然花大铁神情一顿，只见方才白硕吐在范月胸口的血浸湿了衣服，竟消失在他胸口。花大铁一抬头，少年突然半蹲于地，药丸从手中洒落，他抱着头神情痛苦。花大铁连忙扶住他，唤到一半声音顿住。少年猛地睁开眼，眼中妖光闪烁，冰冷无比。一人冢旁，数道剑光交错，醉老头只以那破枝条为剑，就打得三人毫无还手之力，三道剑气自枝条挥出，南婉三人被扫落在地。中招勉强扶住耳云，两人气血翻涌，南婉就没这么好运了，他倒在地上，一口血吐出，显然比两人伤重得多。醉老头缓缓朝三人走来，白硕不知何时躲在了草丛里，眼见中招愈险，就要跃起，却被一双手捂住嘴，拉回了草里。他一转头，迎上一张满是脂粉的脸和另一双委屈又愤怒的眼睛，花大铁和范月。见鬼了，他用了飞身咒也才刚到，这两人什么时候来的？小徒弟眼底明晃晃的控诉让白硕心虚不已，还没开口，花大铁低沉的声音响起：嘘，别动。莫说你们这几个歪瓜裂枣，整个一城的仙妖子弟加起来都不是那守墓人的对手。白硕心底惊骇，一把拉开花大铁的手，这老头是什么人？一城不是进了灵，为何对他没有用？花大铁看向不远处，你可知道荣仙和长玲珑？白硕一愣，这两个人他还真听说过。荣仙1000年前的昆仑剑修，长玲珑1000年前的狐族族长，这两个人是三界几万年来第一对相恋的仙妖。6万年前神界尘封，妖神灭世，妖族受世人唾弃，两族混战数万年，说不清是妖族杀仙族更多，还是仙族杀妖族更多。几万年的战乱让两族势同水火，那时两族别说相恋，连相交亦为三界不容，可偏偏仙族三山之首的昆仑剑修手屠荣先恋上了狐族的族长长玲珑，两人无意介入仙妖争斗，竟甘愿放弃昆仑山门的继承和狐族族长之位，携手隐居避世。这段仙妖之恋甚至一度成为三界传奇之事。然而好景不长，数年后荣仙突然回归昆仑继承掌门，还翻脸无情，率领昆仑弟子杀入妖界，在战场上把长玲珑戳成了血窟窿。然恶有恶报，背信弃义的荣仙在昆仑修炼时走火入魔，差点屠尽昆仑满门，得亏天帝目光及时赶到，救下了昆仑一点香火，将荣仙斩于日月轮下。此事过后不久，天帝便在蛮荒建了一城。听过，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就是做什么，只怕你听得不全。荣仙和长玲珑是三界第一对仙妖眷侣，世人并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孩子。花大铁轻叹开口，孩子？
白硕看向那3座无名孤坟，突然转过头，你是说那3座坟冢是？可如果这里埋的是荣仙一家，守墓的老头又是谁？花大铁来不及回答，因为坟冢旁，醉老头已经出了手。醉老头走向3人，手中剑气不停，竟直入南婉额心。南婉眼中露出一抹惊恐，石重昭跃起，一剑挡下，及时拉开了南婉。南婉惊疑不定看向仲昭，区区一个缥缈弟子，竟有如此剑法和灵力，锁灵封下，竟更胜他一筹。前辈，既是只为了梧桐心火比试，我们已经败了，您何必还伤他性命？醉老头轻咦一声，醉眼抬了抬，想不到云霄首徒竟及不过一个籍籍无名之辈，小子，你是缥缈门人？是。仲昭神色郑重，并不轻敌。后生可畏，小子，我瞧你顺眼，留你一命。醉老头看向南婉，眼底红光一闪，竟隐约现出一抹魔气。至于他，方才他碰了这里的墓碑，在小老儿这里只剩一个死字。醉老头又是一道剑气荡下，横空又是一把剑挑出，尔云也飞身上前，和仲昭一齐将南婉护在身后。怎么，你们要陪他一起死？醉老头声音一沉，仙门百家，同气连枝，仲昭就算打不过前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前辈杀了他。仲昭说着，仙剑持于身前。哼，同气连枝，笑话。醉老头眼底现出嘲弄，既然你找死，那我送你一程。醉老头掌中枯树扫向仲昭，仲昭和尔云勉力相抗。就在这时，地上的南婉突然跃起，背后偷袭，一剑刺中了正在和仲昭2人缠斗的醉老头。仙剑入体，灵气炸开，醉老头一声闷哼，低下头看着穿透腹中的仙剑。仲昭面色一变，南婉脸上的喜色还来不及蔓延，因为他看见仲昭眼底并无喜色，而是惊恐。他循着仲昭目光而去，骤然顿住，只见自己那柄刺穿醉老头腹部的仙剑下竟不见一丝血迹。南婉心底生出一股凉意，刚欲抽出仙剑，却发现醉老头已经转头盯向他，嘴角露出一抹鬼笑。他那双瘦弱若枯柴的手已死死握住了腹前的仙剑。砰一声，醉老头一手捏断仙剑，周身冒出一道金光，整个身体竟然爆开化成了一团雾气。醉老头竟然没有身体，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南婉根本来不及再想，那团雾气骤然出现在南婉身后，再度凝成人形。他举着掌中那半截断剑，直朝南婉胸口插去。前辈不可！仲昭神色大变，飞身阻挡，可以来不及。草丛里的白硕亦是一声惊呼，就在南婉血剑当场之际，一柄仙剑横空飞出，那剑气霸道纯正，并不意指醉老头，而是直直撞向南婉。白色的剑意将南婉撞飞，醉老头手中断剑戳了空，南婉保住了一条命。草丛中的白硕紧张地望着瞬息万变的战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心里陡然划过一个念头：为什么这醉老头似乎非仙非妖，不是善人，反而对仙妖两族充满敌意？为什么金曜上仙会把梧桐心火放在这一人种？醉老头碾死他们就跟碾死几只蚂蚁差不多，金曜上仙他老人家总不至于推着仙妖两族子弟来送死吧？坟冢旁，白色仙剑一击即中，毫不恋战，飞回了主人手中。众人抬眼望去，只见一枯树下缓缓走出一个白衣仙君，正是昆仑北辰。他怎么会在这？醉老头盯着北辰，桀桀怪笑一声。昆仑剑修。北辰看向醉老头，缓缓开口：南婉只为梧桐灵气而来，并非有意冒犯仙人，还请前辈手下留情。手下留情。醉老头似是对这4个字格外痛恨，他大口灌下一口酒，仙门败类，活着也是祸害。他口中饮着酒，手中却不停，掌心枯枝瞬间灵光一震，竟化为一柄仙剑朝北辰而去。哪知剑光之下，北辰竟不闪不避，众人脸色大变。北辰上君。电光火石间，仙剑在北辰额心1寸停了下来。醉老头眯眼看向北辰：为何不躲昆仑有训？若遇前辈，不战不避不伤。好一个不战不避不伤，假仁假义！昆仑该死！醉老头冷笑一声，手一挥，剑光一震，继续朝北辰额心刺去。北辰竟还不避，反而闭上了眼。这都是些什么疯子？荣仙前辈！黑夜中，一声呐喊，刺入北辰眉心的仙剑骤然顿住，一丝血痕自他眉心滑下。僵持的战局中，白硕一个箭步冲出，一脸紧张。众昭望着突然蹦出的白硕，脸色几变，怒视黑夜中跟着白硕缓缓走出的少年。只是少年没有了方才在客栈时的唯唯诺诺，反而眉宇间有一丝冷漠。他的目光紧紧追随在白硕身上，仿佛其他人皆为尘埃。众人见白硕出现，皆是一愣，尤以南婉最甚。几番折腾，白硕脸上的2撇胡子早弄没了。瞥见众昭眼中的关切，南婉瞬间明白被白硕耍了。
你。他指着白硕，脸色阴沉，却突然反应过来白硕朝醉老头喊的那一嗓子。荣仙，1000年前的昆仑掌门荣仙，他不是早就死了吗？众人齐齐朝醉老头看去，只见他沉沉望着白硕，毫无表情。你唤我什么？荣仙前辈。白硕踏出一步，隐隐将众招呼在身后。谁是荣仙？那个畜生早就死了。醉老头冷笑，他怎么会是昆仑前掌门？1000年前荣仙走火入魔，已经死在了目光陛下手中。南婉喘着粗气从地上爬起来，难以置信地看着醉老头。昆仑一脉1000年前曾遭前辈屠戮，几近断层，1000年前的昆仑已无旧怨纠缠，若非所欲为前辈，北辰上君何至剑不出鞘？醉老头冷笑声止，他一头白发垂在脸上，挡住了沟壑苍老的面容。白硕看向北辰，缓缓开口，北辰上君，你从未见过荣仙掌门，你认出的是昆仑剑气吧？众人齐齐朝北辰看去。北辰额心前，仙剑周身灵光大作，北辰并未开口，只是抬手在仙剑上一指，那枯树化作的仙剑灵光散去，露出了洁白如雪的剑身，竟是一柄昆仑铁剑。白色铁剑飞回醉老头身边，在老头手心蹭了蹭，发出微弱的颤鸣。北辰没有否认，便是承认，醉老头竟真是昆仑前掌门荣仙。无论1000年前发生过什么，北辰上君只是昆仑弟子，当年的一切与他无关，前辈何必伤及无辜？无辜？他无辜，那世人皆都无辜。醉老头骤然抬眼，眼中红光闪烁，现出一抹癫狂之意，竟毫无预兆，一剑朝白硕挥出。这昆仑前掌门是个疯子不成，见人就戳。仲昭和范月同时朝白硕扑去，哪知白硕竟仿佛早就知道荣仙会伤他一般，在剑动之前突然朝身旁抓了个人顶在身前，铁剑停在那人胸口，却骤然停住。被白硕突然当作肉盾的尔云脸色苍白，一脸懵逼，转头瞪向白硕。你干什么？我你管我？白硕有样学样反对，你慌什么？反正你有9条命，戳不死你。你胡说什么？尔云一愣，气急败坏看向仲昭，师兄快救我！仲昭一脸古怪盯着尔云，神色一沉，突然拔剑而出，指向尔云，你是谁？尔云在哪？尔云娇弱的神情一僵，他回转头看向白硕，饶有兴致问，这呆子和我处了几日都没看出来，人家还是朝夕相处的师兄妹呢，你这道士是怎么瞧出来的？好说。白硕朝后退了一步，客栈里第一次见我就知道你是冒充的。哦，为何？因为朝夕相处的是我和尔云，而不是他。白硕耸耸肩，眨了眨眼，想不到吧，小狐狸，我也是缥缈那旮旯里出来的。尔云一脸无语，还未开口，一旁的南婉已经脱口唤出，你是狐族木九。哎呀，被发现了。木九撇了撇嘴，一脸的不开心，他仿佛没瞧见周围紧张的气氛，反而盯着白硕，小道士，那你又是怎么猜出我的身份的？白硕声音一卡，挠了挠头，这个不好说。一看白硕这模样，木九顶着尔云的脸，一副抓心挠肺的模样，快说快说。也没什么，就是昨夜我起夜去了趟茅房，正巧碰到了你。众人一愣，神情古怪。白硕却是半点不害臊，一摊手，你既是个男君，又善变换，想来也只有狐族的人了。都到狐族的木九妖君爱热闹，梧桐午宴这种3届盛事，你怎会错过？木九见白硕一脸坦荡，突然嘻嘻一笑，哎呀，缥缈那穷乡僻壤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聪明可人的小姑娘来了，真是逗人喜欢。木九说着就朝白硕凑去，只是他还没靠近，一双手已经提溜着他的领子，将他掀到了一旁。木九一转头，只见好大一张脂粉脸，害得连退数步，一步跳到仲昭身后，朝着花大铁直嚷嚷，哎呀好丑，师兄我怕怕。仲昭额上青筋直跳，声音脆得出冰来，尔云何在？放心吧，城外睡着呢。木九翻了个白眼，从仲昭身后窜出，已是个红衣少年。少年生得极俊俏，一双狐狸眼翻飞，恨不得媚尽众生，只是那脸上却带着玩世不恭的痞气。他双手叉腰瞪向白硕，朝一直沉默的醉老头直努嘴，那疯子要杀你，你拿小爷我当垫背的做什么？被木九一顿折腾，众人差点忘了正事。只听白硕一声叹，荣仙前辈仇恨两族，若说心中还有善念和愧意，恐怕只有对狐族了。愧意？木九一声轻哼，讥讽地看向荣仙，想不到啊，荣仙，你居然还活着。他这种背信弃义、始乱终弃、贪慕权位、抛妻弃子的畜生，有个屁的愧意。说到折辱人，狐族还真是3界当之无愧的祖宗。休得胡言。醉老头没开口，一直沉默的北辰突然上前，剑指木九，神色冷沉。哟，狗弟子护主子啦。木九啐道。
北辰，你昆仑剑修好这口啊，他都要杀你了，你还要上赶着贴你们前掌门的老屁股。你狐族的少主生了副绝代的容貌，一开口却无天管无地收，简直让人听不下去，连北辰这样的冷性子都差点拔剑而起。木九妖君，白硕及时打断，突然开口，你不觉得奇怪吗？木九正骂得起劲，但也没闲着，十分顺口地搭上了白硕的话，什么奇怪？荣仙前辈若真是那种为了掌门权位抛妻弃子的人，1000年前他为何会走火入魔，屠尽师门？1000年后他对仙门百家出手，又为何独独对你手下留情？木九一顿，皱眉，气得咋咋呼呼，老子怎么知道？既然不知，为何不问？白硕看向荣仙前辈，10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自木九身份戳破，醉老头一直垂着眼，无论周遭如何争吵，仿佛皆和他无关，哪怕白硕为他说话，问到面前，他也只是冷冷瞥向众人。须臾，荣仙一句未言，转身朝茅草屋走去。木九等了半晌，却没等到回答，眼中痞气一收，杀气四溢。荣仙狗贼，还我狐族先辈命来！木九掌心一轮现出，那轮周身火红，当年妖族神器寂灭轮随妖皇弘毅入神界，妖皇飞升前炼了一轮相似的灵气留给狐族。小寂灭轮从木九手中飞出，直朝荣仙后背而去。荣仙不闪不躲，连头都不回，眼见那轮要敲在荣仙背上，一柄仙剑挑出，将小寂灭轮打飞。北辰，木气急，老子先宰了你！当年之事错不在掌门，你要报狐族的仇，找我昆仑就是。北辰手握仙剑，已身护在荣仙身后，走向草庐的佝偻身影一顿，停了下来。千里之外，梧桐凤岛，月冷清秋，一处别阁中，松风脸色苍白，端坐蒲团上凝神疗伤。突然一只纸鹤从窗中飞进，落在了松风掌中。门内传令。松风一愣，打开纸鹤，脸色微变。孽徒！松风重重咳嗽几声，那孽徒已经被他碎了金丹锁入寒冰洞，竟还能从缥缈逃出去，他果然和妖族有勾连，还不知将来会生出什么祸端来。松风长叹一声，神情难掩忧色。无名山中寂静的月色下，白硕轻叹一声，前辈，当年你既为了玲珑族长甘愿放弃昆仑掌门之位，又怎会为了权位再回昆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仙妖相恋，3界不容。茅草屋前，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可我却遇见了玲珑。荣仙终于开了口，他转身走向那3座坟墓。昆仑剑修，无情大道，谁都没有想到，世间第一个打破3界铁律的会是昆仑弟子。荣仙停在了最右的那座墓前，phủ上了斑驳的无名碑。我答应玲珑，再不过问3界之事，和他隐居在蛮荒之地，我们有了心儿。那段时日，是我人生最安宁快活的日子。为了他，纵叛离天道，我亦无悔。放屁！什么无悔？要是无悔，你为何要亲手杀了他？木九怒喝。墓前的人再度沉默下来。那不是掌门的本意。北辰突然开口，杀玲珑族长的是昆仑，不是荣仙掌门。北辰一句话石破天惊，众人听得一愣。木九吼到一半的声音被打断，放屁！1000年前战场之上，千人所见，明明是他。那时的掌门根本认不出玲珑族长。北辰打断木九，像是下了么种决心，看向众人缓缓开口。1000年前2族战乱愈演愈烈，老掌门重伤于妖皇之手，我昆仑世代戍守仙妖结界，老掌门时日无多，昆仑无人能堪大任，一旦无人继承山门，昆仑必将示弱。不得已，老掌门以元神之力召荣仙掌门回归山门。他回去了。北辰看向荣仙背影，昆仑剑修一脉单传，老掌门一脉唯有这么一个嫡传弟子，掌门如何能不回来？北辰声音一顿，荣仙前辈回昆仑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白硕忍不住问。他不肯继任掌门之位，执意要回蛮荒，老掌门无法，为了保住昆仑1000年传承，连同5大长老强行将灵力传给掌门，并封印了掌门和玲珑族长所有的记忆。你说什么？木九愣住。待掌门醒来，老掌门陨落，长老告诉他老掌门死于妖皇之手，掌门悲愤交加，领着昆仑弟子闯入妖界。北辰轻叹一声，掌门全然不记得玲珑族长，心怀丧亲之痛，对妖族斩尽杀绝，可偏偏妖族来迎敌的是狐族。当年一战，荣仙在妖界斩尽狐族100人，几乎全是长玲珑的血亲。那时长玲珑还在蛮荒等着荣仙归来，狐族失了族长，溃不成军，直到狐族长老送信入蛮荒，请长玲珑回族，他才知道等了半年的人已经继任昆仑掌门，还对他狐族赶尽杀绝。长玲珑根本不信荣仙抛妻弃女，带着尚在襁褓的幼女离开蛮荒去见荣仙，这可一去也是悲剧的开始。
玲珑族长得知狐族受难，带着孩子匆匆从蛮荒赶回仙妖结界处，他找到了荣仙掌门。可掌门根本不记得他，玲珑族长见族人遭难，逼不得已和掌门交手，两人大战之时，北辰声音一滞，目前抚摸墓碑的人听到这里，苍老的手紧紧抓住墓碑，不停颤抖。白硕心底一跳，孩子，可是孩子出了事。北辰闭上眼，干涩开口。掌门眼中只剩尸愁，激战之下，他误伤了玲珑族长怀中的孩子。当年的荣仙已是上军巅峰，又传承了昆仑老掌门和五大长老的灵力，他的一剑落在质子身上，结果可想而知。玲珑族长悲愤欲绝，见孩子惨死，一剑撞在了掌门的仙剑上，当场气绝而亡。北辰闭上眼，仿佛看见了1000年前那惨烈的一幕，握紧了昆仑长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孩子和玲珑族长的血解开了掌门身上的封印。没有什么话比这一句更重。目前的众人呼吸一顿，朝目前那道苍老的背影看去。昆仑老掌门怎么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白硕喃喃开口。解开封印的瞬间，荣仙看到了妻儿的惨死，如此惨景，世上谁能承受无名悲前长久的沉默？1000年前的往事被血淋淋撕开，到底是谁错了？错在昆仑。仙妖仇杀万载，召回唯一的徒弟守护仙界，封印他的记忆，罔顾了人伦。可对那时的昆仑老掌门和长老，何尝不是为了守护仙界的安宁？错在荣仙，身为仙族，却与妖族相恋，既放不下师门的恩义，也放不下对妻儿的眷顾，最后误杀亲女，逼死了妻子。谁错了？谁错了？玲珑，我错了，还是天道错了？墓碑前，佝偻的身影弓下身，嘶哑的质问。乌云遮月，混乱的灵气自荣仙周身散开，无名山中百鸟惊起，一股似悲鸣似咆哮的声音从他喉咙深处发出，众人只觉一股诡异的寒气从荣仙身上袭来，还未来得及反应，墓碑前的身影陡然转身。血，玲珑，仙儿他们身上全是血。荣仙伸出双手望向众人，眼神癫狂。师父，长老，你们看，我的手上全是他们的血，我亲手杀了他们，就为了你们所谓的仙道，为了你们的昆仑。我靠，他朝我们发什么疯？昆仑老掌门都死了1800年了。木九四下望，打了个寒战。糟了，玲珑族长惨死的记忆唤醒了荣仙掌门心底的杀意，他的神智陷在了1000年前的战场里。现在我们在他眼底是当年的昆仑老掌门和长老。白硕心下一沉。什么？木九咋咋呼呼，一脸不爽朝北辰吼。死剑修，你们昆仑啊！木九还没吼完，荣仙一挥手，地上插着的雪白铁剑骤然飞起，朝众人劈来。强大的剑气毫无差别从天而降，范月毫不犹疑抱着白硕跃起，中招又迟了一步，被剑气扫中，闷哼一声连退数步。就在这时，北辰跃步上前，运起昆仑剑气化成一团小结界护在众人身前。掌门，不可！北辰勉力维持结界，试图唤醒荣仙。您醒醒，老掌门早已羽化，还有什么屁用？他疯了，疯了你看不见啊！木九一边躲着剑气，一边无语大喊。他们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还活着？荣仙癫狂地看向众人，眼中满是杀意。他缓缓朝众人走来，每走一步，铁剑就劈下一分，还未到众人身前，北辰的剑气结界已摇摇欲坠，裂开一道道缝隙。强大的剑气冲进结界，击向众人，凡沾上些许，衣袍瞬间粉碎。死北辰，你们昆仑剑修都是疯子，老子一个妖族，凭什么为你们仙族做的蠢事陪葬？木九在北辰身后上蹿下跳，躲着剑气，气得咋咋呼呼。剑光扫下，北辰的剑气结界再抵挡不住，应声而碎，众人口吐鲜血，被震倒在地。荣仙满眼煞气，再度举起铁剑，上仙巅峰的强大剑气朝众人铺天盖地斩来。阿硕中招挣扎着爬起，就要扑向白硕护他。木木小心！白硕猛地闭上眼，心头一空，却是本能般抱住了身旁的范月，将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剑气前。中招目光一滞，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也在同一瞬间，范月毫不迟疑将白硕身体逆转，背对剑气。就在剑气斩在众人身上的一瞬，一道红光闪过，轰然声响，万千剑气碎成尘埃。荣仙重重落在地上，昆仑铁剑落地。众人九死一生，囫囵保了个命，一脸茫然朝前看去，只见好大一片彩衣，竟是那花枝招展、脂粉浮脸的花大铁，一根铁棍杵向前，抵在了昆仑剑修的头顶。木九和白硕眨巴眼，剩下的人没吭声，唯有范月一副心神接在白硕身上。范月紧紧握住白硕的手，也不知在生什么气，抿住了唇。白硕根本没心思关注小徒弟的神情，他陡然想起了什么，
急急看向一旁的仲昭。此时仲昭早已收回了手，他淡淡看向身前一立一卧的两人，似乎忘了白硕。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掩在袖中的指尖扎进掌心，沁出了冰冷的血。白硕见他无恙，松了口气，浑然不知人心起伏，没心没肺收回了眼。他盯着不远处小山一样壮实的打铁匠，舔了舔嘴，吞了口水。这可是昆仑千年剑修，上军巅峰啊！他的轻力一击就这么被一根铁棍给劈散了。撞见鬼了，这打铁匠这妖牛，一天到晚抓他偷鸡，闲得没事干了。我靠，牛啊！兄弟，怎么称呼？交个朋友啊！小爷敬幽木九。木九眼睛放光，蹦上前就要拍花大铁的肩。突然，花大铁一棍将木九扫出，木九被摔了个狗啃屎，刚想大骂，却悚然一惊，只见容仙蓦地腾起，低垂着头，昆仑铁剑再度飞入他手。刚才木九一蹦跳的位置恰好是容仙身旁。木九摸了摸乱跳的小心脏，快速躲在花大铁身后。前辈，千年前的事已是过往，与我等无关。花大铁懒洋洋摸了摸铁棍，打了个哈欠。前辈有恨，该去地府找当年的昆仑剑修。不远处，容仙倏然抬头，赤红的眼底只剩杀意。他冰冷地朝众人望来，再度举起昆仑铁剑。一道无双剑意冲向天际，滚滚黑云笼罩在半山上空，雷电落在铁剑上，剑气陡涨10分，比方才强了数倍不止。花大铁目光一变，手中铁棍直指容仙，棍上红光直闪，敛了轻松的神色。妈呀，仙族干什么吃的？一成不是被金药封了灵，为什么他不受影响？木九被这恐怖的雷云害破了胆，骂骂咧咧举起小鸡灭轮，可任他花招使尽，小鸡灭轮也只能冒出一星半点妖光。白硕却是被突然提了醒，明悟地看向容仙。原来如此，难怪南婉明明刺中了容仙，可他却毫发无伤。所有人在一城都被禁了灵，他却依旧拥有如此强大的灵气。一城禁的是仙妖的灵，只有一种人不会被禁灵，那就是异族。可容仙生而为仙，他不是异族，剩下只有一种可能，他非仙非妖，或者说他本就不是容仙人力有时尽。他这样的存在，如果不自我放弃，没有人能打败他。玲珑前辈出身狐族。就在昆仑铁剑夹着雷电再度斩向众人的一瞬，白硕突然挥开范月的手，冲到花大铁身前朝容仙大喊：阿硕！白硕！仲昭和范月同时脸色一变，就要冲上前，白硕却猛地挥手，不要过来。两人同时止住了身形，因为昆仑铁剑停了。容仙抬眼，在陷入狂乱后头一次有了反应，他死死朝白硕望来。白硕却看向容仙身后的3座无名碑，我本以为这3座墓碑有一座是空的，前辈是为妻女守墓千年。但我突然想到，容仙前辈的封印是昆仑老掌门所布，若亲人的血能唤醒前辈，打破封印，那容仙前辈必是至情至性之人，师门有恩亦有仇，他恩报不得，仇负不得，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苟活于世？如果我没猜错，1000年前他就已经随玲珑前辈而去了吧？您不是容仙前辈？众人听得一愣，木九揉了揉鼻子，丫头你说什么疯话呢？他不是容仙，如何能遇昆仑铁剑？他能。白硕灼灼看向容仙，若容仙前辈选择了最惨烈的死法，他就能。什么死法？古有云，生剖金丹而灭，必神魂不安，永堕地狱。白硕缓缓开口。无人冢前一静，众人齐齐朝那白发苍苍的老者看去。3界仙妖宁毁金丹而亡，也不会愿意被人夺去金丹，金丹不灭，神魂永不得安息。他已是上军巅峰，除了神，谁能无声无息剖了他的金丹？可神不会做这样的事，他自己。白硕此言一出，众人无声，难以置信。一城禁灵，仙妖皆不能例外，您不受锁灵阵所制，是因为您并非仙妖，可昆仑铁剑认主，世间能欲驱使他的，除了容仙前辈，只有他的金丹。你是说他是？木九满眼震惊。前辈，您是容仙前辈的怨气而生，或者说您就是那颗被容仙前辈活活剖出的金丹，对吗？金丹本无人性智慧，可这颗金丹剖出时承载了容仙所有的悲痛怨愤，金丹染尘，生了神智，成为了容仙，也成了他千年溃毁的承载和这3座无名冢的守墓人。容仙看着白硕，没有否认，他目光渐渐恢复清明，可杀意仍未退散，依旧冰冷。他根本不是人，我们怎么和他打？木九无语。前辈，1000年来昆仑剑修不出世，一脉只单传，北辰上君见您而去剑，是为昆仑溃毁。白硕缓缓开口，听着他的话，北辰仿佛明白了什么，上前跪倒，向容仙举出佩剑，沉沉开口：昆仑有愧，溃毁1000年，请掌门安息。狐族1000年前虽受重创，经1000年修养，
以人才辈出，繁盛壮大，玲珑前辈若泉下有之，可当释怀。白硕看向木九，眼中意有所指。见众人望向自己，木九抿了抿唇，却不动。他已然明白白硕要做什么。这个容仙是那人的怨气所化，也是那人的执念和心魔。无论多么强大的灵法，都无法使他真正消失，除了忏悔和宽恕。可他凭什么要宽恕他？他狐族百余仙辈的命不是命吗？容仙浑浊的老眼望着木九，仿佛在期盼什么。木九未动，他紧紧握着小鸡灭轮，一言不发。生剖金丹，千年灵魂不安。小殿下，白硕轻声叹息，还未说完，木九整个人一颤，他收起小鸡灭轮，缓缓走到容仙面前。够了，你做的这一切够了，去吧。随着木九一声叹，容仙眼中2滴血泪流下，他掌中的昆仑铁剑发出颤抖的嗡鸣，化成了粉末。容仙眼中的癫狂消失，他转头看了一眼那3座无人冢，嘴角露出一抹释然的笑意，随着昆仑铁剑消失在众人眼前。雷电散去，一切归于沉寂，一枚泛着淡淡白光的金丹悬在半空。无人冢前恢复了宁静，白硕伸手接住了金丹，金丹落于白硕手中的一瞬，晨曦升起，第一缕阳光落在山间，鸟雀飞于半空，死寂的无名山恢复了生机。众人望着那3座无名冢，一时相顾无言。忽然一只手伸出，朝白硕手中的金丹拿去，少年横身一挡，紧紧盯着南婉，你要做什么？南婉被范月一盯，心底一触，皱着眉头轻哼，你们是不是忘了我们来驿城的目的？这邪丹的神智消失，梧桐树心的下落也就没人知道了。本君不过是想看看这邪丹里有没有梧桐树心的线索。众人经历了这么心潮起伏的一夜，倒只有南婉季挂着正事，还真是个人才。白硕摩挲着手中金丹，挑挑眉，今要先做将梧桐树心藏在无名冢，恐怕真正的寓意是为了让来此之人夺化容先前辈留下的这枚充满怨气的金丹。照理说，金丹怨气一灭，梧桐树心该出现了才对啊。白硕话音刚落，一缕阳光落在白硕掌心的金丹上，金色的光线自金丹上折出，直朝无名冢后投射而去。冢后10来米处，雾气散开，光线所指之处，一座石墓骤然出现在众人眼前。众人在这山野争斗了一夜，竟无人发现这座石墓，可见这石墓早已被结界所遮，只有金丹怨气灭去，才能开启石墓。想来这里头才是真正埋藏梧桐心火的地方。众人还来不及动，南婉已飞身上前，手中仙剑飞出，一剑劈下，石墓大门纹丝不动。紧随其后的木九见南婉又吃了瘪，叉腰嘲笑：哟，南婉，你们云霄真是好教养，打架浑水第一，抢东西也第一哟。南婉脸色难看，他在这鬼地方耗了一晚上，到头居然还进不去葬梧桐心火的地方。本君进不去，难道你们就能？木九绕着石墓大门晃了一圈，摸了摸下巴，这金丹的怨气也化解了。按理说金耀老儿第一关的试炼我们也算通过了。白丫头，你来瞅瞅，这大门是不是有啥蹊跷？木九还真是只狐狸，心头敞亮。这些人里头，或许打铁匠最抗打，但脑子最好使的是这个贼兮兮的半仙丫头。白硕连忙走到墓前端详，突然道：你们看这石门上刻的什么？众人凑近看，只见浮云之下，一人立于群山之巅，身负长剑仰望天地，而他身后是9尾图腾，狐族的图腾。木九挑眉，这山，北辰也缓缓开口，北辰上君，是昆仑山对不对？北辰颔首，不错，是昆仑。白硕一拍手，这就对了。我懂了，这浮雕上刻的是昆仑和狐族的图腾，或许昆仑和狐族的人一起就能打开石墓。北辰上君，你和木九殿下试试看，谁要和他昆仑一起？木九鼻孔朝天，双手抱胸，一副你求老子老子也不干的模样。北辰淡淡开口，本君进一城，只因对荣仙掌门有憾，如今荣仙前辈已去，梧桐树心与本门无关。哀北辰上君。北辰转身欲走，白硕傻眼，他可不想白忙活了一晚啊。白硕还想再劝，南婉却抬步拦住北辰。北辰兄，仙族同气连枝，我等既入了一城，就该同心协力。梧桐午宴不只是一场争斗，更是我仙族和妖族关于仙妖之地洞天福地将来100年的划分。无论这场比试哪族获胜，我仙族总该尽全力。北辰兄不应在此时放弃。漂亮，还是正儿八百的仙门子弟会说乖话。白硕扬眉，果然。北辰眉心微皱，停下了脚步。白硕一看有戏，连忙对木九低声道：小殿下，咱先进去，南婉奈斯说的没错，来这儿总归是为了梧桐树心，以你的身手，定不会输给北辰南婉。若是你拿了3颗梧桐心火，那将来可就是左手祭灭轮，右手梧桐剑，到时候3界谁比你威风？
木九心中一动，却稀奇地看向白硕，上下打量他，兄弟，我这眼没瞎吧？你可是个仙？白硕在木九肩上一撞，瞧你这话说的，仙妖本是一家吗？木九朝白硕看了一眼，心底也有思量。白硕明明是个神仙，却一肚子花花肠子，他身边的少年和打铁匠气息难辨仙妖，更是来历古怪。木九骨子里最爱折腾，越是瞧不明白白硕，他反而越来了兴趣，况且手握两柄一品法器的诱惑确实不小。木九朝北辰挑挑下巴，北呆子，100年一次午宴，咱们仙妖两族总归是来了，空着手回去你不丢人，小爷我还丢人呢，试试。北辰面无表情，转身对向石木上的图腾，长剑出鞘，并不废话。木九也敛了嬉皮笑脸的神色，寂灭沦陷于掌心。只见两人同时跃起，一白一红两道灵力自昆仑铁剑和小鸡灭轮上挥出，仙妖之力同时落在石壁上，璀璨光芒闪过，灵力消散，木门应声而开，一阶石梯出现在众人眼前。白硕眼睛一亮，开了。这次未等南婉捷足先登，木九一步上前，率先跃进石木，众人也不迟疑，踏下石阶。阶下木十分简单，仅石壁挖凿而成，木下一方静水流淌，沿石阶而下100步，不过一方石室。石室正中静静悬着一枚燃烧的梧桐心火，木九正瞪大眼瞅着，满脸稀罕。那心火上散着纯净无比的灵力，只是靠近，众人便觉灵台一轻，被锁灵阵压制的灵力竟有松动之意，竟能以法器之身压制前天地目光的神法，不愧是凤族的圣物。别说用它练剑，就是放在身边修炼，也必能一日千里。众人眼中现出火热，除了范月，连花红也微微挑了眼。白硕更是两眼放光，他是墓中唯一一个感知不到梧桐心火灵力的人，可他只用眼睛看，都知道这是个宝贝。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大宝贝必须得是他家阿昭的呀。众人心思各异，就在白硕等人踏进心火半米之处时，那半空中的梧桐心火竟火光一闪，瞬间化成2枚。这一变唬得木九一愣，他一晚上受的惊吓多了，生怕有诈，条件反射朝后退了一步。怎么回事？众人面面相觑，倒是白硕盯着那2枚心火，似有所悟。你们不觉得这第一枚梧桐心火拿得太难，时间也费得太久了吗？木九摸摸下巴，同意点头，不错，镇守第一枚心火的就是上军巅峰，虽说只是个金丹，也足够把我们所有人打趴下了，要3关都是这么难，才给我们3日时间，根本取不走藏在一城的3枚心火。所以这山里其实是2道试炼，第一关是度化容仙前辈的怨念，第2关就是仙妖两族合力打开上面的那座石门。白硕朝上面努努嘴，打开石门？南婉不解，就这么简单？这可不简单。白硕一摊手，仙妖两族子弟携手合作几万年了，这种事还只有当初的凤冉陛下和长庆妖君做到过。说的还真是，虽因几代神君努力，仙妖两族暂停战火，可也只是表面和气，暗地里争锋不断。金耀是当年目光一手带出的老人，又受凤冉感召，一直以消弭两族怨愤为己任。他在梧桐午宴里布下这个任务，一点都不意外。梧桐岛7凤阁中，凤贤望着水镜中侃侃而谈的白硕，颇为欣慰地摸了摸胡子。想不到年轻一辈的仙族子弟中，竟有如此聪明的弟子。方才容仙这一劫，也是他看破了先机，指引了北辰和胡族的小子。可惜，凤贤叹息一声，这女娃娃仙骨太差，与大道无缘，怕是寿数勉强只能过100年。金耀遗憾之情亦然，虽无仙缘，但这丫头天资聪颖，善谋，待此试过，入天宫奉个文职，有9重天的灵气滋养，或许能有机缘。长作慈心。凤贤点头赞许，忽而又道：长作觉得此次梧桐午宴胜的会是哪家子弟？金耀目光在水镜中北辰、南婉、木九身上掠过，最终在重昭身上微凝。昆仑修的是清净道，云霄又过于看重胜负，胡族虽骄而敏，却少了分气度，唯有此子看似平庸，却沉稳内敛，方才与容仙金丹一战，本座看他的仙力不在北辰之下。凤贤赞同，长作慧眼识珠，不知此子来自何派，以前并未听说仙族有此人。缥缈，缥缈，凤贤惊讶。缥缈没落已久，100年来连上君都未出过，想不到竟是出如此优秀的子弟。缥缈也曾是仙门6府，不过自凌波道长羽化后，一日不如一日，这次梧桐午宴，此子定会一鸣惊人，只要有他在，最多100年，缥缈定有重回6府的机缘。金耀摸了摸胡子，笑道。凤贤心中亦赞同金耀之言，正欲开口，却见金耀的目光落在了白硕身边那少年身上，不由好奇，长作对这少年有疑虑。金耀却看向凤贤，长老心中难道没有？凤贤微笑，
这少年我看不清，既看不清，便不掺和，还请长老赐教。毕竟先祖子弟皆在一城，虽有水镜可实时观测，可本座亦要对众派掌门有所交代。凤贤看向水镜中的花大帖，不知长座可听说过一城王膝下有一女，18岁就能拔一王剑，天生神力，世所罕见。金耀点头，自然有所耳闻，此等神力，本座还曾以为一城王会立此女为继任者，后来也不知发生了何事，只听闻这孩子数年前被驱逐出了一城。难道这来历诡异的打铁将士，天生神力，又在一城中不受所灵阵约束，必是一人。凤贤看向水镜，想来她便是那位小殿下了。既是一城王女，为何要遮掩身份，藏在这些子弟当中？难道是为了梧桐心火？不对，她的身手足以与上军巅峰一战，梧桐心火对她意义不大。那她到底为何此时回到一城？金耀心中疑惑。凤贤开口，在棋盘上落下一子。数年前，凤族子弟曾在妖族极北冰雪之境见过一城王女一棍斩杀雪豹，从此3界便没有她的消息了。极北之境，以棍为法器，金耀神色一顿，看向凤贤，皓月殿。长老的意思是一城王女来自皓月殿。金耀一惊，长座可听说过皓月殿主殿前2员大将？震山、天火。金耀失声，他就是天火妖君。皓月殿能在短短10年内崛起妖界，与冷泉、静幽3族鼎立，除了殿主范月已近半神，更因为殿下收拢了2员大将，震山、天火不过是2人的妖君名号，无人得知这2人来历，只知2人妖力高深，法器皆为棍。震山曾一棍劈落妖界3重天的生死门而闻名，可这天火妖君的名号，则是在皓月殿一次次与冷泉争夺洞天福地的战役中打响的。冷泉宫12使在他手中折了过半，他杀伐果断，手段冷厉，几乎能做皓月殿半个主。这2人对范月忠心耿耿，就是皓月殿的半边天。他出现在一城，难道那少年？难道这少年是？金耀神色一沉，目光落在白硕身边的少年上，正欲起身，却被凤贤长老按住了身。长座莫急。凤贤摇头，皓月殿主已近半神，他若想对这几个孩子不利，不至于如此兜兜转转。金耀一顿，心下一定，想到自己统领仙族，却一时因这少年身份而心境大乱，不免苦笑。长老说的是，眼下仙妖2族面上还算和气，皓月殿主身为半神，哪怕是整个一城，怕是也未被他放在眼中。动这几个孩子，无异于整个仙族作对，他没有这么蠢，那他为何会出现在一城？老朽也猜不出皓月殿主的用意。以他的身份，一城中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他所图。还有1日梧桐午宴便能结束，皓月殿亦受邀来了梧桐岛，赐梧桐法器之日，他亦会出现。到时长座自可亲自问一问皓月殿主。金耀点头，只能如此了。前2关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不知长座将第3枚梧桐心火放在了何处。金耀笑道，其实本座并没有藏第3枚梧桐心火。哦，这次梧桐午宴本就是为了一城能重见天日，一族能行走于3界，这也是一城王与本座所愿，所以最后1枚心火，本座散在了一城上空。本座与一城王约定，只要仙妖子弟能平息容仙怨念，将金丹交与一城王，一城王就会召集满城一族子民，合力召唤出最后1枚梧桐心火，而一族百姓选择的人，就是这次梧桐午宴的胜者。凤贤一愣，想起仲昭在一城救一族小娃一事，仲昭与一族子民有恩，这第3枚梧桐心火，他们必然会给他，难怪长座会说此宴结束，此子必能闻名3界，原来心中早已有了定论。金耀颔首，心中有功，善待3界众生，才配得到这3枚梧桐心火。2人相视一笑，金耀挥手，水镜散去。凤岛最西一处阁楼中，天宇亦望着石室中的众人，嘴角露出玩味的笑意。茯苓立在一旁，目光凝在仲昭身上。天宇看向他，你认识这仙族的小子？茯苓一惊，却是抬眼问，公主觉得此子如何？仙骨绝佳，道心沉稳，是个人才。怎么，你想用他？不错。天宇微微挑眉，他可不是这桑之流，道心坚定，又即将继任缥缈，想让他入妖气仙，只怕不太可能。这桑这种人，不过也就能搅乱一滩浑水罢了，这人才是真正能为我冷泉宫开拓基业。皓月殿是块难啃的骨头，狐族也深不可测，公主若想统领妖族，一定需要这样的人才。哦，天宇惊讶，看来你和他有些渊源啊，竟这般看重。不过此事怕是难办了。茯苓一愣，公主何意？天宇眼中露出一抹莫测，区区一个梧桐午宴，如何值得本尊亲自来这凤岛？你猜猜梧桐午宴为何会在一城？
而范月又为何会出现在驿城？茯苓心中一惊，连忙看向水镜，哪知天宇随手一抬，水镜已然消失。茯苓猜测，难道驿城王已与公主联手？不错，本尊数年谋划，就是为了今日。这座城是本尊为皓月店主准备的必死之地。天宇嘴角一勾，轻声开口。茯苓心底一抖，他早就察觉这一城不正常，可没想到天宇心思竟如此之深，所谋之事连他都不知。公主，就算有一城王投诚，可范月已是半神，属下怕他不是范月的对手，不如让属下入城去帮。天宇抬眼朝茯苓看来，眼角露出一抹潮意。茯苓连忙闭嘴跪下，属下失言，公主谋划定万无一失。过了明日，没有人能从这座城里走出来。天宇起身走到茯苓身边，茯苓只觉一只手落在他肩上，心底一颤。不过本尊答应你，若一城之事出现变数，那小子能活着从一城出来，本尊会不惜一切手段将他纳入我冷泉门下。房中，天宇冷漠却又带着些许趣味的声音响起，茯苓垂首，并不敢言。呸，尽是些假把式。金耀老儿要真有心修好，直接把两界间那百里洞天福地让出来给我妖族不就成了？搞这个神神鬼鬼的梧桐午宴做什么？时事里，木九嘲讽，就在众人不注意之际，南婉忽然一跃而起，伸手朝半空中那两枚梧桐心火拿去。卑鄙！却有人比他更快，木九小鸡灭轮瞬间扔出，砍向仙剑。剑光被劈开，两团心火晃了晃，仙剑和小鸡灭轮缠斗在一起，两人灵力俱被压制，一时不分上下。白硕看得眼花缭乱，戳了戳重招，悄悄道：阿昭，咱们不急，等他们先打。白硕做了个手势，累了，你再出手。中招本因方才在10目外的是心中正郁闷，见白硕一心为自己着想，眉头稍展。北辰兄，还不出手？南婉仙力见不及木九，眼见落了下风，急忙朝北辰大喊。这场比试终究是仙妖两族的斗法。北辰皱眉，一剑挥出，将南婉仙剑和小鸡灭轮同时震开，仙力余波下，两团心火散开，一团落向木九，一团却直直朝白硕三人飞来。白硕眼疾手快推出重招，心火迎面撞上重招，被他握在手心，而另一团亦被木九捏在了手中。南木九还要朝重招出手，昆仑铁剑却咻一声飞到重招身前护住了他。今夜两关比试，乃仙妖两族同心协力化解，一族一团梧桐心火，很公平。北辰的声音淡淡响起，除了来历不明的打铁匠，北辰是整个时事里武力最高的，谁拳头硬谁就有话语权。木九不是傻子，停了手，他把玩手中的心火，却朝南婉的方向嘲讽一笑。还算公平，我同意。木九又朝重招看去，想不到仙族这一枚梧桐心火，既不在昆仑，也不在云霄，小子，这次午宴后，你缥缈可要出名了。中招面容沉着，并不多言，手心一动，心火消失于掌心，他朝北辰微微拱手，多谢北辰君上。方才北辰一见，任谁都瞧得出，他是有意将两团心火分别给了木九和自己。你我同辈，不必如此客气。北辰颔首。北辰，你什么意思？一旁的南婉见结果如此，气得脸色通红，怒声质问。化解荣仙掌门的怨念，缥缈该记首功，这枚心火，他得之无愧。北辰朝白硕看了一眼，淡淡道。白硕眉毛一挑，昆仑剑修仗义，能处梧桐午宴是3界之事，你要拿你昆仑的旧债还恩，与我云霄可没有半分关系。南婉冷冷看向中招，北辰身形一动，护在了中招身前。南婉脸色难看至极，怎么，昆仑要公然与我云霄为敌？昆仑何惧？北辰连眼皮子都没抬，声音一如既往清冷。你！南婉怒极，手中仙剑指向北辰。时事里霎时剑拔弩张，白硕吞了口唾沫，乖乖，折腾了一宿，该不会还要打吧？他拉了拉小徒弟和中招的袖子，就要往花大铁身后躲。忽然，数道光芒自石室内投下，刺眼的光芒朝众人射来，范月一把将白硕拢在怀里，众人如临大敌。片隙，光芒消散，众人睁开眼，竟发现自己仍站在茅草屋的那3座无名冢前，没有石室，更没有那雕刻着昆仑狐族图腾的石门。白硕一脸茫然，范月眉心一皱，看向茅草屋的方向，花大铁玩世不恭的脸色熠熠沉，眼底有些冷。怎么回事？木九捏了捏自己的脸，茫然望向四野。难道小爷我做梦了？不是。北辰看向木九手中的梧桐心火，心火是真，石室是假，刚才我们在幻境里。幻境？木九无语，正想骂娘，这鬼地方都禁灵了，谁还能不知幻境？禁的是仙妖两族，一族的灵可没禁，能在一城布下幻境的，自然是一城王。
北辰淡淡开口，看向茅草屋的方向。不愧是昆仑剑修，竟能感知本王的力量。一道浑厚的声音骤然在空地上响起，茅草屋前蓝光一闪，现出2道身影。为首之人面容肃穆，头戴王冠，身形魁梧，而他身后恭谨地立着入城时接待众人的一城副将吴兆。来人气势慑人，身份不言而喻，众人连忙拱手行礼。见过一城王。唯有花大铁冷漠地看着一城王。白硕连忙拉花大铁衣袖，朝他使眼色。花大铁脸色冷淡，身形未动。不必多礼。一城王目光在花大铁身上微一停留，又落在众人身上，神色和缓。金耀说的不错，仙妖2族后起之秀果然了得，连荣仙的千年怨念也能化解。既然你们2族已经分别得了1枚梧桐心火，那仙座所设下的前2关便算通过了，恭喜诸位。一城王一言，便是定下了这2枚梧桐心火的归属。南婉脸色一沉，忍不住看了眼天色，提声问：王上，不知这第3关的试炼是什么？王上不如直说，如今离一城重开只剩下8个时辰，前2关已经耗了我们2日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再耗在这些猜谜上了。南婉之言虽然无理，却是事实，头2关已经如此艰难，第3关必然难上加难，他们没有时间了，要是拿不到第3枚梧桐心火，这场午宴便算废了。本王来，便是告诉你们第3枚梧桐心火的所在。一城王开口。南婉一愣，眼中不信，他也就是疑问，一城王还真要告诉他们。众人对望一眼，所想依然不会又有什么陷阱吧。他们可算是被这场午宴折腾怕了。第3枚心火被金耀仙座投在了一城所有子民的灵台里。第3关很简单，今晚是一城1年1度的焚兰节，所有子民会齐聚王宫殿前，他们会自愿将灵台心火献出，一城子民齐心选出的人就是第3枚梧桐心火的主人。第3枚心火的主人由一城子民选出，这是什么鬼规则？他们几个和一城子民可是屁关系都没有。王上，您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你们一城的子民只怕连咱们几个容貌都认不全，他们怎么选？要是不选呢？木九飞快质问。一城王瞥了木九一眼，这场比试的规则是金耀仙座和妖族几位店主族长共同商定的，你若有疑，待比试结束，回梧桐凤岛再问便是。木九见一城王神色冷沉，连忙敛了嬉笑神色，嘴紧紧闭上。一族虽然无灵力，可天生神力，能劈山斩海。传闻一城王100年前就以强横的力量度过3道天劫，早已是上军巅峰。他可没活够，不想惹这祸阎王。第3枚梧桐心火的所在，本王已经告诉诸位了，规则也说了，你们无需再做什么。诸位化解了荣仙缠在一城的千年怨念，也算对我一城有恩。本王已在王宫设宴，为诸位洗尘，诸位安心静待，今晚便是。一城王说完，转身欲走，忽然脚步一顿，看向花大铁，后日是你母亲的忌日，既然回来了，去他王墓前拜一拜吧。一城王说完，身形一动，飞身一跃，平地直跃100里，朝城中一城王宫而去，消失在众人面前。众人转头看向花大铁，木九直愣愣盯着花大铁。王墓。一城王以花为姓，他狐狸眼一瞪，你就是那个天生神力却被驱逐一城的王女花红。花大铁淡淡看向木九，没否认。木九这一句信息量极大，众人瞅着脸上画满污魂像个戏子的花大铁，简直匪夷所思。白硕看看木九，又瞧瞧花红，无语凝噎，都是些什么二世祖，一个比一个古怪。一城王女被驱逐一城，实为3界一桩新秘，可见方才一城王的态度，倒像是花红更不待见他那老爹些。南婉眼珠子一转，念头顿生，第3关的胜者是一城子民所选，要是教好花红，他一句话足能在一城一呼百应。殿，南婉面带笑容，刚欲开口，一旁的吴兆像是知道他要做什么一般，径直走上前打断南婉，朝众人一拱手。王宫内宴席已为诸位备好，请。木九连忙伸了个懒腰，走走走，快带本殿下好酒好肉吃着，可累死我了。北辰一朝吴兆点头，多谢。见仙妖子弟答应去王宫赴宴，吴兆这才看向花红，大殿下，这丫头偷了我的鸡，我是跟着她来的，她去哪我去啊？什么一城王女，和老子毛关系都没有。花大铁打着哈欠，瞅白硕，王宫你去不？白硕一脸懵逼，见众人齐齐望他，去，吴兆脸一抽，也不多话，引着众人朝山下走去。白硕吊着车尾走在最后头，戳了戳花大铁的腰，殿。花红一个眼刀砍过来，白硕连忙改口，老花，咱这偷鸡的事能不提了不？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他朝前头的小徒弟飞了个眼色，他吃得多，你找他去啊。涂满脂粉的脸一僵，他懒懒扫了白硕一眼，丈高的气势突然一矮，没吭声。白硕眼珠子一转，
心里有数，偷偷摸到仲昭身边，低声嘱咐：阿昭，等会进了一城王宫，小心点儿。仲昭眉头一皱，却知白硕从不乱说话，为何？白硕把他遇见怪物的事匆匆说完，道：这城里有邪祟，一城王居然毫无察觉，我总觉得这一城有古怪，心里头不安稳。仲昭眉宇一凛，那夜竟不止他遇见了那怪物。入了王宫，不要理我左右。见仲昭神情严肃，白硕心里头却琢磨着另一桩事，心不在焉哦了声。仲昭沉沉看了范月一眼，突然开口：他到底是谁？你说谁？哎呦！白硕猛不丁回神，反应过来，心头一慌，脚下被石头一绊，差点摔倒。仲昭连忙去扶，却有人比他更快。少年稳稳握住白硕的手臂，顺势把他脱离仲昭身边，扶好他：师傅，慢些。少年声音沉沉，满心满眼只有白硕。吓死我了，木木，你最棒。白硕习惯性在少年头上一拍，咧嘴笑。仲昭望着两人，唇角抿紧，转头离开。阿昭，白硕忽然想起方才仲昭的质问，回过头，却只看见青年远走而沉默的背影。糟了，阿昭这性子肯定生气了。范月的身份不能再瞒着他了。白硕心底一急，正欲追上去，却被人牢牢握住了手。白硕回头，正好迎上了少年有些清冷的眼，这一眼少了小徒弟的纯真，却带了当初皓月店主的一丝玩味。白硕心底一触，吞了口水，小心唤他：木木，师傅，怎么了？范月低头，一脸单纯无害。白硕揉了揉眼，少年也歪着头望他。谢天谢地，小徒弟还在。以大妖怪的性子，要是真恢复了记忆，一巴掌拍死他都算便宜他了，见鬼了才会叫他师傅。白硕长松了口气，连他自己也没察觉到那丝心底最深处的喜意，或许不是因为捡回了一条小命，而是他一直只是木木，他的小徒弟就好了。好了，两位人都走远了，你们还不走，西北风都喝不到了。打铁匠的咳嗽声突然在一旁响起，白硕回过神，突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热，甩开范月的手，朝山下跑去。少年笑了笑，挠挠头，不急不缓地跟在白硕身后。昨夜那邪祟在你手中走不过3招，一城的锁灵阵对你毫无影响，连容仙的金丹也伤不了你。他不过是个半仙，如何能做你的师傅？花红不知什么时候叼了根野草在嘴里嚼，他嘴唇未动，声音却响在范月耳边。少年脚步一顿，却仿若未闻。你就一点也不好奇你的身份？或许我可以帮你。花红见少年不回应他，眉毛一挑：不用，无论你是谁，不准动他。少年眼神一冷，看向花红：我若能杀容仙，你亦能。范月说完转身就走，留下无语望天的花红。我的店主，天大的冤枉啊，我可是你的贴心小乖乖狗腿子啊。打铁匠悲伤春秋了瞬息，不知想到了什么，一转头望着少年背影，突然眼珠子一转，桀桀怪笑起来。这可是您老人家不让我帮你恢复记忆的，师傅喊得这般顺溜，舔得像只小奶狗，等你想起来，老子正好看戏，呵呵呵。扑通，水花四溅，温泉里伸出个头，白硕抹了把脸上的水，畅快地舒了口气。他们下山后被吴兆直接带进了一王宫。王宫里无守卫，侍女们正在准备晚宴。打斗了一晚上，众人灰尘扑扑，吴兆贴心的让侍女引了众人去休憩梳洗，都是些养尊处优的二世祖，连白硕在人间时也是过惯了好日子的。一听吴兆这安排，众人舒舒服服的随侍女去了。白硕本想拉着仲昭商量等会去找护儿他娘联络感情，仙妖两族一向不被一人待见，还真只有重昭救了那一族小娃，有些交情。可没等白硕开口，仲昭已经冷着脸随侍女离开了。白硕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只得先去享受了。范月半步不离白硕，连泡温泉也搁一块，一双眼睛不离分毫。白硕望着小徒弟一直板着的脸，叹了口气，这一程诡异的很，得把小徒弟给哄好了。他游到温泉边，戳戳小徒弟的脸：小木头，你放心吧，师傅我命硬得很，死不了的。小木头垂下眼，木木开口：师傅，你骗人，他们个个灵力都比你强，一巴掌拍下来，谁都能拍死你。这只怕是小徒弟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差点没把白硕噎死。咱可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白硕好声好气哄着，讲事实摆道理。这世上，师傅我比谁都怕死，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白硕原本带了一丝哄骗的口气，说着却又格外认真。少年不解，突然问：为什么？白硕莫名其妙，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怕死？白硕一怔，迎上少年清澈的眼，溜到嘴边的敷衍突然停住。他一仰头，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在荒原，一城的天空格外湛蓝。
白硕抬手伸向天空，九重云霄还是那么遥远。白硕就这么望着那天，缓缓开口：因为我要找到一个人，在找到他之前，我不能死。谁？小徒弟歪头，却在看到白硕的神情时怔住。他从未在白硕眼中看到过这种神情，哪怕是白硕对着那个他心心念念的师伯时，也不曾有过。小徒弟懵懂，可他在白硕眼中看见了一道光，内心仿佛有道声音在告诉他，那是执念，我也不知道。温泉中，白硕突然回头，嘻嘻一笑，打破了平静。不知道。是啊，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也不记得他的脸，只认得出他的背影。白硕缩进了水里，闷闷开口：师父。你找的是你喜欢的人吗？小徒弟的声音有些轻。当然不是。白硕脱口而出，少年眼睛一亮。白硕在小徒弟脑门上一弹：师父，我是在找救命恩人。救命恩人。范月怔住，只见白硕打了个哈欠。我是在人间长大的，小时候我遇到一个妖怪想吃我，是那个人出现救了我。我向他许过承诺，无论千年万年，一定要找到他，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范月松了口气，好奇：那你怎么会不记得他的模样？他封印了我对他的记忆。白硕拖着下巴，耸耸肩，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封印没有完全起效。我虽然记不清他的容貌和名字，却记得对他的承诺。我修仙就是为了活得长久，找到他报恩。所以啊，乖徒儿，放心吧，在找到师父的恩人前，我是不会死的。白硕弯着眼笑，范月心底的闷气散去，突然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我陪你。什么？我陪你一起找到他。温泉旁，少年开口，声音仿佛斧凿一般，坚定有力。白硕望着他，嘴角一弯，刚想开口夸夸小徒弟，突然身旁扑通一声，有人从树上掉了下来，尘土飞扬。两人转头一看，花红摔了个狗啃屎，嘿嘿一笑。不好意思，狡猾，你们继续。说罢，打铁匠竟就这么坐在泉边，连藏都不藏了。白硕盯着这个一人王女，脸都黑了。花红也不知哪根筋不对，回了家还像个秤砣一样挂在两人身边，说什么也要一起。原本不知花红身份时，他还以为花红跟着他入一城是为了得到梧桐心火，可一城王女连容仙的金丹都能一战，这梧桐心火着实对他没什么吸引力。那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透过雾气，白硕拖着下巴远远望着花红，忽然朝一旁的小徒弟看了一眼。难道他跟着的不是我，是大妖怪？他知道木木的身份。白硕心底一紧，这一城满是谜团，花红身份特殊，他能信吗？白硕心里没底，忽然他朝泉边挥挥手：木木，你也去洗洗，老舒服了。小徒弟摇头，硬邦邦开口子：不去。花大铁笑眯眯地瞅着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玩着水，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白硕长吸一口气，捂住了鼻子：乖，你都几天没洗澡了。去。白硕朝花红看了一眼，怎么着也有这么个祖宗在，好歹也是一王公，没危险。如今的范月对白硕而言就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徒弟，他入世修仙，除了照顾众招寻找恩人，心中从无男女之防。他探出了半个肩，青葱水嫩般的手臂差点戳到了范月脸上。少年猛地起身，转身就走，只有花红瞧见他们家万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店主大人，耳根子快红成了烙铁。我安全。丫头，你哪里来的自信？白硕还没开口，花红一把将光溜溜的白硕拉到泉边，眯着眼危险地看着他。白硕吞了口水，毫无预兆开口：你跟在我身边是为了木木？你那个小徒弟？花红握着白硕手臂的手一顿，瞥了眼范月远走的背影，伸了个懒腰打马虎眼，就是个头脑简单的槐树精怪，我为他做什么？你知道他是谁？白硕说的斩钉截铁。聪明人说话，开门见山。这一城王女就是个扮猪吃老虎的祖宗。白硕懒得再绕弯子，直接道：南晚带我入一城，是为了算出梧桐心火的所在，可你一个堂堂的一城王女，在南海城住茅草屋，跟着我们天天养鸡，总不会是为了我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缥缈企图吧？我一穷二白，周身里外除了小徒弟这么个宝贝，没什么好图的。花红饶有兴致地盯着白硕，突然俯下身靠在白硕耳边：那只猪明明说你挺聪明的，瞧着不像啊，你知道他是谁，还敢让他换你师父，嫌命长啊？花红拖长腔调，眼底是明晃晃的戏弄。猪，是龙一猪，他果然来自皓月殿。白硕顿时底气足了些，推开花红，从他手中溜出，舒舒服服淌了淌水。那是我的事。白硕也拖长了声音：既然你来自皓月殿，咱们也算一路人了。大铁啊，你为什么会被驱逐出一城？白硕盯着花红，突然开口。范月失了记忆，这花红虽知道那只傻猪
也一路都在护着范月，可她毕竟是一城王女，这一城诡谲危险，谁知道她会不会临阵反戈？花红眼一眯，眼底闪过一缕暗光，还没开口，温泉池外突然响起侍女惊惶的声音：“小殿下，里面有客人，您不能进去。王姐是不是回来了？滚开！”一道孩童的声音在温泉外响起，只听得噔噔几声脚步，有人朝温泉里头冲了进来。妈呀！白硕可没想到这一王宫里还有这么乱来的孩子，慌忙缩进泉中，只敢露出一双眼睛。一道阴影落在温泉上空，白硕抬头，呆住。这哪里是个孩童，分明是个丈高的青年，青年戴着只虎头帽，腰里别着个拨浪鼓，古怪又可笑。王姐！青年根本没瞧见泉中躲得像鹌鹑的白硕，喜气洋洋朝花红冲来。一道利器落在青年脚边，卷起碎石打在青年身上，青年脸上被砸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滚出去！一向嬉皮笑脸的花红声音像冰渣子，眼皮子都没落在青年身上。方才还欢喜傻笑的青年缩了缩脚，他面上露出委屈，巴巴看着花红，丝毫不管脸上的伤口，诺诺唤花红：“王姐。”白硕瞅着委屈的仿佛要哭的青年，一脸呆滞，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城世子，怎么是个傻子？花红眼底露出不耐，忽然那青年歪了歪头，看向水中的白硕，眼神冰冷而凶残。王姐，是不是他在，所以你不想和我玩？孩童的声音消失，是青年的低沉，却依旧眼神无辜。水中的白硕被青年恶狠狠盯着，打了个寒战，这傻子什么逻辑？你姐不理你关我屁事。白硕还没反应过来，泉边青年忽然跃起，一拳朝泉中的白硕捶来。一股熟悉的腐臭气息直朝在白硕鼻尖冲来，他还来不及想起何时闻过这味道，青年的拳头已经落在了他眉心。木木！白硕心底一抖，本能的大叫一声。范月未及赶到，近在咫尺的拳头被一棍扫开，青年重重落在地上，满头血。白硕拍了拍胸口，还没暂生花大铁好样的，一城世子却像疯了一样又朝他冲来。妈呀，大铁救命，你弟疯了！白硕一个猛子扎进温泉里，透过模糊的水雾，只见花大铁一手朝白硕扔出泉边的衣服，一手持棒把一城世子朝温泉外轰去。白硕手忙脚乱从水中爬出来，连忙穿好衣服，气都喘不及。我靠，这一王宫除了一王就没个正常人吗？这一城世子到底真疯假疯？方才那气味，白硕眼神一凛，那夜那个邪祟身上也是这股味道。师父！白硕来不及细想，范月已经落在了泉边，少年神色急切，连头发丝都是湿的，显然也刚从水里爬出来。一王宫被下的是一人族服饰，衬得范月英姿勃发，白硕总觉得小徒弟的脸好像有些变化，却又说不上来，晃了晃神。师父，你哪里伤着了？白硕回神，没事没事。木木，花大铁哪去了？那边。范月朝花红跳出的残影方向指了指。快，带我去。少年毫不迟疑，抱着白硕的腰跃出温泉，朝花红的方向追去。也不知怎么回事，花红方才和一城世子打成这样，一王宫却风平浪静，仿佛见怪不怪。范月身形极快，揽着白硕在王宫内穿梭，忽然他身形一顿，停在了一处院墙外，白硕差点没站稳，紧紧抱住小徒弟的腰。木木！白硕疑惑，范月轻嘘了一声，让他朝院中看。殿下，手下留情。一道熟悉的声音在院中响起，白硕隔着院墙石头缝隙朝里望，只见一王世子昏昏沉沉被花红踹在脚下，满脸是血。吴兆握住了花红的铁棍，神色无奈。小徒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连墙角都会蹲了？白硕瞥了范月一眼，来不及细想，注意力被院中三人牵走。院中，花红淡淡扫了吴兆一眼，收回铁棍。一王宫难道连这么个疯疯癫癫的东西也管不了？花红刻薄嘲讽。殿下，再怎么说世子也是您的弟弟，当年你一直很疼他，你们……他也配？花红满脸厌恶，声音冰冷，本君没有兄弟。花红抬脚转身欲走，却无意看见角落的那株红梅，他无意识走到红梅前清秀，声音有些嘶哑。当年宫里的红梅都被我烧了，为什么还有？王妃挚爱红梅，这是陛下让人栽下的。呵，假仁假义。花红声音一冷，眼底柔情瞬间消失。殿下，拥殿下他。吴兆迟疑唤着花红，仿佛想说什么，花红却打断他。吴兆叔，我有兄弟，可他是怎么死的，连你也忘了吗？吴兆声音一哽，神色僵硬。他一眼都没看过这个世间，活生生被闷死在母后的肚子里。花红握着铁棍的手青筋毕露，在不忍看面前的红梅，闭上了眼。殿下，王后和小殿下。吴兆话到一半，也不知该如何说下去，只能无奈道。
当年的事谁都不想，雍殿下当年也只是个孩子，他是无辜的。花红一棍挥向地上的翼王世子，吴兆连忙抓起世子衣襟，躲过这凌厉狠辣的一棒。殿下，花红冷冷看着吴兆护在身后昏迷的人，无辜，要不是他的存在，我母后怎会伤心欲绝，气血攻心难产而亡？雍殿下，私生外子鸠占鹊巢，真是天大的笑话。你最好让异人王看好他，要是他再敢出现在我面前，就让异人王来替他收尸。墙外的白硕捂着嘴，听着院中的争吵，目瞪口呆。天啦，他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新秘？三界只知异人王一子一女，从未听说过这个世子是私生外子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花大铁又为什么会被逐出一城？白硕还想听个究竟，小徒弟突然面色一变，抱着他身形一动，消失在原地。灵光一闪，两人回到了温泉旁。哎呀呀，木木，我还没听完呢，快，回去！有人来了，再待下去会被发现。少年摇头道：谁来了？我怎么没感觉到？异人王！我的妈呀！白硕一抖，后怕的拍拍胸，连忙表扬小徒弟，还好溜得快，木木你真棒。放着天资卓越的长女不要，也要把个傻子封为世子，这个傻瓜儿子只怕是异人王的宝贝疙瘩，要是被异人王知道他偷听了这些心秘，肯定没命走出一城。异王世子身上为什么会有邪祟的气息？异人王与他朝夕相处，当真不知道吗？白硕心一沉，不知想到了什么。白硕从腰间乾坤袋里掏出那几片差点被他遗忘的龟壳，白硕指尖朝龟壳一点，龟壳原本只是轻轻摇摆，突然飞速旋转，到停下时，壳尖指向了白硕身后。白硕一愣，他测的是最后一枚梧桐心火的方位，金曜仙座已将梧桐心火散入一城上空，为什么龟壳所指不是王宫外，而是他身后的异王宫？难道异人王在说谎？白硕心中生出一股寒意。方才的院落里，花红皱眉盯着吴兆身后的异王世子，突然开口，他身上为什么会有邪气？吴兆脸色一变，未及开口，一道身影出现在院中，看向花红。你不该回来。来人望着花红淡淡开口，不该回来。花红目光微冷，自嘲，谁愿意回这鬼地方？明早锁灵阵开，我自会离开，至于你一城的阿扎事，和我无关。花红转身欲走，却无法跨出院落，一道结界不知何时封住了小院。花红回头，未及质问，一道力量朝他颈上落来，他面色一变，反手去挡，却发现身上无力，软软朝地上倒去。他什么时候中了毒？花红转头看向不远处的红梅，脸色一变，红梅里被下了毒。梅花故旧，是他最脆弱的过去，他一时失了警惕，竟着了道。那是母妃最爱的花，花庸的出现不是意外，是为了引他来这里，把他困在这儿。而那株红梅是为他准备的。好一个异人王，好一个父亲！花红满眼愤怒，双眼通红，闭上眼软软朝地上倒去，一双手稳稳接住了花红。异人王面无表情。陛下，吴兆看着院中昏迷的花红和花庸，不忍道：一定要如此吗？以红殿下的脾气，等他醒了，不会原谅您的。他眼中早没我这个父王了。异人王没有看花红，而是望着吴兆怀中的花庸。这是庸儿唯一的机会，吴兆将他锁住，待一切尘埃落定，送他出一城。是，陛下。温泉中，白硕收起龟壳，神色凝重。木木，走，我们去找阿昭。他必须马上把梧桐心火的消息告诉仲昭和北辰。南婉和那只狐狸不可信，昆仑剑修坦荡磊落，是可信之人。白硕拉着范月正欲出温泉，一转头，翼王宫的侍女已经迎了上来。穆公子，白姑娘，时辰到了，几位君上皆已入宴，还请两位随我来。一城地处蛮荒，翼王宫不似寻常仙府仙气渺渺，一派肃穆大气之象。翼王殿以巨石雕刻而成，刀斧交汇的图腾布满殿中四壁，更显铿锵。白硕一心找到仲昭商量，匆匆跟着侍女走进大殿，一踏进去傻了眼。殿中早坐满了来参加梧桐舞宴的仙妖子弟，北辰南晚慕九重昭却上坐于王位之下。白硕只是缥缈外门弟子，沾了仲昭的光，才有一席之地。他和范月的座位被安排在最靠近殿门的地方，离仲昭族有数米远。无名山上的事已经传开，一众仙妖君盯着仲昭窃窃私语，满脸不屑嫉妒。云霄弟子坐在南婉身边，个个脸色冷沉。白硕盯着案桌上的美食佳酿，眉头一皱，拿起一块糕点和一杯酒闻了闻。糕点酒水中无毒，白硕松了口气。他一个劲地朝仲昭使眼色，哪知仲昭却像没看到他一般，只沉默地独自饮酒。这个棒槌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赌气？白硕无语，悄悄从乾坤袋中掏出小纸人，吹了口气。
小纸人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立了起来。去阿昭那，告诉他，白硕低声吩咐。小纸人精神一振，悄悄爬下软垫，贴着墙角猥琐地爬向中招白硕，一边盯着纸人，一边想着方才来大殿时路过宫门处，宫门外架起的篝火和聚集的一城百姓。梧桐心火并不在一城子民的灵台中，那一城王为何要将这些一城子民召来宫殿外？明日辰时锁灵阵就会打开，到时一城就不再是一座孤城，不管一城王想做什么，只要他联合仙妖子弟撑过今晚就行。关键是北辰和木九愿意信他，有无名山的交情在，应该不是问题。白硕心里盘算着，两个纸人又从他指缝偷偷溜下，朝着北辰木九的方向悄悄爬去。还好老龟教他的旁门左道多，关键时候还挺顶用。范月瞅着手脚忙个不停的白硕，适时端上一杯水，师傅慢点，别累着了。徒儿乖。白硕一口把水吞了个干净。这时三个纸人也爬到了三人身边。白硕眼睛一亮，一口气松到半途又憋在了喉咙，只见那三个纸人突然一软，趴在地上不动了。怎么回事？白硕一惊，一道浑厚的声音忽然在殿中响起：诸位远道而来，本王怠慢了，本王自罚一杯，诸位请尽兴。不知何时，一人王竟坐在了王座上，他端起酒杯，朝众人一饮而尽。殿上一静，一人王如此客气，在座的仙妖子弟都是些晚辈，不敢托大，连忙举杯回敬。也不只是有意无意，一人王落杯之时，朝白硕的方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白硕后背一凉，慌忙低下头，手心都在颤抖，一双手握住了他。白硕迎上小徒弟的眼，心中一定。不远处，众招恰望见了这一幕，神色一冷，酒入喉咙，辛辣无比。陛下，听南婉师兄说，第三枚梧桐心火将由一城百姓择出，不知可有其事？吴亮看了一眼南婉的脸色，朝一人王拱手问：你是？一人王投下目光。寿安咳嗽一声，见众人齐齐望向他，正了正冠，晚辈吴亮寿安。原来是玉真仙君的弟子。一人王神色稍缓，不错，这第三枚心火主人的择选方法是金曜仙座亲自定下的，寿安仙君有疑？不敢。寿安忙道：梧桐午宴向来是我仙妖两族之间的比试，这次却将一城百姓牵涉了进来，晚辈只是心中疑惑，所以才斗胆疑问。在一人王的注视下，寿安声音越来越小，刚才还趾高气扬的脸微白，薄薄冷汗沁在额头。大殿众人一感受到王座之上那股摄人的威压和气息，霎时一静。在座的仙妖子弟心底都忍不住啐了一声。一族虽卑贱，可一人王却是实打实的上军巅峰，离半神只有一步之遥。这个无量山的寿安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当众质问一人王。正当满殿之人不知所措之时，一道叹息自王座上响起，众人只觉殿中气息一缓，一人王开了口：无量仙君之祸，想必诸位心中皆有。其实梧桐午宴设在一城，乃本王向金曜仙座所请，今日本王看见诸位，实在很是艳羡。仙妖两族后起之秀如云涌海涛，我一族差之甚远。此话一出，众人一愣，齐齐看向一人王。明日过后，本王决定打开目光陛下设在一城的结界，让一人入室。此话如平地惊雷，众人面面相觑。一人不能修行灵力，在仙妖眼中就像未开化的蛮族，要不是有这座城的庇护，只怕早就灭绝了。一人王竟还要让一人入室。一族因出身之故不能修行灵力，更因世代困于一城，年轻一代无论见识修为都远逊于诸位。本王老了，一城总要交给一族的年轻人，是以本王请求金曜仙座将梧桐午宴设于一城，便是想让诸位来一城走一遭，看上一看。三界对一族多有误解，认为一人凶残暴戾，此次梧桐午宴之行，便是希望诸位能放下对一人的成见。将来我族子民行走三界，还请诸位看在今日的姻缘上，多加看护，不要为难一人。一人王给语道完，看向满殿仙妖子弟，面容多有恳求。众人这才明白为何最后一枚梧桐心火的主人择定前，一人王要迎他们入翼王宫，原来如此。一族为三界所不容，一人王想借梧桐午宴打破一人千年僵局，为一人谋一条生路。白硕望着王座上忧心忡忡的一人王，目瞪口呆，难道是他小人之心了？一人王方才一番话神态诚恳，不似作假，如此爱护子民的人，怎会放任邪祟在城中肆虐？或许一人王对一城的怪事并不知情。那我要不要将世子身上沾染邪祟气息的事告诉一人王？白硕心底思量，犹疑不定。陛下言重了，日后凡有一人行走于三界，我昆仑必将庇佑。殿上一直神色冷淡的北辰突然开口。一人王看向昆仑剑修，见北辰神色郑重，神情微微动容。
南婉没想到一向不多话的北辰竟在这时候示好，心里暗骂一声假正经，连忙拱手。我云霄亦然。众人连忙应声附和，一人王笑谢众人，向众人再次举杯敬酒。除了方才北辰开口时他面容微动，其他子弟无论在如何高声应和承诺，一人王皆神色平静。白硕一边心中天人交战，一边迷迷糊糊跟着众人连连举杯。一城的酒不比仙族的清甜绵长，也不似妖族的辛辣上头，入口有股奇异的香甜，更觉通体舒畅。寿安是个贪杯的，连饮数杯，目光迷离，胆子也大了起来。他又灌下一口酒，嘿嘿一笑。陛下。他猛不丁站起身，旁边的人似是了解他的酒品，拉之不及，眼看他朝殿中走去。寿安仙君还有言。一人王神色和缓。陛下放心，今日之后，我便将一城重开之事告知家师，以后我无量和云霄定会好好相护一族。寿安一拍胸脯，大声承诺。还好，没说什么出格的话，众人松了口气。有云霄无量两座仙府在，想来我一族子民日后能安然行走于三界那是。寿安打了个酒嗝，见一城王示好，神态更加倦狂。只是陛下，这场梧桐午宴，寿安心中略有不忿，还请陛下做主。哦，何事不忿？听说无名山上有2枚梧桐心火，我仙族和妖族各得了1枚，狐族那枚我便不说了。木九殿下也算灵力高深，闻名于三界，可那小子凭什么得我仙族的心火？这枚心火，论情论理，都该是北辰上君或者南婉师兄的。北辰上君，南婉师兄。寿安这满是醉意的话，为谁所言不言而喻？寿安指向众招，一脸不屑，一个东海破落门派的子弟，凭什么拿走我仙族的心火？无量山向来依附云霄，他做南婉的出头鸟也不奇怪，但这句话说到了一众仙族子弟的心坎上，他们嘴上不说，心中对这件事也颇有微词，于是窃窃私语，只着众招多有不屑。饶是众招心性沉稳，迎着一电嘲弄的目光，也难免神色难堪。北辰眉头微皱，还未开口，王座之上，一人王的声音淡淡响起。一人冢前，这位仙族小兄弟替我族度化了容仙的怨念，他出力颇多，得此枚心火，亦算公平。陛下。寿安醉醺醺的，哪还记得刚才的丑态，竟打断一人王。北辰上君和南婉师兄也一同入了无名山，难道他们就没有奋度化容仙的怨念吗？有。既然有，那为何心火要给这小子？陛下，我仙族的东西，公不公平也该由我仙族做主。既然我等不服，那陛下为何不问一问我们这些仙族子弟，这枚梧桐心火到底该由谁得？寿安倒也不蠢，酒壮人胆，一听一人王对两族有所求，竟将一殿的仙族子弟都给搬出来做依仗。见寿安为此事发难，北辰眉头皱起，重招那枚算是他所赠，不该让一人王为难。他正欲开口，一人王却朝他摆了摆手。心火娇语缥缈的这位弟子，本王自认并无偏颇。方才还对两族子弟客气有加的一人王，神态平静，淡淡开口：陛下，明日您便要重开一城，一个仙门小派，可护不住一人。见一人王不为所动，寿安也失了方寸，有些气愤道：不要脸！他竟以一人将来行走三界的安危，威胁一人王拿走阿昭身上的梧桐心火。要不是范月拉着，白硕恨不得上前踹寿安几脚。一众仙族子弟本来还心有气愤，听寿安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也是无语。他们嫉恨中招不假，可拿无辜的一族百姓威胁一人王，又是另一回事了。以一人将来的安危来交换梧桐心火的归属，这种丢脸至极的事，他们还真做不出。陛下，我等并无此意。有仙族子弟面色通红，连忙起身拱手告罪。王座之上却很安静，只见一人王垂着眼，手中把玩着一方酒杯，瞧不清神色。告罪的仙族子弟尴尬无比，面有惴惴，心中暗骂寿安蠢笨如猪。原来这就是仙人口中的公义，我一族被你们这些假仁假义的东西困在这蛮荒之地千年，真是不值得王座之上。一声叹息响起，这叹息夹着几许悲凉，更多的是冰冷的嘲讽。远处白硕猛地抬头，心底一阵不安。怎么回事？一人王竟为了一个寿安，将整个仙族都骂上了。一人王这话着实说得重，方才告罪的仙族子弟忍不住开口：陛下，寿安对陛下无礼，可陛下也不该辱我整个仙族。辱了你又如何？一成王抬头静一笑，眼神冰冷。与他对视的仙族子弟面色一白，还欲开口，突然一阵头晕目眩，一口血吐出，毫无预兆朝地上倒去。兰殊仙君。他这么一倒，大殿内众人骇了一跳，离兰殊最近的仙君惊呼一声就要去扶，却发现无法起身，竟也吐出一口血朝地上倒去。
他这一口血犹如触发了什么邪法一般，殿中仙妖子弟齐齐跟着吐血，一个个瘫倒在地，连同南婉在内。怎么回事？北辰等人也面色微白，只觉头晕目眩。殿中唯有白硕面无异常，他反而觉得一股温和的力量正在快速侵入他细弱的灵脉之中，让他周身灵力强大了不少。身旁一声响，白硕转头，只见小徒弟脸色乌黑，额头磕在了地上。木木！白硕连忙从乾坤袋中掏出一瓶药，喂到范月嘴中，可却半点无用。他一着急，转头朝众招大喊：阿昭，是异人王！根本不等白硕开口，北辰众招木九手中法器已经祭出，指向了异人王。木九俊脸惨白，勉强将涌到嘴边的血吞回喉里，手中小技灭轮微颤。异人王，你做了什么？王座之上，异人王面无表情，一挥手，一道蛮力斩下，三人再支撑不住，一口血吐出，倒在地上陷入昏迷。阿昭！白硕朝众招跑来，一道力量拦在白硕身前，他再不能动弹，惊骇看着从王座上走下的异人王，双手攥紧。酒中明明无毒，他们是怎么被下药的？这些仙妖子弟虽然被禁了灵，却全是两族年轻一辈的翘楚，平日里不知吃了多少仙丹灵药，寻常毒药对他们根本无用。异人王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所有人都中了毒，偏偏他无事？异人王缓缓走到大殿，停在了白硕面前，他似乎也好奇白硕的清醒，在他额间一探，原来如此，竟连灵台都没有修成。丫头，你这个半仙是用丹药堆出来的吧？没有灵台？什么意思？白硕更猛。你很好奇本王是如何做到的？白硕愤愤看向异人王，却还是点头。本王根本就没有下毒。或许是因为大事将成，异人王对着白硕竟极有耐心。没有下毒？那他们是怎么回事？白硕心底一惊，感受着体内那股温纯的力量，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猜想，哑声开口：你让他们吃了最后一枚梧桐心火。梧桐心火是凤族至宝，乃半神品阶，除了可以炼制法器，也能修炼灵力。可心火的力量太强大，只有上军巅峰才能勉强将它纳入灵台炼化修炼，世间没有一种毒药能让这些仙妖子弟毫无察觉地服下，除非他们吃的不是毒药，而是被异人王炼化的梧桐心火。心火力量太强，一入灵台，这些人根本无法承受，他们吐血不是因为中了毒，而是灵台碎裂。白硕是殿中唯一的半仙，他没有灵台，梧桐心火入体反而是他的补药。果然聪明，可惜了，只是个半仙。丫头，献祭于我一族，也算你死得其所了。献祭？什么献祭？白硕眼睛睁大，异人王到底想做什么？白硕只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惊天的阴谋中，可他没有机会再问。异人王掌心挥下，白硕眼前一黑，软软朝地上倒去。昏迷之前，白硕突然想起，那个一直跟在他们身边保护范月的一城王女，自从离开了温泉，竟再也没有出现。白硕倒下，吴兆悄无声息出现在异人王身前。陛下，一切都准备好了，去吧。吴兆眼中尚有犹疑，陛下，您真的要这么做吗？片羽并非可信之辈，若真诛杀了这些仙妖子弟，三界将再无我一族容身之处。不必担心，明日之后，我一族再也不会被困于这座孤城。异人王看向夜空深处，缓缓开口：梧桐凤岛七凤阁中，金耀正夜观天象，天边忽一星垂落，金耀心中陡生不安。他抬手一挥，水镜浮于身边，镜中被迷雾笼罩，再看不见一城中的一切。金耀皱眉，掌心仙力在动，水镜颤抖，迷雾竟未散开。金耀已是半神，世间无他不可窥之地，除非一城中有比他灵力更高的人设下结界，可一城只有目光的锁灵阵，异人王早已将锁灵阵阵眼交与他掌管，否则他也不会安心让一众仙妖子弟入一城。异人王？金耀闭眼，于灵台一喝，千里之外无人应答。金耀睁眼，神色一变，来人，请奉贤长老。与此同时，梧桐林中一道虚弱的人影跌跌撞撞闯进，戍守的凤族将士将来人拦住，两道仙力挥出。何人擅闯梧桐凤岛？那人被仙力击中，一声闷哼倒在地上。月色下，凤族将士上前一探，瞧见来人面容，突然失声道：南婉上君。只见南婉浑身是伤倒在林中，他全身筋骨近乎断裂，灵台处只剩些许微弱气息。一人立即上前扶起南婉：南婉上君，你不是去参加梧桐舞宴了，为何会在这里？快带我去见金耀长座和我师尊。南婉一口血吐出，无力再言，晕倒在地。南婉上君，凤族弟子对望一眼，一城出事了，走，快禀告长老和金耀上仙。两人扶起南婉，灵光一闪，消失在梧桐林入口处。
七凤阁中，仙妖两族巨擘匆匆赶来，未等金耀将议程的异状告诉他们，只见凤族将士扶着南婉急急而来。南婉，云霄掌门神色一变，连忙上前探弟子脉门。这一探，云霄掌门心肝剧裂，南婉灵脉寸毁，灵台破碎，只剩一息尚存。金耀先坐。云霄掌门顾不得其他，转身求助。金耀连忙将一道灵力注入南婉胸口，南婉勉力睁开眼。南婉，是谁伤了你？云霄掌门双眼通红，愤声质问。师父。金耀先坐。南婉奄奄一息。金耀连忙上前，本座在。南婉，究竟发生了何事？先坐，我和云霄弟子在去一城的途中遇见了邪祟，那邪祟伤了我，冒我之名混进了一城。邪祟以你之名混进了一城。金耀脸色一变，想起水镜中的云霄弟子，那随你前去的云霄弟子。南婉眼神悲痛，师兄弟们都死了。南婉大口血吐出，紧紧握住金耀衣袖，掌座，一城仙门子弟危矣。南婉一句未完，再说不出话，昏睡过去。南婉，云霄掌门脸色大变。不必担心，本座以灵力护住了他的灵台。金耀望向蛮荒之地，神色冷凝。本座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邪祟，竟敢同时挑战我仙妖两族。片息之后，数道灵光从七凤阁飞出，直朝蛮荒一城而去。黑暗中，白硕昏昏沉沉，他感觉自己被人抬起，不知走了多远，又被重重扔下。全身被石板隔得青紫，他痛苦的皱眉，想睁眼却做不到。忽然，有人在他眉心注入一股灵力，白硕猛地睁开眼，刚想惊呼，却被人捂住了嘴。他双眼瞪大，满眼惊惶。这时耳边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师父，别怕，是我，是木木。白硕眼眶一热，转头，小徒弟正把他拢在怀里，两人正藏在一处阴影中。师父，别出声。不远处，戴着面具的一族侍卫正搬运着仙妖两族子弟，将他们一个个扔在地上。木木，你没事？白硕惊讶。范月点头。那你刚才在大殿怎么晕了？我打不过一人王。范月老实开口。我怕你有危险，装晕才能救你。我擦，不愧是大妖怪，真聪明。白硕简直谢天谢地，他怎么忘了？虽然范月失了记忆，灵力也不知为何只剩下一丁点，可他是半神，别说是被炼化的那一丁点心火酒，就是吞了完整的梧桐心火，他的灵台也不会受损。嘘，师父，你看。小徒弟朝远处一指。借着月光，白硕转头看去，悚然一惊。这是一处巨大的石殿，殿高100丈，殿正中有一方血池，血池外堆满昏迷的仙妖子弟，池中漂浮着他那夜遇见的人身蛇尾的怪物。池外竖着4根石柱，柱上刻着纷繁的符文，而此时北辰南婉众招募9、4人被昏沉沉悬在石柱之上，阴森的气息从符文中溢出，化成锁链将4人紧紧缠住。白硕简直被这恐怖的一幕炸得头皮发麻，一人王还真勾结了邪祟部，这石殿邪气冲天，显然不是一日可成，一人王才是最大的邪祟。他捉了这么多仙妖子弟，究竟要干什么？最后一个仙族弟子被扔下，一族侍卫离开了石殿，脚步声远去，白硕从角落中窜出，跑向众招。阿招，北辰，木九。白硕朝几人大声呼唤，几人仍昏迷不醒。木木，有没有办法唤醒他们？范月掌心一动，数道灵力落在3人额心。他讨厌南婉，既然白硕方才没有唤南婉的名字，他自然懒得为他耗力气。灵气入额心，众招3人缓缓睁开了眼。我靠，这什么鬼地方？木九一睁开眼，见自己被锁在半空，瞅着诡异的石殿，咋咋呼呼。闭嘴，小声点，这里是一人王的密殿。木九也不多话，闭眼凝聚灵力欲挣脱锁链，可他刚一聚灵，灵台一阵疼痛，一口血吐出。怎么回事？我灵台怎么裂了？狗日的一人王到底给老子下了什么毒？木九脸色惊恐，灵台碎意味着于修行意图再难寸进，这比杀了他还要命。北辰中招聚灵，也是一口血吐出，两人脸色和木九差不多。别聚灵，一人王让你们喝了心火酒，现在第3枚梧桐心火就在你们的灵台里。白硕连忙阻止。什么？心火在老子灵台里？木九看向白硕，神色狐疑，你们也喝了酒，你们怎么没事？我和我徒儿还没修成灵台呢。白硕摊手。木九无语，你们没事还不救小爷我？知道，猴急什么？白硕喝住他，却看向众招。阿招，我来救你。我靠，见色忘义啊你！见白硕头也不回，奔向众招的柱子，木九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白硕转瞬来到中招的石柱下，伸手去解困着他的灵链。就在白硕触到灵链的一瞬，那锁链仿佛活了般朝他胸口刺来。阿硕小心！中招面色一变，白硕眼底现出一抹惊恐，一道力量落在白硕腰间，瞬间将他拉离石柱。白硕一个趔趄，也不知是第几次大难不死的落在了小徒弟怀里。好险好险！白硕劫后余生，气都喘不过来。徒儿乖。范月手持银链，板着脸，抱着白硕的手轻抖。中招望着缠在白硕腰间的银链，神色难辨，这少年究竟是谁？若他真是那个人，怎会任由区区一个异人王揉捏？可这法器和相貌，分明就是他。北辰也瞧见了银链方才那惊鸿一瞥的灵光，他微微皱眉，也看向范月。这少年难道是？见白硕拍着少年的头一个劲表扬，北辰心里一阵荒谬，又摇摇头。不可能，堂堂半神，怎么可能做一个半仙的徒弟？喂，你们两个别卿卿我了，救人啊！木九忍不住咆哮。白硕回神，看向范月，木木，你能解开这鬼东西吗？范月看向石柱，摇头，我解不开。你是都没事，怎么就知道解不开？木九大喊，不必是，我知道。范月冷冷开口，木九噎住，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丫头的徒弟除了对白硕还有点热乎劲，看谁都是死人。白硕看向北辰，北辰上君，你可有办法？北辰掌心微动，伸手在鞋链上一触，那邪气犹如烙铁般在他掌心印下伤痕。北辰脸色微白，摇头，这锁链是石柱上的阵法所化，此阵是异人王所布，他已是上军巅峰，除非是和他同等力量的人，不然解不开。上军巅峰？白硕傻眼，整个仙界修成上军巅峰的就没几个，他这时候去哪找？还有几个时辰，梧桐午宴就要结束，金耀一定会准时打开锁灵阵，到时候整个三界都会知道一成出了事。可异人王还敢捉仙妖子弟为祭，他摆明就没想让他们活到梧桐午宴结束。石柱上，中招突然开口，看向范月，带他走，立刻，马上。显然，白硕能想到的事，其他几人也想到了。异人王随时会回来，此时白硕不走，就没有机会了。哎，不行不行，他走了，我们等死啊！木九眼一瞪，慌忙开口，我不走，要走一起走，我一定有办法救你们。白硕愤怒一吼，不停在石柱周边转着。一听白硕这吼声，小狐狸松了口气，还好还好，狐命还有一线生机。白硕，异人王已是上军巅峰，就算你留下也救不了我们，不用无谓送死。北辰见白硕急得直打转，轻叹出声，看向范月，带你师父走，只要你们能在城中藏到明日辰时，就能活下来。走啊！中招根本不看白硕，直直盯着范月，你想看着他死在这里吗？范月皱眉，再不迟疑，抬手就朝白硕颈间打去。他知道白硕就算死也不会扔下中招，这个念头刚从心底生出，范月觉得自己有些难过。手还未落在白硕颈上，白硕突然转头握住了小徒弟半空中的手。木木，我们走。白硕也不多说，拉着范月转身就走。所有人都是一愣，范月眼睛一亮，乖觉得被拉走，看都没看身后三人。喂，死丫头，你就这么走了？木九瞪大眼，咱们好歹也是过命的交情啊。白硕头都不回，木九慌了，喂，你师兄还在这呢。中招沉默地望着白硕的背影，垂下了眼。只要阿硕平安，他能不能活并不重要。阿昭，等我。安静的石殿内，远处一道声音响起，中招抬眼，白硕回头，两人的目光在半空相遇。活着等我回来，我一定能救你。白硕目光坚定，再不迟疑，转身朝石殿外跑去。月色下，白硕踩着脚底的泥土，看着身后的大殿，一阵后怕。那诡异的石殿竟在一王宫100米之下，若不是范月灵犀够足，抱着他飞出，不然他出不了石殿。难怪石殿里没有侍卫戍守，那些灵台碎裂的仙妖子弟，就算醒来也越不上100米。一出石殿，白硕拉着范月藏在一处角落里，从乾坤袋中掏出了龟壳。也不知他从哪摸了些白色粉末出来，撒在了龟壳上。范月一闻，那身满是脂粉气，莫名有些熟悉。这是花大铁蹭在我身上的，我悄悄藏了些。他能接下容仙一剑，10有8九修成了上军巅峰，他或许能解开异人王的阵法。白硕一边解释，一边催动龟壳。自从他追着一王世子离开后，就没出现了。我怀疑他被异人王困住了。这脂粉上有他的气息，龟壳应该能算出他的方位。范月盯着忙碌的白硕有些出神，他这个师傅到底生了几颗玲珑心？明明灵力低微的连个小精怪都打不过，竟还能想着找到异人王女去救中招，真是有意思。
月色下，少年并不知道，他望着白硕的目光不再像以前只有单纯的仰视，甚至带了微微欣赏和打量。突然，他仿佛意识到什么，神色一僵，眉心一阵剧痛袭来。少年用力按住眉心，似乎想把方才心底陡生的念头挥出去。那不是他，可若不是他，又是谁？曾经的自己吗？找到了。白硕掌心的龟壳停下，指向翼王宫最北处的一角，花大铁在那里。白硕转头，小徒弟的脸藏在阴影下，仿佛在颤抖。白硕心底一紧，忙握住他的手。木木，你怎么了？白硕的手带着暖暖的温意，少年抬头朝白硕弯了弯眼。师父，我没事。白硕松了口气，走，去找花大铁。范月颔首，抱着白硕的腰，消失在原地。翼王宫一角有个简单的院落，院落无名，只院中零星几点枯树，枯树旁有个石亭，亭下搭着个简陋的木秋千，木秋千只怕有些年头了，绑着木块的布绳都已泛黄。夜深人静下，花红靠在木秋千上，叼着根野草，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老神悠悠晃啊晃。白硕火急火燎冲进院子，隔着石亭和花红撞了个对眼，两人同时一愣。白硕眼底是惊疑，花大铁却是兴奋。你怎么才来？快，救我出去！白硕上下打量舒舒坦坦毫不设防的小院，却往后退了一步。你用我救？花红一挥手，石亭外一道若隐若现的结界显现。我被异人王困住了，这结界是无照布的，他能劈开。花红指向范月，他能劈开，你不能劈。白硕又朝后退了一步，眼神更警惕。异人王是邪祟乃板上钉钉的事儿，花红毕竟是他女儿。我中了禁灵草，明日午时前跟凡人没什么两样。花红摊手，无奈道：异人王还有这种好东西，他怎么炼制的？白硕忍不住两眼放光。禁灵草是仙妖两族的克星，不过这玩意儿只在千米雪山上生长，有上品血蟒看护，不仅难采，且遇火就碎，极难炼化。白硕灵力低微，凡是能保命的天地灵材都钻研过，对禁灵草可谓如雷贯耳。不对，谁能给你下毒？白硕一顿，是异人王。见花红沉默，白硕突然开口：花红，当年你为什么会被驱逐出一城？花红眯眼望来，关你屁事。不是我要翻你老花家的陈年八卦，异人王把来参加梧桐午宴的仙妖子弟全给抓了，我师兄的命也在你爹手里，他们被你爹的阵困住了，只有你能破开那邪阵，我怎么知道你能不能信？爱信不信。花红轻哼，嚼了嚼野草，瞥了白硕一眼，你要是不信我，就走呗。听见众人被抓，花红脸上毫无所谓。白硕暗骂自己蠢，花红虽然一直跟在他身边，可他是为了保护范月，皓月殿可没有人陷在这里头，以花红的身份，这些人死绝了他拍手称快都来不及。白硕咬唇，看了看身后的范月，突然低声招花红道：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大叫一声？花红一愣，突然朝范月的方向看了一眼，脸色一冷，白硕，你敢？异人王并不知道范月的身份，今夜入一城的仙妖子弟他一个都不会放过。范月神力未恢复，这时候遇上异人王，他也只有死路一条。我有什么不敢？大不了我陪他一起死。白硕抿紧唇，不敢往后看。对不起木木，阿昭不能死，我一定要救他。你，花红做了上百年妖，就没遇见过白硕这么无耻的人。不远处，范月静静看着白硕，好像听懂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他垂下眼，看不清他眼底的眸色。我喊了呀！白硕闭眼，张口就要叫出声。我毁了锁灵阵阵眼。院中，花红的声音打断了白硕。白硕猛地睁眼，却见花红转了身，月色下，他的身影有些萧索。锁灵阵，那不是一城唯一在三界安身立命的法宝吗？花红身为一城王女，为何要毁锁灵阵？一人天生灵脉不通，不能修行灵力，所以一人王并非世代传承，而是以一王剑为令。当年目光剑下一城后，以东海玄灵铁铸了一把剑赐给初代一人王，那剑非千钧之力不能开，从此一城便立下一个规矩，每一代年轻人中，谁能拔出这把一王剑，谁就是一人王。不待白硕开口，花红继续说了下去。可人心岂是一把剑能掌控？一城自闭千年，哪怕是一座三界所弃的孤城，也少不了权欲之心的滋长。花家在一城称王已逾500载，传到这一代，却再难保住王位。为什么？花林天生孱弱，根本拔不出一王剑。花林？白硕一愣，反应过来，花林只怕就是这一代的一人王，花红他老爹。不对啊，一人王明明修成了上军巅峰，离半神只有一步之遥。一个天生孱弱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一城除了花家承继王位数百年，还有一世家为媒，媒家世代肩负着辅佐花家戍守一城的重任，
代代为将。到这一辈时，梅老将军只有一独女，名韩。老义成王为了花家能延续王位，和梅老将军做了一笔交易。什么交易？花家迎梅韩为世子妃，而梅家以梅老将军的灵气献祭世子，为他重塑孱弱的身体。一人并非身无灵气，而是灵脉混乱，当年的花林灵脉杂乱，更甚一般一人老一人王肩负着守护一族的使命。当年一城中唯有梅老将军修治上君，只有他的灵气才能改变花林的灵脉。献祭。白硕想起石殿中那诡异的邪阵，面色一变。难道那石殿就是当年为一人王重塑身体的地方？可他如今已是上军巅峰，为何还要再起邪阵？白硕来不及细想，花红继续说了下去。只是谁都没想到花林太过孱弱，梅老将军一人的灵气根本不够，这术法邪门得很，起了便不能停，否则两个人都要死。为了儿子，老一人王也将一身灵气注入了花林体内。那一夜后，老一人王和梅老将军陨落当场，而花林升至上军，拔出了一王剑，成了新一代一人王。为了维护花氏的荣耀，这件事是两家的心密，知道的不过寥寥数人。不久，他遵循承诺，迎娶了梅韩为妃。后来两人长女降世，传说那女孩天生神力，18岁就拔出了一王剑，肩负着所有一城子民的期望。花林做一人王是100年前的事了，明明这些人都是花红的血亲，可他说起这些100年前的心密，却仿佛在谈论别人的事一般。白硕眨眨眼，盯着花红忍不住感慨，花大铁，厉害呀你！花林得了2个上军的灵气才能拔出一王剑，花红10几岁就能做到，要不是生而为一人，灵脉不通，他简直是个奇才。那只是传说，这世间又有几个传说是真的？当年都说荣先为了昆仑掌门之位杀妻灭子，可真相如何？你在一人冢前也听到了。石亭下，花红淡淡开口：“这是假的。”白硕愕然。一王剑被拔出，有天象显示，既然3界流传，那必是有人感应到，不可能作假呀。也不全假，是有个孩子拔出了一王剑，但不是我。是谁？院里一阵静默，许久花红开口：“花庸。”一王世子。那个傻子。白硕惊的下巴都要掉了。那日在温泉，花庸虽说也有些蛮力，可论修为，比花红可差远了。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一王世子，或者说一族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花红似是陷入了回忆中，看向身后简陋的院落。我身为一城王女，自小变得满城宠爱，性子骄纵，不爱束缚。一次梦遇劫，我偷溜出宫，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受人欺凌的小孩，这孩子父母早亡，身世凄惨，我见他可怜，便将他带回了王宫。花林自来宠我，我想做的事他从来不反对，那次亦然。那孩子性子软绵又单纯，起初我带他回来，只是为了让他陪我玩乐，可日子久了，我与他与其说是主仆，更似姐弟。母妃除了我在无子嗣，十分喜欢他，不仅亲自教他习字读书，还为他取名花庸，连梅家刀法也毫不藏私，传给了他。花红声音一滞，望向了身后简陋的小院。白硕突然明白，当年花庸还不是一城世子时，应该是住在这里。就这样，他在一王宫住了下来，直到我18岁那年，母妃又有了身孕，举宫欢庆，花林也很高兴。可母妃却日日愁眉，因为王公子嗣只要到了18岁，就必须在一城子民面前接受一王剑的试炼，只有拔出一王剑，才有资格继承一王位。一王剑蕴着极强的力量，拔出则为王，拔不出只会反受其势。千年来不知多少一城年轻子弟死在了一王剑的力量下。母妃担忧我，夜不能寐，可她无法阻止我。一人王之位不只是花氏的传承，更是我外祖父用命换来的。我是一城王女，拔出一王剑是我的使命。那时候城中年轻一辈没有人是我的对手，我以为我能拔出一王剑。白硕没有说话，静静听下去。可那一日，一王剑择主，选中的不是我，而是花庸，我母妃也死在了那一日。小院里一时静默。那一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王剑择主，一王妃怎会惨死？那一日，孟玉洁，满城子民的注目下，我试图拔出一王剑，可我连一王剑1米之内都走不进。不进则退，天道常理，一王剑反噬于我。我殒命之时，花庸替我接住了一王剑的反噬。他救了你，我宁愿他从没有救过我。花红的声音冷得似冰，闭上了眼。我宁愿那日我毙命在一王剑下。他替我接下了一王剑，也代替我被震断了灵骨，灵骨之下露出了他花氏血脉独有的印记。老一成王只有花林一子，老王仙逝已久，那花庸还是个孩子，他是谁的子嗣根本不必问。我母妃动了胎气，逼问无照，才知当年那个孱弱的一王世子早就有了心上人，他们两情相悦，互许终身。
他娶我母妃，不过是看在我外祖父用命拥他上位罢了。母妃性子刚烈，如何能受这种辱？没熬过那一夜，一尸两命，含恨而逝。那花庸比花红上小几岁，便是意味着异人王迎娶梅氏后，仍与心上人私会，甚至偷天换日，让幼子藏于王府受王妃教养。瞧花红的秉性，也知梅王妃是刚烈至极的人。异人王去哪了？就算王妃动了胎气，以他上军巅峰，足以护下王妃啊！白硕愤然。花庸断了灵骨，他封闭十殿为花庸续命，我母妃难产当场，撒手人寰。白硕愣住，简直难以置信。花红却转过头，嘴角带着自嘲，有什么好惊讶的？心上人的儿子，自然比旁人来的金贵。冷漠至极的话，却带着彻骨的悲凉。白硕突然明白，或许在异人王带着花庸离去的那一瞬，异王妃已经不想活了。昏沉的月色下，异人王坐在一座墓前。红儿回来了，她长大了，很像你。异人王抚摸着墓碑，饮完最后一杯酒，起身而去，再未回头。母妃死后，花庸成了一王世子，而我失去母妃的庇佑，只是个可怜的笑话。所以一城册立世子的那一日，我闯进了锁灵阵，要不是为了这个该死的异王位，外祖父不用死，母妃也不用嫁给那个人面兽心的禽兽。我失去了所有亲人，凭什么这些人能在这座城里活得好好的？可我失败了，我这个一城王女要毁了一城的根基，异人和花林岂能容我？那一夜后，我被驱逐出了一城，从此我漂泊三界，直到皓月殿收留了我。花红朝梵月的方向看了一眼，看向白硕，所有的事你都知道了，你觉得我会帮异人王吗？木木。月色下，白硕再不多言，只唤梵月。少年手中银链劈下，花红面前的结界应声而碎。白硕从乾坤袋中掏出一个药瓶扔给花红，喽，给你，禁灵草的解药。花红诧异，这玩意儿你也能解？你不是不会炼制禁灵草？不会炼毒，不代表不会炼制解药。你对我的本事一无所知。白硕抬抬眼，轻哼一声，好了，别磨蹭了，快吃解药，跟我去救人。花红一口吞了整瓶解药，顿觉灵台清爽。他们在哪？就在异王宫下面的石殿里。我怀疑异人王想再次用邪法提升灵力，他都已经是上军巅峰了，还搞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活该你不认他。白硕拉着花红就走。我在石殿血池里还看见了那夜咱们在城里遇到的怪物，异人王只怕是疯了，不只要诛尽仙妖两族的子弟，还与邪祟为伍。花红突然脚步一滞，你说什么？血池里是那个怪物？是啊。白硕猛不丁被拉了个趔趄，茫然，怎么了？没什么。花红垂下眼，走吧。远处烛火闪烁，一定是异人王要去启动那邪阵了。白硕心底一紧，拉着花红就要走。走这边。花红朝灯火的方向挑了挑下巴，有条小路可以直接到大殿后。好，你带路。没有谁比花红更了解异王宫，白硕立刻跟着他调转了头。异王宫里犹如迷宫，白硕跟着花红三两下就窜到了大殿后，眼见那灯火还没到，白硕松了口气，朝藏着石殿的入口走去。石殿入口就在这，跟我来。白硕一把推开石殿入口，刚要跳下去，突然眉心被注入一道灵力，整个人僵住，动弹不得。而他身旁的梵月也全身一僵，少年眼神一冷，目光投向白硕身后。白硕背脊一凉，咬牙切齿。花红。花红悠悠走到两人身前，那根野草不知什么时候又给叼上了。哎，别叫，是我。你是异人王的同谋，你刚才说的都是假的。白硕低声咆哮，别把那畜生和我扯上关系。花红翻了个白眼，他毫不迟疑抓起白硕和梵月的衣襟，提着两人腾空一跃，朝黑夜中而去。半空中，眼见自己离异王宫越来越远，白硕瞪大眼恨不得咬死打铁匠。哟，知道你眼睛圆，不用瞪那么大。不愧皓月殿坐下第一狗腿，这埋汰人的损人性子和他主人如出一辙。你既然不是异人王的帮凶，为什么不肯救人？白硕愤愤不平。花红撇嘴，这些人要是死了，仙族必断代100年，对我皓月殿百利而无一害。我为什么要救他们？你不守信用。啧，丫头，你师父没教过你世间险恶吗？妖说的话怎么能信啊？你混蛋！白硕气得双眼通红。对，我混蛋，可谁让你信我呢？花红张狂笑着，几个起落在最靠近城墙的一处。他仰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城门，把两人棍子似的杵在一个角落里。他特意给梵月寻了块木头靠着，毕竟是老大，得供着。再慢悠悠寻了块大石头，老神在坐好，伸了个懒腰。好了，这里离城门口最近，还有1个时辰，梧桐午宴就要结束了。金耀肯定已经发现一城出了事，到时候结界一开，我就带你们走。
管他什么异人王和邪祟，自有金要去收拾，关我屁事。你……花红就像茅坑里的石头，油盐不进，这些活了上百年的大妖，根本不是白硕那点小聪明可以糊弄的。或许就连那些他口中悲凉无比的百年往事，在他心底也早成了碎渣子，拿出来抖落也就骗骗自己罢了。阿昭还在等他，他能死，阿昭不能。白硕猛地抬头，喂，花大铁，多死一个仙人，对你没什么坏处吧？叼着野草哼着歌的花红眼一眯，看向白硕。阴影中靠着的少年也愣愣朝白硕望来。翼王宫下10殿中，仙妖子弟昏睡不醒，北辰中招沉默被捆，只有木九在柱子上上蹿下跳，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也没办法撼动那邪气化成的锁链半分，终于死了心。他朝隔壁平静无波的两人看了一眼，忍不住朝重招喊去，喂，缥缈的，你该不会以为那个丫头还会回来吧？中招眼皮子动了动，没抬眼。一成王敢抓我们，就没想留活口，一成禁灵，就算是金药老儿来了，也破不开一人王的邪阵，他能有什么法子？我看他早就和那个小白脸徒弟跑路了，不过就随口说句安慰你的话，给你留个念想，让你死得安心点。白硕走的时候说的信誓旦旦，但木九并不相信白硕能救出他们，在绝对的力量前，白硕那点小聪明顶个屁用。不过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恶心这些仙人，他爱得很。他说了，他会回来。一直沉默无言的中招抬头，沉沉开口，回来个屁，只有你才相信那丫头的鬼话。木九话音未落，空旷的食店里突然响起脚步声，木九一愣，惊喜大喊，我靠，不会吧，他还真回来了。中招倏然抬头朝食店甬道看去，眼底也不知是期待还是担忧。月色下，一道人影头在地面上，北辰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不是白硕。食店里陡然一静，城墙不远处，夜色悠悠，阴风阵阵，远处有灯笼在高处摇曳，森寒如鬼火。花红皱着眉，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说你带他走，我回去。少年怔怔看向白硕。花红从石头上爬起来，在白硕额头上摸了摸，你傻了，还是疯了？回去什么下场你知道不？死字怎么写？我知道。白硕声音淡漠，定定看向花红，要么你现在放我走，要么我在你面前咬舌自尽，打铁的，你自己选。月色下，少年的手握紧。师父。他喃喃唤了一声，可心急如焚的白硕压根没听见。就算你现在打晕我，强行把我带出城，只要我醒了，我就自己寻着法子死，少说我还能活100年，你总不能就这么守着我100年吧？白硕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花红简直要被气笑了。他可不是第一天认识白硕，在南海城邻里邻居处了几个月，这破烂半仙的脾性他摸得贼透。白硕贪财好吃又怕死，凡人身上那点子渣性他都有，他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白硕竟会用自己的命要挟他，只为了去送死。猪说过白硕不能死，至于原因，猪没说，他也没问。那头猪虽然又懒嘴又碎，既然交代了，就一定有原因。花红至今也不知道店主为什么会失去记忆神力，留在一个半仙身边，可范月真身没回来前，他不敢赌。花红沉着眼，没吭声。两人身旁一直沉默的少年望着倔强的白硕，突然开口，师父，放弃吧，他在报恩，你的命比不上他想救的人。少年一句话石破天惊。白硕一愣，花红眯了眯眼，转头看向范月没出声。救人？你说他弃上百条人命不顾，是为了救人，他救谁？白硕难以置信，打铁匠是人命如草芥，这座他满是怨愤的孤城里，竟然还有他想救的人。少年看向花红，锁灵阵是目光所布，神阵阵眼，神以下，入之必死。你既然入了阵眼，毁阵之心必会被锁灵阵察觉，你是怎么活下来的？白硕一愣，是啊，他怎么忘了这么关键的一环？当年的花红连一王剑的反噬都承受不了，不可能入神阵而毫发无伤，一定是有人救了他。神阵力量强大，在锁灵阵的反噬下救人，那人必付出极大的代价。一人王这100年来一直居于上军巅峰，他没有受过伤，那是谁救了花红？白硕骤然抬眼，脱口而出，是花庸救了你。花红敛了嬉笑的神色。花庸，花庸，白硕喃喃自语，突然浮至心灵，那夜我们遇到的邪祟就是一王世子。花庸的身上和那邪祟的气息一模一样。见花红沉默，白硕知道自己没猜错。原来如此。白硕心中一直隐隐觉得对不上的事全都有了解释。明明花庸100年前的灵骨之强远在花红之上，为何100年后他只是个蛮力大的傻子？当年花庸的存在间接害死了一王妃，花红对他恨之入骨，可昨日在一王宫，他对花庸虽出手狠辣，却并没有杀他。
还有刚才花红明明答应了他去救人，却在听到血池中睡着那怪物时突然改了主意。也许异人王重启邪阵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儿子。你不肯救人，是为了花庸。石殿里的邪阵是异人王为他所设。白硕看向花红，猜测道。一声叹息响起，花红有些无奈地瞥了范月一眼，我真是谢谢你了，祖宗。少年对花红的无语半点反应都没有，他只想安静地待白硕离开，可他那师父放不下重招，他便只能戳破花红真正的意图。他救了我3次，我欠他一条命。花红把嘴里嚼成渣的野草朝地上一吐，伸了个懒腰。3次？不是只有一王剑和锁灵阵的反噬，怎么会是3次？我被锁灵阵神力所伤，虽然活了下来，却灵骨尽碎，花庸把他的灵骨给了我。花红说的云淡风轻，白硕瞳孔一缩，震惊无比。一人不能修炼灵力，唯一变强的方法就是修炼灵骨。不用这么看我，当时要是我是清醒的，宁愿死也不会要他那复破灵骨。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1城之外了，什么都没有，没家人，没身份，除了花庸留在我身体里的灵骨。失了灵骨根本活不长久，要不是这次阴差阳错回1城，我以为花庸早死了。异人王8成是用了什么邪术，把花庸变成那副鬼样子，才让他活了下来。既然花庸活了下来，异人王为什么还要拿2族子弟为祭？就算他替花庸重塑了灵骨又如何？死了这么多人，难道仙妖2族会放过1族吗？花红看了白硕一眼，丫头，你明明聪明绝顶，怎么如此天真？你觉得当1城再也没有人能拔出一王剑的时候，1族还有希望吗？不是还有锁灵阵，只要有神阵在，就没人能闯进1城，1族足可自保。那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活着，有什么意义？花红淡淡望来，白硕一愣，想起异人王在大殿上曾说过的话，一人为3界所弃，在这座孤城里困守了1000年。花林已经老了，我背弃了1族，花庸是1族唯一的希望，他怎么可能让他唯一的儿子这么半人半鬼的活着？花庸的伤，就算是花林以命换命也救不了，只有用上100个仙妖子弟的内丹和梧桐心火为祭，才能让他真正重塑灵骨。不只是重塑灵骨。一旁，范月突然开口，他看向花红，目光清冷，异人王想造神。什么？白硕瞳孔一缩，木木，你说异人王想干什么？诛杀2族子弟，意味着1族将与3界宣战，就算是让花庸塑了灵骨，一个新的异人王也庇佑不了整个1族，只有神才能做到。让花庸成神，这才是异人王的计划。白硕骤然转头看向花红，迎上花红冷静的眼，心底一阵冰凉。他这才明白范月那句没有用的真正含义。花红设了1族的身份，可他根本就没有舍弃异人王女对1族的责任。1000年困守，1族能正大光明地行走在3界，不被唾弃，不被鄙夷，不被随意杀戮，也是他所愿。他不会帮异人王，可也不会阻止他，不，这是错的。就算花庸成神，也只是个邪神。白硕急急开口，什么正神邪神？丫头，你们仙族口口声声正道邪道天道魔道，1000年前1族被屠杀的时候，难道他们是邪魔吗？不过是生而为异人罢了。花红眼底嘲讽，白硕哑口无言。许久，他垂下头开口，打铁匠，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想守护的，我只求你让我回去。就算我阻止不了异人王，可我不能抛下阿昭。他怎么敢？他明明答应过他，绝不会扔下他。那个中招比他的命和对他的承诺还重要吗？少年愤怒的目光落在白硕身上，白硕心底一颤，不敢看小徒弟的眼。城墙下一阵诡异而无声的静默，突然一只手拍在了白硕肩上。白硕低着头，声音闷闷，木木，师父不能带着你了，以后你好好跟着花大铁，他不会害你的。师父穷，以后逢年过节的时候，记得给师父和你师伯烧烧纸，师父在下头会记挂着你的。说些什么鬼话？范月本来眉头皱得死紧，突然神色一凝，看向白硕身后。白硕越说头越低，阴风扫过，一股腥臭味窜进白硕鼻尖，他无奈转头。都说了让你好好洗洗，以后师父不在你身边，你要……在看清身后那东西的瞬间，白硕双眼瞪大，瞳孔骤缩。夜空朗朗，10来道灵光仿若流星划破天际，落在了1城外，正是金耀等人。仙族除了大泽山，2山6府掌门皆在，天宇和胡族长老长火收到消息也赶了来。千里星辰下，唯有这蛮荒孤城的上空是一片黑暗。金耀先坐，1城到底发生了何事？长火怒声质问。木九是胡族少主，更是除了胡族族长外唯一的九尾狐，他一人之身关系着胡族的未来。有邪祟冒云霄子弟入了1城。邪祟？异人王何在？
城中有目光留下的锁灵阵，邪祟入城，异人王怎会不知道？他为何不报？本座无法感应到异人王的灵犀。金耀沉声开口，众人脸色一变。什么？连金耀都感应不到异人王？异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仙座，还请速速打开锁灵阵。昆仑掌门连忙开口。打开锁灵阵的钥匙就在金耀手中，若非异人王将开启神阵的权限给了金耀，他们也不会放心让自家子弟踏进被禁灵的异城。只见金耀掌心一动，一块泛着金色神光的龙鳞现于身前，他将龙鳞朝异城上空抛去。去！一道灵力循着他掌心落在龙鳞上。开！金耀一声轻喝，龙鳞散出神光，直直落在异城城门上，城门上现出一道小小的金色龙阵，龙鳞飞入龙阵正中，化为金龙幻影，龙影在阵中翱翔长啸，异城城门被缓缓打开。异城打开了，众人神色一松，突然城门上的龙阵开始倒转，阵中心竟现出一方诡异的漩涡，漩涡中一柄剑飞出，将龙影死死定在了龙阵正中。不好！金耀神色骤变，飞身朝城门而去，但还是晚了。金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瞬间爆炸，恢宏的神力在异城上空散开，离得最近的金耀被这股力量震得倒退数步。凤弦飞身而起，瞬间出现在金耀身边，和他一同拖住了这股神力。夜空之下，一道巨大无比的金色阵法将整个异城笼罩，威严的龙吟响彻旷野。这就是目光陛下留下的锁灵阵。云霄掌门望着眼前的金色龙阵喃喃道。不！金耀脸色苍白，这是诸神阵。木木！城墙下，一双死气沉沉的手倏然朝白硕脖子中插去，白硕一声尖叫，恐惧地闭上眼。触到白硕颈间的手被横空斩断，白硕被人朝后一甩，趔趄了几步落在了花大铁身边。花大铁在他身后，那就他的。白硕一转头，只见少年手持银链拦在方才袭击他的东西前。我靠祖宗你疯了，伤灵脉也要解禁治救他。花大铁脸色铁黑，忍不住喊。白硕急忙转头看去，少年唇角溢出一丝血，触目惊心。木木！白硕心底一抖，来不及开口，花大铁惊讶的声音响起。这是什么东西？与此同时，翼王宫下石殿中，异人王手握石剑悬于血池之上，那石剑上闪烁着强大的黑色气息。忽然那气息化成无数道利爪扑向了殿中的仙妖子弟，利爪化为邪气窜入众人眉心，痛苦的哀嚎声响遍石殿。只见无数道灵气从众人额心灵台处被抽出，延绵不断地朝血池中涌去。城墙脚下，白硕呼吸一滞，终于瞧清了方才袭击他的怪物。那仿佛是个人，只不过那人七窍流血，面色惨白，双眼血红，一根根青筋爆裂在皮肤上，断裂在地的指尖也泛着乌黑的邪气，这竟然是个邪气满溢的异人。那异人正举着断裂的双臂，佝偻着身体，畏惧地朝范月低吼。异人！白硕一怔，只见那异人咆哮一声，再度举着双臂朝范月扑来。木木小心！白硕着急大喊，范月银链斩下。等等！花红脸色一变，想要阻止，但异人的双腿已被范月齐膝斩断，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花红连忙将那异人扶起，去探他的手腕。突然，倒在地上的异人竟腾空扭转脖子，张嘴朝花红咬来。腥臭的邪气扑鼻而来，花红瞳孔一缩，暴退数步，一旁银链再度斩下，一颗头颅掉在地上。那异人瞪大眼，明明已死，嘴径还在不停闭合，发疯一般噬咬。连花红也被这一幕惊到，脸色难看至极。木木！白硕动弹不得，小声唤着小徒弟，也不知怎地，平时对范月呼来喝去惯了，今日倒格外气短。少年没有转身，一道灵力自掌心挥出落在白硕额心，禁制被解。白硕周身一轻，跑到小徒弟身后。木木！白硕再唤，范月没有理他。白硕搔眉耸眼，不敢出声了。他答应过小徒弟绝不抛下他，可他是去送死，总不能还搭上小徒弟的命啊。他的徒弟金贵的很一旁，花红低身去翻看那一人尸首，范月冷冷阻止。别碰，他身上的邪气能吞噬灵魄。花红一怔，连忙缩回手。范月虽失了记忆，但他开口必不会错。世上竟有邪气能吞噬灵魄。白硕好奇，上前走了2步，手臂却被小徒弟拉住。白硕一喜，刚想开口，范月木着脸转过了头。白硕眼神一暗，忍不住看向花红。花大铁，怎么会有一人染了邪气？花红摇头，刚想开口，类似野兽的咆哮突然低低响起，那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仿佛无处不在。什么声音？白硕朝四周看去，黑暗中他什么都看不见，但一股更浓烈的腥臭味传来。花红皱眉，范月手心聚起一团灵力朝半空一挥，
灵力炸开，三人周围霎时亮如白昼，也照亮了整个街道。白硕抬头一望，背脊一凉，汗毛都竖了起来。只见一城的街道上，不知何时竟站满了身缠邪气的异人，成百上千，密密麻麻。那些异人神情呆滞，在灵光亮起的一瞬，骤然转身咆哮着朝三人扑来。妈呀！白硕一声尖叫，还没回过神，范月和花红同时朝扑来的异人挥出灵力，异人被击倒，却如刚才一般拖着支离破碎的身体再度爬起，朝三人扑来。走！花红冷喝一声，一棍扫出，异人群一滞，借着空隙，范月抱着白硕的腰腾空而起。半空中，白硕的脚被猛地抓住，他低头，竟有异人飞起，想将他拉了下去。啊！木木！银色灵力闪过，抓住白硕的手被银链斩断，白硕像个八爪鱼一样紧紧抱住了小徒弟。又是一阵腥风袭来，更多的异人腾空而起，朝范月咆哮而来。花红也被困在了街道上。范月悬在半空，手中银链染满鲜血，宛如煞神，可发狂的异人一点都没减少，不断从街道屋舍中涌出，扑向三人。望着宛若失群的异人，连范月都变了脸色。木木，去那里！突然，白硕指向一处，大声喊。白硕指的是一城城墙，也不知为何，发狂的异人在城中肆虐，却没有一个敢靠近城墙边。范月一道灵力挥出，抱着白硕腾空一跃，落在了城墙上。狂乱的异人扑向两人，却在靠近城墙的一瞬齐齐停住了脚步。白硕看着城墙下不断嚎叫却不敢靠近的异人，忍不住惊讶，他们为什么不敢上城墙？一城的城墙是目光的一片龙鳞所化，墙上有龙鳞气息。浑身是血的花红落在城墙上，朝两人走来。金龙能斩三界邪祟，难怪染了邪气的异人不敢靠近。这些异人到底怎么了？白硕看向花红，花红脸色苍白，摇头，我不知道。他们被邪气侵蚀，掏空了灵魄。范月收起银链，朝城中望去，只怕城中所有异人都中了邪气。难道是异人王？白硕脱口而出，他那个什么造神阵，未必还要异人的灵魄。不可能。花红脱口而出，花林是异人王，他不会拿整个异族献祭。城墙上一阵沉默，如果不是异人王，还有谁能在一夜之间让一城子民变成这个鬼样子？就在三人相顾无言之时，城墙下浑浑噩噩的异人突然一阵骚动，疯狂朝一处奔去。白硕指向一处，你们看，街道上一个妇人正抱着个孩子在狂奔，身后无数异人向他扑来。是我们昨天救的小秋瓜大婶快！木木，救人！不待白硕开口，一旁的花红已经跃下了城楼。他几个起落杀进一人群中，拧起那妇人和他怀中的孩子，腾空一跃回到了城墙上。妇人惊魂未定，一见三人面色一喜，白硕连忙上前就要询问，范月却突然将他朝身后一拉。等等！范月声音未落，妇人怀中的孩子突然挣脱了他，咆哮着朝白硕冲来。范月眼一冷，手中银链就要朝霍儿斩下。不要！妇人一把将儿子拉回，快速将他双手绑住，护在了身后。先尝手下留情，霍儿还有神智。三人看去，只见霍儿小脸通红，浑身泛着青色，可他一边狂乱地用头狠狠磕着城墙，一边痛苦地叫着娘。白硕立刻从乾坤袋中掏出一张定身咒，拍在霍儿身上，霍儿眼一闭，朝地上倒去。妇人连忙将孩子抱在怀里。到底怎么回事？城里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花红低声急问。我也不知道。妇人满眼恐惧，今日本是孟玉节，我们原本都要去王宫庆贺的，可王上突然下令让我们待在家里，不准出来。我哪儿也没去，一直和霍儿在家里。方才霍儿发了狂，我以为他又犯病了，想带他去义王宫找你们看病，哪知一出门才发现城里的人都疯了，见人就咬，霍儿也变成了这个样子。妇人抱着儿子茫然无措，一抬头看见花红的脸，突然目光凝住，激动地唤他。殿下，你是红殿下。花红离开一城虽100年，可他这张脸洗去了脂粉，也只是比年少时多了几分冷峻和淡漠罢了。殿下，救救霍儿，求您救救霍儿。妇人抓住花红的手，仿佛抓住了最后一丝救命稻草。花红倏然朝白硕看来，目光落在他腰间的乾坤袋上。我只会治病解毒，不会驱邪气呀。白硕急道。花红脸色一白，突然开口，为什么他没有被邪气所侵？少年明明没有恢复记忆，可花红却毫不犹豫看向了范月。白硕这才反应过来，整个一城，小秋瓜大婶是唯一没被邪气所侵的人。他身上有容仙的印记，仙灵庇佑，可护灵台。花红一愣，想起那个日日在妇人酒肆里讨酒的老人，眼底一热。
就在这时，妇人怀中的孩子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护儿浑身颤抖，邪气从胸口而起，直朝眉心而去，一抹透明的灵魄仿佛要撕裂他的额心而出。不好，那邪气要夺他灵魄！白硕急道。眼见着邪气就要侵入眉心，花红再顾不得转头朝范月大喊：店主！在花红哀求的一瞬，范月眉心一痛，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挣脱他的意志而出，少年身形一颤，用尽全力死死握住银链，倚靠在城墙上，冰冷的朝花红望来。无论他是谁，他只想做白硕的徒弟。容仙，容仙！一旁全神贯注盯着霍儿的白硕没注意到花红和范月的异常，突然眼睛一亮，我有办法！就他三人齐齐朝白硕望来，只见他解下乾坤袋，手忙脚乱拿出个东西，那东西金光闪闪，灵力纯净，竟是容仙那颗被他们收服的金丹。容仙前辈的印记既然能庇佑小秋瓜大婶，那这颗上军巅峰的金丹应该也能驱除霍儿体内的邪气。白硕一边说着，一边毫不犹豫将金丹放进了霍儿嘴中。金丹入体，纯澈的灵气瞬间在霍儿体内游走，只见无数道黑色邪气从他指尖溢出，咆哮着消散于空中。孩子不再痛苦嘶吼，青子的脸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果然有用！白硕大喜，花红也松了口气。妇人见儿子好转，满脸激动，刚要开口，突然一阵地动天摇，他们站着的城墙竟开始剧烈抖动起来，龙吟之声响彻天地，一道夺目的金光霎时爆炸开来。花红连忙将妇人母子护在身下，白硕整个人被冲飞出去，范月飞身上前将白硕护在了怀里。光芒散去，城池恢复宁静，众人抬头，只见一座恢宏的金色大阵竟现出实体，将整个一城罩在其中。白硕看得目瞪口呆，这又是什么玩意？这是禁灵阵。一旁花红望向那巨阵，喃喃开口：不对，他曾经入过禁灵阵阵眼，神阵力量柔和，可如今这座金色大阵却满是杀意。天火！城墙上一道淡漠的声音突然响起，白硕和花红同时一僵，转过了头。一城外，一众仙妖掌门望着那金色大阵，眼底同样惊愕。诸神阵！小小一个一城，怎么会有诸神阵？云霄掌门喃喃开口：千年来，自上古神界关闭，下三界中早已无神，就连掌管九重天宫的金曜也只在半神之境。虽三界传闻皓月殿殿主范月已至半神，可这也不过是传闻，至今无人见识过他施展神迹。有人扭转了锁灵阵的阵时，将这座守城的护阵变成了诸神的杀阵。金曜沉声开口：谁做的？难道是一人王？长火怒声道：不是他。金曜神色难看，诸神阵一旦大成，阵中所有生灵连同阵外千里皆会化为飞灰，一人王和数万异族人皆在城中，他没有这么做的理由。况且扭转神阵阵时至少需要半神之力，凭他做不到。半神？先是邪祟混进一城，现在又凭空出现了一个藏在暗处的半神。三界平静了几百年，这一闹腾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祸端？诸位放心，锁灵阵毕竟是目光陛下留下的神阵，神阵有灵，就算那人扭转了阵时，也无法摧毁目光陛下留在阵眼中的龙魂，他开启不了诸神阵。众人一听，神情一松。未必。一直沉默的凤贤长老突然开口：先座，两族子弟聚在城内，若以两族子弟为计，那也不够，若是再搭上整个一族呢？凤贤沉声开口，金曜脸色微变。就在此时，金色龙阵光芒大作，阵中龙吟不止，遮天蔽日的黑色死气覆盖了整座大阵，邪气覆盖大阵的一瞬，正是范月唤出花红妖君明会之时。城墙上，白硕怔怔转头，难以置信地看向身旁的小徒弟。只见范月半跪于地，脸上带着一丝痛苦的挣扎，眼底却平静冷漠的骇人。望着这双眼，白硕呼吸一滞，心底不知为何狠狠一疼。木木，他轻声唤他，可半跪的少年恍若未闻。店主，您终于醒了。花红激动地朝范月奔来，半跪于他身边。阻止一人王，他血祭的是诸神阵，仙妖两族子弟和一族都是祭品。什么？花红脸上喜悦未及，神色震惊。白硕根本听不清范月在说什么，他只是茫然地看着少年冰冷的眼，只剩下无措。店主！一道惊喝声响起，白硕本就心神不宁，被这么一震，整个人朝后倒去，一双手揽住了他的腰，紧紧把他抱在了怀里。师父！小徒弟低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白硕突然一把挣开范月的手，望向他。木木！白硕声音在颤。是我。少年点头，目光纯澈。白硕突然一巴掌拍在少年肩上。谢天谢地，吓死我了！
白硕低头大口喘着气，还好还好，老命保住了。突然白硕像是想起了什么，整个人一惊，转头看向花红。大妖怪方才说这玩意是什么？诸神阵。花红吐出几个字，在霍尔姆子头上布下一道灵力护罩，突然头也不回朝半空跃去。你们留在这儿，我回翼王宫。木木跟上。白硕毫不迟疑大喊，少年身形一顿，没有像往常一样。木木，阿昭还在翼王宫。白硕转头，神色焦急，小徒弟不再迟疑，揽住白硕腾空而去，朝花红追去。翼王宫石殿下，血池翻涌，黑色邪气将血池笼罩。无数灵气自仙妖子弟额心涌入血池中沉睡的花庸身上，花庸整个身体缓缓膨胀，身躯比原本大了3倍，能感觉到他体内的灵力在不断攀升，眼见着已是上军巅峰。一人王眼中难掩激动，只差最后一步了，只要庸儿吞了北辰4人的灵魄，他就能一步成神。一城外，金色龙阵突然光芒大作，一道黑色龙影缓缓成型，龙尾卷起漩涡一样的罡风朝四野而来，罡风所到之处，万物化为尘埃。金耀等人首当其冲。不好，诸神阵要大成了！金耀和一众仙妖掌门迅速化起一道结界，将罡风挡住，但那龙影越来越强大，成型的力量一次次冲撞着结界，绝不可让诸神龙魂破出结界，否则千万蛮荒生灵必将毁于一旦。先坐，目光陛下的龙魂岂是我等可挡？云霄掌门大喊。目光可是远古龙神，又曾主宰3界6万载，他的龙魂比一般的神之力更强数倍。既是诸神，一城必有神在，只要他能阻止诸神阵成，就还有一线生机。金耀沉声大喝，龙魂咆哮而来，众人面色一凛，齐齐将全部灵力注入结界中。众人身后，天羽翼毫不吝啬妖力，似乎也倾尽全力。据新诸神阵的众仙没有察觉，冷泉公主眼神空洞，仿若一副空壳。结界的另一端，100米上空处，天羽立于云端，茯苓见金耀竖起结界，微微皱眉。公主，要是金耀破了诸神阵，慌什么？目光的龙魂，别说这些仙人了，就算金耀以半神之躯现在入神，也挡不住龙魂全力一击。天羽眼露嘲讽，一旦龙魂真正苏醒，诸神阵成，范月必死无疑。茯苓噤声，眼微微垂下，望着脚下的一城，瞳孔一缩。众招还在城中，诸神阵成，他也活不了。3界之内，只有范月配做本尊的对手，今日他陨落于此，本尊要亲自送他一程。天羽抬手一挥，一方水镜现于2人身前，映出了石殿中的光景。石殿中，一人王举起石剑，他几乎将所有灵力注入石剑中，瞬间，本是壮年模样的一人王白发顿生，面容苍老。而一王剑化为4把，直指向石柱上的4人。北辰中招脸色微变，木九愤怒大喊：一人王你敢，狐族不会放过你的！为了一族，本王可诛天，可灭地，何惧你一个狐族？一人冷冷开口，手一挥，4柄飞剑朝4人额心刺去。没有人看见石柱上一直沉睡的南婉突然睁开了眼，他被反捆的手心凝出一团黑气，一人王身后似有寒光闪过。就在这时，住手！石殿入口，一道怒喝响起，一棍自半空飞来，将4柄飞剑齐齐拦在半空。灵光一闪，花红护在了4人身前。南婉眼神一变，手中黑气消失，再度垂下头。花红望着垂垂老矣的一人王，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红儿看见花红一人王面色亦是一变，脸上现出薄怒。你要为了这些人与一族为敌？花林，你被骗了，这不是造神阵！花红怒喝。造神？造什么神？石柱上被当作祭品的3人神情各异，木九惊骇大喊：打铁的，你这疯子爹究竟要干什么？快把这邪阵给破了！别吵，想活就闭嘴！花红一句喝下，木九聒噪的嘴立马闭上。一人王静静盯着花红，难掩失望。你既然知道我要做什么，就该知道庸儿成神是一族唯一的希望。失去这次机会，我一族再无重见天日的一日。红儿，当年一切错在我，庸儿无辜，你的怨愤不该落在他身上。花林竟以为他阻止花庸成神是为了一己私怨，花红怒极，懒得和他多说。到底是谁让你诛杀仙妖，献祭进灵阵？一人王神色一变，却不答。走，离开一城，你早已被本王逐出一族，今日一族所做的一切，无论成败，与你无关。糊涂，你知不知道整个一族的灵魄都被那邪祟给夺了？那人是想利用你扭转进灵阵的阵时，化神阵为杀阵，一旦阵中龙魂苏醒，所有人都会死。不可能！一人王牵引着4把石剑的手一致，缓缓摇头，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夺了整个一族的灵魄。你
见异人王不信，花红气急。就在这时，血池中的花庸断了灵犀的供给，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鲜血自他七窍流出，凝聚在周身的邪气仿佛要散开。庸儿！异人王脸色一变，再不迟疑，怒吼一声：吴兆，拦住他！角落里，吴兆腾空而起，一剑将花红的石棍劈开。趁花红被吴兆缠住，异人王手一挥，4把石剑再次朝石柱上的北辰4人而去。花林！花红一声怒吼，却来不及阻止。在飞剑刺中4人额心的一瞬，银光闪过，一束银链横空斩下，将4柄飞剑再度挑飞。灵光一闪，范月悬于半空，冷冷凝视异人王。异人王看清范月手中的银链，脸色一变，脱口而出：你是？我去！厉害呀！一旁木九目瞪口呆，要不是他双手被绑，简直忍不住要鼓掌。异人王可是上军巅峰，范月竟能抗住他的一剑。异人王，花红没骗你，整个一族的灵魄都被夺了。石殿入口，白硕现身，急急跑来，他们就在石殿里。荒谬！异人王皱眉，死丫头，你终于回来了！快救我！木九激动大喊。闭嘴！哪那么多废话！白硕简直想啐这聒噪的狐狸一脸，木九接连被喷，委屈巴巴闭上了嘴。阿硕！中招平静的眼终于有了波动，眼中焦急。白硕却顾不得安抚，连忙朝范月大喊：木木，破开血池里的邪气！范月毫不迟疑，银链翻飞，斩向血池。而敢！异人王脸色微变，一王剑脱手而出，就要阻止。异人王，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荣仙前辈的金丹已经羽化了吗？我拿他救了小秋瓜大婶的儿子。白硕突然大喊，异人王一顿，就这么一分神，银链终于斩断了血池上萦绕的黑气。突然，无数凄厉的哀嚎自血池中发出，响彻整座石殿。殿中众人一惊，定眼朝血池望去，只见成千上万的异人灵魄在血池中翻涌，血池不断将灵魄吞噬，化作了一道道黑色邪气。石殿中困着众人的邪气，竟就是这些异族子民的灵魄所化。一旁打斗和吴兆和花红也停了下来，怔怔望着血池。异人王，你居然拿整个异族给你儿子炼神，你疯了！饶是木九嘴碎惯了，这时也不忍看血池中的惨景。血池旁的异人王神情僵硬，满眼难以置信。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异人王望着手中的一王剑，浑身一颤，王剑落在了地上。王上，他骗了您，这不是造神阵。吴兆一脸苍白，喃喃开口：谁？到底是谁让你们逆转了禁灵阵阵时？花红怒喝。是。吴兆正要开口，突然一道黑色灵力落在吴兆胸口，吴兆一口血吐出，朝地上倒去。吴兆叔！花红奔向吴兆。就在这时，异变陡生，一道黑色邪气化为匕首，直刺向异人王背后。石柱上一直垂着头的南婉嘴角一勾蠢货，几个仙妖子弟怎么可能成为诸神阵的祭品？真正的祭品是整个异族和与禁灵阵眼相融的异人王。只要诸神阵成，龙魂苏醒，杀那人立下奇功，他必是主人座下第一人。匕首穿胸而过的声音响起，石柱上南婉嘴角才扬到一半，却骤然僵住。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穿胸而过的铁棍，一口血从口中喷出，整个人被石棍从柱上一棒子敲落，轰然砸在了地上。血肉模糊的南婉抬头，露出了一张狰狞的脸。原来是你！白硕脱口而出，他神情虽惊讶，却不意外。不远处，范月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异人王身后，手中握着那把邪气所化的匕首，只见他轻轻一捻，匕首瞬间化为飞灰。白硕抛出乾坤袋，大喊一声：木木，大铁！带出霎时飞出上百张符，范月和花红挥出无数道灵气，牵引符咒朝殿内昏迷的仙妖子弟飞去。这些符咒落在众人身上，他们额间的灵气被阻断，不再输向血池。血池中悲鸣的异人灵魄不再哀嚎，悬在血池上空的花庸也如断弦的风筝落下。异人王飞身而起，接住花庸落在地上。白硕立马掏出一粒药丸塞进花庸嘴里，怪物模样的花庸竟瞬间恢复人身，体内邪气骤空，宛如凡人。庸儿，王上不用担心，我为庸殿下吃的是清心丸，他体内的邪气不过是个幌子，他中了妖毒才变成这样，这座诸神阵真正的祭品是你。异人王一愣，冷冷看向地上那血肉模糊的一团。一城外，大阵中即将凝聚成型的龙影突然发出一声哀嚎，结界中罡风的力量一弱。众人抬头，惊愕地发现那黑色龙影竟在缓缓消散。众人面色一喜，云霄掌门忍不住问：仙座，怎么回事？有人阻止了龙魂苏醒。石殿中，花红挥出一道灵力，石柱上邪气被斩碎，
北辰三人落在地上，木九使劲在地上蹦跶2下，一脸的劫后余生。这桑师兄，仲昭身形不稳，被白硕扶住，他脸色苍白，望着地上的人，神情震惊。化身南晚混进一城的邪祟，竟然是缥缈弟子这桑师兄。木九瞪眼，他是缥缈弟子，老子就知道仙族没一个好东西。仲昭神色一冷，这桑勾结邪祟，已经被掌门师叔打碎灵台，逐出师门了。他看向这桑，你是如何逃出寒冰洞的？阿昭，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一个小小的寒冰洞可困不住他。白硕声音淡淡响起。花红走过来，一脚踩在这桑背上，只听得骨头寸寸碎裂的声音咔嚓响起，这桑一声哀嚎，瞬间出气多进气少。木九一下蹦得老远，碧花红犹如煞神。我的妈呀，这个异人王女也忒凶残了。你猜得不错，她果然就是埋在一城的暗棋。花红看向白硕，眼底头一次带了些真诚的钦佩。半炷香前，就在花红一脚踩进石殿通道之时，范月带着白硕赶到，等等。白硕拦住花红，花红满脸煞气，你来干什么？不是让你们留在城墙上？那人能哄骗异人王至今，难道他就没想过，一旦异人王发现一族灵魄被夺，临阵倒戈，谁还能帮他开启诸神阵？花红理智烧回，你是说，我不知那幕后邪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石殿里一定有他的人，我想我知道他埋的暗棋是谁。是谁？白硕低低说出个名字，花红一愣。还有，我曾在缥缈典籍中看过，要逆转神阵阵时，必须先毁了阵眼。我怀疑祝花雍成神就是个瞒骗异人王的幌子。当年你不是进过禁灵阵，这座阵的阵眼究竟在哪儿？只要我们能保住阵眼，自然就能阻止禁灵阵变成诸神阵。花红骤然色变，看向白硕。每一代异人王就是神阵阵眼。石殿中，白硕看向这桑挑了挑眉。异人王是上军巅峰，3界中能杀他的有几个？你肯定不行。所以你唯一的机会就是以异王世子为饵，只有在异人王助世子成神之时，才是他最虚弱的时候。木九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终于回过味来，眼一瞪，你是说闹了半天，我们就是个诱饵？异人王才是这个破阵的祭品。准确的说，除了异人王，还有一族。杀了异人王，只能毁掉神阵阵眼，唤醒龙魂，这些染了邪气的异人灵魄，才是驱使龙魂的神之力。一人弱小，可当一族灵魄之力凝聚在一起时，能抵半神。这就是金曜百思而不得解的半神之力。一城外上空，天宇望着水镜中奄奄一息的这桑，轻声一哼，废物。他目光在白硕身上一落，勾起了嘴角。想不到仙族竟有这么聪明的丫头，能看穿本尊的谋划，她可比你说的那个中招对本宫胃口多了。茯苓剑诸神阵的最后献祭被破坏，中招性命的宝，心底一喜，面上却露出一抹怒意。公主，这桑果然不堪大用，坏了公主大计。他一个弃族，有什么资格坏本尊的计划？天宇淡淡朝茯苓一瞥，你不会真以为本尊就指着这么个废物杀死范月吧？茯苓面色一变，连忙转头望向水镜之中。天宇似是没看见茯苓脸上的担忧，眼底露出意味深长的诡谲。毁尽一族只是为了开启这座邪阵。白硕说完，殿中所有人心底都忍不住一寒。木九咽了口水，指向地上碎得不成人形的这桑，就这么个玩意儿，搞出这么大的事。一直沉默的这桑突然阴沉沉看向白硕，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真正的南晚的？诸神阵大成被毁，白硕也松了口气，他看向北辰，这还要谢谢北辰上君。北辰？木九嘟囔，不可能，这家伙原本就是仙族，连我都没看出他身上的邪气，我不信北辰比我的眼睛还毒。再说了，南晚平时就这么个德行，没破绽啊。昆仑剑修看向地上的这桑，突然想到了什么，缓缓开口，化坚石。不错，就是化坚石。白硕点头，化坚石是3界唯一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炼器，论珍贵，并不输于梧桐心火。这么重要且只能使用一次的救命宝物，一定是云霄至宝。身为云霄首徒，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算命半仙，在南海城耽误1日时间，以致耗损掉那枚化坚石？白硕看了一眼身旁的小徒弟，除非你来南海城是为了用这枚化坚石换更重要的东西，你既然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为什么还要跟我来一城？这桑怒吼，所有人齐齐看向白硕。别说这桑了，他们也好奇，哪有人明知是坑还偏往里头跳的？白硕还真是无辜，摊开手。阿昭入一城参加梧桐午宴，不跟着你，我怎么进来帮他？白硕说的理所当然，这桑差点吐血。他以为自己螳螂捕蝉，却没想到这破烂半仙从一开始就黄雀在后。
阿硕，众招神情动容，白硕身后的少年却目光一暗，垂下了眼。我什么我？不过一开始我只知道你另有所图，要是早猜到你要干什么，说什么我也不会带。白硕声音一滞，眼底有自责。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地上本垂着眼的这桑突然开口，他那双藏在污血中的眼睛变成了诡异的黑色，望着白硕竟带着好奇和探究。范月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皱眉朝这桑望去。知道。白硕没发现这桑的异常，这是诸神阵，连一人王也不过上军巅峰，既要诸神，我自然猜到你真正想杀的人是谁。白硕向来玩世不恭的脸也带上了一抹冷意。直到我知道这座城里有一座即将苏醒的诸神阵，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南海城，又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小小半仙甘愿舍掉化奸时，因为整盘棋中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你背后的主子想杀的人带进这座城中。白硕说完，众人齐齐看向白硕的方向。木九整个宛如雷劈，朝白硕脱口而出：不是吧，他要杀的是你，你是神？我去，我眼没瞎吧？石殿里一阵安静，白硕无语，到底是谁说狐族少主聪明绝世的？传言果然不能信。木九嚷完才发现众人望的并不是白硕，而是他身后的那个少年。木九眨巴眨巴眼，嘴张大：算命的，你说的不会是你徒弟吧？本尊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聪明的人了，难怪堂堂的皓月殿主，妖界半神，会跟在一个半仙身边。低沉的笑声突然从身后传来，众人倏然回头，不知何时已经灵台碎裂，四肢尽断的这桑竟悬在了半空，他悠悠盯着白硕，瞳中一片漆黑。你这么聪明，倒让本尊有些舍不得杀你了。那这桑嘴角一勾，突然朝白硕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不如你再猜猜，本尊要杀皓月殿主，真正的暗棋到底是谁？这桑一句说完，突然头颅横空折断，滚落在地，他双眼瞪大，死不瞑目。白硕脸色一变，就在这时，异变陡生，花红如断弦的风筝被一掌拍飞，而他那根从不离手的铁棍被人握在手中，活生生插进了一人王胸口。众人惊愕回头，一直昏睡在地的吴兆不知何时站在一人王身后，一只手插进一人王胸口，掏出了一颗血淋淋的内丹，那内丹中竟沉睡着一只金色小龙。众人目光一凝，金龙！木九脱口而出。目光的金龙之身怎么会在这儿？那不是目光本体，千年前目光以2片龙鳞布下禁灵阵，一片化作了城门口的龙魂，一片化为阵眼龙身。范月开口，不愧是皓月殿主，果然见多识广。木九竖起拇指。少年一愣，皱眉，隐隐的他觉得这并不是那个什么皓月殿主的记忆。但众人无暇再去顾及这等小事，一人王内丹离体的一瞬，血池中沉寂的一人灵魄嚎叫出声，再度化为一道道黑色怨气。一城外，本已渐渐消散的巨大龙影长啸一声，重新凝聚成形。不好，诸神龙魂被重新唤醒了。金耀脸色骤变。石殿中被掏出内丹的一人王一口血吐出，轰然朝地上倒去。不！花红跃起，接住了倒下的一人王。一人王王冠散落，面色灰白，朝花红伸出了手。红儿！花红茫然地望着一城王，大口大口的血从一人王口中涌出，触目惊心。父王错了，是我害了一族。不要恨悠儿，好好活下去。一人王用尽全力在花红灵台一指，一丝微弱的魂光在花红额心处消失不见。魂光消逝的瞬间，一人王无力地闭上了眼，也不知在那抹魂光中看见了什么。花红怔怔望了一眼不远处沉睡的花庸，骤然起身，他手一挥，铁棍重新落入手中。他望向那个握着一人王内丹的人，双眼血红。为什么？你不该回来。血池旁，吴兆冷冷看了一眼一人王的尸首，避开花红的眼。是你暗中用邪法夺走了所有异人的灵魄。白硕突然开口。直到吴兆剖出一人王内丹的那一刻，白硕终于明白是谁悄无声息夺走了整个异族的灵魄，又是谁在花庸身上下了妖毒。吴兆深得一人王信任，整个异城只有他能做到。不错，是我。花庸的妖毒是我下的，异族的灵魄也是我夺的。吴兆面无表情。你为什么要背叛异族？花红声音颤抖。为什么？因为他们该死，一人王该死，花庸该死，他们害死了你母妃，他们该偿命。是因为没王妃？看着吴兆眼底的恨意，白硕一愣，难道吴兆他对一王妃？族人无辜，为了母妃一人，你就要让一城子民陪葬？花红怒吼。有何不可？吴兆指向血池中哀嚎的灵魄，就是为了这么一群为天地所弃的可怜虫，义父把他一身灵力献祭给了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还害死了你母妃。
梅家为这座城守了1000年又如何？到头来还不是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吴兆竟是梅老将军的义子，难怪花红回到驿城，对所有人都不假辞色，唯对吴兆尚存几分旧情。不，父王他没有。住口，他不配做你父王。吴兆怒声打断花红，手持一王剑飞身跃至血池之上，无数邪气涌入一人王内丹中，里面沉睡的金色小龙瞬间被邪气侵入，睁开了龙眼。那双龙眼中毫无灵智，充斥着暴力的杀意。龙眼睁开的一瞬，那暴虐的杀意化为邪气，径直冲向范月，将少年紧紧缠住。他是被邪气强行唤醒的，是神龙身，谁拥有神之力，谁就是他的目标。金龙杀意强大，范月灵台瞬间犹如火烧，神色痛苦。木木，白硕脸色一变，奔向范月。不要过来！少年惊骇大喊。果然，金龙倏然望向白硕，无数邪气从他眼中射出，直向白硕而去。龙威慑人，岂是白硕半仙可挡？他被邪气击中，被震飞出去。师父，阿硕！殿内同时两声惊呼。范月想去救白硕，却被邪气死死困住。少年怒吼一声，手中银链斩向周身邪气，邪气颤动，竟被银链斩断几缕。金龙大怒，更浓的杀意加诸于范月，这次杀意直指范月眉心。少年一口血吐出，银链落地，发出无声的悲鸣。中招飞身上前，接住了半空中跌落的白硕。与此同时，一声龙吟自天际传来，石殿一阵晃动，众人只觉一股庞大的力量正向一王宫冲来。北辰面色一变，另一片龙鳞所化的龙魂被唤醒了。一旦龙魂和金龙本体相融，就会成为真正诸神的杀气。整个大殿都在摇晃，眼见范月被金龙杀意灼烧，白硕从众招怀中挣脱，朝吴兆大喊：吴兆，龙魂若与龙身相融，所有人都会死，包括花红。她是梅王妃唯一的女儿，一人王已经死了，你还有什么仇怨放不下的？血池上空的人影一顿，眼底现出一抹挣扎，可转瞬之间，挣扎消失，只剩下刻骨的恨意。不够，他一条命，不够！吴兆癫狂大喊，将内丹抛向血池之中，疯狂吸入一人灵魄。那金色小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金身也渐渐化为黑色。被邪气笼罩的范月额心一片血红，半跪于地，龙魂之力仿若利剑刺中了他的灵台。木木，阿硕，金龙龙威太强大，你靠近不了他。白硕还要冲向范月，被中招死死拉住。说再多都没用，吴兆的神智已经被邪祟用仇恨控制了。北辰眼一沉，必须阻止龙魂和龙身相融，一旦金龙为邪祟所控，整个蛮荒都会湮灭。毁了内丹，只要杀了内丹里的金龙之体，龙魂也会消散。白硕突然望向血池中的黑龙大喊，目光当年留下金灵阵守护一人，却将龙鳞一分为二，怕也是担心神阵有遭人利用的一天。血池上空，吴兆目光空洞，抬手一挥，地上的一王剑瞬间飞到血池上，再度化为4把形成剑阵，将金龙身体护住。昆仑剑修，缥缈的上啊！除了白硕，就木九最是惜命，他生怕龙魂被唤醒，小鸡灭轮瞬间挥出，竟打了个头阵。北辰中招跃起，三人极有默契，三面夹击朝吴兆而去。吴兆眼底幽光一闪，一掌挥出，被禁灵的三人连一招都没走过，就被吴兆击飞。花红飞身而起，一棍接住三人。难得见聒噪的狐狸勇猛，半空中花红竟扶了木九一把，顺手在他胸口拍入一道灵气。木九被打得昏头转向，正血气翻涌，忽灵台一暖，一转头撞上了一双清冷的眼。他心底一顿，还未开口道谢，花红已飞身跃起，一棍砸向了血池中的吴兆。这一棍花红再未留情，就在铁棍斩上长刀的一瞬，棍上燃起滔天焰火，那焰火之力即可焚山融海，整个石殿都为之一颤。吴兆手中长刀瞬间被火焰斩成两半，铁棍直入吴兆胸口，将他整个人击飞，定在了石柱之上。木九望着宛如煞神的花红，简直呆了眼。我的乖乖，吴兆好歹也是个上君，这个一人王女到底有多高的修为？直到这时，众人才知几度生死，花红竟根本没有尽过全力。焚天棍，你是天火妖君？北辰看向花红，神情动容。天火葬山，皓月殿坐下两大煞神，百年凶名响彻三界。谁都没有想到，当年的一人王女花红就是皓月殿的天火妖君。天火，一棍杀万里，妖君巅峰第一人的天火。木九吞了口水，上妖巅峰，决然一击，果然可怖。花红恍若未闻，只静静地望着石柱上的吴兆，瞳中深处藏着无人能见的悲痛。他亲手杀了最后一个梅家人。石柱上，吴兆奄奄一息，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抹悲痛，
他癫狂的神智竟在这时恢复了一丝微弱的清明。朝花红慈和地笑了笑，伸出了手。殿下莫哭，我。吴兆终是没有说完，他眼底最后一抹光散去，手无力垂下，闭上了眼。没有人知道他想对花红说什么，也许他不说，花红也懂。他做这一切，纵死不悔无憾。快，大铁，毁了那内丹！殿内因为吴兆的死陡然静默，唯有白硕心系梵月，一刻都不耽误。花红回神，转身朝血池中飞去。就在他一棍斩向那内丹的一瞬，一声龙吟响起，庞大的龙魂冲入大殿，一尾朝花红先去。焚天棍和龙魂迎面碰上，龙口大张，一口将焚天棍咬断，龙魂飞向血池龙身，龙尾一摆，朝花红扫去。就算是妖君巅峰，也不过是仙，龙神之力岂能相抗？眼见龙尾拍来，花红瞳孔一缩，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妖力抗住龙尾一击，一条火红的尾巴从地上掠出，飞快卷起花红腰身，将它从半空拉了回来。花红望着半空中被击成两半的小鸡灭轮，还未回神，耳边响起揶揄的声音：天火妖君，扯平了哟。花红转头，小狐狸眨巴眼，笑得贱兮兮。他一边说着，狐尾还在花红掌心蹭了蹭。花红瞬间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正要一拳捶死这头蠢狐狸，一旁白硕大喊：不好，龙魂和龙身相融了！就在这时，龙吟长啸，强大的金光席卷大殿，石殿瞬间地动天摇，所有人都被冲飞出去。昆仑铁剑祭出，将花红木九护住，仲昭也紧紧将白硕抱在怀里，无数碎石落下，击在仲昭背上，仲昭一声闷哼，却不动分毫。金光消散，石殿停止晃动，众人抬眼，俱都愣住。只见如山高般的黑龙从血池腾空而起，无与伦比的龙威充斥大殿，压得众人无法起身。这才是真正的龙神之力。众人心底寒意变生。一城外上空，龙吟冲天而起，邪气化成龙影冲破结界，凡到之处，万物焚毁。众仙眼中现出惊恐，金耀飞身上前，画出白泽真身，一声怒吼，以半神之躯拦住了肆虐的龙魂。石殿中，暴戾的龙眼冷冷盯着大殿正中半跪于地满脸是血的少年。黑龙长啸一声，一爪朝梵月拍下。木，白硕推开仲昭，毫不犹豫朝梵月的方向跑去。阿硕！仲昭脸色骤变。丫头，你找死啊，那可是龙神！木九大声叫唤。白硕恍若未闻，腰上的乾坤袋被他扔出，里头飞出无数张纸人，纸人哇哇呐喊，宛如飞蛾扑火冲向龙爪。一道仙光自白硕手中飞出，两块龟甲撞向梵月周身的邪气。一团兵荒马乱的爆炸声中，白硕一步都没停，扑向地上半跪的少年。仲昭一把抓了个空，他望着散尽法宝的白硕，自修仙后再未动摇的道心竟有一瞬间碎裂。邪气漩涡中，少年已经意识模糊，他艰难抬头，一张熟悉的脸朝他奔来。师父，你在找你喜欢的人吗？不是，师父在找恩人呢。那我陪你。陪我什么？陪你一起找到他。龟壳终于撬动了缠在梵月身边的邪气，白硕冲破那唯一一丝缝隙，伸出了手，抱住了。消瘦的身躯落在怀里，白硕眼角一热。他怕死，可方才那一瞬间，他更怕木木死在他面前。纸人在空中不断炸开，如飞灰一样融在龙爪之下。就在白硕抱住梵月的一瞬，龙爪落在了两人头顶。少年用尽全力将白硕护在身下，用血肉之躯扛住龙爪。白硕闭紧眼，整个人都恐惧颤抖。妈呀，他真的要死了！龙爪拍下，一道光闪过，却没有想象中被拍成肉泥的疼痛。白硕愣愣抬头，撞上了小徒弟的眼，那双满是鲜血的眼中是他瞧不清的情绪。喂，你们两个，帮忙啊！有气无力的哀嚎在一旁传来。白硕转头，只见花红仲昭北辰木九拦在两人身前，死死扛住了拍在半空的龙爪。真兄弟啊！白硕简直热泪盈眶，小命得保的狂喜让他把方才那一点心底的悸动忘得干干净净，一击被阻。血池中的黑龙愤怒大吼，龙身腾飞，朝众人冲来。他虽无神智，亦大怒，殿中诸人不过蝼蚁，竟能逼他用尽全力。龙爪撕向众人的一瞬，一道妖光从仲昭身上炸开，让龙身一滞，除了仲昭，没人看见那妖光中炸裂是一片血雾妖花。一城上空，血雾花炸裂的一瞬，茯苓面色一变，半跪于地。天宇淡淡扫了他一眼，神情无波。殿中，龙身已逼到众人头顶，借着妖光阻挡龙身的一瞬，木九转头朝白硕大喊：死丫头，邪龙要诛神！神在哪啊？白硕望着小徒弟，木九的怒吼在耳边响起。龙爪拍下，他再不迟疑，一剑划破掌心，
抬手附在了少年额间。少年瞳色骤变，想要挣脱。师傅，不要！皓月店主，醒过来！白硕声音颤抖，一只手死死握住少年，不敢看小徒弟的眼。就在白硕鲜血涌出的一瞬，半空中的黑龙龙眼一顿，仿佛感应到那一缕特殊的血脉之气，一道微弱的神光竟在他已经被邪气覆满的瞳中闪过。也是这一瞬，鲜血落入少年眉心灵台，一道耀眼的红色神力仿佛火焰般在石殿中燃起，一道人影自火焰中跃出，地上银链发出欢愉的颤鸣，飞入他掌心。半空中，那人对着黑龙一链斩下，恢宏的神光直击龙身，黑龙一声哀嚎，龙身炸裂，无数黑色邪气自龙身而出，化为一道道异人灵魄飞出石殿穹顶。神光中，那人一袭红衣，缓缓俯下身，望着白硕，嘴角微勾。原来你一直都知道如何唤醒本尊。不，我不知道。白硕惊骇地睁开眼，阳光落在脸上，有些刺眼，他茫然地转了转眼珠子。头顶是一间石屋，房里简单置着桌椅，地上还七零八落扔着玩完的草蚂蚱。他摸了摸屁股下那块有些隔人的木板床，边猛边想，这户人家穷穷的，比木木削的床可硬多了。木木，白硕突然一激灵，从床上弹起来，全身无力，脚一软，正好被人扶住。白仙长，你醒了。白硕一转头，是妇人惊喜的脸。小秋瓜大婶，是我。这是啊，我家呀。白硕一愣，他不是在翼王宫的石殿里，怎么会躺在这儿？邪神龙呢？阿昭呢？花大铁呢？昆仑剑修呢？狐狸呢？他的小徒弟呢？哦，他想起来了，大妖怪从天而降，他的小徒弟没了。白硕有些懵，突然捂住胸口，怎么有点疼？也是用心头血唤醒封着半神的契约，哪里是耗神，简直是耗命。醒了就好，白仙长，来喝点粥。小秋瓜大婶把手中的篮子朝桌上一放，扶着白硕坐到桌边。你都已经睡了2天了。2天？白硕连忙抬头。大婶，我那些朋友呢？都走了。是啊，一城不留外族，梧桐午宴都结束了，他们自然得走喽。白硕听得茫茫然，异人王闹出这么大动静，9重天宫的那些上仙必被惊动，无论异人王是否为人利用，他诛仙妖子弟为祭可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为何一城如此风平浪静？说起来还得多谢你们这些仙长呢。妇人眼底满是感激，雍殿下说前几日城里混进了邪祟，夺了异人的灵魄，多亏你们出手相助，才能诛了那邪祟，救了满城的百姓。白硕听得一愣，妇人又道，对了，那日王宫爆炸，城外还来了好些个会飞的仙人。仙人？他们没做什么，能做啥呀？我听隔壁的老猪头说，那个跟着你进城的小神仙把城里的仙妖子弟都扔出了城，重新筑起了禁灵阵。那些仙长们连城都没进，就领着自家子弟回去了。小神仙？白硕胸口闷闷，什么小神仙？明明是大妖怪。难怪一城得以保全，2族子弟皆为范月所救，他要保一族，别说金曜上仙，昆仑和狐族首当其冲都会卖他这个情面。大婶，那我怎么在这儿？是那位小众仙长送您来的。阿昭？白硕一喜，难道阿昭还在？他在哪？他也跟着那些仙人一起走了，小众仙长让我好好照顾您。白仙长，王上有交代，您是咱们一族的恩人，要是您喜欢这儿，可以一直留在城里。王上？白硕愣，异人王不是已经？见白硕惊讶，妇人神情一暗，老王上和吴兆将军力斗邪祟而亡，雍殿下已经继承王位了。原来这就是昭告天下的说法。不对，花雍继承了异人王位。白硕一愣，花雍没有灵骨，宛如凡人，如何继承王位？妇人似是看出了白硕的疑惑，笑笑。那日王宫震荡，一王剑已经没有了。他顿了顿，叹了口气，其实有没有那把剑，对我们异人并不重要。花家守护一族数百年，在异人心中，只有他们才是一族的王。王上一直想带领一族子民走出一城，其实我倒觉得留在城里也挺好的，我们已经在一城生活了1000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何必还要出去呢？白硕听得心里不是滋味，几代异人王为了拔出一王剑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可他们从来没想过，或许平静的生活才是一城子民想要的。白硕一时间有些萧索，所有人都走了，也不知道这场糊里糊涂的梧桐午宴是个什么结局，还有大妖怪。突然白硕抬头看向妇人，小秋瓜大婶，你方才说我睡了几日？2日啊，那他一定还在。大婶，您知不知道王木在哪？妇人一愣，朝窗外指了个方向，白硕连忙起身冲出去。
大婶，我出去一会儿。院中，霍儿正在摇摇晃晃骑木马，见白硕出来，小脸一红，举着草蚱蜢朝他咧着嘴笑。白硕脚步一顿，心头一热，胸口积郁的闷气散了许多。白仙长，谢谢你们。白硕转头朝慈和的妇人笑了笑，摸摸霍儿毛茸茸的额发，朝他使了个鬼脸走了。他习惯性去腰上的乾坤袋里掏飞身咒，却摸了个空，怔了怔，撒丫子转身跑了。义成王墓前，花红一席不依，梅王妃墓旁又起了2座新墓。慌乱乱的脚步声响起，花红没转头，却知道是谁来了。白硕停在他身后，气喘吁吁。我记得义人王说过，今日是王妃的忌日，我想着也许你还在。花红沉默，一时目前安静下来。我记得刚带回花庸的时候，吴兆书很疼他。母妃说吴兆书出身孤苦，是梅家收留了他，他看着花庸，也许就像看着小时候的自己吧。忽然花红开口，你知道吗？花庸比我年长。什么？白硕一愣，脱口而出，这怎么可能？花红走到那座新墓前，抚上墓碑，小半仙，我曾经和你说过一人王女的故事，花林的故事，你想听吗？白硕没有出声，他知道一城王女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的人。很久以前，蛮荒有座被困守了1000年的孤城，这座城里所有人生而崇敬强者，可王的儿子却天生孱弱。从小他就知道自己拔不出那把象征王位的一王剑，所以他从未想过继承这座城。他不爱刀剑，喜欢抚琴看书，氏族中的异类。身边陪着他的小侍女是唯一理解支持他的人。很快，世子长大了，爱上了小侍女，还要娶她为妻。王大怒，欲处死侍女，世子连夜带着她逃出了王宫，隐居深山。虽无父母见证，世子还是和心爱之人以天地为媒，结成了夫妻。他们很是过了些平淡快乐的日子。不久，小侍女有了身孕，世子想着只要孩子降世，固执的老王或许会接纳他们母子。可就在妻子生产的那一日，老王将世子掳回王宫，用术法为他重塑灵骨。那一夜，老王和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叔父为他而死，他踏着2条人命成了上君。等他葬好父亲和叔父赶回山中的时候，妻子已经难产而亡，伤了元气的婴孩命悬一线。为救儿子，年轻的父亲只能亲手将刚出世的孩子封住6杆，让他陷入沉睡。老王已死，孤城再无守护者，他只能成为新的王。后来他为了报恩，娶了叔父的女儿，又做了父亲。又过了些年，沉睡的儿子苏醒，他欣喜若狂，却无法将曾经发生的一切告诉那个对他情意深挚又个性刚烈的王后，所以他隐瞒了儿子的身世，让他用另一种身份回到王宫。那个孩子就是花庸。花红抚摸墓碑的盾柱，一人王临死前曾将一团灵光送进了花红灵台，那里面藏着一人王从未对人提及的一生。白硕望着花红孤独的身影，垂下眼，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若梅王妃早知一人王并非薄情寡性，或许不会悲痛离世；若无照知一切皆有苦衷，或许也不会背叛一族。可世上诸多事太多身不由己，也太多无人可言当年的荣先，如今的一人王皆如此。你该不会是要哭吧？白硕眼前突然现出一张大脸，害得他一激灵，差点撞在一旁的歪脖子树上。花红一伸手，把眼睛红红的小半仙给勾了回来。我才没有。白硕别过眼，都是些100年前的旧事，世间星月都不知转了几轮了。如今尘归尘，土归土，什么恩怨情仇都和我无关咯。花红说着，突然凑近白硕。老实说，你没被一巴掌拍死，还真是个稀罕事儿。你说他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白硕黑脸，大眼一瞪，你才有病，我家木木聪明着呢。白硕一句没说，花红愣是看懂了，他耸耸肩，抽回身，好啦，故事说完了，我该走了。小半仙，后会无期了。花红扛起那根打铁棍，朝白硕摆摆手。等等。白硕突然唤住他。花红脚步一顿，朝白硕斜眼望来。怎？白硕却沉默了。他有很多很多话要问，可到了嘴边，却又一句都问不出来。阿昭没给他留句话吗？那只狐狸和昆仑剑修灵台里的心火可消弭了。以后相见，你是隔壁的打铁匠，还是皓月殿的天火妖君？还有，他的小徒弟还在吗？几日前，他身边还熙熙攘攘，梦醒来却只孑然一身。可他只是个半仙，谁会记得他？花红望着神情怔怔，仿佛要哭的小半仙，转过头。再聪明，到底也只是个半仙娃娃。他摇摇头，跨出了一步。你为什么在我家隔壁养鸡？花红脚踩到一半，身后小半仙愤愤的声音响起。传闻中一棍杀万里的煞神脚一滑，突然就笑了。他耸肩回头，眨眨眼。
你们凡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事弟子服其劳，没法子，那祖宗爱吃呗。后会有期啦，小半仙儿。花红长啸一声，冲天而起，消失在白硕面前。白硕仰望天空，直到那身影在天际化为星点，他才样样低下头。他转身，微正，不远处树后立着一个青年，王冠布衣，眉眼温纯。他朝白硕温和颔首，转身踽踽独行，那身影也有些孤独。半日后，白硕背着小秋瓜大婶送的酒，杵着根小木棍，一路向南而去。哎，听说了吗？这次梧桐午宴可出了大事了。还用你说，咱们仙界出了那般风姿俊秀的人物，早传遍三界了。入仙3载的上君，这可是千年未有。听说金曜上仙要将他带入天宫，纳入座下，亲自受灵呢。啧，这回缥缈可算扬眉吐气了。众招上君替咱们仙族赢了梧桐午宴，得了百里福地，可是大功一件，缥缈有了这等人物，我看啊，过不了100年，3山之位便要落在缥缈头上喽。这可说的有点远了，昆仑云霄千年底蕴，哪这么容易被取代？再说了，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场面，咱们仙族虽赢了午宴，可真正出尽风头的可是妖族。听说那皓月店主在一城一步入神，斩邪祟，镇邪龙，救了仙妖子弟飘然而去，闹得9重云霄的上仙们好大个没脸挨，妖界多了个半神，怕是将来100年，咱们仙族要处处受制了。皓月店主本就是妖界巨擘，成名已久，他就算入了半神，也不过和金曜上仙是一样的品阶。这个中招小上君不过修仙3载便有如此造化，再给他100年，未必不如那皓月店主。就是你可是仙人，怎能长妖族志气，灭仙族威风？茶寮里争吵声不断，一旁冷冷清清的算命摊前趴着睡了一整日的白硕被吵醒，伸了个懒腰，瞅瞅破木碗里那3两个铜钱，打着哈欠把破的生窟窿的百算百中布扔进小背篓收摊了。自没了小徒弟，日子可算过得凄凉。哟，白仙长，今日怎么就走了？隔壁卖猪肉的宋老头扯着嗓子唠嗑。太阳下山了，回去睡觉喽。您那小徒弟呢？好些日子没瞧见了。哎，别提了，家里富贵，回去享福喽。白硕摆摆手，踩着草鞋走远了。夕阳下，宋老头咂巴着老烟嘴，吹出2个烟圈，瞅着那背着小背篓的身影，总觉得怪可怜的。轰一声响，茅草屋塌了半截，白硕顶着鸡窝头灰头土脸从半截歪脖子树下爬出来，2个小纸人笨拙举着一盘烤糊的鱼送到白硕跟前。白硕叉着腰刚准备骂，瞧小纸人烧得糊糊的，委屈巴巴，闷不作声，3两口吞了鱼，卷起袖子修房子去了。忙到半宿，总算把7零8落的茅草屋囫囵修了个全。白硕累得全身散架，往竹椅上一躺，活像个咸鱼。木木，我渴。白硕举手一喊，声到半截，哑住。他样样收回手，唉声叹气，爬起去院里那口唯一的井里挑水，转悠了半晌，连口碗都没找着，只得采了片树叶卷成碗，扔下井底取水。井太深，白硕术法不行，树叶到一半破了洞，水哗哗涌出，没留下一星半点儿。白硕一阵眩晕，有些不稳，扶着井边坐下。他摸了摸胸口，意识有些模糊。自在一城取了心头血，伤了元气，要不是误打误撞吃了梧桐心火，白硕觉着自己只怕早嗝屁了。师父，身旁仿佛有声音响起，白硕倏然抬头，模糊中少年朝他跑来。木木，白硕眼底蹦出惊喜，抬手去触，手却从少年身体中穿过。怎么回事？白硕看了看手心，一抬眼，树下还是那棵老槐树，却躺着一个呼呼大睡的自己。他回头，小徒弟已经跑到了井边，他小心翼翼取出井中水，忙不迭捧着朝茅屋后跑。白硕连忙起身，跟在小徒弟身后。昏暗的小厨房里，小火炉已经燃起，小盅里煮着方才取出的井水。小徒弟放了2、3片泛着灵气的花瓣，又从犄角旮旯里掏出一罐瑶池水，悄咪咪放了一勺进去。厨房外，白硕傻眼勺药仙草，瑶池灵水是黑市的珍品，这个小木头从哪弄来的？白硕想起乾坤袋里偶尔消失的那1、2颗灵珠，差点七窍生烟。难怪他自来了南海城，法术没有见长，体内的灵气却比在缥缈岛时稳健了不少。这个败家子儿居然用这种灵材给他煮茶。白硕还在心里头埋汰，小盅里井水沸腾起来，小徒弟飞快倒在竹碗里，喜气洋洋捧着出去了。白硕一转头，少年巴巴端着茶水蹲在竹椅旁，小声唤：师父，茶煮好了。竹椅上的人懒洋洋起身，伸了个懒腰，把少年递到嘴边的茶水一饮而尽，完了咂巴咂巴嘴，在少年头上拍了拍。木木煮的茶就是好喝，倍儿甜。徒儿，明天多煮点。好。小徒弟嘴角一弯，眼眉梢都是喜意。
不远处，白硕黑脸，他是真蠢，恨不得走过去踹自己两脚。一抬头，树下的小徒弟转头朝他的方向望来，那双眼睛仿佛看见了真实的白硕，他眼巴巴望着他，抿了抿嘴，好像有点委屈。白硕喉间一滞，不由自主朝老槐树走去，可就在他抬步的刹那，灵光闪过，树下的那两道模糊的光影化为点点星光，散在白硕面前。星光中，小徒弟澄澈委屈的眼一直望着他。风吹过，除了那零星透过树叶洒落下来的一点月色和树下那咯吱晃动的竹椅，什么都没有，是术法遗留的幻象，不算高阶修仙的都会。白硕踩着院里那干巴巴的杂草，撇了撇嘴，他怎么就收了这么个徒弟？谁说他傻了，惯会戳人心窝子。可是木木啊，那可是千年难遇的大妖怪，师傅我斗不过啊。白硕垂头丧气，转头一脚踩了个硬邦邦的东西，一低头是根晶莹剔透的玉笛。阿昭！白硕一愣，拾起握在手里，他望了望一片狼藉黑灯瞎火冷冷清清的小院，使劲捏了捏玉笛。不管了，管他是不是半神，管他是不是要上九重云霄给金耀当徒弟，他要是不去看上一眼那两个冤种，问一问他们凭什么把他丢下，他心底那口子气再活上100年也顺不了。白硕脚不停歇，从厨房里掏出旮旯里藏着的罐子，背上破破烂烂的小布包，一张飞行咒毫不由一朝胸口一拍，咻一下消失在月色里。梧桐凤岛，逍遥阁榻上，范月垂头半眯，沉香袅袅，火红的古袍散了半榻，露出胸口若隐若现的星阵。梧桐午宴虽最终是仙族的少年取胜，可半途出了这么大的岔子，这两界交界处的百里洞天福地的划分又存了争议。为着公正，一众仙妖大佬都被凤族请回了凤岛。当时3界之中，妖族除了天羽长妹，又出了范月这个半神。反观仙族，1000年来只有金曜入半神之阶，若非凤凰凤吟以神之躯尚未飞升神界，而凤族又素来与仙族交好，妖族竟有压仙族一头的态势。皓月店主性子清冷，是3界出了名的，逍遥阁最是幽静，凤族便做主让他宿在了此处，和梧桐林的凤凰做了邻居殿榻前楠木桌上的烤鸡，摆了足有1个时辰，榻上的人仍一动不动。花红杵了楚小山一样守在门口的藏山，朝门里扒拉望了望，啧，连烤鸡都不吃了，你说他现在是不是想死？藏山目不斜视，懒得搭理这嫌命长的女人。花红又戳了戳，你是没瞧见，哎呦，一城里头那个黏糊劲儿，要亲亲要抱抱，只差要举高高了，你说里头那祖宗还记？咻！打铁匠额前2缕碎发被利落削成2段，银链贴着脸颊飞过，冰冰冷冷，干脆利落转回房中。花红瞪大眼，气都不敢喘。进来。房内清冷的声音响起，藏山朝花红瞥了瞥，花红眨眨眼，长吐一口气，和藏山转身进了房。榻上，范月把玩着银链，淡淡朝花红望来。花红心底一颤，立马收了嬉笑的神色。得，主子是真的回来了。店主凤贤长老遣人来言，3日后凤族将召开2组大会，正式将薪火赐予缥缈弟子中招，并和仙妖2族商讨百里洞天福地划分事宜。藏山嗡嗡开口，花红挑了挑眉，这次午宴搅成了这么个乱摊子，凤族还主动把事揽上身，怕是已经有决议了。如今咱们妖族可是出了3位半神，仙族难道还想和我们争？花红这脾性素来张扬，在范月面前惯来如此。凤凰犹在，仙族有何不敢？范月眯了眯眼，皓月殿真正的敌人，如今还不是仙族。花红神情一冷，店主是说那个搅乱一城的幕后之人。范月颔首，起身行到门口，向外眺望，偌大的凤岛亭阁尽收眼底，他目光在最西处的千秋阁微微一明。天宇入凤岛后，宿在了千秋阁。一城这场梧桐午宴本就是为本殿所设。你觉得3界中最想要本殿死的是谁？藏山沉声开口。仙族自诩清高，做不出以一族为祭的邪祟之事。范月看向花红，那幕后之人不只对本殿的行踪了如指掌，还知道你的身份。虎族已亡，他欲一统妖族，本殿和长妹必须死。痴人说梦，他也就敢像老鼠一样藏在阴沟里玩这些鬼域伎俩，老子掀了他的老窝。花红红着眼就要冲出去。回来！范月冷喝，你将一王公掘地3尺，也没找到他出手的半点痕迹，他早已是半神，就算是本殿出手，也未必能取他性命。冷泉皓月，早就是不死不休之局，不必急在一时。是。花红硬生生把眼底杀意的愤懑压住，突然道，此次苏醒，店主的修为可是更上了一层。范月看了一眼花红，知道他为何如此问，直接道，那日我之所以能斩断黑龙的灵魄，是因为他体内的神性被突然唤醒，
否则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您唤醒了黑龙的神性。不是我。范月顿了顿，半神修为唤不醒龙神神识。花红一愣，连您都做不到。当时石殿里还有谁能唤醒龙神的神性？幕后之人以整个一族为祭，就是为了抹杀龙神的神性，让他成为杀戮的利器，连范月都唤不醒，又有谁能做到？范月脑海里突然浮过一张贼兮兮的脸，他眉角一皱，忽然一片梧桐叶自院中树上落下，飘入阁内，正落在范月掌心。他眉心一动，转身而去。本殿要闭关几日，3日后自会参加两族事宜，无事不必来扰。范月走得匆忙，花红挑了挑眉，突然开口。他回了南海城，以他那股子聪明劲儿，又惜命如金，以后2界的事不会再和他沾上边了。范月脚步一顿，转身入了内阁。范月一走，藏山天火顿时神情一松，藏山看向花红，皱起眉。何必在主人面前再提那个半仙？自主人遇上他，就没一桩好事。傻帽，他把咱们店主耍得团团转，哄着店主做了他的小徒弟，还差点让堂堂半神在一城没了命。这桩桩件谁摊上都死上好几遭了。你瞧瞧那半仙的小脑袋，至今还好好揣在那小身板上，比石墩子还瓷实。不提顶个屁用。花红翻了个白眼，晃悠悠出门了。不远处梧桐林深处，硕大的梧桐祖树树杈上，一布衣女子慵懒躺着，腰间系着个木葫芦，灵光一闪，说着要闭关的范月出现在树下。树上的少女睁开眼，伸了个懒腰，朝范月望来。皓月店主，凤凰相照，不知缘何。范月望着世间唯一留在下界的神奇，微微挑了眉，有些惊讶。他是听说过这一任凤凰的，10数万年来唯一一个逆天而生的火凤，100岁入神。她的年纪若放在寻常仙族身上，尚不过是个少女。当瞧见凤凰那双眼，范月便知传闻有假，面前少女的眼中分明沉淀着千年沧桑岁月。凤隐伸了个懒腰，再过些日子是本皇师尊生辰，本皇要远行一趟，有一桩事想托付给店主。凤凰的声音爽朗清脆，没什么听不懂的，可饶是范月的性子也愣了稍许。他和凤隐今日之前别说点头之交，便是连神交都未曾有过，这话着实不像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说的。不知何事，陛下请言。范月心里不解，面上依旧沉沉稳稳。凤隐忽然从树上跃下，落在范月面前。你方才说什么？范月一愣。陛下请言。再说一遍。范月额角一抽。陛下请言。凤隐咳嗽一声，摸着下巴在范月身边转圈圈，眼神说不出的诡异。直到皓月店主终于皱了眉，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凤凰，陛下。凤族怎么回事？这神莫非是个傻的？范月心里头刚冒出这个念头，嘴角一僵，他几乎可以想象那个半仙跳着脚在他身边嚷嚷着凤凰傻子凤凰傻子的欠揍模样。见范月眼底现出不耐，凤隐终于回过神，往后一跳，摆手，咳嗽一声。本皇最近见了风，身体不适，耳朵也不好使，店主多担待。范月无语，若不是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面前之人神的气息，他简直以为撞鬼了我去，老稀罕了。老凤凰8成没从这祖宗嘴里听过请字，呵呵呵。凤隐心里乐开了花，面上一本正经，忍不住背过头嘟囔：凤凰说什么？见凤隐一副神神叨叨模样，范月眉角一抽：没什么没什么。不待范月开口，凤隐掌心一动，手中现出一木盒，盒中灵气一出，范月脸色一变，沉眼看向凤隐。凤凰何意？本皇自是不会让店主白出手，这盒里的东西就是本皇的谢礼。范月眯了眯眼，凤凰怎会有此物？店主该知道，神木通灵，气息相引，数年前一方神木碎片落入梧桐祖树附近，本皇见猎欣喜，便给收着了。店主入岛，本皇隐有所感，想着此物便该物归原主。范月神情一凝，上前一步：陛下知此物来历。上古菩提，本皇的眼力不至于连店主的真身都看不出来。那陛下可知为何本殿8年前会真身散尽，神木化妖，出现在妖界？范月双目突然炙热起来。那本皇就不知了，世间劫难多许，许是店主渡劫失败呢。凤吟耸耸肩，既又认真道：店主不必怀疑，本皇与店主前尘并无纠葛。范月冷静下来，以凤凰在3界的尊位，没有说谎的必要。他到底为何渡劫失败？记忆中的人是谁？怕是只有集其真身之日，才能真相大白。范月神情一定，接过凤吟手中的木盒，凤凰所托为何？还请直言。范月必为陛下做到。也不是什么大事，再过几日，本皇要欠个后辈一点人情，店主只需在成神之前替那孩子找个道侣，亲自替他主婚便成。什么？范月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
凤凰让他干什么？店主没听错。凤隐负手于身后，突然凑近了范月的脸，伸出2个手指头，本皇所托之事就是做媒。至于那人是谁，再过几日，店主自会知晓。范月脸色一青，在他暴走之前，灵光一双，凤隐化为一片凤羽直冲云霄。本皇所请，请皓月店主务必做到。店主后会有期。云霄一动，月影无瞳，凤凰消失在天际。范月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菩提木，太阳穴嗡嗡作响。与此同时，天宇立于千秋阁上，望着那抹神光消失于天际，轻咦一声，他居然走了。公主说的是谁？福灵对神光的波动毫无察觉，一脸茫然。天宇未多言，知面色沉凝。福灵小心翼翼瞥了一眼天宇的脸色，道：公主，虽然此次让范月逃的一命，但我们也并不是毫无收获。说下去，皓月店主似有软肋，只要我们利用得当，皓月店就不再是铜墙铁壁。福灵低声说完，没有等到天宇回应，突然一声轻笑响起，他忐忑抬头，只见天宇正玩味地望着他，福灵心底一颤，忙低下头。皓月店有软肋，本宫的左膀右臂又何尝没有？天宇意有所指，突然问道：那小子身上的茯苓花甲，你是什么时候为他种下的茯苓？倏然抬头，凤岛最北边的一处厢房内，一粒缠满黑气的金丹在松风手中化为灰烬。逆徒！他低低咳嗽一声，本就略显老态的面容更是疲惫。二叔，尔云忙端过一碗蕴着灵气的汤药，递到松风面前。师兄这般下场，是他咎由自取，您别再为他伤怀，保重身体。松风摆摆手，我何尝不知，他自幼心性高傲自负，在我坐下100年都未能摒除利欲之心，若我早些将他送至天宫受罚，也不至闯下如此大祸。师叔莫要自责，您不忍伤他性命，也是一片慈心。众昭劝道。松风招众昭望来，颇为欣慰。昭儿，还好有你，若非你在一城助皓月店主灭掉邪祟，救出一众仙妖子弟，功过相抵，缥缈这次只怕有灭门之灾。师叔，众昭神情一顿，想说什么，松风重重拍在他手上，今要先做点了你入天宫受灵，此次一城之行，你又和昆仑剑修有了生死情谊，也算是祸兮福所倚。昭儿，你要以你师兄为戒，万不可和妖族亦或邪祟沾上一丝关系，重蹈他的覆辙。茯苓花甲碎裂的一幕在众昭脑袋里一闪而过，松风忧心忡忡的咳嗽声响起。众昭回神，忙郑重道：是，弟子谨记师叔教诲。夜深，众昭从松风院中走出，走走停停，立在一石亭下。两族齐聚凤岛，远处灯火通明，不时有各派子弟3两结伙走过，唯缥缈所在的松鹤院冷清无比。月下，众昭掏出怀中的玉笛，不知想到了什么，嘴角刚刚勾起，眼底却浮现石殿中白硕义无反顾奔向范月的一幕。他胸口涌出一道浊气，闷哼一声，嘴角溢出血迹，霎时脸色苍白无比。一道灵力突然从背后灌入众昭灵台中，灵力入体，稳住了他差点走火入魔的道心。既然受了伤，就好好养着，道心不稳，小心走火入魔。众昭听见来人轻斥的声音，脸色微变，抬头望去，默不出声。茯苓轻咦一声，挑了挑眉：你看着我做什么？这次怎么不骂我妖女了？多谢。众昭突然开口。茯苓一愣：你说什么？众昭，多谢君上几次相救之恩。茯苓嘴角一勾，还算你有点良心。怎么，在一城和狐族那只小狐狸处了几日，对我们妖族也不喊打喊杀了？众昭摇头，沉声开口：仙妖有别，我并不愿与君上再有牵连。你……茯苓怒极，脸色一冷，不知好歹。他拂袖欲走，众昭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君上几番相救，日后若有需要众昭之处，只要不损我仙族道义，不危及我缥缈，但凡君上开口，众昭一定全力以赴。茯苓脚步一顿，从怀里掏出一瓷瓶扔到众昭手中：谁稀罕，想回报本君，你这点道行还差得远呢。茯苓转身离去，众昭愣愣看着手中的药瓶，叹了口气。与此同时，千里之外云堆上，白硕扛着小布包飞得歪歪斜斜。一阵风吹过，飞身咒瞬间被刮散啊！完犊子了，呜呜！只听得一声惨叫，白硕疯狂朝云下坠去。渊灵沼泽，月色下，一袭轻影飞快自林中掠过，身形踉跄，林中诡异的树叶吹凑声如影随形，树枝枯木如毒蛇般跟在轻影后。轻影身形一动，掌心拂过一抹仙诀，隐去身形藏在了一棵老树下。一直追赶的枯木失去方向，茫然停在半空。青衣人松了口气，露出一张熟悉的脸，正是大泽山青衣。身为大泽山首席，他从未像现在这般狼狈过。青衣望向身后黑沉沉的巨林，
皱起了眉。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突然，树叶声一扬，刺耳无比。青衣身前的灵罩被一片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树叶破开一道缝隙，他身后的大树犹如活了般生出无数蔓藤，毫无预兆将他捆住。不好！青衣瞳孔一缩，不远处半空中的枯木发现了他，齐齐调转头化为尖锐的倒刺直朝他额心刺来。砰一声巨响，一团东西砸在树边，正好把刺到青衣额心的枯木压在了身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青衣和半空中的枯木同时一惊，不由自主朝下望去，盯着地上那黑不溜秋蠕动的一团。我靠，什么玩意儿？疼死我了！地上那团东西手忙脚乱爬起来，咋咋呼呼扒拉掉身上的尖刺。林中那诡异的树叶声一滞，死寂一片。白硕晕乎乎抬头，撞上一双惊愕的眼。仙友，请问这是啊？好一个俊俏的小道士！白硕一脸无辜，咦，你怎么被绑住了？小心！青衣来不及回答，脸色一变。白硕回头，只见身后无数枯木朝他戳来。这一幕简直他奶奶熊的该死的熟悉。全三界的树都疯了吗？妈呀！白硕慌忙画出仙剑朝后一砍，枯木一口将仙剑咬断，瞬间缠上了他手臂。就在枯木们以为白硕毫无威胁之时，白硕手臂上的鲜血涌在枯木上，那些枯木们竟一颤，恐惧地缩了回去。白硕一愣，但他反应够快，左手从乾坤袋中掏出无数天雷符砸向青衣，右手扯下胸前的玉笛朝身后的枯木砸去。轰轰轰两声巨响，树藤被炸断，白硕飞快拉着同样被雷符砸得晕头转向的青衣，拍出2张飞身咒冲天而起。半空中，他甚至还灵活地捞回了被枯木绞成2半的玉笛。脚下那些枯木愤怒地朝天竖起，仿佛活物。白硕一身的鸡皮疙瘩，又拍了2张咒，逃得飞快。林中一道身影赤脚行出，凡他踩过之地，冤灵沼泽的生灵俱匍匐于地，不敢抬头。他好奇地望着半空中飞走的白硕，指尖的树叶化为飞灰。仙友，火急火燎的白硕对百米下的一切毫无所知，一转头刚准备说话，却发现刚救的人已经晕了过去。白硕翻了个白眼，瘫坐在云上狂擦冷汗。什么冤什么孽，他就是个半仙，尼玛活得比9重天宫的上仙们还累。自中招将入天宫受灵的消息传开，和中招称兄道弟的仙君们一下便多了起来。冷清的松鹤阁门庭若市，不过多是小派子弟，若不是尔云以中招闭关疗伤为借口，只怕松鹤院的院门都要被踩烂。不远处石亭上，一众贵门仙君拥着南婉恰看见松鹤院前的一幕，南婉淡淡头下一瞥，皱起了眉。北昆仑、南云霄这3届少年子弟，除了大泽山的青衣，一向只有他和北辰独占鳌头。这次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缥缈子弟赢了梧桐午宴，着实颜面扫地。寿安瞅见南婉脸色，忙道：都是群无眼之辈，一个落魄小派，出了个上君，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南婉师兄你为邪祟陷害，一城里还轮得到那小子出风头。南婉神情稍寂，一旁却有仙君道：寿安师兄，你还是慎言吧。虽说如今中招师弟只是个小派子弟，刚修入上君之列，可金耀仙座已经择了他入天宫受灵，不管他拜入天宫哪位仙座名下，将来可都比咱们尊贵得多。这可是句大实话。寿安想起当初在一城为难中招的旧事，脸色一白。南婉脸色一沉，心头烦闷，拂袖起身而去。一众子弟面面相觑，寿安朝松鹤院门口望了一眼，一咬牙朝南婉追去。南婉师兄，南婉师兄！寿安气喘吁吁追上南婉。南婉面露不快，本君要去凝神修炼，寿安师弟自便就是。师兄，寿安有要事相禀。何事？寿安凑到南婉耳边低语几句，南婉面色一变。当真？千真万确，那日在一族石殿内，寿安亲眼所见。姿势体大，待本君禀明师父，查清是否属实再说。南婉不再多言，匆匆离去。寿安眼底露出一抹得意。不远处，茯苓望见这一幕，挑了挑眉。他手心一动，献出一封腰花信函，替本君送到天宫云峰殿。是。紫衣妖将伸手接过，领命而去。茯苓朝松鹤院的方向望了一眼，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烈日当头，青衣睁开眼，忍不住抬手遮了遮，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落在耳边：仙友，你醒了。青衣这才发现自己睡在一块木板上，木板破破烂烂，被一根麻绳拖着。他一抬头，白硕已经蹲在了他身旁，殷勤地递上一个木葫芦。醒了就好，渴了吧？来，喝点泉水。青衣看着周身上下缠的绷带，哭笑不得。姑娘，我是南海城的药师白硕，是我救了你。在下阿依，多谢姑娘救命之恩。青衣自是看出眼前的少女只是个半仙，
温和笑笑。阿姨，也不知是大泽山哪个道长的徒弟。白硕心里乐开了花，他一落在那鬼地方，就看出青衣这一身道袍来自仙界最古老的大泽府，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进凤岛有门路咯。阿姨道兄，那林子里袭击你的是什么妖怪？青衣皱眉，似是树妖，不过寻常树妖不该有那么强的力量才是。白硕想起火冰岛上那些菩提，心底一顿，那妖木生在冤灵沼泽，不烦倒也说得通。什么？昨夜那鬼地方是冤灵沼泽？白硕瞪大眼。冤灵沼泽古来便是背弃仙妖两族的人逃难之处，那里头不知藏着多少异兽妖邪，可谓是三界最危险之地。白硕后怕的擦擦冷汗。姑娘不知那是冤灵沼泽，为何会落在那里？白硕挠挠头，朝天指了指。我飞行术练得不好，当时天上正好劈下一道雷，我就落那了。见白硕满脸尴尬，青衣笑起来。看来是我命不该绝。对了，敢问姑娘，昨夜你手中那枚救我的玉笛，出自何人之手？那玉笛的气息和当初在人间皇城刺杀皇帝的仙人气息同出一脉，难道这个叫白硕的半仙和那人有关系？玉笛？白硕一愣，从乾坤袋里抓出4分5裂的笛子。你说这个？青衣颔首。我在南海城行医的时候救了个老妇人，这玩意是他给我的报酬，说是下品仙器呢，关键时候能救命，仙友喜欢。青衣见他一脸单纯，松了口气，连忙摇头。那玉笛里藏着很强的气息，是以灵魄之力炼成，本君还以为是姑娘的师长亲眷所赠。真的？那可太可惜了，我就这么一个保命的宝贝呢。白硕摆弄着手中的玉笛碎片，脸上一阵肉疼，心里却泛起嘀咕。这小道士为什么会问起玉笛？难道他认识阿昭？姑娘如不嫌弃，这是本门山符，关键时候也可护姑娘性命。青衣掌心一动，手中出现一块石头，那石头兔子模样，憨态可掬，却蕴着浓厚的灵气。我靠，宝贝啊！大泽山的小道士也太好骗了。白硕眼睛一亮，连忙接过朝乾坤袋里装，突然一愣。你有这么厉害的灵气，昨夜怎么不用？这是我小师叔送我的生辰礼。小师叔？青衣声音一顿，走了很多年了，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灵气护身玉笛，必如玉笛一般落个支离破碎的下场。白硕望了青衣一眼，突然把石兔塞回青衣手中。姑娘，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也算咱们有缘分啦，大道万千，就当我交个朋友了。仙友记醒了，我也该上路了。白硕一边说着，一边收拾起自己的小布包。姑娘要去啊？凤岛。白硕整了整草帽。梧桐凤岛。不错，就是那儿。凤岛是三界圣地，姑娘去那做什么？拜师啊。我听说梧桐午宴在凤岛举办，三界上仙皆聚于此。我修了好些年，还只是个半仙，算命的说我活不长久，我去寻个师傅，争取多活个几百年。等等。见白硕杵着木棍就要走，青衣连忙道：我也要去凤岛一趟，不如姑娘与我同行。白硕面上露出难色。这……青衣走上前，凤岛远在千里之外，午宴这几日便要结束，等你赶到凤岛，只怕各派都已经走了。我师门在仙界上有些薄面，届时姑娘想拜入何府门下，我会为姑娘尽力引荐。真的？白硕一脸惊喜，笑眯眯朝青衣拱手，那便有劳仙友了。青衣颔首，随手一挥，一朵云自天际垂下，两人踩上云朵，朝东边而去。凤族自6万年前从神界迁下，便长居于此。世间灵气最浓郁处，便是在这梧桐古林。1日后，天际一道灵光在凤岛上空闪过，片刻后，青衣已领着白硕行走在梧桐林中。白硕望着四处足可参天的梧桐，暗暗咂舌。不愧是三界第一豪横大族，光是这一棵梧桐树的灵气就比整个缥缈岛还盛，难怪仙界众生为了投个好师门争破了头。白硕朝青衣悄悄撇撇嘴，阿昭废寝忘食修炼数年成上君才，有进梧桐凤岛的资格，可这个小道士入凤岛，别说拜山门了，直接飞到了凤岛的古林里，也没人拦他，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你若寻不到合适的师门，我便向陛下说一声，让你长留于此修炼。留在凤岛。白硕正东瞅西逛，听这话翻了个白眼。这大泽山的小道士真是好大的口气。白硕在青衣肩膀上一搭，语重心长。阿姨呀，咱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这牛啊可千万别乱吹，你当凤凰是谁啊？想见就见，那可是下三界唯一的。见过青衣上君。白硕话还没完，一道灵光闪过，一股一小童立在两人身后，头戴凤羽，恭恭敬敬朝青衣行礼。谁？他喊的啥？白硕一愣，咔嚓嚓转头望向一旁的小道士。青衣上君，大泽山首徒。白
白硕干巴巴灵魂三问：是我。青衣朝白硕颔首，仍是笑眯眯模样。白硕忍不住打了个嗝，飞快收回爪子，贴心的把小道士衣襟整了整，低眉顺眼厉的比比直直。上君好，小仙白硕见过君上。大泽山首徒青衣可不是北辰南晚，6万年来第一个封神的仙人东华是他师祖，逆天而生的凤凰凤隐是他师叔，就连九重天宫的金曜上仙和他亦不过平辈相交。说他只是个大泽山弟子，可他在仙族的地位却与天宫的上仙们不相上下。他方才说人家什么来着？吹牛？哦豁，妖兽哦！白硕简直欲哭无泪。青衣看着白硕那张五颜六色不停变换的脸，忍不住笑着摇头，看向林中小童。无双，好久不见，小师叔可在？陛下远行了，临走前特给君上留了话，说是有些日子不能和您下棋了，望您好生练习，切不可偷懒。无双似模似样学着凤凰口吻，又道：长老知您入了凤岛，特让我来请您去前殿与金曜仙座相见。这位是？青衣颔首，见小童看向白硕，连忙道：这是白硕仙君，他与本君有救命之恩，你好生招待。是。无双连忙点头。青衣看向白硕，我去前殿一趟，你先随无双去休息。好好好，君上慢走。白硕忙不迭答应，硬是不抬头。青衣无奈一笑，灵光一闪，消失在原地。白硕仙君，白硕仙君。小童连着几声清脆叫唤，白硕回过神，这才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到了一处僻静的小阁楼九华阁。白硕四处一望，这阁楼在岛的最南处，僻静又冷清，着实不像给大泽山首徒安排的住处。此阁离古林最近，缘起神君幼时入岛长居于此，后来青衣上君来岛上便也歇在这里。缘起神君，上古真神的儿子，混沌之神。白硕心底一颤，立时便觉得面前这平平无奇的阁楼神秘华贵起来。他东摸摸西嗅嗅，恨不得多吸点混沌灵气，好长命几百岁。后面一双眼睛盯得灼热，白硕回神，见小童瞪大眼，尴尬摸摸头，嘿嘿一笑。无双是吧？我自个在这休息就成了，不用管我，你忙去吧。是。小童点头，转身要走，突然又被拉住。白硕伸出个脑袋，问：对了，小师父，跟你打听个事儿，你知道缥缈和皓月都歇在哪儿吗？因是青衣带来的人，无双倒也不瞒着，朝最东处指了指。缥缈派在岛内最东边的松鹤院，至于皓月殿，小童朝左边一指。皓月殿主喜静就宿在隔壁的逍遥阁里。白硕朝左一望，参天古木下，一座幽静的阁楼隐隐绰绰，正冒了个尖。他浑身一抖，咳嗽一声，差点呛到。白硕仙君，没事没事。白硕脸涨得通红，朝无双摆手。我见了风，有些伤风寒，我先睡了，无双小仙君你自便。说完，他一溜烟窜进九华阁里。仙人也能得风寒？梧桐摸摸头，茫然走了。片刻后，白硕推开九华阁大门，顺着院子里的树悄咪咪摸到了隔壁。渊灵沼泽里出现了神迹。凤岛主殿内，金曜神色一变，看着青衣失声道。青衣点头。前几日师父夜观星象，渊灵沼泽上空似有月星隐现。什么？月星？那不是星月女神的主星？凤贤在一旁开口，也面有震惊，这怎么可能？月迷上神已经陨落6万载，下三界里怎会有他的主星隐现？自6万年前妖神灭世，星月女神陨落在灭世大阵中后，世间再无掌管星宿之神，如今世间的星辰皆由混沌之力所化。那星宿之力转瞬即逝，师父也不敢确定，所以才遣我走一趟渊灵沼泽。你在沼泽里发现了什么？金曜连忙问。青衣摇头，我不过到了沼泽外围，便遇到了一株奇怪的树灵，那树灵的灵力极高，我不是对手，所以青衣特来凤岛，想请仙座和长老与我再去一趟渊灵沼泽。金曜却面色一凝，仙座可是有疑虑？仙座是怕这月星神迹也是邪祟的陷阱。凤贤开口解释，将一城梧桐午宴之变的始末道出。渊灵沼泽常年被邪气笼罩，里面神秘莫测，危险重重，这次保不齐是有人设下陷阱，特意引仙族前去。青衣震惊，竟有人敢以整个一族为祭，逆转神阵，那人的目的是为了诛杀皓月殿主。不止，他若成功，仙族年轻一辈的子弟也要一同陪葬。凤贤沉声开口，此人居心叵测，怕是要挑起三界之乱。自凤凰入神后，三界已有数百年未曾有人进神，上古界封闭，下界灵气稀薄，道消魔长，数年来各地邪祟层出不穷，仙妖两族屡争洞天福地，皆是因此。
虽今要择了中招位无同午宴的胜者，妖族仍然要商榷2界百里的洞天福地，也是这个原因。好在此次午宴，我仙族又出了一天资卓越的后起之秀。仙座说的可是那位缥缈的中招仙君，我听说他入仙不过3载，便已修至上君。不错，金耀颔首，面带欣慰。此子心性纯善稳重，亘古千年难遇，本座欲将他纳入门下，亲自为他授灵。青衣讶然，未曾想金耀竟如此看重这个缥缈弟子，不禁笑道：能得仙座如此看重，我倒是对这位中招仙君有些好奇了。不急，2日后两族大会，本座亲自为你引荐。金耀笑道：月星引线事关星月女神，姿势体大，待大宴结束，本座与你再去一趟渊灵沼泽，确定神迹真假。还有一事，数月前你曾上报天宫，有仙人于人间皇城刺杀紫微星，你可查出那仙人是谁？青衣一顿，白硕的脸在眼前一闪而过，他摇头，尚无线索。3界乱象始生，必须尽快找出此人，以免祸乱我仙族。是，仙座。吱呀声响，殿门被推开，范月睁开眼，不疑小童端着一盘烤鸡立在他面前。范月皱起眉，天火上君交代。范月还没说话，小童已经蓦然开口：出去。范月冷淡打断，到底给了凤族小童些许颜面。是。小童拔腿就走，风吹过，他衣襟下薄薄的纸人露出一角。范月神情一怔，眯了眯眼。殿外回廊处，一阵凉风吹来，小童浑身一颤，眼底恢复清明。他望着手中的烤鸡和身后的殿宇，回过神方才自己做了什么，眼一瞪，抱着烤鸡撒丫子跑得飞快。树下，白硕抹了抹鼻子，沾了一鼻子烟灰，扁了扁嘴：大妖怪，你不吃也得让我家木木吃啊。他丧气了1秒，一转身撸起袖子又跑进了厨房。煮水烧茶一气呵成，半炷香后，素衣丫鬟端着茶水又走进了大殿。这回范月半靠在榻上没出声，茶香扑鼻。待他抬眼时，小丫鬟已经稀稀疏疏摆好了茶盅，面前人一直低垂着头，只露出个滑溜溜的后脑勺。他看惯了他张牙舞爪的模样，如此的低眉顺眼，着实稀罕。茶杯里飘着零星几片花瓣，瑶池水的灵气扑面而来。同样的灵茶，他在南海城的破草房里不知煮了多少回，每次都巴巴端到那人嘴边，只为了他一个笑容，一句夸赞。他街头卖笑，为他攒灵珠，他头也不回一掷千金，只为几张莫须有的画像。他小心翼翼为他聚拢灵气，他转身入了一城为中招冒生死之险。要不是最后他自己要死了，只怕是要哄着他这个半神做一辈子槐树精。他居然还敢来奉道，你以为你是那只狐狸有9条命？范月明明一副神游太虚的模样，手却突然捏上丫鬟的下巴，冷冰冰垂下眼。倏然他的手僵住，大妖怪略，指丫鬟涂的唇红齿白花里胡哨，一张舌头伸得老长，活灵活现做了个鬼脸，叉腰哈哈大笑3声，咻一下在范月手中化成了灰。皓月店主修长的手伸在半空，一寸寸捏成拳。白硕。空荡的殿宇中，这2个字几乎凝成了冰。啦啦啦啦啦啦，大妖怪被骗了。白硕从草帽里摘了根干草衔在嘴里，蹦蹦跳跳哼着歌，浑身舒爽。让你把我家木木弄没了，大妖怪，气死你！轰一声巨响，一团重物被砸在不远处，溅起尘土无数。白硕猛地刹住脚，往树后一葬。还没等他看到人，熟悉的声音响起：你再跟着本君，本君劈了你做柴火。打铁匠。白硕冒出头，一道身影风一般窜过，正是花红。谁有那个熊胆，敢缠着这个煞神？白硕刚准备叫住他，地上那团火红的东西飞快蹦起，追上了冷若冰霜的花红。哎呀呀，小天火，帮我修修我的寂灭轮呗！你那焚天棍威武精神，总不能厚此薄彼吧？小狐狸在花红身旁上蹿下跳，要是化成圆形，只怕狐狸尾巴要摇到天上去了。关老子屁事，滚回你的狐狸窝！木九，都是老熟人啊！白硕热泪盈眶，正准备开口，一双眼陡然瞪大。只见木九一把抓住花红的手扁了扁嘴：当然关你的事了，我家小伦可是为了你粉身碎骨的，他碎了，我的心也跟着碎了。小花，你总不能看着我肝肠寸断吧？少年双眼微红，渲然欲泣，白硕一抖，差点没把隔夜饭吐出来，呜呼哀哉！他不忍地挪过眼去看花红。果不其然，皓月殿的天火妖君脸色清白，看木九活似见了鬼。放手！花红从喉咙里活生生憋出2个字：不放，除非你答应我带我家小伦一视同仁，细心呵护，赐他新生。少年狐狸眼一挑，张口就来：我赐他奶奶心！打铁匠再也听不下去1个字，焚天棍横空飞来，
当头朝木九劈去。我靠，小花你谋杀亲夫啊！焚天棍来得飞快，眼见就要砸到木九头上，少年猛地蹦起，哪知焚天棍突然一软，竟在木九头顶化成一个圈，把狐狸和花红套在了一起，两人瞬间脸贴脸，胸贴胸，连手脚都缠在了一处。看着花红近在咫尺的眉眼，木九秒石化，脸一红，激动的不行。小花，原来你对我也……木九，老子劈了你！花红二话不说，扯下焚天棍，把狐狸一脚踩死，提棍就劈。木九暴走，扯嗓大喊：我靠，明明是你主动的，怎么又翻脸不认人？你劈死我算了！劈呀劈呀！天火妖君发了怒，小狐狸也委屈的紧，索性躺平任花宰割，哪知等了半晌，焚天棍也没落在头上。咦，莫不是只做做样子？他家小花面皮薄。狐狸悄咪咪睁开眼，却见花红盯着焚天棍，一脸呆滞，什么情况？木九飞速挪开花红的脚，窜起身看向焚天棍，也愣住了。坚硬无比的焚天棍上，两个小纸人挥汗如雨，卖力的想把那棍再揉成个圈。白硕，远处花红愤怒的声音若隐若现。白硕挖了挖耳朵，指尖一弹，已经猥琐的跟在了一人身后。就是这妖巧，他还准备和老熟人唠嗑唠嗑，又碰到了另一个更老的熟人。前面尔云端着汤药，踏进了一个小院。白硕抬头看了看松鹤院三个大字，溜了进去。你方才说白硕仙君问了何处？九华阁内，青衣便寻不到白硕，问到了无双面前。缥缈岛还有皓月殿。无双老老实实回答：君上。可是有不妥？没有。青衣摆摆手，神色无波，下去吧。是。无双退下，青衣皱眉，从怀中拿出一物。那是白硕在渊灵沼泽救他时扔出的天雷咒。他指尖一动，一道仙气自符咒中溢出，虽微弱，却出自仙门正统。既有师门，为何还要骗他来凤岛拜师？既是仙人，又为何要问皓月殿？青衣叹了口气，收起天雷咒，出了九华阁。房内，众昭凝神闭眼坐于案桌前，门被推开，尔云端着灵药走近。众昭抬眼，刚欲开口，神色一变，你又被发现了。烛火下，尔云清冷的脸已经变了个模样。茯苓把碗朝众昭面前一推，千年灵芝熬的，能补你的灵气。窗外，本来准备来个缥缈大相会的白硕，看清了阴影中的那张脸，脸色一变，捂住了嘴。怎么会是他？3年前那个在木啸山围杀大妖怪的女妖君。记忆中，茯苓拉满云火箭，满是杀气的脸，霎时清晰无比。阿昭怎么会和他搅合在一起？不必了。众昭起身，从怀中掏出一方瓷瓶放在桌上，君上的好意众昭心领，灵药还请拿回。你就这么怕别人知道你和我这个妖女有瓜葛？茯苓望了桌上未拆封的药瓶一眼，面露自嘲。也对，名满仙界的不识奇才，又被金药钦点入天宫受灵，前途无量，是该和本君划清界限。并非如此。茯苓转身欲走，众昭却开了口，他脚步一顿，回转头。并非如此。怎么个并非如此？若非君上以灵魄花甲相护，众昭在一城早已殒命。众昭那日对君上的承诺，并非曲意逢迎，只是众昭一顿，君上心意，众昭不能受，也受不起。茯苓一愣，他盯着众昭，突然凑到他脸前，这一下猝不及防，众昭慌忙退了2步，却被茯苓又拉了回来，霎时两人近在咫尺。原来你知道。茯苓定定看着众昭，压进众昭耳边，吐气如兰。怎么？本君的心意不能受。众昭面色僵硬，就要把茯苓推开，哪知茯苓声音一低，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心意就愿意吗？可人家心里记挂的未必是你呢。众昭脸色一变，窗外见茯苓几乎压到了众昭身上，白硕一个晃神，不小心戳动了窗叶，妈呀，又完犊子了。就在这瞬间，一束花藤从房口腾出，捆住了跳脚就要逃的白硕。扑通一声响，白硕狗啃泥摔在两人面前，茯苓神色冰冷，妖花化剑刺下。住手！众昭仙剑挥出，斩断妖花，草帽落下，露出白硕可怜兮兮的脸。阿硕！众昭愣住，不知怎么的竟有些气短。白硕咻一下跳到众昭身后，阿昭，离他远点。茯苓面容更冷，还要出手，众昭已经将白硕整个护住，警告地看向茯苓，茯苓妖君，此乃凤岛。茯苓手一顿，他沉沉看了一眼众昭，拂袖离去。众昭望着桌上的药瓶和灵药，目光在茯苓背影上一凝，眼底歉意一闪而过，想说什么，终是叹口气，没有开口。阿昭，他到底是谁？你怎么会和他认识？什么灵魄花甲？这到底怎么回事？白硕扯掉身上的花藤，急哄哄凑到众昭面前。你怎么会在凤岛？众昭打断白硕。
仲昭不问还好，一问白硕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你还问我？我千辛万苦去义城帮你，你倒好，把我一个人丢在义城。哎呀，你别岔开话题，我跟你说，那妖女不是好人，你以后别。她是冷泉宫二公主福灵，她救过我。仲昭硬邦邦开口。冷泉宫二公主，她为何要救你？当年我出京找你，无意在路上救了伤重的她，那时我并不知她非凡人。半年前我闯进人间皇城，被护龙阵所伤，是她救了我。后来在义城我才知道，她在我体内种了一道灵魄花甲，也是那花甲抗住了黑龙一击。原来这就是当年福灵和阿昭会同时出现在木啸山的原因。白硕想起当年往事，脸色一白，小心翼翼问：你去皇城是为了紫微星？仲昭沉默，只道：阿硕，他数次相帮，并无伤我之心。白硕急，可他毕竟是妖族，况且冷泉宫向来行事狠戾，皓月店主就不是妖族。天火藏山名声很好。仲昭突然动了怒，就只有你能和妖族称兄道友，相伴而行。仲昭自修仙后一直性子清冷，再不复年少时的开朗肆意，可白硕从未见过他这般动怒，也没听过他这么重的话。他一时愣住，结结巴巴：阿昭。仲昭也回过了神，他转过身，不知该如何面对白硕，也不知该如何说出自己满腔愤懑和不甘。明明是他从小陪他长大，明明他身边一直只有他，可他有什么资格？他一身血仇伤不得报，他连把他护在身边的力量都没有。仲昭隐忍的面容藏在烛火下，莫名悲凉，可白硕看不见。我就是个小散仙，就算我名声再坏，做再多错事，顶多就是不做神仙了。房间里，白硕小小的声音响起：可阿昭，你将来是要入九重天宫的，我要保护你。我不是故意瞒着你把皓月店主藏在身边，我怕你知道了担心，也怕他恢复记忆会对缥缈不利，才悄悄把他带到南海城。松鹤院外，一袭红衣立在月下，袖上云月流转，不知来了多久。待白硕说出这句时，他目光微冷，消失在原地。房中一声叹息响起，白硕还没抬头，一双温热的手在他头上拍了拍，是仲昭熟悉的味道。他是皓月店主，妖界半神，你有几个脑袋，敢愚弄他？他还是我小徒弟呢，论辈分，他要叫你一声师伯。白硕嘟囔。仲昭简直要被白硕气笑了。别说胡话，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记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义城放过你，不过你千万别再挑战他的底线，若他真起了杀心，10个缥缈也护不住你。对了，我都被你气糊涂了，你是怎么入的凤岛？是青衣上君带我来的。青衣？仲昭讶然，大泽山的青衣上君，你怎会认识他？说来话长，糟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白硕突然道：阿昭，你入皇城的时候是不是用了灵魄之力？不错，怎么了？来不及细说了，我要走了。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千万不能在青衣面前用你的灵魄之力。等过了两族大宴，我再跟你说。白硕脸色一变，连忙叮嘱，转头就跑。阿硕！白硕气喘吁吁跑回九华阁，推开院门，脚步一顿。参天古木下，大泽山上君迎面朝他望来，似乎正在等他。白硕是个聪明人，能费脑子解决的事，他坚决不用法力，当然他也没啥法力可用。所以当青衣专门后在九华阁下等他时，他就知道方才对仲昭的交代白费了。或许那日青衣问他玉笛从何而来时，他不知原因，尚能有所保留，可在得知阿昭入过人间皇城时，再欺瞒就大可不必了。他曾出现在义城，不止木九，连北辰寿安这些仙族也知道他出自缥缈，与仲昭同门。只要青衣费心查一查重昭做凡人时的身份，那一场皇城刺杀便不再是秘密。仙人刺杀紫微星无异于背天，按仙界令当诛。白硕怎么也没想到，他用玉笛随手救下的仙人，竟给仲昭惹了天大的麻烦。事已至此，他只能赌一赌，大泽传承6万载，素有人善之名。缥缈白硕见过青衣上君。未等青衣开口，白硕已经上前行礼。青衣看着他，眼底沉意稍散，为何不再欺瞒我？白硕既选择不再欺瞒于他，或许尚有一丝余地。如君上所见，我至今只能修得半仙，算起来只是缥缈的外门子弟。青衣没有一见面便将他捉起来审问，白硕也松了口气。既是缥缈子弟，为何要骗我带你入凤岛？您不也骗了我？我也不知道您是凤凰的师侄，东华上神的徒孙啊。白硕低着头嘟囔，突然开口：君上那日要赠我山符，报下君救命之恩，不知今日白硕可否以那日山符之意，向君上请求一事？你希望本君不再追查玉笛之事并非，我想请君上听一个故事。白硕抬头，面带恳求。青衣一愣，颔首，
白硕转头望着逍遥阁，隐隐一角，开了口。很久以前，人间皇城的上将军府里得了一对双生女，长女白皙，幼女白硕。白家长女沉稳娴静，自小被亲赐为太子之妃，而幼女白硕贪玩任性，和相府家的嫡子仲昭定下了婚约。长夜漫漫，寂静的九华阁外只有白硕的声音，大多成仙的凡人很少有回忆往昔的。漫漫仙途千万年岁月，数十载凡尘过往实在不值一提。可对于白硕和仲昭短短的修仙岁月，人间的那十几载仿佛才更真实一些。不知过了多久，白硕回转头看向青衣。仲家满门被斩，我求父亲救下阿昭，从此和他远离人间，拜入缥缈门下。青衣上君，阿昭本性纯良，并非悖逆嗜杀之徒，只是他骤逢巨变，对人间天子心怀怨愤，才闯入皇城，犯下了大错。白硕将凡间短短数载说完，却引下了他们入缥缈后发生的一切。青衣看着白硕，恍然大悟，终于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白硕的熟悉感从何而来。他见过白硕，数年前凡间木啸山妖族作乱，他曾救下一对昏迷的凡人少女，时过境迁，未曾想当年的两人竟踏入仙途，有了如今际遇。据我所知，紫微星下凡，一生勤政爱民，知人善用，并未做下诛杀忠臣之事。青衣皱眉，那仲家宰府谋逆，累及满门被斩，并不是冤案。白硕脸色并不意外，是父亲曾告诉我，仲相豢养私兵，却有谋逆之心。青衣一愣，仲昭不知。白硕摇头，当年阿昭不过少年，满门被屠，一夕间失去所有亲人，我若那时告诉他，便是让他求死。青衣惊讶地看着白硕，虽说已经成仙，可白硕也不过在世间活了20来载，当年仲昭年少，白硕又何尝不是？可他却带着仲昭一路逃亡，找到仙山，踏入仙道，心性之间连寻常仙人都有所不及。若不是他仙缘浅薄，无修仙的根骨，面前这少女才是最适合修成大道之人。念及此，青衣眼底浮过一抹可惜。他不知真相，仇恨执念于心中，必心魔难除，就算修仙也难成大道。青衣摇头，你这么聪明，不会不明白你的方法只能救他一时。仙道亘古，凡间一世须臾而过，我原本想着带阿昭入仙也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了，这么长时间凡间的皇帝都不知换了多少个了。乃成想，白硕样样开口。乃成想他修道亘古千年难遇，3年变成了上君，甚至敢为天道诛杀紫微星。青衣接着道。白硕无奈点头，说来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当年他们在火冰岛遇见奄奄一息的松鹤，若非白硕以灵血相救，松鹤为脱身踢了仙族金丹给仲昭，仲昭也不可能短短数年就修成上君。那这又是怎么回事？青衣抬手一挥，掌中现出一支断剑，见白硕诧异，又道：这是冷泉宫茯苓的云火剑，我在皇城护龙大阵里发现了此物。仲昭既是为亲族报仇才刺杀紫微星，怎会和妖族有瓜葛？并非如此。白硕急道：当年我逃婚，阿昭为了找我离开皇城，无意间救了茯苓，那时他并不知道茯苓并非凡人，云火剑之所以会出现在紫微星宫中，是茯苓为了报恩。原来如此。青衣轻叹出声，他原本以为有仙族与妖族暗中勾结诛杀紫微星，坏人间气运，未曾想竟是这么回事。青衣上君，我一定会告诉阿昭仲家满门被诛的真相，让他放下仇怨和心结，请你不要告诉天宫上仙他就是闯入皇城刺杀紫微星的人。白硕面带恳求，看向青衣。青衣沉默许久，他掌心一动，将云火剑收回袖中。此事天宫上仙皆知，我必须给金曜仙做一个交代。白硕脸色一白，上君，我会告知仙座前因后果，说那刺杀紫微星的仙人闯入皇宫，只为报凡间恩仇，并未勾结妖族，也无祸乱三界之心。仙凡有别，既已入仙，等于重活一世，只要他愿意放下执念，我大泽山愿意为他作保。没有人会知道刺杀紫微星的仙人是谁，从今以后他只是缥缈弟子，梧桐午宴为仙族力挽狂澜的少年仙君，金曜仙座的受领者仲昭。青衣话语温和，却掷地有声。白硕愣住。青衣上君，你相信我刚才说的一切？为何不信？你们入仙不过数载，此事真假一查便知，你若骗我，也不过一时，有何意义？为什么？青衣面露疑惑。白硕喃喃道：我们与君上非亲非故，您为何会为阿昭做到如此？其实只要青衣不揭露此事，白硕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他根本没想到他竟愿意以大泽山在金曜面前为阿昭作保。青衣神情一顿，沉默稍许，他望向远方，言有怀念，不知想起了谁。我小师叔曾经说过，人也好，仙妖也好，活一世，无论长短，总有做错的时候，与人机会，
世间便会少许多遗憾。青衣低头看向白硕，我相信一个能让你愿意放弃凡间荣华，陪他历经生死劫难的少年不是恶人，所以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白硕眼眶微红，喉头哽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许多年了，他和阿昭远离人间，踏入云云仙界，受过奚落，遭过不公，这一路走来，他八面玲珑，装疯卖傻，也只是为了好好守护中招活下去，那是他欠中招的。在他心中，这个曾经无比向往的九重仙界和凡尘比起来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有争斗，有权欲，有阴谋，直到方才他才明白那些话本里说的大道始终，天理有功是真的。世间有一座山，名大泽，山中的人能做到如此。好了，后日就是大宴，今要先做要诏，他入天宫亲自受灵，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少年，你把真相告诉他，凡尘就是，不必再执念于心。青衣笑笑，在白硕肩上拍了拍，转身入了九华阁。白硕大力的点头，想说什么，终究觉得言语过轻，不必开口。白硕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知怎地，目光就落在了一旁那露出一角的逍遥阁上。他原本以为等在九华阁里兴师问罪会是他，他去见了阿昭，捉弄了打铁匠和小狐狸，唯独那个近在咫尺的人不敢去见。千里迢迢来凤岛，除了记挂阿昭安危，他还想亲口问一问那个人，他的小徒弟还在吗？不在了，白硕知道，如果木木还在，在看见那杯用瑶池水煮好的灵茶时，他会来找他。白硕神色寂寥，后知后觉难过的像快哭出来。突然他灵台处微微一动，灼热的气息蔓延，白硕茫然抬手一摸，许久不曾出现的暗月印记一闪而过。这是……白硕一激灵，他怎么忘了？他和大妖怪签订了神魂契约，只要大妖怪炼化菩提木，他就能感应到。那夜在缥缈岛，他无意间以灵血打断梵月炼化菩提木，召唤了他，然后他就成了木木。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再试一次，那木木是不是就会回来？白硕毫不迟疑划开手掌朝额心处拍去。凤岛一处阁楼内，南婉沉眼立在窗边，寿安快步走入，在南婉耳边低语几句。什么？当真？千真万确。我亲自去了缥缈一趟，以幻术迷了几个缥缈弟子，发现紫微星被刺的那夜，中招恰巧出了东海，再回时身上有伤。师兄可还记得，天宫曾发下密令，刺杀紫微星的仙人有妖族相帮。那日在一城石殿里，我亲眼看见他身上有妖花护甲，竟敢刺杀紫微星，坏人间气运，他果然是妖族的走狗。南婉沉声怒喝，我这就将此事禀明师尊。南婉匆匆离去，寿安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笑意，只见灵光一闪，茯苓现出真身。蠢货！茯苓勾了勾嘴角，望向松鹤院的方向。中招啊中招！你一直说仙妖有别，我倒要看看，当世人皆视你为妖时，你要如何？逍遥内殿，烛火轻摇，梵月闭目凝神盘坐，半空中菩提心火燃烧，缓缓化为一道灵光，射入他胸前的七芒星阵上。有凤凰神力蕴养，这颗菩提木灵气纯正，梵月炼化它并不费力。就在最后一息灵光落入胸前的一瞬，菩提木光芒一闪，啪嗒一声落在地上。炼化再次被打断，梵月脸色一变，突然头疼欲裂，他抚住眉角，眼底浮过一抹挣扎。就在这时，一团东西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身上。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当白硕再次摸到冰凉又温热的躯体时，猛地抬起了眼，果然是那张熟悉的脸，一双漆黑的眼睛沉沉望着他，不是木木。白硕心底一颤，顿时结巴道不行。店主，我。白硕手忙脚乱撑起手，却无意压在了梵月胸前最中间的那颗暗星上。梵月眉头一皱，我不是故意的。白硕更慌，触电般举起双手，人就这样越慌越不成体统，双手离身的一瞬，他整个人再度砸在了梵月胸前。一声闷哼，也不知是疼的还是怒的。白硕没撤了，一动不敢动，咸鱼一样趴着，干脆认命闭上眼。不管了，反正也不是第一回找死，要杀要剐随便了。疼！身下低低的声音响起，白硕一顿，猛地睁开眼，被他压着的人正盯着他，眼神委屈又有些茫然。白硕瞬间弹起，一把拉起少年，惊喜万分。木木，师父，是我。小徒弟乖乖唤他，一双眼不离他半寸。白硕猛地抱住梵月，太好了，你回来了。少年身体微微一僵，他垂眼看着怀中人，如过往般无数次一样环住了他。是，我回来了。少年拢住白硕的一瞬，他眼底有些发酸，百味杂陈。明明才分别了几日，他却觉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的小徒弟了。烛火明灭，殿内一时无声，两人的身影落在地上，暗涌着无人察觉的温情缱绻。对了，快让师父瞅瞅。
白硕突然想起食店里小徒弟曾重伤于邪龙之手，慌忙掰开范月，紧张的捏捏脸看看手。你的伤好了吗？见白硕一顿乱鼓捣，范月按住他的手，师傅别慌，都好了。白硕这才后知后觉，瞧见范月赤裸的上身，果然无一丝伤痕。少年的身体消瘦匀称，几缕黑发散在胸前，竟莫名有些难以直视。白硕夸赞大妖怪不愧神，肢体坚硬扛打的话溜到嘴边，一下便忘了说，浑然也没发现一向温和的小徒弟按下他的手时，比平常多了分不容拒绝的霸道果敢。不知为何，瞧着白硕恍神的模样，少年突然嘴角一勾，心情好了起来。师傅，我饿了。少年突然凑到白硕脸前，软软开口。这声不合时宜的撒娇打断了白硕的神游太虚，他倏然回神，这才发现小徒弟的脸近在咫尺，而两人的手不知何时竟十指交缠。白硕脸颊爆红，猛地窜起，砰一声额头撞在了屏风上，疼得龇牙咧嘴。疼疼疼疼！一双手适时地落在他额上轻揉轻斥，莽莽撞撞。这一声着实有些难掩的亲昵训斥，白硕抬头撞上小徒弟微勾的嘴角，突然心底一触，木木揉着额头的手一顿，少年回过头，茫茫然然。白硕盯着小徒弟温纯的眼，心底一松，拉下范月的手，师傅不疼，你等着，我去给你做好吃的。白硕转身欲走，踉跄一下没走脱，一低头，却是小徒弟拉住了他的袖摆。白硕疑惑，脸上摆出大大的疑问。师傅答应过我的事，没做到。少年垂着眼，突然开了口，白硕心底一咯噔。来了。小徒弟温温凉凉，任揉人捏，什么都好，可他也有逆鳞。他答应过他不会丢下他，他没做到，不止食言，还亲手埋葬了他。木木，白硕张了张嘴，有些丧气的低下头，不敢看小徒弟的眼，我错。你答应过，等出了一城，要带我吃遍南海城的。少年有些埋怨的声音响起。啊！白硕九死一生般瞬间抬头，连忙安抚。吃，师傅答应你，等两族大宴结束，一定带你吃遍南海城。不行，就现在。小徒弟摇头。现在。范月点头。今夜就去南海城。白硕傻眼，木木，咱们现在可是在凤岛，南海城搁这儿有千里。我会飞。小徒弟打断白硕，不容置喙。白硕面露难色，后日一早就是大宴，他答应了青衣上君，一定会在两族大宴前将相府被诛的真相告诉阿昭。师傅。见白硕迟疑，少年沉下眉，轻声唤他。白硕抬头，小徒弟抿着唇，眼底有些黯然。白硕一咬牙，飞快从乾坤袋里掏出纸人，叮嘱，告诉阿昭，明晚在松鹤院等我，我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他。去。白硕一口气吹下，纸人化为一道灵光，飞快朝窗外飞去。半神法力，千里来去，不过须臾之间，两族大宴还有1日，明日他一定赶得回来。垂手的范月眼一眯，瞳中微冷，指尖微动，一道灵气追着纸人而去。可他那抹冷意尚未荡开，手已经被握住。走，木木，师傅带你回南海城。范月抬头，白硕眼中那抹失而复得的郑重让他怔了怔。好。小徒弟笑了笑，手落下，远处树下追着纸人的灵气悄然散开。灵光一闪，范月朝窗外扫了一眼，反手揽住白硕的腰，消失在逍遥阁中。窗外木头一般杵了足足半个时辰的藏山天火齐齐吐出一口长气。妈呀，差点憋死老子了。花红大口喘着气，直揉眼，辣眼睛辣眼睛。藏山一声不吭就要飞走，被打铁匠一个拽住，干什么去？他又坏了主人炼化菩提木，我要跟在主人身边。藏山眉头皱得死紧。傻帽。花红白眼直飞，你当咱们店主什么人？同一桩事还能栽上2回？藏山一愣，声音嗡嗡的。可方才店主明明又变成了，说你是山兜子还不爱听，这小祖宗没入凤岛前，咱们店主就已经把凤凰给的菩提木炼化了。那店主他，藏山指了指房里，一脸疑惑。缺心眼儿，自个想。花红懒得理这石疙瘩，望着天上灵光消失的方向摇摇头。哟呵，他家店主那性子，能动手绝不多说一个字，这么拐着弯的算计，指不定要怎么折腾人。小半仙儿，你自求多福吧。灵光一闪，云朵退去，白硕终于脚踩实地。木木，咱们到了。白硕从范月怀里喜气洋洋伸出头，望着眼前的光景，愣住。南海城仙气飘飘，谪仙如海，便是到了半夜也多是诵诗抚琴，整个一文皱皱的雅城。可面前这地方酒肆林立，四处张灯结彩，街上行来走往的男军高挑魁梧，女军衣衫艳丽，娇俏邪魅。更重要的是，这地方妖气冲天，这里是妖界。
好歹做了几年半仙，这点见识还是有的。白硕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怎么会来妖界？难道木木他？白硕一顿，还没质问出声，小徒弟懊恼的声音已经响起：师傅，我好像飞错地方了。白硕抬头，只见小徒弟抿着唇，正歉疚地望着自己。白硕心头一软，心底那点子念头瞬间碎个稀烂，连忙安慰：没关系没关系，你也没出过远门，飞错就飞错了，反正时间还早，咱们再飞。白硕还没说完，小徒弟已经转头朝熙熙攘攘的街头好奇望去：师傅，这是哪儿？白硕词穷，他也才做了几年半仙，连天宫都没去过，更别说妖界了。白硕赶忙四望，恰见不远处城墙上迎风扬展的旗帜，脱口而出：不羁。什么？这里是不羁城？白硕吞了口水，传闻中的妖界第一极乐城，妖族骨子里就比仙人活得倦狂肆意，风流无羁，城四主人，而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这座不羁城。传说这里有三界最纯的酒，最艳的舞姬，最大的赌坊，极尽奢靡享乐。最重要的是，这座城没有主人，只要有灵珠，哪怕是低等的散妖，也可以在这里成为人上人。别说妖族，道心不稳的仙人入了这里也会沉迷其中。听说常有仙族化妖入城享乐，流连忘返。木木，白硕一转头，却见小徒弟的目光早就粘在了喧嚣热闹的街头，到嘴边的话顿住。白硕望范月：你喜欢这儿？师傅，这儿好热闹，我从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地方。范月摇摇白硕的手：下回你带我来这里玩好不好？好，真的，答应了不能反悔哦。少年一双眼亮晶晶，走吧，咱们回南海城。少年揽住白硕的腰就要带他离开。不回了。白硕却拉住小徒弟的手：咱们就在这儿玩，这也有好吃的。范月一愣，可这是妖界，师傅，你是仙人，管他的。走，木木，师傅带你见识见识这座三界第一块活城。白硕拉着范月走出街角，冲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哇，木木快看，好漂亮的精灵，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不羁城街上人群攒动，香车徐徐行过，车队最前端，漫天飞舞的粉红气泡中跳跃着一个个手掌大小的小精灵，它们背生蝴蝶翼，翼中五彩流光斑斓，娇憨可爱。豪言壮志要带着小徒弟见识不羁城的白硕，左手一根糖葫芦，右手一块桂花糕，用仅剩的胳膊肘戳着范月，活像800年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个气泡飞到白硕面前，里头的小精灵俏皮的眨眨眼，居然朝白硕伸出了小小的粉嫩指尖。白硕受宠若惊，连忙一口咬住桂花糕，也朝小精灵伸出了手指头。就在蝴蝶精灵指尖触到白硕的一瞬，一丝诡异的血线从他指缝中悄然伸出，白硕浑然不觉，小蝴蝶笑得愈发灿烂，眼底诡谲得意。突然他指尖一顿，那血线还没伸出就化为飞灰，小蝴蝶浑身一颤，尖叫卡在嗓子眼，小小的手被白硕握个满怀。哇，好软。白硕笑眯眯，小蝴蝶惊恐抬头，撞上一双冰冷警告的眼，浑身僵硬不敢动弹。直到白硕把他全身揉了个遍，满足地放下手指，蝴蝶才周身一轻。木木，他喜欢我。白硕仰头大喊：你也摸摸他。白硕一边说着一边转头，却见方才还乖巧如猫的蝴蝶精灵窜天猴一般冲进了精灵群，转瞬不见了踪影。白硕呆住，看来他不怎么喜欢我。少年从纸袋中又掏出一块桂花糕，放在了白硕空着的手中。白硕一口咬住：那当然，你哪有师傅我人见人爱，妖见妖开。白硕满脸得意，悠扬的琴声传来，他转头望去，只见数个白衣飘飘的乐师端坐车中，抚琴弄箫，眉目如画，个个俊俏无比。没等白硕再度呜啊，他已经瞪大了眼。乐师身后，车队正中，18个妖族大汉齐肩拖着一块百尺长的镜面缓缓走来。镜面上10来个少女衣轻纱薄面，腰肢摇曳，醉然起舞，少女的芳香迎面扑来，简直衣香鬓影，风情连城。街道两边的酒肆茶楼里，数不尽的男女妖君仿佛等着这一刻，铺天盖地的灵珠红花伴着露骨的呼喊和肆意的大笑自两边抛下，如雪花般落在了镜面上。无数灵光在镜面上跳跃闪烁，群妖醉态横生，真是穷奢极欲又快意酣畅。白硕淳朴朴活了20载，哪见过这种场面，已然目瞪口呆。范月摘下一颗冰糖葫芦塞进白硕嘴里，触到甜味的白硕如梦初醒，喃喃自语：木木，做妖怪真好啊！相传世间极乐之事，皆为妖神所爱，神如此，妖族便也学了个10成10。范月笑道，替白硕抹去嘴边的糖糕：师傅，他们进去了，我们也去凑凑热闹。白硕回神，忙抬眼望去，只见那香车缓缓驶向街道尽头。
尽头处，一座状似宝塔的高阁耸立，那里花灯摇曳，欢声笑语，12个壮汉正将镜面上百媚横生的少女抬入楼中。见范月抬步欲走，白硕鬼使神差拉住了小徒弟的袖摆，不行。范月露出不解的眼神，妖神喜乐，妖族传承就是了，咱们是仙人，大道难修，不可过于沉溺。白硕清了清嗓子，一脸严肃。师傅，小徒弟拖长了腔调，满脸的不乐意，你方才还说做妖怪真好呢。白硕差点噎死，一口咬碎糖葫芦，牙齿咯咯作响，拉着小徒弟的袖摆转身就走。非礼勿视，小小年纪混不学好，见天的想什么呢？走走走，师傅带你吃好吃的去。见白硕闷头朝前冲，简直把那宝塔楼视为洪水猛兽，范月眼底涌出笑意，任由他拉着自己融入了人群中。圆月高升，不积城4个不夜天，明明已是深夜，整座城里仍旧欢声笑语，酒香四溢。白硕一心驱散小徒弟心中邪念，拉着范月吃遍了半座城，直到他扶着柱子从最后一间酒肆出来的时候，终于摆摆手，不行了，我吃不动了。师傅，既然你吃饱了，那咱们去。我还能站。白硕叔弟收腹站起，眼清目明，啊，还有吃的。他一嗓子吼得豪气干云，活似要以身殉道，可偏偏头上那2只狐狸耳朵融融颤抖，小徒弟再忍不住揽住他的腰，消失在酒肆前。白硕在踩在地上的时候，瞧见的是一汪湖水，脚下青草软软，清香扑鼻，而那湖面上映着一轮小小的弯月。圆月明明当空，可湖面上的那轮小弯月却是紫色的。喧闹的世界陡然安静，白硕望着眼前的湖景，奔到湖边，转头惊讶看向范月。木木，这是紫月湖。范月颔首。上古神界上尘封的时候，妖神天启曾化身净渊妖君，在这下3界的妖界居住了1000年。那时妖界多是荒芜之地，住惯了神界的妖神哪受得了这穷乡僻壤，于是1000年间，妖界凡妖神驻足处皆留下了神迹，那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紫月湖便是他的手笔。传闻湖中印着的紫月拥有神的气息。你怎么知道不羁城有紫月湖？方才给师傅买桂花糕的时候，那小兔妖老板告诉我的。白硕无语，买个桂花糕，紫月湖都告诉你了。我赠了他1颗灵珠，想必他欢喜的紧。1颗灵珠，败家子啊！白硕瞪眼，简直肉疼。他二话不说，弯腰捧起湖水，连喝几口。湖水入喉，白硕通体舒畅，浑浊的灵台霎时清澈不少，连同上次在一城记心头血后郁结于心的疼痛都消散开来。不愧是神的馈赠。白硕喜笑颜开，就要把头整个伸进湖中好饮，却被一双手捞了起来。小徒弟无奈望着他，妖神留下的神息，师傅，你只是半仙，2口足够了。1颗灵珠呢？白硕嘟囔，就2口，多划不来。见小徒弟一脸不赞同，白硕只得扁扁嘴，好吧，2口就2口。白硕遗憾地看了一眼湖水，突然一把拉过小徒弟，肩并肩和他坐在湖边。范月有些诧异，却也安之若素。2人眺望远方，紫月荡漾湖中，波光粼粼，映着漫天繁星，神秘悠远，威仪缱绻。也不知过了多久，白硕突然看向小徒弟，木木，等2族大宴结束，咱们就回南海城吧。你不知道你不在，咱家的房子都倒了，不过你放心，师傅能干得很，已经修好了。范月转头看向他，目光有些悠长，白硕却仿佛没看到一般，顾自低头从乾坤袋里掏出2样东西，巴巴递到范月面前。你看我把什么东西给你带来了。他掌心上是一袋子干花和一小罐瑶池水，这些都是你给师傅传的宝贝，我都好好收着呢。范月看着白硕掌心的东西，眼底温纯如初。师傅，你要带我回家？白硕大力点头。可是范月抬眼看向白硕，嘴角缓缓勾起，冰冷而嘲讽。本店不愿呢。本店不愿。冷冷漠漠4个字，白硕心底冰凉一片。他的小徒弟没有消失，可再不会有了。极乐不羁城没有主人，却在妖界尽头，若非半神，谁能须臾而至？迷幻妖蝶天生嗜血，若不是心存忌惮，岂会放过他？紫月湖是妖神神迹，1000年都只存在于传说中，一个小兔妖知其所在，着实是个笑话。他一直都知道他是范月，不是木木，可万一呢？阿昭已是上君，他要入9重天宫，1000万年仙途，他能陪他走的路只能到此了。半仙白硕只能活100载，万一他的木木愿意陪他在南海城做几十年逍遥师徒呢？他孤结一身千里入凤岛，壮着胆子全力一试，还是赌输了。一城十殿里，他选择唤醒皓月殿主的时候，就该知道他的小徒弟再也回不来了。白硕茫茫然抬头，撞上一双薄怒的眼。
为了救中招，骗本殿与你签下神魂契约，为了不伤缥缈，哄本殿做个任人宰割的精怪。不，我不是。白硕慌忙开口。师父。南海城。范月嗤笑出声，拂袖一挥，白硕手中的花苞和瑶池水跌落在地，白硕脸色一变。范月一脚踩下，冰冷的手捏住白硕的下巴，区区一个半仙，如此愚弄本殿，白硕，你以为你是谁？皓月殿主怒到极致，那双眼仍是淡漠的。一枪子话堵到胸口，白硕却说不出半句，也由不得他再开口。灵光一闪，白硕眼一花，范月带他离开了紫月湖。靡靡之音窜入耳，一派热闹喧嚣。等白硕回过神，已经站在了一处陌生的台阶上。琉璃灯盏满堂，碧石灵玉铺满地面，入目所及的奢靡豪横简直让白硕直了眼。就在这时，一道道放肆的笑声自脚下传来，白硕垂眼看去，粗犷的妖君坐满一楼，垂涎地望向正中，硕大的镜面上，少女们翩翩起舞，一个个被挑选走拥入怀中娇笑。不羁城，那座宝塔楼，大妖怪带他来这里做什么？南海城里，你让本殿做过什么？还记得吗？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白硕一愣，算命摊前小徒弟皱着眉被女军们围住，他笑眯眯收灵珠的场景和眼前的一幕莫名重合。不是吧？白硕心中诡异的不安，大妖怪该不是想……不记得了。白硕舌头都打了卷。不记得？那本殿帮你想一想。不必了。白硕头皮发麻，拔腿就想跑，却被身后人拦在了石阶上。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叫不羁城吗？莫名邪里邪气的声音落在颈边，带着微微凉意。白硕有一瞬的失神。为什么？放肆无归，一切可夺，才叫不羁。白硕还没来得及听懂，突然整个人被掀起朝下扔去。啊！一道风卷过，砰一声，一团东西砸在了镜面上。镜上翩翩起舞的少女尖叫一声避到一旁，待看清中间那东西，惊惶瞬间变成了好奇。堂内一静，众妖愕然望着镜面上那团小东西，忍不住惊诧开口。狐族。白硕晕头转向，一睁开眼，只觉万物都比他高，一双双贪婪的眼俯视着他。妈呀，怎么回事？白硕想说话，却是一声软绵绵的啾啾。白硕傻眼，一低头，在光洁的镜面上看到了一只软嘟嘟的雪白小狐狸，小狐狸脖子上玉笛左右摇摆，显得格外笨重。白硕伸手，小狐狸也伸出了爪，一个不稳，四爪朝天跌在了镜面上。一仰头，小狐狸睁大眼，却看到不知何时一身红衣的皓月店主已经慵懒地坐在2楼尽头那把红玉浇筑的躺椅上。堂中人见红玉躺椅有主，皆是一惊，竟齐齐起身朝范月行礼。见过楼主。不羁城无主，但谁都知道不羁楼上这把红玉椅的主人就是不羁城的地下之王。从未有人见过不羁楼主的真容，这把王椅便是象征。范月抚着额头朝下扫去，暗哑的声音响起。无事，这只白狐为诸位助兴，谁第一个取下他脖子上的玉笛，他就是谁的。此言一出，楼内一静，继而轰天叫好声不绝。唯白硕瞪大眼，成了炸毛的狐狸。呆，黑心肝，小气鬼。狐族一直在妖族地位崇高，不羁城各族精怪皆有，唯狐族从未被人狩猎，能得一白狐，可当不羁城10年奇谈。堂中妖君能入不羁城，皆是无法无天之辈。范月话音刚落，便有一妖直朝镜面跃来。劲风扫过，白硕汗毛竖起，可偏偏他做惯了2条腿的人，4只爪子的狐荡真难煞他也。2只小狐脚才腾空抬了半寸，就在光滑的镜面上飞速滑倒，滑稽地摔了个狗啃屎。哎呀，小心小心！躲到一旁的少女们满眼心疼，恨不得拢过身把小白狐揉在怀里。玉座上端杯饮酒的人默然看着那团小东西，面无表情。范月阅人仙妖不知凡几，若问谁的心肝最七窍玲珑，当属这个叫白硕的半仙。也不知是不是白硕运气好，他这一摔，第一个出手的妖君竟抓了个空，转头再要抢玉笛时，已有5、6个妖君齐齐飞上了镜面，拦住了他。一时间镜面上妖力齐涌，刀光剑影，一场舞姬的争奇斗艳倒变成了妖君们凌厉高低的厮杀。小白狐就在这杀气四溢的镜面上东躲西窜，间隙间还不忘偷瞅一眼玉座上的人。可由始至终，那人毫无波动，俯瞰阶下如看戏台，白狐眼底一暗。就在这时，台下一妖君竟抓住空隙，飞跃上台，手中1尺长鞭直抽向角落里的白硕脖颈。不羁楼主只让取玉笛，可没说过论生死。这妖君向以是杀为悦，为化形的狐狸，得到也不过宠受罢了，拔得今日头名，才是不羁城的英豪。白硕本就心不在焉，待听到众女惊呼时，才发现自己早已被长鞭杀意锁定，
无法动弹。白硕瞳孔一缩，眼睁睁看着长鞭朝自己脖颈抽来。玉座上，漫不经心的范月把玩酒杯的手一顿，瞳色一沉。镜面上，本在厮杀的众妖混乱间四散的妖力竟毫无预兆，合成一股冲向了那突袭的妖军。无数兵器绞尽，活生生将落在白硕头顶的长鞭撞飞出去。众妖转头，见有人趁机下手，红着眼二话不说，同仇敌忾，开始围殴那不守武德的妖军来。白硕周身杀气一散，就在众妖厮杀的同一瞬，他飞快弹起，众女一声惊呼，众妖转头，看到那只方才还笨拙无比的小狐狸，四肢在镜面上优雅跃跳，一阵风般冲向玉阶，跳到了红玉软榻前。这速度，这灵活感！大堂里一阵静默，众妖嘴角直抽，真狡猾如狐。众妖一念未平，骤变又生，满堂瞩目下，只见那小白狐伸出爪子，扯下胸前玉笛，不由分说按到了不羁楼主手中。方才不羁楼主说什么？谁第一个取下小白狐脖子上的玉笛，他就是谁的。现在那玉笛在不羁楼主手中。众妖齐齐朝红玉座上的人看去。范月淡漠的眉眼里涌过一抹愕然，他垂下眼，可怜巴巴的小白狐紧紧把玉笛按在他手里，睁大眼望着他，肉球一样的爪子在微微颤抖。突然，皓月店主发现，自苏醒后胸口一直沉郁的闷气就这么简单散了大半。这半仙说他生了七巧玲珑心，简直都是侮辱他了。天底下怎么有这么聪明又讨人喜欢的东西？可惜不是他的。白硕努力撑着两只小爪子，要不是怕太丢人，尾巴都恨不得摇起来。可皓月店主只是玩味地看着他，半点反应都没有。连这都不行？不管了，豁出去了，脸面那玩意儿他本来就没有。白硕一咬牙，尾巴就要竖起。突然间，一阵天旋地转，满堂的吸气声中，他被一双修长的手抱起，落在了微凉的怀抱里。他是本尊的了。今夜不羁楼宴全城，诸位尽兴。慵懒的声音在玉阶尽头响起，众妖还没回过神，红玉座上那一人一狐已不见人影。琉璃镜面上，刚才还厮杀的你死我活的众妖面面相觑，没等他们骂出声，柔媚的少女们娇笑着拥来，暧昧缠绵的丝乐见缝插针响起，美人在怀，不羁楼世间极乐。转瞬方才那没头没脑的争夺，便只是众妖口中笑谈。砰一声，小白狐落在柔软的草地上，紫月在湖面荡漾，仿佛刚才那奢靡热血的闹剧从未存在小气鬼。嘿，小白狐义愤填膺张口就来，突然发现安静的湖边自己的怒骂声格外醒目，他眼疾手快捂住嘴，瞪大眼。妖兽，他什么时候又变成人了？怎么不骂了？范月倚在树下，红衣猎猎，迎风而展，慵懒的眉眼但是淡漠了点，却惊人的魅惑好看，瞧他那模样，竟仿佛心情还不错的样子。白硕看呆了一秒，瞬间回神，低眉顺眼。店主。树下人望了他一眼，挑了挑眉，转身就走。什么状况？店主。白硕三两步蹦到范月面前，茫然拉住他衣摆，你去啊。范月奇怪的回头，回得理所当然，自然是回梧桐凤岛。白硕看他一副轻装上阵模样，指着自己傻眼。那我呢？范月眯起眼，掌心玉笛现出，做皓月殿的人是你自己选的，大妖怪是要把他丢在妖界？不行。白硕脱口而出，我得回去。范月声音一冷，缥缈已逐你一个半仙，南海城和皓月殿有什么区别？白硕磕磕巴巴，不知怎地，对着范月这张脸，他竟说不出为了阿昭而回这句话。哦，本殿想起来了。范月声音一冷，俯下身，盯着白硕嘲讽地勾起唇角。你与那众招有约？白硕急得冒汗，一咬牙还是抓住了范月手腕。店主，我愿意和你回皓月殿，但是两族大宴前，我必须回去见阿昭一面，我有很重要的事。白硕话音未完，下巴被狠狠捏住，方才还温温和和的皓月店主满眼不屑。你愿意？白硕，你以为本殿为什么要留你在身边？白硕一怔，那般折辱戏弄本殿，杀了你，岂非太便宜你了？你当皓月殿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范月眼中冰冷无比，仿佛方才在不羁楼将他抱在怀里的是另一个人。不是，我回去是为了……白硕急开口，范月却懒得再听他解释，反手一挥，一道结界在他面前布下。大妖怪，你干什么？白硕急冲向范月，却被结界拦住，砰一声跌倒在地。范月眉心一皱，不再看他，冷开口，乖乖待着这儿，1日后本殿自会回来。不行，大妖怪，我答应了。白硕话还未完，范月已经冲天而起，化为一道流光直朝天际而去。大妖怪！范月！白硕爬起，
用力冲向结界，却再度被弹回湖边。白硕满脸焦急，月色下，紫月湖畔的人影渐渐化为一点。梵月落在逍遥阁时，花红正一脚把凡人的狐狸踢出大门，一转头，梵月立在树下。皓月店主神色淡淡，摸不准心情是阴是晴。花红前后左右瞅了瞅，没瞧见那倒霉催的半仙，凑到梵月身边。店主，您把他丢在不羁城了。梵月垂眼瞥来，打铁匠尴尬一笑，连忙举手嘟囔：我可没窥探您的行踪，不羁楼闹出这么大动静，我想不知道也难啊。梵月虽是不羁城的主人，平时却是花红在暗中打理，梵月才在不羁楼露了个影，他这边就得到了消息。梵月懒得多言，转身入阁中，花红却不肯消停，凑前凑后的八卦打听，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他那点法力，连城里的迷幻妖蝶都能一口吞了他，您就把他一个人丢那了？好歹是在南海城一起斗鸡摸狗的交情，花红待那小缺德半仙还是上心的。我也知道白硕这人忒缺德，贪财又小气，狗生又怕死，可咱们堂堂皓月店妖界巨擘，店主您威震八方，神力盖世，着实用不着和一个半仙置气，这传出去。他在紫月湖，终于忍不了，花红鸡零狗碎的嚷嚷，梵月停住脚，冷声打断了他。哦，打铁匠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拖长了腔调，难怪是不羁城。妖神神息不只能疗伤，还能筑基名丹，我就说嘛，他唤醒一个半神，总得挂商带彩吧。梵月面无表情，打铁匠八卦之火却熊熊燃烧，凑近了问：您待他这般好，那半仙是不是感动得痛哭流涕，以身？花红话还没完，突然天际中一支血红箭雨飞过，轰然巨响，数道耀眼的仙力在凤岛山门处上空炸开，仙妖之力震得整个凤岛结界都颤了颤。无数仙妖灵光从岛中跃起，直朝那爆炸的地方涌去。花红神色一变，惊愕看着那化为流矢的箭雨，脱口而出：云火箭！茯苓疯了，他居然在凤岛对仙族出手。梵月望向凤岛尽头，淡淡道：天宫来人了。花红一顿，突然反应过来，难道是那几人来了？见梵月颔首，他耸耸肩，神色一松，只要不是两族大战，倒和皓月店扯不上关系。金耀也在凤岛，这回倒有好戏看了。店主，我们去瞧瞧热闹。打铁匠一回头，身后早没了梵月人影，阁门砰一声干净利落关上。无趣。花红撇撇嘴，一秒不耽误，直朝交斗处飞去。凤岛山门处，参天古林下，茯苓一脸冷峻，手持云火弓，嘴角含血冷望着山门前立着的四人。御风、惊雷、炎火、风雨四上仙一脸为难望着茯苓，手中的法器不知该不该出手。正犹疑间，数道仙妖灵光闪过，金耀和凤族长老领着两族掌门落在山门前。御风四人见金耀出现，齐齐见礼，见过仙座。金耀却看向茯苓，沉声怒喝：逆女，还不住手！瞧见对峙的双方，众掌门对望一眼，心底一突，这桩陈年旧怨，年轻一辈的子弟不知，这些修仙上千年的老掌门们却是听说过的。茯苓乃金耀之女，可生母却为血雾妖花一族的朝会女君，千年前仙妖争斗不休，朝会死于两族战乱，彼时金耀只是天宫上仙，未认回茯苓，他向天地目光辞去天宫仙位，带着幼女远走避世。此后千年三界巨变，仙族久无进神者，天帝奉染入神界前特请回已修成半神的金耀掌管天宫金耀携女而归，本以为千年已过，仙妖只兵戈多年，茯苓早已忘却当年旧怨，哪知茯苓心中愤懑难消，为报母仇，数年前甘愿自销仙骨，彻底化为妖族，投在了冷泉宫门下。也因为这个缘由，金耀仙座与冷泉宫主天宇素来变王不见王，关系极恶。缥缈派来的晚，松风旧伤在身，仍在闭关。众招领着尔云和几个师弟赶到时，恰好听到木九兴致勃勃向一众妖族子弟讲述此事。他望向山门下孤身一人的茯苓，神色复杂。他知道茯苓厌恶仙族，却从未想到他心中竟藏着这样的仇怨。住手！茯苓冷冷望向金耀，眼带嘲讽：金耀仙座，本君报母仇，与你何干？你……金耀眼中一痛，仙妖已休战千年，你母亲死于两族战乱，并非谁之过，你为何还要执恨于心，助纣为虐？他神色一沉，一道神力化成锁链挥向茯苓，随我回天宫。神威之下，仙不可为，那神锁瞬间将茯苓捆住，茯苓动弹不得，愤怒无比。笑话，谁要随你回天宫？金耀，我是妖族，今日你若阻我杀他们，日后只要再遇仙族，我见一个杀一个，执迷不悟。金耀怒极，神光再度挥下，忽一道妖力自岛中而来，那妖力浑厚无比，不只将神光挥散，还将困住茯苓的神锁横空斩断。
妖光一闪，天宇一身黑衣落在了茯苓身边，冷泉宫猪妖同现，护在茯苓身前。天宇望向金曜，沉沉开口：金曜，仙妖只战千年，怎么今日你仙族要重启战火不成？天宇公主，你休得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冷泉宫二公主对几位上仙动手在先。云霄掌门怒道：就是天宇，你冷泉宫的私怨可别扯上整个妖族。木九在一旁咋咋呼呼开口，唯恐天下不乱。天宇望向一旁的玉峰等人，眉一挑，原来是天宫几位上仙到了。他淡淡看向茯苓，茯苓，今日非战不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茯苓冷冷看向玉峰四人，他们四人俱在，你没有胜的机会，那也非战不可。好，不愧是我冷泉宫的人。天宇大笑一声，今日是茯苓与玉峰四仙的私怨，非两族之战，我冷泉宫不插手。但天宇看向众仙，目光落在金曜身上，若谁要阻止，便是与我冷泉宫为敌。金曜先作，为母报仇，天经地义，你掌管九重天宫，统御仙族，茯苓愿以一敌四，其心天地可悯，你该不会连这都不允吧？山门前众仙一时沉默，虽茯苓叛仙为妖，可天宇说的情理俱在，确实无法反驳。不待金曜开口，惊雷却突然道：不必，茯苓，当年在罗刹地，虽我四人同时出战，但斩杀你母的却是本君，今日你要报仇，该战之人也当只有本君一人。惊雷焰火眉一皱就要开口，玉峰却拦住他，朝他摇摇头。当年之事，四人为仙族而战，问心无愧，茯苓为朝会之女，寻仇也天经地义。可他们四人同时出手，茯苓必死无疑。她到底是金曜之女，无论如何总不能伤她性命。可茯苓已是妖族上君，冷泉宫声势如日中天，妖族已有3位半神，本就压了仙族一头。今日茯苓一人约战他们4人，若他们必战，传扬出去，天宫也会成为3界笑柄。如今只有他们其中一人正大光明打败茯苓，才能既解今日困局，又能保天宫名声。仙作虽是私怨，但今日这一场争斗只怕不可避。惊雷朝金曜拱手，请仙作允战。金曜统御众仙，岂不明白惊雷心中所想？他沉眼看向茯苓，缓缓开口：茯苓，今日你若一定要为母报仇，本座可以不拦，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座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一炷香内，你若不能胜惊雷上仙，则100年之内，此仇不能再提。你……茯苓怒极，好，本尊替他答应了。不待茯苓反对，天宇以扬声开口，他淡淡看向茯苓，这里毕竟是梧桐凤岛。茯苓心中一凛，至今日天宇已足够容忍他的放肆，一炷香就一炷香。茯苓再不多言，冷冷看向惊雷，惊雷，还我母君性命来。茯苓话音落下，掌心腰花化剑直朝惊雷而去。惊雷并不惊慌，花剑未止，身形一动就消失在原地，悬于半空之上。茯苓一击不成，腰花化为漫天血雾从天而降，将惊雷逼了下来。惊雷无法，只得祭出仙剑与茯苓短兵相接。短短瞬息，两人在凤岛山门前交手100招，一时间竟难分胜负。当年他离开天宫时才刚修成上君，想不到短短数年便已勘破巅峰之境，茯苓确实更适合修炼妖力。玉峰望着两人交手，忍不住感慨：什么意思？你说老雷会输？炎火脸色一变，忍不住道。玉峰摇头，天分再高也需要时间沉淀，惊雷至巅峰竟已有1000年，茯苓赢不了他，一炷香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他该出手了。玉峰话音刚落，惊雷突然跃起，掌中仙剑化为一把半米长的石鼓，他以手为锤，敲在了鼓面上。通天鼓！山门前有仙族子弟惊呼。惊雷掌仙界雷行，传闻中他一鼓之力堪比天雷。石鼓轰然响起，惊天巨响，一道闪电夹着天雷自石鼓跃出，直朝茯苓而去。血舞花剑被瞬间击碎，茯苓一口血吐出，半跪于地，若非云火弓抵于他身前，替他卸去了5分雷电之力，他早已惨败。金曜见茯苓吐血，面有不忍，沉叹一声，并未出手。今日一战，若能让他平安100年，未尝不可。人群后的众招见茯苓受伤，一神色一变，面带担忧：师弟，你怎么了？尔云见他神色有异，忍不住问。众招摇头，看向茯苓的方向，隐隐担忧。前几日茯苓曾为他渡灵力疗伤，也不知他能否撑到一炷香时间，他心中背负满门血债，此时对茯苓倒有些感同身受。一旁的木九看热闹，正看得兴致勃勃，一眼瞄到不远处树下打着哈欠的花红，眼一亮凑了过去。小花，你也来了。花红脸一垮，正准备一脚踢出，木九却仿佛未卜先知般闪身躲在了树后。嘿嘿，
没踢着。小狐狸得意一笑，朝茯苓的方向抬了抬下巴，啧啧两声。我还以为那妖花多大能耐呢，平时张狂的不得了，连一道通天雷都受不起。他受不起，你受得了？你可别忘了，玉峰四人在目光座下时就已经是上仙了。要不是他灵力有缺，不会连一炷香都撑不过。他能看出来金曜是半神，自然也看得出来，难怪他要定下一炷香的时间。若是再久一些，茯苓碧灵台受损，毁及寿元，到底是妇女。木九惊讶，花妖受伤了。管他的，他输了最好，正好杀杀冷泉宫的威风。小狐狸朝天宇撇嘴，你瞧他方才那神气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一统妖界，成妖皇了呢。木九咋咋呼呼，远处一道冰冷的目光扫来，小狐狸浑身一颤，灵台动荡。花红脚一抬，替木九抗住了那道视线，神威之下，花红亦变了脸色。见花红出手，那股神威骤然消散，却在木九耳边重重落下一道哼声。小狐狸腿一软，被花红扶住。你几个胆子，连半神都敢编排？花红无语，老子就要说一炷香马上就要到了，那花妖输定了。小狐狸惨白着脸，一张嘴犹不饶人。未必，一个以命相搏，一个步步忍让，我看金曜和天宇的算盘都得落空。花红话音刚落，本被通天雷压得喘不过气的茯苓突然怒吼一声，血雾妖气冲天而起，竟将那天雷搅得粉碎。他骤然起身，拉弓至满月，三枚云火箭架于弓上，箭矢化为血雾，直朝半空中的惊雷而去。竟燃烧寿元为法器，这茯苓疯了不成？惊雷脸色一变，茯苓这三箭已是上军巅峰极限，他再留手一定会输，届时天宫必沦为三界笑柄。瞬息之间，惊雷再无选择，三道天雷自谷上拍出，从半空落下，迎上箭矢。轰然巨响，血雾箭矢化为飞灰，天雷虽被化去五成力量，却仍未消散，径直落下，朝茯苓额心而去。糟了！玉峰惊呼出声，金曜反应更快，挥出神力直朝茯苓护去。一道妖力横空而出，将金曜神力斩碎，拦在他身前。金曜脸色一变，骤变横生，没人料到冷泉宫主竟会阻止金曜先做救人，一时无人来得及反应，只能看着天雷落在茯苓头顶。就在这时，一把仙剑横空飞出，与天雷短兵相撞，但那仙剑的力量与雷电之力相比，犹若萤火对日光，瞬间被击得粉碎。一道身影自仙族中飞出，将茯苓护在身下，硬生生抗下了剩下的雷电之力。妖界不羁城紫月湖畔，一脸焦急的白硕仿佛心有所感，心头涌过一阵不安。逍遥阁内，本在凝神修炼的范月睁开眼，皱起了眉头。梧桐凤岛山门前，雷电之力散去，茯苓身前现出一个少年身影，那少年袖摆间三道流云如水，竟是个仙门子弟。茯苓愣愣抬头，看清护在身前的人，神情惊愕，喃喃开口：中招。他这一声极轻，除了中招无人听见。中招一口血吐出，脸色惨白，身形微晃。师弟！茯苓正要去扶，人群中尔云冲出推开茯苓，扶住了摇摇欲坠的中招。茯苓伸出的手顿住，眼在袖中握紧，是缥缈中招，梧桐午宴的胜者。怎么会是他？他怎么会救妖族？中招自回凤岛后一直在松鹤院疗伤静养，除了当初一同在一城的仙族子弟，识得他的人并不多。天宇望着这一幕，似乎并不意外，嘴角莫名勾起。仙族子弟们议论纷纷，各派掌门们到底沉得住气些，只是心中不免遐想。茯苓是金曜之女，听说金曜先座有意钦点中招入天宫受灵，他出手救茯苓，只怕也有抱金要先做知遇之心。一众掌门中，唯云霄掌门西云面色不善，他身边的南婉刚想开口，却被西云拦住。无需着急，静观其变。是，师父。那小子是不是疯了？他一个仙族救茯苓做什么？木九虎眼一瞪，叉腰无语。他本就是金曜已经择定的人选，没必要多此一举，惹人嫌隙。那你说他为什么？美人落难，情不自禁。啊呸呸呸，丑花多作怪，我们家小花才最美。砰一声，聒噪狐狸被一脚踢飞。花红皱眉看向中招，在一城里中招对白硕的回护他可瞧得分明，他竟然出手救茯苓，这又是哪一遭？远处金曜见茯苓性命的宝，望着中招神情愈发宽和。玉峰三人也松了口气，惊雷尴尬落在地上，还未开口，天宇声音已然响起：一炷香过，这场比试是我冷泉宫输了。公主。茯苓脸色一变，输便是输，不过100年罢了，1000年你都等了，只要你不忘初衷，又何须在意这区区100年？天宇淡淡开口：是。茯苓看了中招一眼，竟没有反驳，沉默下来。
想不到仙族竟出了这等少年英豪，不过上军出境便能接下惊雷上仙的通天雷，小子，你是仙族何门子弟？天宇笑着望向仲昭。缥缈仲昭。纵天宇话语中欣赏有加，仲昭对着这个妖族半神意神色冷淡，反而朝惊雷的方向道歉。仲昭莽撞，坏了君上的比试，还请君上见谅。惊雷见他宠辱不惊，微微点头，既是比试，本就不该有伤性命，方才是本君过了。明明是符灵拼死相争，才逼得惊雷不得不反击，他这一句倒把过错揽上了身，不愧是位居天宫1000年的上仙。天宇堂堂妖族半神，被个仙族少年冷落，倒也不恼，只玩味地挑了挑眉。仲昭。一旁金耀突然开口，仲昭连忙拱手行礼，见过金耀仙座。你过来。仲昭微愣，却不迟疑，走到金耀面前，神色恭敬。仙座。金耀手一挥，一道神力落在仲昭身上，仲昭苍白的脸色霎时红润不少。你伤了灵台，强行以神力修复，只会误你根基，本君这道神力能帮你清净灵台，护你道心。多谢仙座。仲昭连忙道，面带激动。他少年入仙，心崇大道，能得金耀指点，心中难免激荡。原来这位就是梧桐午宴的圣者，仙族1000年难得的少年英才，金耀仙座果然眼光独到。天宇笑道，突然转头看向金耀，金耀仙座，本宫的二公主也受了伤，需回妖界养伤，本尊亦不欲在凤岛多留，不如你我两族将明日的大宴提前举行，如何？众仙朝玉峰4人和符灵看了一眼，心中倒是赞同。这符灵身份特殊，又与天宫4位上仙仇深似海，万一一个想不开又厮杀起来，着实让两族尴尬难做。本座也正有此意。金耀缓缓开口，看向凤贤，凤贤长老，你意下如何？凤岛早就备好明日的一切事宜，诸位请移步凤殿。凤贤摆手，岛上3位大佬都做了主，皓月殿主一向不理外事，其他仙妖自然没有反对的理，正要随凤贤离去，人群中突然有人开口，等等。众人回头，只见云霄掌门突然从仙族中走出，朝金耀拱手道，金耀仙座，本君有事要禀。金耀却道，两族大宴马上就要举行，不如待我两族定下洞天福地划分，本座于凤殿为仲昭赐下梧桐心火，为其寿灵后再言不迟。不可，此事事关我仙族根本，在这个缥缈弟子入天宫前，本君一定要将此事先禀明仙座。仲昭一愣，众仙目光向他投来。哦。金耀看了仲昭一眼，西云掌门要禀之事，莫非与仲昭有关？天宇身后符灵面色微变，望着脸色苍白的仲昭，向来铁石心肠的他眼中竟隐约有些后悔。他刚想开口，天宇淡淡瞥了他一眼，符灵咬唇，垂下了眼。事已至此，已不是他能掌控的了。不错。西云看向仲昭，朗声道，仙座，虽我两族休战1000年，但到底仙妖有别，9重天宫乃我仙族重盛之地，此子与妖族有染，绝不可入天宫受灵。西云此话一出，满场震惊，别说仙族，连妖族亦窃窃私语，纷纷朝缥缈众人看来。远处木九惊呆了下巴，戳戳花红，我没听错吧？那老道说仲昭勾结妖族，他勾结你了？花红翻了个白眼，木九连忙举手，我保证也不是我。缥缈众人瞬间成众矢之的，仲昭神色惊愕，尔云亦愤怒无比，你胡说，我师弟才不会。仲昭拉住愤怒的尔云，刚想开口，金耀却摆摆手，沉眼看向西云，肃然道，西云掌门，你可知你方才所言干系缥缈1000年名声，不可妄言。西云被金耀质疑，难掩气愤，掌座，我云霄屹立仙族1000载，位列3山，本君若无证据，何必污蔑一个小小的缥缈弟子？金耀皱眉，证据何在？南婉。西云朝身旁的弟子看去，将你知道的禀于仙座。是，师父。南婉自人群中走出，不屑地看了仲昭一眼，禀仙座，仲昭之所以能在一城梧桐午宴中与邪龙相抗，力护仙族子弟拔得头筹，并非全靠自己。南婉看向一旁的寿安，无量山的寿安师弟曾亲眼看见他身上有妖力护体。此言一出，众仙哗然，纷纷朝寿安望去。仲昭身体一顿，尔云察觉到他的异常，眼露不安。师弟。仲昭垂下眼，避开他不安的目光。我。寿安一向胆小怕事，从未被如此关注过，尤其还对着金耀和一众上仙，他躲在南婉身后瑟瑟不安，不敢上前。南婉眼中不耐，一把将他拽出，沉声警告，寿安师弟，此事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若是你说谎，干系的可是你无量满门。不，我没说谎。寿安害得脸色一变，忙跪在金耀面前，仙座，弟子在一城10殿
曾亲眼看到仲昭与那邪龙相斗时，身上有妖力护体。对了，那日昆仑的北辰上君和狐族的木九也在，他们也可以作证。突然被点名，一旁看热闹的木九见寿安竟要他作证，双手抱胸，满脸无语。看我干什么？你们仙族的事跟小爷我可没关系。再说了，你叫什么来着？寿安是吧？你蠢不蠢？要是真有妖族勾结了这个缥缈弟子，他马上就要进天宫受灵了。老子是妖族，高兴都来不及，还会给你作证？木九这话，这实埋汰人。妖族们哄笑出声，一众仙族大佬们面色难看，连金耀都沉了脸。寿安被木九对的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涨红了脸。北辰上君也在，他一定看见了。北辰自入凤岛后就从未现于人前，金耀虽也觉得是这无量弟子胡乱诬陷，可崇昭毕竟要入天宫，定得清清白白，让众仙心悦诚服才行。去请昆仑剑修。金耀沉声开口。妖界紫月湖畔，白硕心中不安，来回踱步，一脚踩空在湖边，跌进了湖中。可嗨！白硕呛得满口水，手脚并用往岸上爬。本在湖中飘荡的小紫月上残存的神息突然融成一股，猛地将他拽出湖面。白硕还没回过神，强大的神息缚住了他四肢。神息缠身的一瞬，白硕眼中突然浮现一道画面。一座仿佛连接天地的浮桥上，身着鹅黄古袍的女君立在一紫衣神君身后。你要走？紫衣神君未回头，身影有些萧索，又莫名熟悉。神界诸多留恋，你心中挂怀便只有一个上古吗？天启，妖神天启。画面中妖神一声叹息，正要回头，白硕忍不住向前看，紫月湖中无数道紫色神息瞬间灌入他额心。白硕瞪大眼，瞳孔巨缩，无力地闭上。紫月湖上空，白硕身体软软垂下，强大的神息将他整个笼罩梧桐古林中。正凝神修炼的青衣猛地睁开眼，他袖中莫名飞出一道符咒，正是那日在渊灵沼泽时白硕所扔。白硕，青衣微微皱眉，悬空的符咒忽然被紫火缠绕，青衣挥手抢下残缺的一块。妖神之力。青衣骤然起身，他怎会染上妖神之力？青衣手指微动，面色又是一变。他不再凤岛。青衣手一挥，那张残缺的符咒故自朝窗外飞去，他再不迟疑，追着符咒而去。与此同时，梧桐凤岛山门前。不用了，弟子在。金耀刚开口，灵光一闪，昆仑剑修一身白衣，面目冷峻，出现在众人面前。见过金耀先坐。北辰上前行礼。昆仑向来修清净道，且每一脉都只有一个嫡传弟子，基本上新一辈的剑修便是下一任的昆仑掌门。北辰虽只是个上君，却与诸掌门地位相当。北辰，方才寿安言在一城石殿中，仲昭与邪龙相斗时，身有妖力护体，你可看到了？昆仑剑修闻言沉默，众仙神色一变，连金耀也沉了沉眼。难道这无量弟子说的是事实？那日弟子确实曾看见仲昭身上有一道灵甲护体。北辰缓缓开口，众仙哗然，仲昭眉心一颤，沉默不语，耳云扶住仲昭的手僵住，眼露焦急。寿安脸色大喜，我早说了，他与妖族有染。不过那日与邪龙相斗，命悬一线，情势危急，弟子并未看出那护甲的力量是妖是仙。北辰沉声开口，仲昭一愣。寿安仙力低微，无法辨别，可北辰既见护甲，以他的眼力，怎会看不出那是血雾妖花的灵魄护甲？一旁寿安傻眼，北辰上君，你……金耀闻言面色稍缓，众仙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又放下。这昆仑剑修说话也不利索点，害得他们气都喘不过来。北辰并不迟疑，看向金耀继续道，虽不能辨别那护甲缘何而来，不过弟子相信仲昭师弟并未勾结妖族。为何如此说？那日在一城，无论是面对荣仙掌门入邪的金丹，亦或诸神阵，仲昭师弟皆身先士卒，对仙族子弟和缥缈门人全力相护，若他对仙族有一心，何必做到如此？况且在一城时，弟子曾亲眼见到他为了一个生病的异族孩童四处奔走，可见其品性上佳。弟子认为，仅凭一道护甲的力量，便断定他与妖族有染，对他不公。北辰虽年少，却掷地有声。昆仑是仙族除大泽外最古老的剑修仙门，他一句话重于千钧。当即便有仙人面露惭愧，鄙夷望向寿安。仲昭隐隐动容，喉间微涩。不错。金耀颔首，仅凭一道无法辨别的护甲，确实不能。先坐。眼见金耀隐有维护仲昭之意，南婉突然开口。就算仲昭身上那道来历不明的护甲不能证明他与妖族有染，可若是刺杀紫微星坏人间气运呢？什么？刺杀紫微星？
众仙顿时哗然，一直神情冷静的众昭倏然抬头看向南婉，脸色微白。金耀一顿，不知想到了什么，目光在众昭和茯苓身上一闪而过。紫微星御赐那叶青衣曾带回一柄断裂的云火剑，茯苓也曾出现在人间皇城，难道众昭和茯苓早就相识？今日他救茯苓并不只是出于道义。纵使茯苓为其女，但是观仙族和人间安危，金耀难免顾虑重重。一旁四仙听闻紫微星御赐意，神色一变，惊雷三人看向玉峰，玉峰沉沉打量着众昭，微微皱起眉头。弟子曾听闻，不久前有仙人曾闯入人间皇城，欲刺杀紫微星，青衣上君更在护龙镇上发现了妖族的踪迹。自从弟子得知众昭身上有妖力护体后，便想到此事，于是亲自去了一趟缥缈查证。果不其然，弟子从刘岛的缥缈弟子口中得知，紫微星被刺之日，众昭并不在缥缈。这线索本是受安奉上，但揭露重昭居心叵测于仙族可是大功一件，南婉自然当仁不让，将功劳归为己有。南婉看向尔云，尔云女君，众昭是你师弟，3个月前月圆之夜，他并不在缥缈岛上，不知我说的可对？尔云怒道，你少血口喷人，我师弟时常出岛历练，就算他那日不在岛上，也不能证明他就是那个刺杀紫微星的仙人。护龙阵承载真龙气息，伤在龙魂下，金丹上必留下龙印，只要将众昭的金丹取出一探，便知我所言是真是假。众仙听闻此法，俱脸色一变。金丹离体，于修道之人无异于剔骨削肉，更会毁及灵脉，这法子也太恶毒了些。我去！一旁木九搓了搓手，一脸恶寒，这些仙人满口的仁义道德，行起事来可比咱们妖族阴损多了。花红皱起眉，想不到云霄堂堂大派行事竟如此恶毒。就算众昭不是那刺杀紫微星的仙人，一旦他金丹被强行取出过，灵脉受损，将来修炼必难成大器。可若不取，众昭无法自证清白，入9重天宫之事，只怕再难让众仙信服。不错，只需取出金丹一看，此事真相可明。西云沉沉开口，看向金耀，先坐。金耀立刻摇头。西云掌门，金丹乃仙人修行之根本，强行取出会伤及灵脉，此事尚无切实证据，不可如此行事。金耀转头看向众昭，沉声开口，众昭，你是本座择定亲自受灵的人，本座问你，紫微星遇刺之事，究竟和你有没有关系？先坐。我众昭修仙入道，本就是为了报家仇，他一条命死不足惜，可缥缈待他恩重，一旦他承认刺杀人间皇帝，势必会连累本就弱小的缥缈。尔云生怕这些上仙真将众昭的金丹取出来，急急将众昭护在身后。先坐，我师弟一心只有仙族，向来以修大道为己任，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混账，紫微星遇刺是何等重视，岂轮得到你这个小小的缥缈弟子妄言？一旁南婉冷哼一声，怒斥尔云，我看你分明是嫉妒我师弟赢了梧桐午宴，能入天宫受灵，才胡乱找这些罪名陷害他你。南婉被戳中心思，恼羞成怒，还要再言，却被西云拦住。自方才南婉提议取众昭金丹，众仙便开始议论纷纷，今日若不能证明众昭就是刺杀紫微星的罪人，那成为3界笑柄的会是云霄。西云眼一沉，心中已有决断，我云霄位列3山，守护仙族乃是己任，既然先作慈心，那这个恶名就让本君来担。西云突然挥手，一道仙力浮出，将尔云扫落于地。师姐！众昭怒极，连忙去扶尔云，却被一道灵力定在当处，无法动弹。众人还没回过神，只见西云竟已出现在众昭身前，伸手朝他额心拍去，一道惨烈的痛呼瞬间在山门前响起。师弟！众昭！茯苓面色一变，就要出手，却天宇伸手拦住。谁都没想到，西云身为云霄掌门，竟会对一个刚入上军的仙门弟子动手。西云掌门，不可！金耀神色一变，神力挥出欲阻，但却顿住。只见众昭脸色惨白，半跪于地，他额心缓缓浮出一枚金丹，那金丹上一道金色龙印微微隐现。龙族源自上古，世间最古老的龙是天启的神兽青龙子涵。自目光长天地位6万载来，世间大多禁地的封印皆以龙印为主，为人间免受仙妖争斗波及。当年人间帝皇生，紫微星所在处的那道护龙大阵，便是目光亲手布下的。众昭金丹上的龙印，正是金龙印记。金龙印记！西云尚未开口，寿安激动指向众昭，眼都亮了，是他，就是他闯了护龙阵，要刺杀紫微星。寿安，退下！西云轻喝一声，松开众昭，瞥了一眼脸色各异的众掌门，随后看向金耀，微一拱手，先坐，刺杀紫微星，乱人间气运，当诛。
梧桐林前一时噤声，茯苓脸色大变，欲开口，耳边落下天宇警告的声音：他若不叛仙，如何有与你一条路的一日？茯苓身形一滞，手握紧收回，抿唇垂下了眼。天宇嘴角微勾，面色却是郑重，看向金曜道：金曜仙座，既然此事是你仙族内务，本座不便在此，告辞。天宇说着，饶有深意看了仲昭一眼，突然开口：仲昭小子，我妖族快意恩仇，没这么多破规矩，若仙族容不下你，本座冷泉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天宇大笑一声，手一挥，冷泉宫众妖消失在梧桐林前。不远处，木九还欲看个热闹，花红却握住他的臂膀，朝金曜远远一拱手：仙族内事，我皓月殿亦不便在此。花红说完，和木九消失在原地。顷刻间，梧桐林前的妖族随两人散了个干净。妖光一闪，花红和木九出现在逍遥阁外。木九撇了撇嘴，意犹未尽：小花，这么大的热闹，你拉我走干什么？再说了，那崇昭毕竟是小白硕的师兄，咱们走了，连个给他帮腔的人都没有。花红一脸看傻子的表情：你是不是傻？我们为他说话，他只会死得更快。他今日救了茯苓，金曜只怕有心保他，我们在侧只会让金曜为难。花红说完，走进院中，阁内空空如也，已无梵月气息。藏山苦着脸处在院里。店主呢？主子方才离开凤岛了。这时候离开凤岛，必是去了不羁城。花红皱眉：仲昭刺杀紫微星，不仅入天宫无望，还要受罚。白硕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让仲昭全身而退。那丫头倔得很，就怕为了仲昭敢把天捅个窟窿。花红心念一动，画出一只纸鹤挥向天空，纸鹤在半空打了旋儿，直朝妖界而去。仲昭，你灵台处为何会有金龙印记？梧桐林前，金曜沉声开口，看向半跪于地的仲昭。不待仲昭开口，尔云已护在仲昭身前，焦急开口：仙座，我师弟一心护道，绝不会刺杀紫微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师弟，你说话啊！仲昭垂着眼，唇角苍白，迟迟未曾开口。他虽为复仇才拜入缥缈，但入仙数年，修入九霄登仙护民的夙愿早已刻入他心。可是紫微星是仙人大罪，他无可辩驳。荒谬，龙阵印记就在他灵台里，不是他还是谁？南婉沉哼一声：怎么，你如此袒护他？莫不是你缥缈早知此事，刺杀紫微星缥缈也有份？你血口喷人，是我闯入人间皇城，刺杀紫微星。梧桐林前，一道苍白的声音响起，正是仲昭。师弟。尔云脸色大变，想要阻止仲昭说下去，仲昭朝他摇摇头，行到金曜面前。仲昭所为皆为私怨，此事是我一人而为，与缥缈无关，无论仙座如何惩处，仲昭心甘情愿，只请仙座不要迁怒缥缈。你一个下君，何敢做下如此大逆之事？仙座，此事缥缈派脱不了干系。西云淡淡开口，他今日所为已彻底得罪了缥缈，虽然现在缥缈已经没落，谁知将来会不会有转机，还不如就着仲昭的大罪，将缥缈赶出东海。山门一旦失了，洞天福地，再难有崛起的一日。金曜眉一皱，却不好直接开口反对。仲昭方才救了茯苓，他在乎缥缈，众仙们定以为他偏袒徇私，失威于仙界。你入缥缈几载？不远处，玉峰上仙看着仲昭，突然开口：回玉峰上仙，师弟入缥缈尚不到4载。尔云连忙回：4载。玉峰仔细打量了一眼仲昭，复又朝金曜一拱手：仙座，此子刺杀紫微星，却为私怨，与缥缈无关。此言一出，梧桐林前一静，一众年轻子弟不明所以，各山掌门却对望一眼，并不意外玉峰言中笃定之意。西云眼皮一跳，心道不好，果不其然，玉峰再度开口：既是私怨，便非存心坏人间气运，仙道至善，此子之过，不致死罪。玉峰淡淡开口：既然玉峰上仙求情，仲昭，那本座就免你死罪。仙座，仲昭已然入仙，就算是为了私怨，也绝无枉纵之理。南婉气愤开口，竟打断了金曜。南婉，放肆！西云怒声喝去，却硬生生待南婉说完了这句话，才看向金曜，拱手致歉：仙座，小徒莽撞，还请仙座勿怪。不过小徒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就算是为私怨，但仙妖两族不涉人间，乃3界铁律。仲昭毕竟犯下大错，若不重罚，开此先例，日后两族若有人再犯入人间为乱，皆以一句私怨为借口，岂不乱了3界根本？西云此言一出，众掌门齐齐点头。金曜皱眉看向西云，依西云掌门之意，仲昭之过该如何罚？西云面容一正：此子罔顾3界铁律，心无大道，绝不能成为午宴魁首，更不可入9重云霄。虽仙骨绝佳，终究道心更为重要。
金耀颔首，叹息一声：“仲昭，天公乃我先族根基，本座去你梧桐五宴魁首之名，你可有话说？”仲昭无话可说。仲昭垂首：“既如此，你便随你师父回，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请先座降下36道雷刑之鞭，正我先族典法，以儆效尤。”西云沉声开口：“西云掌门。”金耀脸色微变。仲昭以伤灵台，36刑鞭，足可断他仙骨，修为再难寸进。西云此言是要断了缥缈的未来。见金耀并不应允，西云突然看向仲昭，先道慈悲，先作惜才，心有不忍也是寻常。既如此，本君也不愿逼人太甚。仲昭，只要你愿意在各位掌门前向紫微星亲自认错，那这36鞭之罚，本君便看在你在一成就了朱门子弟的份上，为你免去，如何？金耀面色稍霁，正欲开口，仲昭却断然拒绝：“不必。”仲昭面容冷沉，众仙哗然，西云眼底却露出一抹得意。他早已看出这缥缈弟子心性决然，他既敢刺杀紫微星，必是血恨埋身，让他向紫微星认错，绝无可能。师弟，尔云急急开口，还想说什么？仲昭已看向金耀：“下君愿受36雷刑之鞭，生死不论，请先座降罪。”见他如此决然，金耀再难多言，沉声拂袖：“明日午时，仲昭受36雷刑之鞭，此刑过后，本座再与诸位掌门商议梧桐五宴的魁首。来人，将仲昭锁入凤堂。”“是。”“先坐。”金耀说完，留一声叹，仙光一闪，消失在原地。有仙将上前将仲昭带下，众仙三三两两散去，尔云满面焦急，朝岛中而去。青光一闪，一道身影落在紫月湖畔，他望着湖面上沉睡的少女，轻咦一声。无数紫月神息环绕在白硕周围，神息化为星点，尽数窜进他身体内。妖神的紫月之力。与此同时，白硕灵台中那座与天地相连的浮桥上，紫衣神君缓缓回头。白硕的神思忍不住向前探去，就在他望见那双眼睛的一瞬，一道红光自天际划过，直朝妖界不击城而来。湖面上，白硕猛地睁开眼，眼中迷茫，眸中似有一抹月印一闪而过，远处的青衣心底一突，待要仔细看，那抹月印已消失不见。那是不可能，自星月女神陨落，世间无人能掌星辰，白硕一个散仙，怎会有神的印记？啊！青衣心中正惊疑不定，白硕回过神，却见自己悬于湖面，尖叫一声，朝湖中坠去。小心！青衣挥出一道仙力去接，却有人比他更快，一道红光闪过，泛月踏于湖面上，将白硕接了个满怀。他身形一动，揽着白硕落在草地上。白硕抬眼，撞见青衣古怪的眼神，一抬头又迎上了皓月殿主渗人的目光，方才神思里瞧见的一幕早忘了个干净。妈呀，一个妖族半神，一个大泽山首徒，他是遭了什么冤什么孽？这两人怎么一块来了？你们认识？同一句话，两人同时问出，一个好奇，一个玩味。白硕看都没看身后的大妖怪，一个跃步朝青衣蹦来，使劲摆手：“青衣上君，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妖族没有瓜葛。昨夜他才信誓旦旦保证仲昭爵位勾结妖族，今日他便和皓月殿主搅合到一块，说出去猪都不信。”果不其然，青衣打量着两人，没有开口。没有瓜葛。身后微冷的声音响起：“没有瓜葛，你一个散仙是如何一夜之间来到妖界不击城的？那还不是你硬要带我来？”白硕脱口而出，立马捂住嘴，无措地看着青衣。见白硕一脸惴惴，泛月皱眉，淡淡开口：“怕他做什么？一个大泽山，本殿还不放在眼里。”白硕连忙去捂泛月的嘴：“你不怕我怕啊！”青衣上君，你别生气，他这人就这脾气，虽然嘴坏了点，心肠是好的。白硕哆哆嗦嗦解释，泛月本来眉都皱了起来，唇间突然触到少女温热的掌心，莫名闭了嘴，任由他一顿狂言乱输出。青衣见鬼似的望着一动不动的泛月，突然像是悟到了什么，竟点点头：“是，本君也听说皓月殿主素来好脾性。”啥？这孩子傻了，说什么鬼故事？这回轮到白硕词穷了，他巴巴干笑一声，实在接不下去，还是大泽山首徒懂事，竟鬼使神差来了一句：“我于凤岛感应到你入了妖界，才前来一看，既然你无事，那我便不打扰两位了。明日今要先做寿灵在即，白硕，当年仲家就是你可否？”青衣刚准备提醒，忽一只纸鹤从天际飞来，落在了泛月掌心。纸鹤也不知传来什么消息，白硕好奇一瞅，泛月却面不改色，飞快将纸鹤化为尘烟，漫不经心看向青衣。仲昭马上就要成为金耀的弟子，仲家的旧事与他何干？大泽山传自上古，与旁的仙门不同，并不看重仙妖之别，
否则当年也不会因为收留狐族少主弘毅而引得山门沉寂千年。青衣瞧出范月和白硕之间暗淌的默契，一时倒也不好强带白硕离开，正尴尬间，忽一道仙符自天际飞来，落在他面前。青衣只瞧了仙符一眼，神色骤变，白硕心中不安，连忙问：青衣上君，发生什么事了？青衣看向白硕，众招入人间皇城刺杀紫微星一事已为天公所知，众招只肯认罪，不愿向紫微星忏悔，今要先做除他梧桐午宴魁首之名，罚36天雷刑鞭。怎么会这样？君上，你快带我回凤岛。青衣点头，抬手一挥，一道仙圈落在紫月湖上空，飞回去来不及了。这是我大泽秘术，能瞬息万里。多谢君上。白硕转身朝仙卷跃去，却被人握住了手腕。他转头撞上了范月微怒的眼。今要降下的刑罚，你一个半仙回去了又能如何？阿昭那个倔脾气，一定一句都没辩驳。若他知道众家被灭不是他想的那样，诚心向紫微星忏悔，或许掌门出面能免去天雷刑鞭。天真缥缈没落，名下弟子刺杀紫微星，松风能保住缥缈不受牵连便不错了。那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你还能做什么？火冰岛缥缈比试一城诛邪，你为他做的还少了。白硕，你真觉得你是9条命的狐狸，不会死吗？见范月神情冰冷，白硕脑海里闪过一城时店里小徒弟被迫觉醒时绝望的眼神，他心底像是被荆棘刮了一下，生疼，又不知所措。大妖怪，白硕小心翼翼牵了牵范月的袖摆，最后一次，好不好？阿昭要是受了雷刑，他会先脉断绝，等他过了这次劫，我们一起回。手被断然拂开，范月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讽。你跟本殿说这些做什么？白硕，本殿眼中你不过蝼蚁，闲来无事逗着玩的玩意儿罢了。你要找死，与本殿何干？滚！范月转身，似一眼都不愿再多看白硕。白硕整个人一抖，脸色煞白，他伸了伸手想去拉范月的衣角，末了却无力落下，垂下眼。白硕一介半仙，竟妄想与皓月殿主为友，是小仙不知天高地厚，冒犯殿主了。他缓缓抬眼，白硕虽被缥缈所逐，但入仙拜门自有仙本，纵使人微力薄，也总要一试。仙妖有别，凤岛之事亦与殿主无关。白硕看着范月的背影，再不多言一句，转身朝半空的仙圈跃起。仙光一闪，白硕消失在仙圈中，青衣却并未随他而去。他望向范月，突然开口：昨日他在凤岛，我发现他灵脉混乱，体内有伤。小白修仙时日尚短，方才情形混乱，怕是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一夜时间，紫月神息入体，他已是上君。殿主既是关心，又何必？本殿倒不知，大泽山的人竟如此爱意想揣测。仙妖有别，不是你们仙族日日挂在嘴上的话。一介半仙，何能得本殿挂怀？见范月面容冰冷，青衣低叹一声，跃入仙圈。湖面回归平静，湖心紫月之畔，范月垂眼，难辨神色半晌，他转身朝妖界极北之境踏去，忽脚步一顿。范月垂眼，脚下一个花苞孤零零躺在地上，露出几片干瘪的花叶。梧桐凤岛一夜沉寂。松风院外，尔云焦灼踱步。自他昨夜将中招刺杀紫微星之事告诉松云后，松云一语不发，一步也未踏出房门。眼见中招受刑时间将近，尔云心急如焚。晨曦渐明，房门被推开，尔云转头，松云一身道袍缓缓走去。二叔，师弟他。尔云迎上前，刚想开口，松风摆摆手：云儿，招儿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二叔自有分寸。松风拍拍尔云的手，抬步朝院外走去，行了2步，身形一顿。云儿，这些时日二叔想来，仙途漫漫，仙门兴衰其实犹如日升月落，亦是寻常。以后缥缈一派只要秉持立门之初心，护佑东海子民便够了，重不重回3山6府的，其实也不重要了。二叔。尔云一愣，待招儿回来，二叔的这些话你说与他听。松风轻叹一声，再不多言，抬步朝松风院外而去。刑罚时间将至，众掌门领着弟子三两两朝凤岛主殿而去。西云一路脚步轻快，南婉跟在他身后也难掩得意。还是师傅您高明，昨日3两句话便让那众招弃了免罚的机会。惊雷上仙的36雷刑鞭，纵不死也必会仙骨碎裂，难修大道。西云轻哼一声，跳梁小丑何能成为梧桐魁首，受凌于天宫。昆仑素来独往，北辰身份特殊，未比昆仑掌门，他不会入天宫。仙族年轻一辈里无人能与你比肩，待今日雷刑过后，为师便举荐你入天宫受凌。多谢师父。南婉脸色一喜，却又面带疑惑，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何事？
徒儿不明白，中招刺杀紫微星，本是死罪，为何昨日御风上仙一句话，金耀掌座和诸位掌门便认可了他犯下如此大事，只为私怨，而非祸乱人间？西云脚步一顿，你是小辈，自然不知，其实自6万年前目光陛下入主天宫掌管3界后，历代人间紫微星都是由天宫上仙下凡历劫而化。您是说？南婉一愣，上一劫的紫微星正是御风上仙。原来如此。南婉恍然大悟，徒儿听说御风上仙前些时日下凡历劫，原来是化作了紫微星。师父，您说这中招到底和紫微星结了什么仇怨？竟宁愿碎仙骨，也不愿向紫微星忏悔。紫微星掌天下，能让紫微星一眼认出他的身份，中招在人间时必出自勋贵之家，宁允迈而不折，只怕是灭门血仇。如此更好，不用咱们云霄动手，便可除了这个隐患。西云轻哼一声，突然脚步一顿，看向不远处，眉头皱起。本君怎么忘了他？南婉循声望去，只见松风正踏入金耀仙座所居的止水殿中。止水殿中，金耀已从御风口中得知中招身世，忍不住叹息一声。原来如此，其父权欲熏心，累积满门，中招仙骨绝佳，倒是可惜了御风宽慰道。他仙途尚浅，多些磨难，于他未必是坏事。金耀颔首，时有仙将来禀缥缈掌门求见。金耀御风对视一眼，请其而入。松风踏入殿中，见御风亦在，面露了然，朝金耀拱手行礼。既是御风上仙在此，想来仙座已知我徒中招为何会入皇城刺杀紫微星了。金耀一愣，松风掌门，中招入仙前在人间的身份，难道你早已知晓？松风面容平静，是。金耀不解，你既知其心有执念，为何还将其收入缥缈？松风抬头，仙座一入仙途，凡尘种种已是云烟，他历经坎坷寻仙访道，既到了缥缈，便是命中与我缥缈有缘。大道至上，缥缈不会拒绝一个诚心入道的弟子。缥缈没落已久，中招仙骨绝佳，就算是知道他凡尘时的过往，也没有一座仙府会将他拒之门外。金耀叹息，倒也理解松风带中招的惜才。仙座，夏君愿以缥缈千年名声作保，中招刺杀紫微星，只是为了私仇，绝无勾结妖族祸乱苍生之心。此事御风上仙已为他作证，松风掌门还请放心，本座绝不会为了此事迁怒缥缈。仙座误会了，松风不是为了仙门不受连累而来，那掌门是为了……松风深深一躬，还请仙座看在我缥缈千年来护佑东海万民的苦劳上，答应夏君一个不情之请。掌门不必如此。金耀连忙扶起松风，中招毕竟在一城救了一众仙门子弟，昨日又救了福灵一命，于公益于私情，本座都不欲伤他性命。只是金耀一顿，沉声道：他到底犯了仙界铁律，重罚难逃。这36雷刑鞭，纵使是本座有心偏颇，仙门众怒在前，本座实不能为其免。夏君明白，夏君所求并非于此。金耀一愣，那掌门所求是何？松风倏然朝金耀而拜，仙座。松风掌门，你这是做什么？仙座，松风有一句想言。掌门请说。中招于世间已无亲眷，他拜入缥缈，缥缈便是他的家门。他入门时虽是拜在师兄名下，可这3年来他的仙法历世之道皆为夏君所传，我虽是其师叔，实担师父之责，未能化去他的执念，也是夏君之过。人间有句老话，子不教父之过。夏君明白中招大错铸成，重罚不可免，只请仙座体恤，让小徒的这36刑鞭由夏君带徒来受。松风掌门，这……金耀神色一变，松风却已拜倒。中招金丹已受重创，若再受这36鞭，必灵台大损，仙脉断绝，日后于大道一途再难寸进，还请仙座怜我缥缈，为我缥缈一门留下一缕生机。松风发色花白，以头抚地，声声郑重，止水殿中落针可闻。许久，金耀扶起松风，掌门拳拳慈心，本座答应你。松风眼含激动，还欲再拜谢。金耀叹息一声，经此一事，本座相信中招必能放下执念，重修大道。本座也不愿我仙界失去这般奇才，多谢仙座。仙光一闪，白硕和青衣落在九华阁外，一旁花红正板着脸从逍遥阁里走出，木九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活像个小尾巴。哎，小花，你也要去凤殿凑热闹啊？两人迎面撞上白硕，木九捂住嘴，花红神色一顿。他不是送了消息给店主，这祖宗怎么还是回来了？没等他开口，白硕已经急着扑了上来。小花，阿昭呢？他在哪？白硕一连三问，花红眉头一皱，没说话。一旁木九倒是回得贼快。
在凤堂，小白说，你那师兄马上就要受天雷行鞭了，我瞧他那身子骨八成挺不过去，还有点时间，去画画别。木九话音未落，白硕转身朝凤堂而去。你告诉他干什么？花红怒道。我们不说，他就见不到重昭了。连你们家店主都没留下他，你就该知道仲昭在他心中有多重要。木九悠悠的声音响起，花红一愣，转头，平日里吊儿郎当的狐族少主眯着眼，藏不住眼里的狡黠。放心吧，甭为你家店主发愁了，他们俩凑不到一起去。仲昭那小子执念重，心思深，在他心里旁的东西总是比小白重要，还不如让小丫头撞撞南墙，撞破了，他们之间的羁绊也就碎了。他们凑不到一起，咱们能？花红还没开口，小狐狸嬉皮笑脸凑上前，一把拽住他的手，走，去大殿，仙族的热闹，不看白不看。凤堂外戒备森严，有青衣陪着，无人敢拦白硕。长座有言，只要重昭愿意放下尘世仇怨，这36刑鞭可免。白硕还有一炷香，就是行刑之时，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青衣叮嘱，白硕点头，走进凤堂。白硕推开殿门，金光牢笼下，仲昭转头，神情灰白，面目颓然。阿昭，瞧清闯进的人，仲昭瞳孔一缩，随即面无表情低下头。白硕奔上前，手触到牢笼上，金光一闪，仲昭面色一变，不要碰。哪知那金光打在白硕身上，白硕竟毫发无伤。仲昭愣住，连白硕也愣了愣，这光怎么对我没用？阿硕，仲昭眼底不可思议，你进了上军？凤岛的法龙，上军之下定受反噬，白硕未伤在其下，必已是上军。可2日之前，他明明还只是一个散仙。上军？白硕愣愣看着掌心，自他在紫月湖醒来，状况百出，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不止郁结于灵脉的旧伤好了，灵台处更充斥着丰沛的灵力。是紫月神犀。大妖怪带他去无机城，不是为了报复他，是为了给他疗伤。白硕心头一热，仲昭低低的咳嗽声响起，他神思一敛，连忙举手就朝牢笼破去。阿昭，我救你出来。不用。白硕仙力还未挥出，仲昭低声打断，白硕举到半空的手一顿。仲昭看向白硕，阿硕，这不是你可以插手的事，刺杀紫微星是大罪，若我叛逃，整个缥缈一门都会受到牵连。我不是要带你逃，我是要带你去向金曜仙座请罪，只要你愿意放下仇怨，那36刑鞭就不用。不可能。仲昭抬头，眼底怨愤沉沉，阿硕你别忘了，我修仙就是为了复仇，我若放弃灭门之恨，如何对得起我仲家枉死的百口性命？今日只要我不死，迟早有一日，我必亲手诛杀紫微星。他们不是枉死。白硕脱口而出，牢笼中，仲昭愣住，充血的眼看向白硕。你说什么？他一步步走向白硕，任凭法牢的力量击打在身上，满身血痕下，他走到法牢前，双手握住牢笼，定定望着白硕。阿硕，我仲家100条性命，活生生冤死在我面前，什么叫不是枉死？凤堂里死一样沉寂，许久白硕艰涩开口。阿昭，当年仲相却有谋反之心，证据确凿。胡说！我仲家3代入阁拜相，我爹忠君爱民，怎么会谋逆？仲家谋逆一案，是上将军府所查。白硕垂着眼，只这一句，凤堂里死一样静默。仲昭难以置信望着白硕，声音嘶哑破碎。你说什么？我爹的罪是谁定的？上将军府。白硕抬眼迎上仲昭震惊的目光，轻声开口。如今人间这一招，得封上将军柱国之位的，只有一人，上将军白寻。法牢里外，白硕和仲昭四目相对，眼中映着对方的身影。10多年相伴，到如今却熟悉又陌生。白硕终于说出了口，这么些年，他守在孤劫影丹的仲昭身边，终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大妖怪问他有几条命，多重的情，要一直这么守着护着仲昭。大妖怪不知道，他对仲昭不只是年少相伴的情谊，也不仅于少时逃婚的愧疚，真正让他不惜一切护住仲昭的，是因为当年亲手将仲家谋逆证据送上龙案的，是他父亲上将军白寻。仲家谋逆，父亲身为臣子无错，可仲昭呢？他有什么错？他欠仲昭，除了一条命能还给他，什么都做不了。白硕的目光愧疚而坦然，仿佛这么多年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仲昭修仙数年，心智早非昔日少年，若非执念太深，不愿细想往事，或许他早已厘清真相。如今只白硕一言，他便知当年仲家旧案，其实并非他心中以为的那般。世间谁都有可能冤枉重家，只有白寻不会。他父亲待白寻之欲在先，仲白两家姻亲在后，交好数十载，白老将军膝下无子，无擅权之心，除了皇命，
他无需做任何多余的事。但为什么是白寻亲手查出了这一切？上将军府，白老将军，仲昭双手被法笼烙得满是鲜血，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他望着白硕，喃喃问他：为什么我重家的罪，偏偏是你白家所定？为什么？为什么？阿昭。白硕说不出话，眼底几近被愧疚淹没。突然，仲昭抬头，定定看着他仲家谋逆案，始于木啸山私兵，是不是？白硕喉头哽咽，点头，是。阿昭，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没有对不起我，仲家谋逆，我本叛逆之后，白老将军救我一命，网开一面，是我欠了你一条命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当年一手造成，若他早知真相，没有任性地调出那支私兵，或许他能劝回父亲，或许仲家不必满门皆没。是他让一切成为定局，让重家再无活路。仲昭踉跄几步退到法笼中，真是可笑，我修仙修道，自诩含冤在身，还要斩紫微星还我仲家公道。他低着头，难辨神色，嘴角露出比哭还难看的自嘲。到头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36行鞭算什么？我早该死了。他突然抬头看向白硕，上将军无错，有罪的是我仲家。可纵使如此，仲家百条性命在下面看着我。仲昭重重拍在自己胸口，一口血吐出。阿昭。白硕眼中惊惶，你做什么？仲昭眼中血红，竟隐有邪气萦绕，暴戾而浑浊。白硕心底大惊，阿硕，这世上谁的恩情我都能受，只有你白家的恩，我受不起。白老将军救命之恩，这3年相互之义，白硕，我今天一并还给你。仲昭闭眼，一掌朝自己灵台处拍去，仙力闪烁，伴着更强大的金光冲出凤堂。殿外，青衣面色一变，推开殿门冲入，却愣在当下。囚困仲昭的法笼被人撕碎，白硕一身是血，紧紧抱住仲昭，而他那只斩向灵台的手被白硕肩膀挡住，筋骨碎裂的声音在凤堂中响起。白硕那只手竟生生断了。白硕。青衣惊呼，一时竟不敢上前。白硕浑然不管自己那只无力垂下的手，惶恐地用另一只手拉住仲昭。阿昭，不是你的错，是我，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不要怪自己，好好活着好不好？好不好？仲昭愣愣看着满脸血眼泪直流的白硕，眼底邪气散去，疼惜哀痛错综复杂。他伸出手想触碰白硕折断的臂膀，却颤抖停住，最终干涩地点头。好，阿硕，我去认罪，我去向金耀先做。就在仲昭终于说出这句话时，凤岛正中洪亮的钟声骤然响起，随即一道雷电之力划过苍穹，白昼惊雷，整个凤堂都颤动起来。怎么回事？白硕和仲昭不明所以。惊雷上仙的天雷行鞭。青衣微怔，看向仲昭，难道大殿里有人带你受了刑罚？师叔。掌门。仲昭脸色大变，转身化为一道流光，直朝凤殿而去。白硕欲跟上，青衣却拦住他，白硕，你的伤很重。白硕脸色苍白，胡乱从乾坤袋中掏出几粒丹药吃下，急道：君上，我死不了，掌门就伤在身，惊雷上仙的36行鞭若受的是他，一定会出事。青衣这才明白仲昭为何连一身伤的白硕都顾不了了，拉着白硕朝正殿而去。凤殿之中，金耀肃穆居首，天宫3上仙并凤云长老立于下，各仙府掌门并北辰位列于左，天宇懒懒居在右座，茯苓立在他身后，花红神情微沉，不时望向殿外，木九也皱着眉望着殿中一幕。闪电不断在殿中响起，惊雷上军悬于半空，一道道雷鞭向下挥去。10鞭，11鞭，仙将的声音在殿中不断回响。殿中央，松风一身道袍，可纵雷鞭鞭笞在身，他一眉目坚定，不动分毫。谁都没想到，松风一代仙府掌门竟愿带徒受刑，但今要先作遗允，仙门各派便没有反对的道理。27鞭，又是一道雷鞭落下，松风身形微颤，惊雷上军手中行鞭亦一顿。二叔，掌门。不远处，缥缈弟子悲愤难当，尔云满脸是泪，就要朝松风冲来。尔云，不可阻拦。雷电中，松风微喝，深吸一口气，随即看向惊雷。先上，刑罚未完，缥缈犹在，不切罪责，有劳先上。惊雷颔首，眼中拂过敬意，手腕一动，雷鞭再度落下。一道道血痕布满道袍，雷电中那道身影坚韧如山，道骨不移，殿中无论仙妖齐皆动容。35鞭，36鞭。随着最后一道雷鞭落下，惊雷上仙落于地，手中现出一方瓷瓶，当即朝松风走去。松风掌门，这是本君炼制的血灵丹，专化雷伤。可惊雷尚未走近，殿中央，松风额心那一点嫣红骤然碎裂，惊雷面色一变。
多谢君上，但不必了。松风再坚持不住，半跪于地，一口血喷出。殿中仙妖皆是一惊，唯有天宇毫不意外，勾了勾嘴角。二叔！尔云整个愣住，悲愤大喊。就在这时，一人冲进殿中。师叔！凤殿门口，众招身影骤停，他望着殿中瞳孔一缩。只见松风半跪于地，灰白发丝披散在身，数不清的血痕纵横交错在道袍上，鲜红的血沿着他无力垂下的手滴落在地。没有人想到，这个时候众招竟闯了进来。闻其声，松风抬头，此时众人才瞧见他瞳光消散，额心灵台碎裂，已是陨落之象。众掌门个个面露震惊，难以置信。缥缈掌门已敬畏上君多年，就算受了36雷鞭，顶多休养个10来年便能大好，怎么就灵台碎裂，将要陨落了？一时众人面面相觑，殿中毫无声息。这时仙光一闪，青衣带着白硕落于殿中，白硕浑身是血，害得小狐狸一跳，花红瞬间出现在白硕面前。小白！白硕却无暇他顾，见松风面带死气，他悲愤之余更担心众招。自众家覆灭，众招心中松风不只是授业传道的师傅，更如他父亲一般。他本已说服众招放下众家旧怨，可若松风出事，他无法预料众招会变成什么样子。殿中，松风望着众招欣慰一笑，再支撑不住，身躯轰然倒下。师叔！众招踉跄向前，接住了倒地的松风。金耀也转瞬出现在松风身旁，朝他灵台探去。滚开！众招一道仙力挥出，愤怒斩向金耀，将松风护在身后，双目赤红。他那点仅存的仙力自是伤不到金耀，金耀随手拂过。招儿！不得无礼！大口的血从松风口中涌出，他却虚弱又坚定地拦住了众招。师叔！招儿，扶我起来！众招惶恐回头，小心扶住松风。松风努力站起，依旧道骨仙风，眉目间不见半点怨愤。孽徒莽撞，还请先坐，不要与他计较。松风掌门怎会如此？金耀自是不会与众招计较，见松风模样，他难掩震惊，以他半神之能，自然看得出松风灵台碎裂，油尽灯枯。夏君日前于东海渡劫，于雷劫下灵脉碎裂，一身仙韵已然散了。众招抱着松风的手一抖，不是，松风这一身伤是为了他。他从驿城归来，灵脉损于邪龙之下，为了让他顺利入天宫受灵，松风强行为他疗伤，才致灵气外泄，旧伤反复。那掌门为何还要替众招受这36鞭？金耀问至一半，哑然失声。松风是为了众招，众招灵脉已损，再受这36雷行鞭，必于大道再无机缘，仙途尽毁。松风这是在用他的命换众招的仙途大道，此时如父，大抵如此。金耀再不多问，痛惜沉默。松风却坦然一笑，夏君心中所想，想必仙座已然知晓，无需夏君再赘言。掌门慈心，本座不如。金耀长长一叹，远处茯苓手心握紧，眼带嘲讽。仙座，小徒刑罚可算过了。松风声音虚弱，眼带期盼。自然。那小徒刺杀紫微星之罪，刑罚既受，此事从此仙界之内，不必再提。好。松风连道2声好，看向众招，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来不及说，嘴角含笑闭上了眼。老龟啊，你那2片龟壳下还真是从无妄言。只是若老道命该如此，能为我那徒儿争得一线生机，也就够了。二叔！掌门！尔云和一众缥缈弟子悲愤涌上前，却又顿住。道袍下那消瘦的身躯点点消散，松风就这么在满殿仙妖前化为了尘埃。须臾之间，众招手中只剩下一件染满鲜血空空荡荡的道袍。师父！仙人陨落并不少见，可一派掌门走得这般惨烈，却是极少。众招这一声师父，悲戚无比。一时殿中静默，众仙面上不忍，心中不安。白硕立在一旁，眼眶通红，不知所措。一声叹息响起，金耀看向殿中诸人，沉声开口：松风掌门陨落，是本座失责。虽昨日本座已除众招梧桐午宴魁首之名，但本座决定，待松风掌门3年仙事期满，本座将再许众招入天宫，为其受灵。仙座不可。西云脸色一变，急急开口：够了，本座意已决。西云掌门，这9重天宫究竟是本座所掌，还是你云霄的一言堂？金耀面容微冷，沉沉看向西云，满目威仪。夏君见悦，先作息怒。金耀掌天宫100年，从未动怒。西云面皮一抖，连忙请罪。松风陨落说起来是仙门所逼，事已至此，大局已定，中招，待松风掌门回缥缈吧。从今以后，你身上的罪责免去，此事亦不累及缥缈。3年后，本座在天宫等你。金耀声音和缓，
大殿中却无人应答，众人忍不住朝殿正中看去，只见仲昭抱着松风道袍，低垂着眼。仲昭，先做大恩，你还不快谢过？仙门掌门中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免我罪责，不累缥缈。呵，冰冷不屑的嘲笑刺耳又突兀。今要先做，你九重天宫真是好大的恩德。殿正中，仲昭缓缓转身，抬眼看向金耀，他眼中血红一片，冷漠而讥讽。阿昭，白硕心头一紧，就要上前，却被花红皱眉拉住。丫头，不要过去，这小子不对劲。不远处，天宇嘴角笑容渐大，终于时机到了。仲昭，你放肆！不待金耀开口，西云已重重喝来。仲昭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死死盯着金耀，眼中血红渐深，竟缠上了黑气。邪气！先坐，此子心有怨愤，已堕邪魔之道，留不得他。众人皆为仲昭眼底的黑气所惊，西云神情一正，毫无预兆，一剑朝仲昭挥去。神光一闪，西云仙剑被扫飞，却是金耀出手，护在了仲昭身前。先坐！西云脸皮通红。仲昭，不要胡来！金耀声重，你师父为你而允，你若堕妖邪意图，松风掌门岂能瞑目？累师而亡，何敢再为其弟子，当自绝于师门。仲昭看向一旁的缥缈众弟子，眼中没有半分情绪。你们听着，从今日起，我仲昭不再是缥缈弟子，和缥缈再无半分干系。师弟，师兄。尔云和缥缈众弟子见仲昭发狂，心中焦急又悲愤，却未悲言轻。师弟，二叔已经没了，你不要。尔云哽咽着，不知如何是好。仲昭一身仙法灵脉，皆源于仙，一身仙骨在身，不能违师命，不能背天理，不能斩仙族。仙骨如至，仙脉如故，今日我就把这一身仙骨还给你们。仲昭一跃而起，手中仙剑化为无数碎片，他长啸一声，仙光闪烁大殿，万千碎剑尽数刺入他身体之中。阿昭！白硕瞳孔一缩，跃起阻止，但仲昭碎尽灵脉爆发的灵力，竟在霎时达到了上军巅峰，无数灵气从他身体中溢出，朝殿中四处涌来。这灵气暴力无比，杀意森森，无论仙妖皆上其下，各派掌门纷纷出手阻止这暴力的灵气伤人。白硕还未靠近，就被灵气弹飞，花红眼疾手快将他拉回，护在身下。灵气散去，一声巨响，仲昭重重落地，一身仙骨尽数碎裂，他浑身是血，却立而不倒，仿佛只凭一口气息死死撑住。虽他仙骨俱断，灵力全无，眼中那股黑气却比方才更胜10倍。这是碎骨还仙，以仙堕妖之法。仙骨已碎，仙脉已绝，从今以后，我仲昭再不是仙。今日你们若不杀我，总有一日，所有逼死我师父的仙族，仲昭必亲手刃之。那个一身正派满身仙气的少年，仿佛从地狱中走出的邪魔，冰冷地望着殿中所有仙族，连修炼万载的金耀也为他眼中的怨愤和杀意而惊骇狂妄，妖邪之辈也敢挑衅我整个仙界。这一次不只是西云，仙门之中有3位掌门同时祭出仙剑朝仲昭挥去。这一次金耀没有阻拦，他虽愧对松风，可他毕竟是天宫掌座，宁碎仙骨而堕妖的仲昭，他无法再护。4把仙剑同时刺向仲昭灵台，仲昭不过凭一口气息撑住，根本无力还击，可他眼中毫无惧色，皆是死意。长发披散的少年孤独立在大殿之中，犹若邪魔，为3界所弃。殿中一些与缥缈交好的仙人已经不忍再看。就在4把仙剑落在仲昭灵台的一瞬，人群中一道身影跃出，在仲昭身前筑起了一道仙圈，那仙圈微弱无比，对上4位掌门犹若银光银皓月。众人抬眼望去，只见一个少女浑身是血护在仲昭身前。白硕，白硕师妹。缥缈弟子中有人焦急唤着白硕。众仙愕然，这竟是个缥缈弟子，蚍蜉撼树，一个东海小派怎么进出这么些不要命的子弟？半空中，那4把被白硕仙圈阻了片隙的仙剑，仍旧毫不迟疑刺向仲昭，护在他身前的白硕首当其冲。本来已被邪气萦绕双瞳毫无生意的仲昭朝白硕冲去，可他仙骨已碎，灵犀全无，不过一步就轰然倒地，鲜血从七窍流出。仲昭绝望望着白硕，瞳中黑气纯粹到极致，发出野兽般的怒吼：丫头，小白硕，你找死啊！花红和木九同时脸色一变，就要出手。就在这时，一道强大的神光从天际而来，落在那4把仙剑上。仙界3山6府4位掌门的剑仙竟就被这一道光给拦了下来，再不能进半寸。神光中，一道人影从天而降，缓缓走来。那人红衣月袍，于风扬展，他伸出一只手，轻轻一弹，顷刻间4把仙剑断成碎片，4大掌门同时色变。而殿中，一道人影横空而起，
毫无预兆朝西云四人扶出一掌，四人齐齐吐血，如断弦的风筝朝地上落去。金耀并三位上仙面色一变，同时挥出灵力将四位掌门拖住。神光散去，皓月店主怀中是那个满身鲜血的少女，而冷泉宫公主天宇立在了只剩一口气的中招面前。殿中瞬息万变，谁都没想到妖界两位半神境同时出手，护住了这两个缥缈弟子。白硕，你就这么轻贱你的命？皓月店主神色冰冷，可只有他知道自己那双抱着白硕的手在微微颤抖。白硕在凤堂时为中招受一掌已是重伤，方才又耗尽仙力为他拦下四掌门的仙剑，染血的身躯如破碎的娃娃。他睁开眼，迎上那双冰冷且愤怒的眼，却突然咧了咧嘴。尽管范月说出的话冷漠又无情，可自回凤岛后那满腔的惶恐愧疚害怕在触到身后熟悉的怀抱时不见了。大妖怪，他用尽力气又小心翼翼拉住范月的袖摆，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只这么轻轻一句话，皓月店主满腔怒火烟消云散，他目光在白硕折断的手臂上一凝，神情更冷，掌心源源不断的神力却注入了白硕灵脉之中。两人仿若无人般对话，殿上却陷入了古怪的沉默中。三界皆知皓月店主那一副性子比万年的冰川还冷，可现在他竟为一个仙门子弟的死活出了手。这个叫白硕的缥缈弟子究竟什么来头？不远处，中招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他模糊的斜眼里映着白硕望着范月的那张欣喜又依赖的脸，眼底仅剩的一点亮光散去，只剩黑暗。天宇公主、范月店主两位合意。静默的大殿中，金耀以神力为四位掌门疗伤后才沉沉开口，这是我仙族内务，两位如此是要与我仙族开战吗？惊雷性子冲动，怒声质问，本殿何时插手你仙族内务了？本殿不过是救我皓月殿的人，怎么不可以？范月淡淡开口，皓月殿的人。众仙面面相觑，西云忍不住开口，他明明是缥缈弟子，本殿说他是皓月殿的人，他就是。范月神色一冷，半神威压落于西云身上，西云面色一白。范月殿主。金耀开口，他一身仙气，明明是我仙族，即便殿主是妖族半神，也不能如此颠倒黑白。谁说一身仙气就不能是我皓月殿的人？他早已被缥缈逐出师门，金耀先做若是不信，可以问问这些缥缈弟子。金耀朝缥缈众人看去，尔云咬了咬唇，点头。是，白硕虽出自缥缈，却早已被掌门逐出师门，他已经不是我缥缈弟子。尔云曾经厌恶白硕，可历经世事，他待白硕早无芥蒂，如今缥缈遭逢大变，中招堕妖，白硕为他与众仙门相抗，仙界已无白硕立足之地。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跟着这个皓月店主离开。既无师门，本殿将他收入我皓月殿门下，有何不可？仙妖有别，店主岂能？金耀先坐，你可别忘了，这整个下三界都是擎天祖神以混沌之力所化，天地始开，万族本就同源。范月悠悠开口，这话一出，殿中无论仙妖都面带无语。这妖界里要说最不喜和仙人论交情的，当属这位皓月店主，要不是亲耳听见天地始开，万族同源这8个字，打死他们也不相信是皓月店主口中所出。如此大道至简又冠冕堂皇的话，轮到金耀无言以对，别说他，就算目光仍在，也挑不出半点错来。金耀先坐，我皓月殿的人可犯了你仙界天条？见金耀不语，范月开了口，确实不曾。既如此，你仙族之事与我皓月殿无关，本殿的人，本殿带走了。范月说完，抱着白硕欲走。大妖怪，阿昭，白硕伤势过重，早已神志恍惚，纵如此，仍旧惦念着中招安危。范月额头忍不住抽了抽，抬手一挥，一道神力落在白硕额间，白硕来不及再言，眼一闭沉沉睡去。神光一闪，范月和皓月殿众人化为数道流光，直朝妖界而去。皓月殿主一走，满殿的目光就落在了天宇身上，这回不等金耀开口，看了好一会儿戏的天宇倒是先发制人。金耀先坐，本座方才情急，出手重了些，不过4位掌门仙力深厚，想必本座也没有伤到他们。天宇公主，你到底何意？西云方才在范月面前触了眉头，这回质问的是方才和西云一同出手的另一位掌门。没什么义不义，仙门4大掌门联手诛杀一个灵脉俱断的少年，本座看不过眼罢了。你中招是我仙族罪人，我仙族如何处置与公主何干？罪人？他有什么罪？刺杀紫微星，松风已带他受过。堕妖？这世间由仙堕妖的又不止他一个，难道因为他堕妖，他就该死吗？天宇冷冷看来，若说方才范月只是以半神威压摄人，那天宇宙深游若实质的神力已经落在了殿中众仙身上，
当即一些仙力低微的弟子口吐鲜血，一众掌门因面色一白金要上前一步，神力四溢，挡住了天宇的妖力。天宇公主，仙妖休战千载，你今日到底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本座只是想请诸位为本座做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殿中众仙一愣，天宇低头看向地上一息尚存的仲昭，突然开口：仲昭，本座问你，你可愿入我冷泉宫？殿中一静，众人忍不住朝重昭看去。地上那个血肉破碎的少年用仅剩的一口气蓦然抬头，他模糊的眼一个个扫过满殿上仙，最后望向天宇，毫不犹豫开口：仲昭已非仙，愿入冷泉宫。好。天宇大笑出声，抬手一挥，将仲昭扫入茯苓怀中。今要先做，仲昭的命本座今日保下了，从今日起，他就是我冷泉宫门人。仙族若要杀他，只管来我冷泉宫就是，本座在妖界等着。天宇话音落定，毫无预兆挥出一道神力，金耀脸色一变，抬手去挡，待两股相撞的神力散去，凤殿之中已无半个妖族身影。满殿静默，金耀面色难看，众仙无一敢言。谁都没想到，三界瞩目的百年盛世，凤岛的梧桐舞宴竟是这般收场。妖界极北之境，千里冰封雪境，皓月殿中千盏琉璃灯火不灭。悠悠雪地，后殿一室中却宛如春日融融。床榻上，白硕脸色苍白，一身血衣早已换去。源源不断的神力自梵月掌心渡入白硕灵脉中，半个时辰后，他灵气渐稳，脸色恢复红润。不要走！昏睡中，白硕一语，眉头紧皱，仿佛不得安宁。梵月望着他上沉睡的白硕，脑海中闪过凤殿上白硕护在仲昭身前的一幕，起身欲走。木木，离去的脚步骤停，梵月愣住，转头：不要走，木木。床榻上，白硕唇齿间唤出了一个名字，一声低叹响起，皓月殿主认命的转回身坐下，握住了白硕的手。殿外，花红靠在廊下饮酒，龙一珠循着气味逮吧逮飞来。喂，小花，石头隔板的，你在这儿喝什么酒？这儿暖和。花红伸了个懒腰，懒懒道：冰天雪地的，哪暖和了？龙一珠无语。人心暖和。花红朝殿内看了一眼，笑笑，一葫芦酒大半入了口。龙一珠望向殿内，一睡一坐，两道人影落在窗上，也不知想到了什么，一双大眼里竟有些怀念。是啊，自从他走后，太初殿里再也没有暖过了。谁走了？奶冷。花红迷迷糊糊问。喝你的酒吧。龙一珠飞到打铁匠身旁，抱起酒葫芦，囫囵灌了个干净。一旁，花红匀称的呼噜声响起，月光下映出龙一珠的倒影，竟是龙影绰绰，五爪腾飞。千里之外，冷泉宫。森寒彻骨的石洞中翻腾着一方血池，和当初一城时殿下的一般无二。仲昭双眼紧闭，伏于血池之上，血池之外困着无数眼神惊恐的妖族，几乎全是上军之列。天宇毫无表情立在池外，随着他手挥起，妖力从这些妖军身上飞出，争先恐后冲进了仲昭体内。一声声惨叫响起，被夺了妖力的妖军神魂俱灭，化为飞灰。茯苓面露不忍，可望着血池中灵脉碎裂毫无生气的仲昭，他眼底那一丝不忍尽数褪去。许久，血池恢复平静，仲昭虽仍旧毫无知觉躺着，但他灵台深处一簇微弱的黑火缓缓燃起。砰一声巨响，茅草纷飞，焦黑的木柴星火散落在殿宇各处，一个狼狈的身影不知从皓月殿哪个犄角旮旯里跑出，叉着腰朝着主殿上方怒吼：什么妖界第一殿，连个像样的炼丹炉都没有，打铁的你亏不亏心？殿顶上，花红懒洋洋叼根野草，瞅着骂骂咧咧灰头土脸的白硕，十分不耐烦，推了一声：本君亏不亏心不知道，不过炼丹的，我瞅着你像是不怎么亏心啊。我亏什么心？不亏心。得，我替你数数，自打你来了，咱们皓月殿已经炸了8座偏殿，烧了325株一品灵草，废了1234根灵木。哎，打住，我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炼丹药，还不是想替咱皓月殿多攒些宝贝，足80颗一品灵丹，库房里都堆满了，你还想怎么着？白硕眼睛瞪得比牛大，一脸神气。谢谢，用不着，这可都是救命的宝贝，不识货。花红飞了个白眼，从殿顶一跃而下，无情打击。半神之身要是真受了伤，就算是一品丹药，吃了也跟没吃一样，如牛饮水，听过没有？你练的那些玩意啊，对店主没用。白硕一愣，眼底一抹情绪飞快拂过，昂起下巴炸毛，谁说给他练的了？我是给咱皓月殿的兄弟练的。那我替兄弟多谢你，你慢慢练吧。花红打了个哈欠，摆摆手要走。哎，等等，又咋？大妖怪呢？
怎么这几天没瞅见他？白硕干咳一声，望天问。花红眼皮一挑，磨蹭半天还不是问出来了。怎么？惦念店主了？谁惦念他了？天天冷着个脸，活像我欠他一屋子灵珠似的。我是看库里的灵草没了，想找他要几株。哦，花红桀桀怪笑。不说拉倒，我炼丹去了。白硕转身就走。妖界西境有菩提气息，店主找菩提树去了。身后花红声音传来，白硕脚步一顿，立马回头。菩提树，原来大妖怪还在找菩提树。小花，你家店主为什么满三界的找菩提树啊？白硕一脸好奇，从他第一天认识范月起，范月就在不停地寻找菩提树，可他明明是个妖，找神树做什么？范月已是半神，难道菩提神木能提升他的神力，让他早日成神？你傻呀，这是店主的秘密，我怎么会知道？我还想多活几年，可不敢问。花红摊手，见白硕无语，凑近了嬉笑。你要是好奇，自己去问啊，反正你是9条命的狐狸，死不了。花红摇头晃头，突然神情一僵，使劲拍了自己的嘴一下，让你多话，说什么不好，偏要提那只蠢狐狸。小白，我出趟远门，要是那混账问起，你就说我死了哪个混。白硕还没问完，花红已消失在天际。轰一声响，一团红彤彤的东西砸在地上，白硕低头，娇小可爱的红狐狸翘着尾巴，骄傲地来回走了一圈，才肯化为少年。小白，我这模样俊不俊俏？白硕眨眨眼，十分违心。俊，我家小花泥，我已经3天又5个时辰没见到他了，可想死我了，他在哪？木九竖着狐狸眼，四处张望。哦，他说他死了。白硕摊手，十分实诚。他说他死了。木九瞪眼。白硕点头。那他有没有说他死哪去了？白硕迅速朝花红逃遁的方向指，很是精准。东南方向100里有个桃子林，那里有他藏着的酒。得嘞，不愧是我兄弟。木九亲热地在白硕肩上一拍，毫不含糊掏出一把东西塞在白硕手里，10颗上品灵草。您笑纳，回见。话还没完，红狐狸卷起一阵风，直朝东南方向而去。走了2个活宝，店外一时安静下来。白硕瞅瞅空荡荡的大殿，想起方才花红的话，手里的灵草顿时不香了。他随手把灵草塞进乾坤袋，七手八脚爬上殿顶，摘了片叶子挡着太阳，学着花红懒洋洋开始发呆。极北之境严寒，即使是太阳悬空之时，也是静谧寒冷，恰如这座藏在3界最北处的殿宇。白硕从来没想过，3界最神秘的皓月殿原是个如此平静安宁的地方。连缥缈这么个东海小派都分内门外门，守岛的弟子一大堆，可皓月殿除了一个整天晒太阳的打铁匠，一个沉默的山汉子，一只聒噪的肥木猪，并几个羞羞涩涩的侍女，再见不到几个活物了。哦，不对，还有个一天到晚对他横眉冷对、极尽挖苦的半神。还是木木好啊，呆萌可爱。白硕嘴上这样说，日渐红润丰韵的脸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低头瞅了一眼身下金光闪烁的殿宇，摸着殿顶的琉璃瓦，爱不释手。这里嘛也不错，富贵人家呀。南海城的日子是好，可也忒清贫了些，每日还要为生计发愁，吃只鸡都要偷偷摸摸，着实惨。乃像皓月殿，洞天福地，取不尽的珍宝灵材。不对，这才1年，西山的灵草已经被他扒拉的秃顶了，明日的去东边山头再找找。白硕掰着手指头，心里盘算着，一愣，原来他入皓月殿已经这么久了。那场3界瞩目结局唏嘘的梧桐舞宴，竟然已经是1年前的事了。3界格局也在梧桐舞宴后悄然发生了变化。午宴之上，皓月冷泉2殿之主伤了先族颜面，今要亲自出手于南海布下神印，将2界交界处的100里洞天福地全归于仙界之下，均分给了那4位伤于天宇之手的掌门仙府。然就是这一决定，让平静了100年的2界再起争端。天宇以仙界罔顾2族约定擅夺100里洞天福地为名，先后3次攻入南海，是将南海福地夺回。而统御冷泉宫妖江的，便是这1年来在妖界声名鹊起、凶名赫赫的冷泉宫3公主仲昭。1年前，他在梧桐凤岛碎仙谷断仙脉，只剩一息，南海3战，仲昭重现世间，已是上军巅峰，4大仙门100余名弟子尽折其手，其手段之残忍，妖力之高，绝令3界震惊侧目。3界1000年来从未出过如此妖异可怖的奇才，妖族尚武，虽仲昭在仙族口中声名狼藉，却成为了一众妖族争相崇尚结交的对象，甚至与花红、藏山、茯苓齐名。日头渐落，极北之境的夜晚来得比任何地方都要早。白硕挪开叶子，叹了口气。在仲昭碎仙谷断仙脉的那一日，他便知道，那个一起长大的少年，他再也没办法护了。
3界浩瀚，他犹若小小浮萍，也只能在这皓月殿炼丹，斗斗嘴，和打铁匠晒晒太阳了。其实也不赖，白硕甚至觉得日子要是能一直这样也挺好的。只是刚才打铁匠说一品灵丹对他无用吗？大妖怪已经是半神，他四处寻找菩提木必是为了早渡神劫，可古往今来能渡劫成神的又有几个？万一他抗不过神劫？白硕倏然坐起，滋啦一下从殿顶跃下，直朝一处而去。皓月殿虽守卫松散，梵月的寝殿却无人敢进，白硕像条鱼一样滑进，悄无声息又熟门熟路。主人不在，寝殿里黑灯瞎火，白硕不知从哪掏出盏琉璃灯，借着微弱的亮光翻箱倒柜。咦，去哪了？不可能啊，木珠说过这殿里有禁制，他走不出这座殿。殿里四周寻了个遍，没找着那样东西。白硕瘪嘴，突然一拍脑袋，眼睛一闭，微弱的灵犀直入灵台。他和大妖怪有神魂血气，这里既然有大妖怪下的禁制，说不定能凭血气感应到那家伙藏在哪里。一道灵光自他额心溢出，缓缓覆盖整座内殿，果然殿内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白硕睁眼，只见一头蠢驴正披着缩小版绿大褂，鬼鬼祟祟蹲在殿中央。找到了！白硕一喜，正准备喝出声，又飞快捂住嘴。只见蠢木驴脚下闪烁着一座诡谲的七芒星阵，那七芒星阵亮了2颗，剩下5颗暗淡无光。微弱的灵力从2颗亮起的星阵中溢出，正缓缓进入木驴的体子里。随着那星点越来越多，龙二驴眼底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你在干啥？傻呀你！吸灵力，龙二驴脱口而出，突然反应过来，驴眼一抖，转头和白硕大眼瞪小眼。你怎么在这儿？我，你管我？白硕眯了眯眼，目光落在那七芒星阵上。龙二，你吸谁的灵力？木驴挪挪4只蹄子，妄想把那几颗闪烁的星盖住。驴眼滴溜溜一转，什么吸灵力？我就是闲来无事走动走动。诓谁呢你？成，你不说，我去问打铁匠。龙二驴大急，连忙喝回来。见白硕停步，灼灼盯着自己，龙二驴只好认命。死丫头，只要你不说出去，我就带你离开这鬼地方，怎么样？带我离开？白硕撇嘴，这好吃好喝的，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就不想去见你那个青梅竹马？他如今可在妖界声名赫赫。白硕斜眼，啧2声。呆驴，你天天锁在这店里，倒是什么都知道，他声名赫赫和我有什么关系？少来，当年在人间我就瞧出来了，你们俩木驴挤眉弄眼，那叫一个生死相依，蜜里调油，指定是一对儿。去了冷泉宫，你就是冷泉宫3公主夫人，以后在妖界横着走，不比在这儿做个炼丹铜墙。白硕眼一亮，似是动了心，你真有办法带我离开这儿？店里突然风起，像是被一道灼热的视线盯上了。白硕打了个寒战，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四下一望，却空无一人。你瞅什么？木驴做贼心虚，也四处张望。没什么，这鬼地方太冷了。木驴收回眼，拍着蹄保证。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能带你离开。我不信，除非你先告诉我这七芒星阵到底是什么。这和你无关。当然有关，打铁匠说了，这店里有大妖怪的禁制，能锁住你，你连这座店都逃不出去，凭什么带我离开皓月殿？交易，总得有来有往才叫交易吧。龙二驴一顿，驴眼游移。白硕起身，拍拍手，你不说也成，我这就出门吼一嗓子。白硕一边说着，一边清嗓子。就在他一巴掌要推开店门之时，身后急急的少年音响起，这是梵月的本命法阵。白硕脚步一顿，转头，本命法阵，什么玩意？木驴见既开了口，也不藏着掖着了，你就不好奇，梵月堂堂一个妖界半神，皓月殿之主，为什么要满3界的找菩提木？这关我什么事？他闲得慌呗。白硕面上毫无兴趣，耳朵却竖了起来。屁闲得慌，也是，这么大的秘密，别说你一个小小散仙了，就是9重天宫的上仙和天宇，只怕也不知道。木驴轻哼一声，桀骜的踢踢驴蹄。少吹牛了，你一个小驴妖，他们不知道，难道你就知道？白硕不屑撇嘴，谁说我是驴妖？你才是驴妖。要是木头能充血，那驴脸只怕要气得冒烟了，老子也是菩提木。要是老子能吞梵月，这七芒星阵就是老子的本命法阵。店内霎时安静，木驴猛地捂住嘴，白硕俯身盯着木驴，你说什么？木驴一个劲摆蹄，不，我什么都没说。你说，要是你能吞了它，这也是你的本命星阵。白硕眼一眯，脱口而出，大妖怪本体是菩提木。木驴耷拉着脑袋，他本想诓白硕替他守住秘密，怎么倒是他的秘密3言2语全给掏出来了。瞧木驴那个蠢样，白硕便知自己猜的没错，可随之而来的疑惑也更多。
菩提是神木，梵月的本体既是神木，为何会修了妖力成为妖族？既然菩提生出灵智，那梵月早该是神，可为何他与他初见时，他只是妖君巅峰？还有，菩提木到底有几块？为什么会神木分裂，遗失在三界？这蠢驴肯定知道原因，白硕也不瞎琢磨了，径直问出了声：8块。木驴见事已至此，倒是实诚，我苏醒的时候就在人间木啸山，菩提虽是神木，可要是没有灵智，也不能化神，神劫难渡，想必是我那本体化神渡劫失败了，所以才神体分离，遗落成8块流落三界。从我醒来，我便能感应到梵月的所在，可其他6根菩提木，我感应不到。木驴艰难用蹄子摸了摸下巴，我猜可能只有生出了灵智的菩提木才能互相感应。火冰岛上那块就没有，所以被你们缥缈那个老道士给炼化了。至于为什么梵月修了妖力，我也不知道。原来如此，神木分离，每一块神木都只是本体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梵月成为了最强大的那一根。白硕低头望着星阵中那2颗点燃的星芒，若有所思。这座星芒阵是梵月布下的，剩下的7星必然对应着分裂的7根菩提木。他在火冰岛上拿回了1根，这头蠢驴还没被大妖怪炼化，那另一颗点燃的菩提木是什么时候拿回的？白硕心里头一边琢磨，一边瞅向木驴，眯了眯眼：你方才藏在这儿，是在吸这2根菩提星芒的灵气？你难道想……不错。木驴得意洋洋，皓月店主多能耐啊！遗落在三界的菩提木必然会归于他手，他每夺回1根，这星阵的力量就更强大1分。可是他不知道，我早就悄悄以神魂和星阵签了血契，这里头的灵气都被我吸得差不多了。等到7星点亮，神木归一，就是我成神之。木驴前蹄一扬，意气风发，仿佛三界在手。突然他驴眼一瞪，浑身一抖，哑了。白硕后背发凉，循着驴眼望去，稀疏的月影自殿顶落尽，不远处的王座上，不知何时起坐着一个人。那人黑袍翻飞，机遇和悠悠电色融为一体。那人手微抬，懒懒打了个响指。一瞬间，满殿琉璃灯火燃起，7星阵上同时亮起了第3颗星芒。你，木驴一张嘴直打哆嗦，说不出第2个字来。那人朝龙二驴望来，嘴角微扬：继续啊，怎么停了？这般宏图伟业，本殿正听得起劲呢。鬼啊！我死了！内殿里，蠢驴哀嚎一声，驴眼一瞪，装死倒地。我靠，什么东西？花红足足躲了9尾湖18座山川，顶着大雪摸回皓月殿，却在殿门口差点摔了个狗啃屎。一滴蠢木驴被冻在冰石头里，杵在石阶下，雪花炸弹式飘下，穿过冰层，每一片都精准敲打在木驴头顶，震得他眼冒金星。花红绕着冰木驴走了2步，摸摸下巴，这么缺德，谁干的？还能有谁？石阶上，龙一珠打哈欠，朝内殿努嘴。哟呵，蠢驴，偷灵力被发现了呀！花红吹着口哨，幸灾乐祸。被砸得头昏脑胀的龙二驴驴眼一瞪，震惊地望向花红。看什么看？你真以为你那点小伎俩骗得过店主啊？花红耸肩，店里人少，店主无聊，每日瞅你逗趣呢，要不早把你练了。龙二驴打了个哆嗦，驴耳耷拉垂下，四蹄一软。放心吧，没找着最后1根菩提木前，你死不了。花红打了个哈欠，看龙一珠，不对呀，这蠢驴蹦跶这么久，店主都懒得理他，怎么今儿被扔出来了？龙一珠凉凉开口，蠢驴偷灵力被白硕发现了，他许诺那丫头要带他去冷泉宫做3公主夫。花红看着漫天飞舞的大雪，难怪雪这么大，原来是店主心情不好。说着朝冰疙瘩踹了踹，震得木驴雪上加霜。那丫头来皓月殿1年，黄金琉璃的孤殿被他炸了7、8座，山头的奇珍异宝被他薅了个遍。你瞅见主殿里那位皱过1次眉头没？还真当他是店主捡回来炼丹的呀？吃什么长大的，蠢成这样！花红没好气撇嘴，揪着龙一珠入了殿，独留下目瞪口呆的木驴哽咽望苍天。内殿，白硕足足点了3个火盆子，才把一身的寒意抖落掉。也不知怎么回事，今晚极北之境冷得不像话，他堂堂一个仙君，冻得直打哆嗦。那蠢驴装死后被大妖怪一脚踢了出去，死活不知。范月像是没瞧见店里还有个人似的，竟就这么旁里无人的看起书来了。角落里的白硕仿似成了个隐形人，直到腿都站麻了，也没人掂量他2句。小散仙无奈叹了口气，摸到了王座旁，变戏法似的从乾坤袋里端出一端热气腾腾的桃花羹，讨好的放到范月面前。店主，天冷，喝碗桃花羹暖暖身呗。范月像是没听见一般，慢悠悠翻着书，眼皮子都不抬。我是为了炼丹才悄悄进您店里的，小仙对店主绝无不臣之心。皓月店主额角一抽，忍住了一脚把这鬼话连篇的人踢出去的冲动。
笑话，整个皓月殿的奇珍异宝对他予取予求，他要炼什么丹，还要摸到他的店里来。真的。见范月无动于衷，白硕忙举手力保证，西山的灵草都被我拔秃了，我想着这驴是菩提木所化，要是能从他身上扒拉一块菩提木，或许能生死相依。懒得再听这半仙忽悠，皓月店主翻书的手一停，淡淡开口：啥？什么鬼？白硕傻眼，不知所以。范月又哼出了4个字：蜜里调油。白硕摸了摸下巴，这8个字怎么这么熟悉呢？他是不是才听谁说过冷泉宫3公主夫人？威风啊，能在妖界横着走，本店的这座小庙真是委屈了你。范月终于抬头，凉凉看来，嘴里说出的话像淬过了冰渣。得，白硕终于反应过来，这不是那蠢驴诓他时说的话吗？大妖怪该不会真以为他被蛊惑了吧？店主，天大的冤枉啊，我那是忽悠蠢驴呢。什么冷泉宫热泉宫，我就是您的小药童，咱皓月店多好啊，吃得饱穿得暖，神仙日子都比不上。白硕一把抓住范月的袖摆，除了您身边，我哪儿都不去。我生是皓月殿的人，死是皓月殿的鬼，您要是哪天不要我了，我就找个地儿把自己埋了。别说离开皓月殿了，就是离开您100米，我都活不下去。扑哧，扑通，殿外花红一个没忍住，笑成了蚂蚱，龙一珠浑身恶寒，翅膀一抖，撞在了柱上。天爷呀，这是哪来的活宝？真想看看店主现在的表情，哈哈哈哈。店内，白硕连珠炮弹般一嗓子吼完，店里没声没息。一抬头，范月像瞧傻子似的望着自己。一向没脸没皮的白半仙难得骚了脸，他挠挠头，又小心翼翼扯了扯范月的袖摆。店主。范月回过神，下意识想抽回袖摆，却仅见那双小肉手紧张地勾着袖边，动作一停，轻一声端起桃花羹抿了一口。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本店信你才有鬼。真话真话，店主，我对您绝对忠贞不二，日月可见。噗，皓月店主终是没忍住，一口桃花羹呛在了喉咙里。哎呀，烫烫烫，您慢些慢些。白硕连忙狗腿爬起，替范月拍背。行了行了，少卖乖了，菩提木是神木，你那点仙力练不了神木。矜持冷静的范月耳朵都红岔开话题提醒。白硕拍背的手一顿，顿如瘪气的皮球。范月瞧他那垂头丧气的模样，眯了眯眼。这北京的灵草够你练一屋子一品丹了，你还不满意？怎么？你想用菩提木炼神丹？白硕心里一虚，范月眼一沉，方才那点好兴致当然无存。他如今已是妖君巅峰，满3界能伤他的没几个，你不用费那个气力。啥？白硕一愣，脱口而出，我不是为了。范月却打断他，冷泉宫行事阴损狠辣，他如今手上沾了仙门百家子弟的血，已经不是当年的重招了。况且妖族不比仙界诸门同气连枝，冷泉和皓月静幽素来不和，本店不管你们在人间仙界时有多少情谊，如今你既是皓月殿的人，就要守皓月殿的规矩。自1年前范月将白硕带回皓月殿，这还是他第一次在白硕面前提起中招，虽是冷言冷语，白硕心里头明白大妖怪是善意的。我明白。白硕眼神有些暗，马上又振奋起精神问店主，方才我看那七芒星阵亮起了第3颗，您在东境找到第3块菩提木了？范月懒懒嗯了一声。那白硕小声开口，刚才木驴说的都是真的。范月眯了眯眼，抬眼，你究竟想问什么？范月墨黑的眼仿佛有星辰一般，白硕问到嘴边的话突然转了个弯。那木驴没有菩提神木分裂前的记忆，你有吗？范月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白硕鬼使神差解释，我是说大妖怪，你成过亲吗？见范月愣住，白硕突然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什么，他简直想呼自个2巴掌。他傻了吗？他不是想问大妖怪身为神木为什么要修炼妖力，不及其8块菩提木有啥后果，这么傻逼的话是他说的。我白硕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正准备找不2句，突然一双手捏住了他的下巴，白硕抬头撞进了一双好奇又带着些许愉悦的眼。本店成没成过亲关你什么事？我皓月店主嘴角勾起，又凑近了几分。白硕，你为什么想知道？月影落下，呼吸近在咫尺，巧舌如簧的白半仙哑了声。我。范月那张脸越靠越近，白硕突然捂住肩膀，眉头皱起。怎么了？范月一愣。冷，疼。白硕可怜兮兮抬头，范月目光落在他右肩上，眸色一深。1年前白硕重伤于凤岛，从此又渐变落下旧疾，纵他是半神，但修的毕竟是妖力。白硕一声惊呼，已经落在一个微凉的怀抱里。大妖怪白硕嘴皮子都不利落了。闭嘴！
范月冷声轻斥，白硕已经落在了柔软的榻上，眼见着范月俯下身来，白硕猛地捂住眼，半晌无声，右肩处却暖洋洋的。白硕睁开眼，愣住，范月坐在榻边，手落在他右肩上，源源不断的神力正注入他灵脉中。妈呀，这么多神力，要是大妖怪知道他是装的，白硕良心瞬间找回，刚想开口认错，范月却伸出另一只手捂住了白硕的眼。睡吧。范月声音暗哑沉沉，白硕一阵困意袭来，闭上了眼。店门被打开，范月走出，风雪落在院中，却连一片都飞不进店内。龙一珠在店外守了一宿，困顿地打着哈欠，范停在面前。有事？随本店去趟南海。龙一珠眨眼，啥？大半夜的，您夜游呢？猪突然反应过来，一脸严肃，你要去取碧灵草。碧灵草生长在南海龙岛，是龙族圣物，凡仙受伤，服之皆能痊愈。白硕到底是仙，即便范月是半神，可他修的毕竟是妖力，仙妖之力不能相容，他不能根除白硕的日籍。你疯了，就算龙族没落了，可碧灵草外有当年目光留下的禁制，你现在不过是个半神面。龙一珠还没嚷完，就被范月卷进了袖子，一道流光闪过，一人一株消失在店外。千里之外冷泉宫中，重昭一身黑衣从主殿匆匆走出，福灵在殿外等待已久，连忙迎上前。阿昭。众昭停步，何事？众昭满身的血腥气，又不知剿灭了妖界哪个小族，福灵关切的话到嘴边又顿住，只问这次公主又让你去杀谁？不是，公主让我去取一件东西。福灵一脸不信，就这么简单？不止，公主有令，凡欲夺此物者诛。众昭转头，声音冰冷，眼底毫无情绪。白硕一觉睡醒，神清气爽，忍不住伸了个懒腰，望着伸过头顶的右手。白硕一愣，摸了摸灵台，怎么回事？年前他右臂折断，自此右肩留下旧疾，动作一大就会隐隐作痛，可怎么才睡了一夜，不止就疾好了，灵台处更灵力充沛，直逼上军中境。妈呀，鬼故事啊！睡觉也能修炼？还一日千里，他多睡几个晚上，岂不是直接成神了？白硕一脸懵逼，抬眼一望，这才想起昨夜自己睡在了范月寝殿中。咦，大妖怪呢？白硕灵力变强，离炼制神丹更进一步，恨不得立马找到范月摇尾巴显摆。他一下从榻上蹦起，阵风样推开店门冲了出去。大妖怪！院中，范月立在树下，一转头，白硕热情澎湃奔过来，一个打滑差点撞进他怀里。范月眼疾手快扶住他，毛手毛脚的，又怎么了？慢点。大妖怪，我的伤好了。白硕举着手在范月面前转圈圈，你看你看。范月没说话，脸色有些不正常的苍白，眼底却浮着淡淡愉悦，轻了一声。还有，我是上军中境了。过于激动的白硕没瞧出范月的异常，嘿嘿一笑，猛地朝后一跃，浑厚灵力从他掌心溢出，一夜大满殿皓白，那万千灵力卷起皑皑白雪，化成一个巨大的雪团。宝，哈哈哈哈，我是上军中境喽。白硕自入仙修道就是最低等的残脉，活在以实力为尊的神仙妖怪的世界里，他除了装傻充愣苟且保命，根本找不到别的活法。时间久了，他都忘了当初那个在人间的自己是如何的肆意洒脱，如今灵台中那厚实充沛的灵力，甚至让他隐隐有了一窥天地的感觉。白硕举着雪团在殿宇上空跳跃，欢快的笑声传遍了皓月殿。范月抬头望着白硕，嘴角勾起，眼底有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宠。嘿，大妖怪，接招！殿顶上，小脸红扑扑的白硕举起硕大的雪团，高高一跃，朝范月砸来。龙一珠挥着两只肥翅膀，嘴里咬着一袋灵丹，刚飞进院子就看到了这一幕。猪手，药袋扑通落地，龙一珠干嚎。轰一声响，巨大的雪球砸在范月身上，白硕落地，瞧着一身雪白湿漉的皓月殿主，懵了。大妖怪堂堂半神，咋不躲？妈呀，他死了！殿主，我不是故意的。白硕急忙奔上前，使劲扒拉着范月身上的雪花。范月面前，他这张嘴皮子就没利索过，熟悉的呵斥没从头顶传来。白硕一时有些不习惯，一抬头，这才瞧见范月双眼游离，脸上有抹不正常潮红。白硕终于后知后觉，发现不妥。大妖怪，你怎么了？范月没说话，低头望他，忽然一口血吐出，眼一闭，朝地上倒去。范月！白硕脸色大变，慌乱抱住范月。猪，他怎么了？范月睡在榻上，双眼紧闭，额头滚烫，任凭白硕如何叫唤都毫无回应。龙一珠像个大爷，脚踩木驴靠在蒲团上，凉凉开口，不知道。哎呦呦呦，双手提起那两只肥翅膀悬在火盆上，火星滋啦一下，烧得猪尾巴火烧火燎，惊恐的扑腾。
烫烫烫烫，打铁的你谋杀亲珠啊！说店主到底怎么了？花红声嘶喊铁，一个字都懒得浪费。店主是半神，不可能有人能悄无声息伤了他，这蜘蛛一定知道隐情。藏山立在店门口，手中长棍朝地上一杵，青石砖瞬间碎成粉末。被3个人齐齐盯着，龙一珠一脸无语，朝白硕眼皮子一抬，小白硕，你这么聪明，还用老猪我说啊？白硕凝视自己掌心，喃喃开口，上君忠敬，我的旧伤，还有我这一身灵力。他转头看向榻上的范月，和大妖怪有关。龙一珠耸肩，算是承认。他怎么做到的？仙妖之力不相容，纵范月是半神，也不能替他根除旧疾，让他灵力变强。碧灵草，只这么3个字，白硕一惊。碧灵草，龙族圣物碧灵草，店主去了龙岛。混账，那里有目光留下的禁制，你怎么不拦住他？龙一珠喝一声，鼻孔快翘到天上去，你能？花红哑口无言。店里一时静默，突然一道冷静到清冽的声音响起，他是半神，就算龙岛有目光留下的禁制，也不可能伤他至此。众人转头，白硕不知何时立在范月身旁，看向龙一珠。他灵魄如此虚弱，是不是因为菩提神木分裂？白硕很奇怪，做凡人的时候吊儿郎当，做半仙的时候滑不溜秋，做仙君的时候胡搅蛮缠，谁都知道他那惜命如金的德行，可总有些时候你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那个一身孤胆护众招寻仙道的他，在火冰岛和半神立下契约的他，于一城血池下生死不计奔向木木的他，还有现在他沉沉望着龙一珠的时候，子涵却恍惚瞧见了记忆中那曾经熟悉无比的神韵。那头蠢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龙一珠翅膀一震，轻松从花红手中飞出。花红一愣，眯了眯眼。小白，掀开他的衣服。龙一珠才开了口，白硕毫不迟疑照做，却在掀开的瞬间怔住。范月赤裸的胸膛上，七芒星阵若隐若现，可怖的荆棘从尚未点亮的4颗星上蜿蜒而出，狰狞地刺在范月心脏边缘处。源源不断的灵魄之力从灵台溢出，微弱地护在心脏周围，阻挡着荆棘刺入心脏。这是什么？白硕触目惊心，呼吸一滞。你听过镇魂塔吗？龙一珠开口。上古主神的神器。花红一愣，相传它能蕴养世间万灵，是上古主神以混沌之力炼化而成，这和店主身上这鬼东西有关系，因为他身上的是镇魂魂火。众人震惊看向范月，这才瞧清他胸膛上那狰狞的荆棘竟是一股青色火焰。这怎么可能？镇魂火是神物，怎会伤人？镇魂塔神方可用，他还不是神，为何不能被其伤？龙一珠翻了个白眼，他身上为何会有镇魂火？白硕突兀打断，你而今也知道了，他本体呢是块菩提神木，菩提化神必渡神劫，当初他借用镇魂火渡劫，岂料却功亏一篑，最后本体分散，而承受灵智的分身遭受到了镇魂火的反。是不是只要集齐8块菩提神木，神体合一，他再度成神，就能消弭他身体里的镇魂火？不错，要不然他费这么老劲做什么？也就是说，再找到1块神木，能遏制镇魂火蔓延。正解。龙一珠在半空划了圈，又耸耸肩，不过只有他自己能感应到菩提木所在，如今他昏迷，只能靠他自己抑制魂火了。见白硕掏出个药袋，龙一珠叹息，别费劲了小白，你那丹药只能救仙救妖，救不了半神。放心吧，我估摸着魂火入心还有几个月，他暂时还死不了。白硕动作一致，店内静下来。你们出去，我留在这儿照顾他。白硕瓮声开口。龙一珠还想说什么，被花红一巴掌扫了出去。店门被悄然合上，众人散去。白硕突然失了力气，他抱着膝盖蜷缩在床边，呆呆望着昏迷的范月，止不住颤抖。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害怕，这种恐惧只有在一个时候出现过。血池旁，木木望着他的时候，他明明是为了找回小徒弟才离开与世无争的南海城，什么时候在他心底，大妖怪和木木是一样的呢？或许是不羁城范月递给他那颗糖的时候，或许是在紫月湖畔大妖怪问他愿不愿意去妖界的时候，或许是梧桐凤岛受诛仙责难他从天而降护住他的那一瞬，也或许是这1年来的朝夕相处。范月就是木木，木木从来都是范月。白硕仿佛终于明白了什么，他突然起身，手中画出一柄匕首，毫不迟疑在腕间画下。手腕落在范月唇边，鲜血滴入他口中，范月面色渐红，胸前的镇魂火收敛了狰狞的棱角。果然有用，但还远远不够，他的血只能增强范月的灵魄，并不能消弭镇魂火，必须得找回剩下的菩提木。白硕深深看了范月一眼，身形一动，消失在店内。床榻上，范月仿佛感知了什么，眉不安地皱起，
渊灵沼泽，月朗星稀，更平添几分幽暗神秘。此处沼气密布，向来是三界禁地。树叶涌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树林中穿梭。许久，一道身影畅通无阻，停在一株盘根错节的树下。那人掀开额间一角，露出一双狡黠的眼，正是白硕。这蠢驴的隐身衣还真是好东西。白硕望着面前的大树，这树全身盖着漆黑的树皮，不仅不显眼，还死气沉沉。只见白硕手心一动，一团精纯的灵气落在树干上，树干中现出一截碧绿的菩提树心。白硕面色鸾鸾。当初他和青衣落在沼泽，被怪树袭击，他就觉得这树不对劲。果然，渊灵沼泽里这棵怪树还真是一株遗落的菩提神木。白硕继而皱眉，他如今已是上君，能感知到这棵神木没有灵智，可他为何不仅满身邪气，还懂得伪装自己？算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大妖怪还等着这棵菩提树心疗伤呢。白硕不再迟疑，掌心画出仙剑，一剑将树横空劈开，朝树干中悬浮的树心探去。就在他的手触到树心的一瞬，一股阴沉的妖力从背后落下，直朝他脖颈而来。妖君巅峰！白硕浑身汗毛竖起，反手一剑荡开，仙剑从手中震飞，隐身一劈碎成两半，露出白硕惊骇的脸。那近在咫尺的半圆妖刀却停在了白硕额前，两双眼四目相对，皆是意外。阿昭，阿硕！两人几乎同时唤出口，白硕满眼激动，就朝众招奔去，众招却下意识朝后一退。白硕一怔，愣在原地。阿昭，你居然已经修成了上君中境。众招闭过眼，沉沉皱眉开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年不见，白硕想过很多次和众招相逢的时刻，可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众招问的竟是这样一句：你来这里是为浩？白硕心底一紧，还没开口，众招却盯着那悬在半空的菩提树心，看向白硕，月殿主取菩提树心。当初火冰岛，范月突然出现，为的便是菩提树心。众招奉天宇之令来渊灵沼泽，所受之令是对欲取走树中之物的人格杀勿论，直到方才他才知道树中是菩提树心，而来的竟是白硕。白硕何等聪明，他脱口而出，你也是为了菩提树心而来。随即白硕一皱眉，不对，是冷泉宫要菩提树心。难道天宇已经知道大妖怪的本体是菩提木？白硕心底一慌，下意识挡在了树心前。众招望着白硕几乎本能的动作，瞳孔微不可见一缩，可以他如今心性，面上再难有一丝情绪。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离开这儿。白硕脸色一变，想说什么，却终是什么都没说，只摇摇头。我今天一定要带走这棵菩提树心，如果你阻止我，阿昭，那你就动手。你！众招神色一变，眼神愠怒。白硕转身朝菩提树心走去，后背毫不设防露在众招面前。短短几步，白硕背后生出一股冷汗，直到他的手握住菩提树心的一瞬，他悄悄松了口气，眼底微动。不论众招是仙是妖，是正是邪，总归不会伤害他。轰！妖力袭来，白硕被推开，胸口灵气一滞，菩提树心上空，一把妖异弯刀冷冷震射。白硕难以置信回头，众招面无表情。众招！白硕愤怒喝去，各为其主，阿硕，离开渊灵沼泽。我说了，这棵菩提树心我一定要带走。白硕再不多言，高高跃起，直朝菩提树心取去。半空中的妖刀一颤，发出一道刺目妖光，直朝白硕而去。白硕瞳孔一缩。就在这时，千里外的皓月内殿中，范月突然睁开了眼。沼泽下，妖刀被一双手拦在了白硕头顶，那双手纤长碧透。白硕抬头，撞见了一双清澈无垢的眼和皎洁如月的脸。白硕一愣，还没回神，已经被来人从地上拉起，护在了身后。何人闯我渊灵沼泽？白硕还未开口，清冷的女声响起。突然出现的少女一身白衣，赤脚踩地，她脚踝上竟印着几颗星辰，静谧璀璨。少女静静盯着众招，皱起了眉。自三手火龙引迹，渊灵沼泽千年来无主，你又是谁？众招淡淡开口，我是谁，还轮不到你来问。既然不说，动这棵树心者诛。众招眼中戾气一闪，陡然跃起，妖刀于手，直朝少女而来。少女轻哼一声，手中散出万点星辰，化为星阵迎上众招。星辰之力！白硕一愣，自星月女神月迷陨落，世间已无星辰之力，可这少女使出的星辰之力却无神光浩瀚，瞧上去也不过上君的力量，那她究竟是谁？装神弄鬼？众招却丝毫不为少女使出的灵力所动，妖刀杀势不减分毫。众招妖力霸道诡谲，星阵被破开，白硕脸色一变，瞬间跃起，护在了少女身前。眼见妖刀之力落在两人身上，众招见白硕突然出手，脸色陡变，
可却也来不及收回妖力。那少女眼见白硕相助，竟身形一动，再度将白硕拉到身后，以身躯抗下了中招的妖力。少女脸色苍白，妖刀继续向下。小心心！白硕惊呼。就在妖刀落在少女额间的一瞬，一道妖力从天际而来，轰然声响，妖刀被重重击落，一道人影护在了两人身前，竟是范月。望着那熟悉的身影，白硕鼻尖一酸。大妖怪！中招被震退数步，吐出一口血，瞧见来人，他眸色一深，待瞧见白硕，眼中欣喜，眼中冷意更甚，他手中妖力聚起，并不罢休。范月冷哼一声，掌心一动，就在这时，一支灵火箭从远处射来，范月微退，茯苓出现在中招面前。走！他拉起中招，想带中招走。阿招！白硕声音骤起，重招转头望来，见白硕急切地望着他。不远处，范月眼一沉，冷了脸，突然他目光一动，像是被什么惊住了一般，定定望向白硕身旁，中招避开白硕的眼，转身和茯苓消失在原地。白硕满眼失望，大妖怪白硕转头，刚想跑向范树，却见范月正望着自己的方向，只是那目光望着的却不是自己。白硕循着他的目光望去，落在了自己身旁的少女身上。你们白硕刚要开口，一旁的少女突然朝范月奔去，紧紧抱住了他。你终于来了！少女仰望范月，眼中惊喜而眷念，仿佛承载着无尽的情意和思念。范月下意识欲推开他，可望着他那双犹若星辰的眼，顿住了。白硕无措立在一旁，想张口，却又不知道说什么。他盯着月，四平也在等月推开这少女。可范月没有，白硕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你是谁？许久，范月终于开口，你不认识我了吗？少女眼中晕出雾气，她伸手抚摸着范月的脸，嘴角微微勾起，没关系，我记得你就好。少女笑笑，突然吐出一口血，朝范月身上倒去。范月脸色一变，抱住了少女，她和白硕同时住，少女却笑了笑。你看，就算你不记得我了，可是你不会推开我。少女勾了勾嘴角，缓缓闭上了眼。菩提树下，范月望着白硕，嘴唇轻动，想说什么，白硕却突然转身取下菩提树心，递到范月面前。店主，你身上有伤，我们先回皓月店。他像是逃避什么一般，飞快退到一旁，低着头不看范月。范月眼底沉沉，接过菩提树心，一挥手，三人消失在原地。冷泉宫大殿，天宇半靠在王座上，中招跪于殿上。公主，中招未能完成公主令，愿请罪。天宇挑了挑眉，意有所指，请罪。你要请的是没拿回菩提树心的罪，还是手下留情，没杀掉夺树心之人的罪？中招沉默，天宇冷笑，中招，别忘了你是为何叛仙。中招垂眼，中招从来不曾忘记。你不好奇本尊为何让你去取菩提，而又为何一直在寻找菩提？中招的命是公主救的，只要是公主所令，中招不必知道。天宇笑起来，你如今已是我冷泉宫的人，本尊自然相信你。有些事也是时候让你知道了，世人只知皓月店主来历成谜，却不知他的本体是菩提神木。中招惊讶抬头，你很惊讶，既为神木，为何会是个妖？中招领手，本尊也很好奇，不过本尊并不关心，无论他本体是什么，只要挡了本尊成皇之路，就必须死。这次菩提木丢也就丢了，他神力分散于三界，只要一日不及其剩下的菩提木，就永远迈不过神关。本尊已经找到了另一颗菩提木的所在，只不过这地方有些手。公主说的是静幽山。天宇突然朝中招额心挥下一道妖力，中招不躲不避，妖力入体，中招身上伤势恢复，更感觉灵力强盛。多谢公主。天宇对中招的顺从十分满意。范月迟早会入静幽山，记住，妖皇之战前绝不能让他集齐菩提木。是。折敲恶诉除罪。下去吧。天宇摆手，中招起身退下。乐声星稀，中招从内殿走出，茯苓一直等候在外。你的伤好了？茯苓一脸惊讶，范月毕竟是半神，他的一击明明震伤了中招的灵脉，可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中招不仅伤好，妖力反而更浑厚了。是公主帮你治好了伤？中招点头。可你为何会突然去渊灵沼泽？茯苓还想再问，中招却打断他，沉沉开口。茯苓一滞，沉默下来。既然你也有不能说之事，那有些事自也不必问我。只有天宇知道他去了渊灵沼泽，谁让茯苓前去？答案不言而喻。中招看他一眼，转身离去。茯苓眼神一暗，一转头，却见天宇立在身后。公主，他的心终究还是不够应。天宇声音冷沉，不止不愿伤白硕，
连冤灵沼泽中那个拥有星辰之力的人亦不曾禀告本尊。公主，众招他指示。你想说他只是一心记挂复仇，对旁的事不在意？天宇淡淡扫来茯苓晋升，只要他还心念白硕，就永远都不能为我冷泉宫真正所用。废子，本尊从来不需要。茯苓脸色一白，刚想开口，天宇又笑了笑。不过本尊对他尚有耐心。星辰之力重新现世，有趣。公主，那女子被带回了皓月殿，可用我潜入皓月殿查探？不必了。她若是神，谁都杀不了。本尊有别的事让你去做。皓月殿偏殿，少女沉睡床榻，脸色苍白若雪。范月眉头紧皱，不断将神力输入少女身体里，不仅无法让她清醒，连让她身体转热都做不到。角落里，白硕望着满殿炭火，原本让他暖意洋洋的玩意，这时烤得他全身冒火。藏山龙一和龙二挤在门口，天火懒懒靠在柱上，龙二幸灾乐祸。不愧是咱的最强体，又带回来一个。龙二瞅天火，你说里头躺着那个，炸几座殿他会心疼？天火一记刀眼横来，龙二缩了缩肩，瞅了瞅角落里沉默立着的白硕，啧了一声，有些人脸都苦成苦瓜了哦。天火望了一眼白硕，眉头微皱。山兜子，你喜欢哪个？龙二又戳戳藏山，藏山还没说话，龙一剑嘻嘻开口，选什么选？咱这么大个皓月殿，再来10个都成。龙一话到一半，突然化成飞猪，被一道力量强行拽到了殿中。龙一珠刚准备骂，范月冷沉沉的声音当头而来，他为何不行？龙一珠还想调笑2句，瞅见范月冰冷的脸，飞快道：殿主，你是不是急昏了头？他一个仙，你用妖力有啥用？范月脸色铁青，刚准备发火，一瓶药递到他面前，是白硕。试试我炼的丹，或许有用。白硕声音清亮，没了平常的装巧卖乖。范月一怔，并不拖拉，接过药瓶，扶起少女为他服下。少女躺在范月怀中，脸色恢复些许红润，但也仅仅只是如此。见范月眉头依然皱紧，朝这边望白硕脱口而出：我给他的是最好的丹药。来，原因本殿知道。范月的目光镜直越过他，望向龙一。范月言简意赅，问的自然是少女沉睡的原因。白硕心里头突然就窜出一股无名火。龙一撇嘴：你们是从哪把他带回来的？冤灵沼泽。他应该在冤灵沼泽里待了有些年头了，他身体里注满了妖气，仙体侵染妖气，就跟这就对了，人吃了砒霜一样，还没死，已经是个奇迹了。龙一这嘴里就没蹦出过什么好话，一张嘴又损又毒。解法？没得解。龙一摊手：别朝我瞪，不是你抢你就行。仙妖之力存于一体，连神遇到了都是个死局，更何况他不是神，你也只是个半神。不过你用神力吊着他，总能多活些日子。殿里的温度霎时一冷，白硕倏然转身出殿，气势汹汹。本来龙二还准备冷嘲2句，硬是蹦开半乖觉的给他让了路。殿中，范月头抬了抬，也不知是不是望向白硕的方向。半夜，又一座药鼎炸飞，白硕灰头土脸从一团废墟中走出，不远处，天火靠在树下，懒洋洋开。你拿炉子生气就算了，炸殿可不厚道了。你们皓月殿不是够大，炸几座殿算什么？白硕面无表情。哟，这是连龙二那个碎嘴的都给埋汰上了。天火笑眯眯走来，围着白硕走了3圈，十足意外，想不到啊，地宫邪龙都没把你这臭脾气给逼出来，一个无名无姓来路不明的女娃，倒让你露了脾性。废墟前被调侃的白硕一怔，有些恍神。这么些年，他装乖要宝，把全身的刺和脾性藏得严严实实，为的是在这个光怪陆离，仿佛人人都能捏死他的神仙妖怪的世界里好好活着。没有人愿意死，可白硕不是怕死，他要活，是因为只有活得长久，他才有那么一丁点希望去完成当初对那人的承诺。百年千年，你等我，等我成仙，找到你，报答你。从那一夜起，他一生的执念仿佛仅为此，仅在此。他的执念比他的命更重。可花红说，他这一身脾性没藏住，为什么？白硕根本不用问自己，他只是在生气罢了。可他气什么？气堂堂皓月殿主，不问究竟带回了一个陌生人，还是气他不顾受伤，还为那少女动用神力？都不是，他气的是范月所有的偏爱和特殊，从此不是只对着他一个人。白硕后知后觉看向花红，眼底从迷茫到清晰。花红暴毙一笑，想明白了。白硕点头，转身就朝范月寝殿的方向跑，没有半点迟疑。既然不爽，既然疑惑，那就去问清楚，说明白。花红失笑，嘀咕一声，倒是一点都不含糊。白硕一路疾跑，在临近寝殿时，脚步一顿，他昂首望去，
如银月色下，石亭上，范月一袭黑袍，望月而立，月光映着她的侧脸，眉峰如墨。白硕心跳慢了半拍，放缓了脚步。他有满腔的话要问，也有满腔的话要说。当真没有办法能拿出他体内的妖力。白硕脚步一顿，范月不是在问他。石亭中，龙一不知从哪个喇里飞出来，倒也不是。范月垂眼，直盯龙一，龙一珠飞到范月面前，世间妖力皆来自妖神静渊，你要是能找到妖神，当然拿得出来。不过呢，没人知道妖神在哪。范月一眼扫来，龙一珠忙不迭举起一边翅膀，别急，妖神找不着，可聚妖幡我知道在哪呀。聚妖幡是妖神法器，能号令万妖，里头有妖神一丝真神之力，绝对能吸出那姑娘体内的妖力。范月眼中已透出不耐烦，龙一不用他问，爽快地举起另一只翅膀，聚妖幡在静幽山。范月眼一凛，狐族。龙一飞扑翅膀，你该不是想劈开静幽山外的结界吧？想又如何？龙一噎住，我跟你说，做妖啊，要有自知之明，那是弘一部的，别说你现在受了伤，就是神力全盛。瞧范月那神情，就没听到心里去。龙一终于忍不住问，他该不会就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的人吧？问者有心，石亭上下两个人都被龙一这一句给问住。大妖怪在找谁？白硕从来只知道范月是皓月店主，可在大妖怪成为皓月店主之前呢？他是谁？他有没有过在乎的，藏在心里的人？这一瞬，白硕无比紧张，他微微仰头，等着范月的回答。本店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脸。范月的声音淡淡响起，但本店知道他和他有关，只是有关，你就要冒这个险。你现在该做的是集齐剩下的菩提木，集不齐，你要死的。龙闷火枪道，本店成神，为的不就是此？短短10字，风轻云淡，白硕袖中的手骤然握紧，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龙一哑口一叹，也转头望向悬在天际的银月。银月旁，星辰隐烁，晦暗不明。龙一想，这世上已经很多年没有漫天星辰的日子了。那白硕呢？白硕倏然抬头，是啊，他呢？范月，我之于你是什么呢？白硕此生从来没有如此时一般焦灼过，待着重招流亡时不曾，差点丧生邪龙利爪时不曾，或许就连木木消失在他眼前时也不曾。可他没有等到回答，方才能脱口说出成神就为此的范月始终没有开口，就像他根本不曾听到龙一的这一句问，亦或者他连回答一句都嫌烦。范月走下石亭的时候，只瞧见皱着眉的花红，方才白硕站的地方早已空无一人。店主，你这个人我有时候挺瞧不明白的。花红伸了个懒腰，凉凉开口，既然不在意，做这么多干什么？范月仿若未闻，一步未停，径直离开。呵，还神气上了。花红一晒，手一伸，捻住了龙一珠的翅膀，眯眼，珠，你打什么主意？静幽山那地方，是说闯就能闯的？这世上除了凤岛，就狐族传自上古，你当长妹那半神是吃素的？别血口喷珠啊，我可是拦了，拦不住啊，你行你来。龙一珠翻了个白眼，像上次一样想轻巧从花红手中飞出，但这次花红没让他入如愿，焚天棍劈下，毫不迟疑朝珠身上而去砸去。上军巅峰之力，霎时火光万千，甭说龙一珠，半座殿都得砸穿。就在这时，一层灵光骤然出现，包裹在龙一珠周身，那层薄薄的光瞧着不强，可偏偏焚天棍再近不寸。花红神情由散漫到冷凝，灵光中，一只修长的手接住焚天棍，龙一化为少年，轻轻一弹，焚天棍飞回花红手中，震得他手心发麻。这珠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花红心底微震，面上半点不显。他遇到范月时，这头珠就跟在范月身边。花红从来没问过范月的来历，因为对他来说不重要，可龙一的存在却很微妙。说他对范月忠心吧，他进皓月殿这么多年，除了人间木啸山拦住抚琴那次，范月无论陷入何种危机，花红从来没瞧见龙一出过手。狐族藏着聚妖幡，他可以不说，说了跟撺掇范月却有什么区别？我不会害他。像是猜到花红在想什么，龙一打了个哈欠，从花红身旁走过，慢悠悠落下句，忘了跟你说，昨他们在渊灵沼泽遇到中招了。感情是这么回事，花红用脚想也知道范月怎么回事了。中招对白硕有多重要，这问题都不用问，白硕那条折断的手臂和凤殿上的以死相护，所有人都瞧见了。他家店主那性子，这一年来除了生闷气，硬是没问出口过半句。昨日渊灵沼泽这一遇，怕是把他家店主憋了1年的火都给挑出来了。天寿这么忠心，以后回了太初殿，怕是连我站的地儿都没了。远远的，龙翼嘀嘀咕咕，碎念。
花红隔得远，没听清，却是打着焚天棍麻利地朝白硕的店而去。小半仙是韧劲足，鬼主意多，可太多至近妖了，有一样不好，怕受伤，怕被气。他好不容易瞧清了自己的心意，用了所有勇气奔来，却连句答案都没听到。别说这皓月殿，就是九重天宫都留不住他。另一头，白硕回了他自个的店，舒舒坦坦泡了个澡，麻溜地爬上床，倒头就睡，睡得那叫一个香，要多没心没肺就多没心没肺。在房外守了半宿的花红，差点以为自己看走了眼。清早，门被推开，树上，花红揉着眼醒来，望着那个背着小包袱一声不吭踏进风雪里的人，差点吹了声口哨。他说什么来着？天算都算不过他。白硕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北境雪地里，北风别在他脸上，差点把他吹倒。他摸了把生疼的脸，傻不傻？白硕，你而今是上君，能飞？白硕咻一声，直朝天上而去，用力过猛，冲得有点高，掉在他身后没多远的花红，没成想白硕突然来这么一遭，正准备拦人，哪知砰一声，半空中灵力四溅，小半仙撞在银色结界上，结界岿然不动，白硕如流星朝地上砸来，轰，雪地被砸了个大坑。白硕晕头转向爬起来，望着半空中流光溢彩的结界，黑了脸。不远处的花红差点没笑出声，这结界自从白硕1年前入了皓月殿，早就给撤了，啥时候重新竖起来的？得，他家店主真是生了800个心眼子。你咋想的？妖界3王个个凶名在外，他们的老巢你以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道熟悉的声音在隔壁响起，还真是隔壁。白硕一转头，木九趴在雪地大坑里，隔着结界望他。你在这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折腾一宿了，半神的结界真打不开，我寻思着看能不能挖个坑爬进去。白硕瞅着雪地上的坑，生平头一次无语。世人都说你聪明，我觉着吧，你侮辱了这个曾埋汰就埋汰吧。小半仙，绝对的实力面前，蠢有蠢的好。只要我挖得够深，他准能瞧见，说不定就让我进去了呢。木九挖挖耳朵，全当没听到。不远处，花红不知怎地，望着木九那张脸，荒谬地生出了丢脸的感觉。白硕瞅瞅结界，拖着下巴，突然开口，我来的时候没这玩意。他想了想，扭头望了眼皓月殿，我昨天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木九愣，啥意思？白硕又回转头看向木九，心情大好，总结，意思就是你挺倒。木九觉得面前的小半仙心情好像突然不错起来，一眼瞄见他身上的小包袱，脱口而出，你该不会要逃婚吧？白硕一愣，逃什么婚？外头都传遍了，说你就是皓月殿主找了许多年的心上人，皓月殿主不惜与整个仙族为敌，也要救你这个小半仙回皓月殿，择日要娶你做殿主夫人呢。不过也有人说，缥缈岛那个小半仙啊，困于皓月，却是身不由己，他甘愿以身饲妖，求得皓月殿主在梧桐凤岛上救了他的意中人中招。哎，小半仙，这2个传闻到底哪个是真的呀？前半段白硕听得津津有味，后半段可真是天大的误会。白硕刚准备反驳，一道银光闪过，范月落于结界前。花红迈了一步的脚默默收回，这狐狸问的还真是时候，简直找死。范月目光落在白硕的包袱上，眼有些冷，漫天冰雪纷飞，木九没忍住，冻得一个喷嚏打了出来。店主，我白硕一开口，范月眼中简直冷得结冰，扼住白硕手腕，灵光一闪，直朝皓月殿中而去。花红拍拍手，刚准备走，身后一阵动响。他一转头，只见小狐狸裹在风雪里，冻得瑟瑟发抖，还在挖坑。花红走了2步，焚天棍挥出，把狐狸从坑里拉进了结界，了一血。阿火！木九眉开眼笑，从地上爬起来，连忙跟上。你是看到我在挖坑，特意来接我吗？闭嘴！花红额角直抽，径直踏着风雪朝前走，没瞧见木九嘴角勾起。小半仙撞了结界，闹出这么大动静，范月都得来瞧一瞧，身为皓月殿第1大将，天火妖君，怎么可能不来瞅一眼呢？这皓月殿一主一仆啊，还真是好骗得紧。范月寝殿，地上的七芒星阵若隐若现，琉璃盏中的妖火摇曳飘忽，妖火的主人懒懒靠在案后，王座指尖轻点额头，眼冷沉如冰。白硕现在案前那团软垫里，刚想撑起身子，软垫周身画出布条，竟将他双手缚住。白硕范月一双眼如刀子落在他身上，并没有开口的意思。白硕掌心化剑，毫不迟疑斩断布条，利落站起，直视范月。店主到底何意？这是第1次，白硕面对范月，既无小心逢迎，也无惧怕惶恐，他平平淡淡问，是真的好奇。范月的目光在白硕的包袱上一晃而过，慢条斯理开口，本殿记得紫月湖旁有人说过要入我皓月殿。
本店也记得，有人说生是皓月殿的人，死是皓月殿的鬼。世人皆无信，白硕，你呢？白硕晃了晃头，扯出个笑脸。店主之恩，对我堪比日月。哦，范月眼底意味不明，是吗？白硕一步上前，手一展，乾坤袋堆了满桌，双手抚在案桌上，居上临下俯视。这里头一共345颗一品丹，278颗二品丹，这些足抵一个仙门。皓月殿威震3界，我入不入皓月，实在无足轻重。店里气氛一沉，范月冷嗤一声，极北之境的灵草，皓月殿的要顶炼出的丹，你用本店的东西来报本店的恩。炼丹的灵力可是我。白硕话到一半噎住，好吧，你给的。范月眼一眯，这就是你的堪比日月？当然。白硕微微俯身，目光灼灼，反问，店主是半神，这些玩意儿你是用不上，可店主带回来的那位姑娘用得着，为她续命，难道在店主心中当不得日月？范月眼底新奇，不怒反笑，你这副性子倒是少见。范月突然抬手反复上白硕手腕，起身，两人霎时近在咫尺，呼吸都隐隐交错，只听得范月沉声问，他是不是本店的日月？白硕，你很在意？白硕仰头，四目相对，强大的妖气几乎将他整个拢在其中。皓月店主墨黑的眸子凝视他，白硕开我国。突然，范月视线一抬，望向侧殿，眸色震动，毫无预兆消失在原地。白硕望向侧殿方向，那里方才有一股陌生的灵力涌动，那个被范月从渊灵沼泽带回的人，行，还真是珍而重之。白硕喉间吐出一口浊气，一巴掌拍在乾坤袋上，一桌子灵丹重回他袖里。白硕转身出殿，身后案桌上道道裂痕隐现，咔嚓一声，案桌粉碎。白硕脚踩过殿门之时，突然一顿，倏然望向殿中那7芒星阵，眯起了眼。7星仍然只燃其3，可渊灵沼泽里，他分明为范月取回了第4根菩提木，为什么范月没有炼化？范月出现在侧殿，才到院中就顿住脚步。殿前漫天大雪，少女一身单薄白裙立在雪中，她身影孤子，冰雪加身，仿佛不知寒冷。少女伸出手接住片片雪花，看着雪在掌心融化，仿佛心有所感。她骤然回头瞧见范月时，眼底孤寂冷漠划开，荡出浅浅笑意。她就这么站在雪地中，静静望着范月。范月几乎是不自觉走向这双眸子的主人，待行到他面前时，手中已唤出大球，系在了少女身上。你不记得我？少女声音笃定，不记得。那为什么带我回来？本店不喜欢欠人。范月声音里含着一丝血气，我虽记不起你，但或许我杀过你。无数个夜晚，噩梦之中，范月总能看到漫天神光降临，血阵之中，红衣女子化为飞烟梦醒之时，愧悔袭身，不得解脱。她看不清那女子的面容，却总记得那一双盛满星辰的眸子，恰如眼前之人。所以你带我回来，只是想救我的命。你知道我快死了。少女轻叹，雪中是长久的沉默。若我不想被救呢？你既想不起我是谁，我活不活好像没什么意义。范月皱起了眉，俯身望去，眼底并不赞同。能活着不是件易事，别轻易说死。少女眉眼弯起，突然握住范月的手。范月一顿，没有挣脱。你如今是谁？范月。那你帮我活下来吧，范月。在你想起我之前，叫我阿月吧，我等你成神，想起我。殿外小径上，木九捧着酒坛，跟着花红一路小跑。阿火阿火，我给你带了个宝贝，这是静幽山的万年醉。万年醉，好大的口气，我还没听说过什么酒能醉倒我。花红没好气，万分后悔一时心慈放了这只狐狸进来，他走到哪狐狸跟到哪，浑似个狗皮膏药。这万年醉的名字是我取的，这酒名无花，听说是好多万年前咱们狐族的前辈从神界迁徙下界的时候带的，整个狐族也就3瓶，不过吗？这酒喝不？神界的酒。花红脚步吓然一停，手一伸，木九手中酒坛已落入他手中。花红仰头便喝，得。木九巴巴说出最后一个字，瞪眼望着花红，一口灌了个干净。浓浓灵力从花红身体里涌出，木九瞬间被灵力炸开，要不是他及时抬出小鸡灭轮挡在身前，差点被炸没了半条命。足足一炷香，花红才炼化完满身暴涨的灵气，一睁眼就瞧见木九举着破碎的小鸡灭轮，灰头土脸望着他。好东西。花红浑身舒畅，一坛酒竟让他瞬间长了1000年灵力。花红头一次看这只狐狸顺眼，瞬间出现在木九面前，眼睛晶亮。还有吗？木九摇头，瞅着花红手中的空坛，这酒不是现在喝的，喝这玩意时辰还有讲究。花红皱眉，婆婆妈妈。
花红话还未完，突然神情一凛，看向皓月殿外，几道强盛的妖力划过天际，直朝皓月殿而来。完了！木九惊呼一声，猛地窜起，躲在花红身后，面如白纸。实测殿外，白硕倚在廊下柱上，嚼着野草，把院里每句话都听了个分明。他吐出野草，瞅了雪地里那一双人影一眼，正准备转身，轻咦一声，看向皓月殿外半空。雪中，范月亦感受到这几道妖力破空而来，抬眼望去，静幽山常胜，常务，请见皓月殿主。两道苍老又浑厚的声音在半空响起，落在整个北境。花红一转头，小狐狸哪还有人影？皓月正殿，范月靠于王座，懒懒望向殿上两个花白胡子老头。鲛人，常胜常务齐齐点头。静幽山的少族长，你们到皓月殿来寻，是什么道理？常胜笑道，自梧桐午宴后，我家少族长时常入极北之境访友，这次族中有要事，我们一路寻迹而来，不少小妖见少族长昨日入了皓月殿是吗？范月黑靴在冰冷的石板上点了点，抬头道听途说，就敢叩问我皓月殿要人，长妹做事倒是越发有章法了。白硕正从屏风后探出头望，若有所思。范月的性子，没把木九丢出极北之境都算好的了，没有强留木九的道理。个毛茸茸的脑袋凑上来，木九晒道，我就知道藏着准没错，不愧是我家小花的店主，威武霸气。白硕一阵鸡皮疙瘩，瞅向幸灾乐祸的木九，戳他，派了2个长老来皓月殿要人，你又闯什么祸了？木九一僵，心虚，少黑我可是高风霁月，清清白白，狐族好少年一枚。白硕翻了个白眼，两人又凑着朝殿中望去。殿上常务脸一黑，还是常胜稳得住些，十分客气。殿主日理万机，最新修炼，殿中来了什么人，想必也不知情。常胜突然手心一动，画出一根红色狐毛，狐毛毫无预兆朝殿后而去。糟了！屏风后，木九脸色一变，转身就逃，奈何才走一步，已凌空而起，红色狐毛化成手臂粗，捆住他朝殿中飞去。火急火燎间，木九还不忘抓住白硕的袖子。这一切电光火石，众人来不及反应，砰一声，木九和白硕已经砸在了殿上。花红暴毙立在一旁，望着地上那2坨显眼包，嘴角直抽。常胜常务却盯着白硕，瞧着他软软糯糯，双眼冒光。少族长，这位姑娘莫不就是你常年访的友，甚至啧啧2声，着实水灵。少族长常年下山，倒也有理。人，道冰冷目光落在木九身上，木九只感觉脊背发凉，一蹦3尺高，迅速拉远和白硕的距离，大声喊，长者，这位姑娘叫自硕。白硕2字一出，2长老笑容僵住，同时后退2步，朝白硕失敬失敬。两人又下意识看向范月，2张褶子脸更褶了，误会，不知是未来的店主夫人，店主见谅。殿中没有否认的声音，白硕忍不住朝范月望去，也不知是不是他看错了，王座上的人眉眼中的冷意似乎散了散。常胜朝木九脸一板，少族长，族长有令，让我们带你回山。我不。木九飞快朝天火身后一躲，硬气得很，我凭自己本事下的山，我不回去。婚姻嫁娶乃天地伦常，这婚事是族长所定，不可儿戏。白硕看热闹，狐狸，我说怎么千里迢迢抓你回去，原来是逃婚出来的。那1、2、3、4、5、6、7、8、9个女狐，谁爱娶谁娶，我反正不娶。白硕瞠目结舌，朝木九竖起大拇指，你们狐族娶妇儿都一窝一窝的，今天少族长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常务常胜突然出手，欲绕开花红朝木九抓去。焚天棍骤出，两人猝不及防被震退，谁都没想到花红会突然出手。常务常胜一愣，眼中随之忌惮，正色开口，焚天棍天火妖君，你这是何意？木九满眼激动，小。岂料他刚唤出一个字，花红朝旁一挪，面不改色，手快了，两位请便。木九欢喜的亲一下就没了，正望着花红，眼眶有些红。花红不自然移开目光，不看木九。少族长，别磨蹭了，为狐族延绵子嗣，本就是你的责任。常胜常务再无耐心，再度伸手抓来，却又被荡开，望着木九身前横着的焚天棍，常胜再好的脾气都没忍住。天火妖君，这回又是手快了。正好，不快不慢。花红朝木九瞥了一眼，他不愿意回去，你们没听见？小花。木九凄凄爱爱，闭嘴。哦，难道皓月殿要插手我狐族的家事？常胜转头看向范月，正色开口。这一问可不只是带回木九的私事了，常胜这是在替整个静幽山狐族质问皓月殿。殿内霎时一静，范月垂眼望来，本殿的答案，两位长老不是已经见识过了？若是焚天棍不够，
本店的斩荒链再说一次也无妨。范月掌心一动，就要换出银链，常胜忙连退散步，店主大可不必，少族掌上还年幼，婚事再晚个几年也无妨。真不能怪常胜胡怂嘴软，范月是半神，他要真出手，梁老胡就得交代在这了。反正常妹的名头已经搬出来了，人家皓月店主不认，这可怪不得他们。皓月店主出了名的不管三界事，谁知道这回抽了啥风竟强留木九。少族长，你若实在不想回静幽山，也由你。常胜无奈看向木九，伸手，但族中宝物你总得让我和常务带回去吧，要不是你悄悄偷走了族中至宝，族长也不至于让我们千里赶赴极北之境来追你。花红皱眉看向木九，你偷什么出来了？还回去？木九脸一垮，还不了，没了没了。常胜不淡定了，花白胡子乱颤，我的小祖宗那是无花果神酒，能增3000年功力，是给将来的族长夫人留着的，怎么就没了？没人瞧见，花红的脸色兀然古怪无比。白硕咂舌，狐狸，这么好的东西你偷喝了？木九头摇得像拨浪鼓，那到底怎么没的？常胜急吼吼问。大概，好像，似乎，可能。店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花红开口，最后一句听起来有些气势不足，本君不小心喝了。店里一阵安静，两长老的思路突然就清晰了，两人瞅瞅木九，又瞅瞅花红。常胜看木九，少族长，跟我们回去。木九摇头。常胜倒平静了，那你杀了我们2个老头子吧。木九一呆，长老。常务常胜干脆招招地上一坐，你不回去成亲，无花果神酒也没了，你知道族长的脾气，与其回去死，还不如死在这儿，胜个痛快。长老，姑姑不会，族长会不会，你又知道了。你就敢保证，要是一成的事儿再出一遭，你还能全身而退咱们胡族9尾一脉单传？要真是血脉断了，少族长啊，咱2个也没脸回去见族长。长者，没这么严重。严重不严重的，我跟你们回去。花红实在听不下去，突然开口。店中3壶同时一愣，木九急道，小花你别冲动，酒是我偷出来，要受罚也是我受罚。谁说要去受罚了？花红不耐烦，他们抓你回去做什么？成亲？那我们回去成亲。殿上一静，花红这虎狼发言，差点让白硕被口水呛死。什么情况？啥？木九瞪大眼，以为自己听错了，却见花红转身看向常务常胜，我现在要和木九成亲，这无花果神酒我喝不喝得？两人齐齐点头，异口同声，喝得。那你们还要不要寻死觅活？又齐齐摇头，迅速爬起，不用。天火。王座上，范月皱眉开口，却见花红懒散一笑，店主，姻缘大事该是我自己做主。不必。木九看向花红，白硕从来没见过小狐狸这么认真的神情，你不用为了一坛子酒嫁给我，我跟长老们回去。常胜常务脸一黑，天火本就上军巅峰，又喝了无花果神酒，化半神指日可待，他嫁进狐族可是天大的便宜。两人刚想开口找补，却见花红看向木九，你凭什么觉得我是为了一坛酒嫁给你？我为什么就不能是真心的呢？木九怔住。白硕皱眉，下意识看见范月，却见他神情同样冷沉。日落月升，黑夜笼罩北境。范月从偏殿走回寝殿，白硕已在院中等他。下午范月为何突然消失在寝殿，谁都没有提起。你强留木九在皓月殿，就是想从他身上找到机会入狐族，取具妖幡。自硕单刀直入，范月没有否认。为何不阻止花红用这种方法入境幽山？白硕，你既不愿做皓月殿的人，那我皓月殿的事与你何干？一个掏心掏肺护你左右，连命都可以为你舍弃的人，难道还比不上一个你根本记不起的人？白硕愤怒无比，也不知是在替花红质问，还是在替自己问。月下，范月却突然笑了，他薄唇微勾，声音凉而淡，是自硕。你在翼王地宫亲手送走那个连命都舍给你的人的时候，白硕怎么不问问自己，绝不绝情残不残忍？白硕怔住，眼眶一下就红了，浑身止不住的抖。他的小徒弟，这世上唯个眼中只有他的人，湮灭在他手中。最是熟悉的人，最能说出戳心窝子的话。白硕抹了下眼，转身就走。范月神情冷沉，重重咳嗽几声，一口血从喉中沁出，一只手撑上范月后背，一道浑厚妖力注入他体内。范月精神微振，稳住身形。我这妖力比不上神力，不过今日喝了神酒，凑合着用吧。花红揶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不必做到这一步。范月转头皱眉，眼底亦是不赞同。哟，这时候长嘴了，方才他问你，你怎么不说天火？你如今神脉有损，强迫静幽山结界，
不是长妹的对手。妖皇之位绝不能落于天宇之手，否则一成惨剧会在整个妖界上演。花红正色开口，既然阻止不了你为了偏殿那姑娘入狐族夺据妖幡，我当然只能帮你喽。明日一早就要启程去狐族，店主好生歇着吧。花红摆手，踏步欲走，身后月沉沉声音响起，木九赤子之心，若他来日得知真相，你待如何？花红脚步一顿，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花红转头，嘴角勾起一抹凉薄笑意，店主，我这个人和你不同，一人亡女，100年前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真情这玩意了。花红转身离去，月下背影孤子。殿外树下，一道人影如鬼魅般隐在树后，又悄无声息遁去。